从床上惊醒过来的陈清快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自己重生了。不对，准确来说，自己早在18年前就重生了，只不过今天不知怎么的，有关前世的记忆忽然苏醒。这一世与前世在蓝星一样，同名同姓，只不过与前世的普通人生不同，陈清众生在一个名为天玄大陆的玄幻世界。在这，强者修炼到巅峰，开天辟地，不过动动手指，一念之间，甚至可以屠杀1000万人。而陈清虽有着不小的修炼天赋，却是个纨绔子弟，生于大武王朝国相之家，从小养尊处优，骄横跋扈。老爹在大武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陈雄在明面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实际却是与大武皇帝平分天下。很多朝政上的重要事都需先询问陈雄的意见才行。朝堂中有大半权臣都拜入了陈雄的麾下。正因如此，在大武王朝才会流传着一句话：只要陈雄愿意，随时可改天换地。整理明白这一切后，陈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无比纳闷，作为主角来讲，这背景会不会太强了些？虽然是第一次当主角，可在前世的蓝星，陈清却没少阅读小说，对于废材逆袭这一套路可谓烂熟于心。本就修炼天赋极佳，再加上这背景，怎么看都不像是废材逆袭的剧本。难不成我拿错剧本了？正在陈清百思不得其解之际，脑海中却响起一道机械质感极强、毫无感情的声音：姓名陈清，年龄18，性别男，身份信息正在核实中。系统确定不是幻觉，幻听以后，陈清险些没能按捺得住自己的声音。系统，那可是小说主角的标配金手指啊！果然是拿了主角剧本吗？不俗的天赋，再加上国相背景和系统，这不稳了。陈清万没想到，这种天大的好事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正欣喜着，脑海中再次传来声音：身份信息核实正确，无敌宠妻系统正在绑定中。无敌宠妻系统，无敌。陈清当然能理解，可这宠妻到底是怎么个意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无敌宠妻系统绑定成功，新任务已发布，是否查看？面对眼前弹出只有自己才能看得见的蓝色虚拟面板，陈清抬起手，犹犹豫豫，还是点击了查看按钮。任务1：3天之内迎娶主角红颜，天命女主夏清月。任务奖励：不死不灭体。说明获得后，主角可永生不死，长存于天地之间，任何力量都无法消灭您的存在。不死不灭，只是迎娶一个属于我的女主，就有这么大的奖励。陈清险些惊掉下巴，属实没想到这系统一出手就那么大方。稳了，这一下真的稳了。关闭任务界面，陈清顺手点进自己的个人属性面板，想看看基础信息之类，例如天赋、品质、姓名。陈清，年龄18，性别男。一眼略过这些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信息，正当陈清的目光来到天赋一栏，还没来得及多看，视线又立马回到上一层。身份上面赫然写着反派陈清，这一下着实令陈清有点绷不住。我是反派。好半天他才从中反应过来，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看错了，反复确认好几遍，确实是反派没错，无误。转念一想，真要如此的话，这天赋这背景又确实说得通了。靠，重生什么身份不好，哪怕是个路人也行啊，偏偏是反派。陈清整个无语了。看过那么多小说，陈清就没见过哪个反派能在那些秒天秒地的主角手底下活下来的，妥妥拿了个必死剧本。更要命的是，这系统居然还要自己去迎娶主角的女人，天命女帝。陈清仿佛已经能看见黑白两道身影在一扇名为生死的大门下朝自己招手，让自己过去。不行，这反派我绝对不能当，绝对不能按照剧本安排的走。好不容易获得重生的机会，摆脱牛马命运，陈清可不想还没享受几天就又嗝屁了。谁知道这次死后，下次还能不能获得重生机会？想着自己只需要尽量避免与主角以及和主角有关的所有人、所有事接触即可。至于系统任务，不接也罢，反正又没惩罚。夏清月，提到这个名字，陈清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道倾国绝色的身影。身为国相之子，又是个纨绔子弟，自然免不了与身为大武第一美人的夏清月之间产生接触。陈清没有觉醒前世记忆之前，对夏清月可是垂涎已久，甚至还让身为国相的老爹想办法叫皇帝将女儿嫁给自己。貌似还真成了。随着记忆越来越清晰，前世记忆逐渐适应这副身体，陈清回想起父亲在得知自己的想法后，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之后在连续的内外施压下，
还真说服大武皇帝同意下旨，赐自己与夏清月成婚。完蛋，不行，我得想办法退婚才行。或者先结婚，拿到不死不灭体，再写休书与其断绝关系。一方面，陈清很想要不死不灭体，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成婚之日主角会跑来，在自己拿到不死不灭体前，一剑把自己给斩了。烦，很心烦，陷入左右危难之际，感觉这娶也不是，不娶也不是，而且要如何说服一心成为帝王家的老爹陈雄放弃这门婚事，也是一大难题。上一秒还在幸运重生拿了个好剧本的陈清，这一秒却是头疼无比，那么多好事全被反派这一身份给毁于一旦，无语就很无语。正在陈清百感交集，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是好时，试探性问起系统，系统能不能透露点关于这方世界的主角的信息？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清谋划着先了解一下对方，再制定计划。对此，系统很快给予回应，打开一扇面板信息，姓名叶枫，性别男，依旧是略过这些没多大价值的信息，继续往下看。身份天命主角，金手指，30年闭关签到出关无敌系统，闭关签到系统，闭关30年。尽管系统似乎因为某种限制并未透露太多关于主角的个人信息，但仅凭这一长串的系统名字，陈清已是不难知晓2个关键信息。第一个关键信息是主角觉醒了闭关签到系统，在时间到达之前，因为系统的限制无法出关，而这个限制是30年。第二个关键信息则是自己身为反派，本应该在主角闭关签到满30年无敌出关的那一天苏醒才对，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提前苏醒了。这对陈清来讲无疑不是一个好消息，提前苏醒相当于他在拿到必死剧本后多了30年的发育时间。这30年的时间完全足够陈清凭借无敌宠妻系统，从主角红颜、大武公主、夏清月开始布局，逆袭扭转乾坤。想到这婚，陈清立马打定主意，不退了，结，必须得结，先把不死不灭体弄到手再说。有了这不死不灭体，陈清就不担心会被人弄死了，哪怕主角也一样。陈清可清楚记得系统说过，拥有不死不灭体以后，任何力量都无法消灭自己的存在，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先和夏清月完婚，获得不死不灭体。其次，找人调查夏清月的生平、人际关系，筛选出主角人选。关于这件事，陈清已是第一时间安排出身边的密探前去调查。对于权倾天下的国相之子，身边可不缺这种角色。安排好密探出去调查消息以后，陈清紧接着便找到老爹陈雄。青儿，你今日不在外面勾栏听曲，怎么有空到魏府这来了？见陈清现身，陈雄连来禀报要事的密探都懒得理会，摆摆手让他下去，有事待会再说。密探深知陈雄有多宠溺陈清这根独苗，不再多说，答应一声转瞬消失。陈清则来到陈雄身边，一屁股坐在了石凳上。反观陈雄很是自然地走到陈清背后，替他揉捏起双肩，去的哪个青楼？会不会暗？怎么这肩还是那么硬？手艺还不如你老爹我呢。不说这个，爹，你和皇帝打算让我啥时候和公主完婚？陈清对自己这个爹的脾气了如指掌，对他给自己按肩这件事早已见惯不怪，既有对已是母亲的愧疚，也有宠溺。皇帝那边还没决定好，估计是在拖时间，想要找借口推了这件事。说完又抬手拍了拍胸口，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放心，你看上的女人，老爹就是拼了命也替你搞过来。那我想尽快和公主完婚。陈清知晓陈雄有这个能力，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当即提出。什么时候？陈雄见陈清一脸认真，手上动作停下问，觉得陈清大概率是玩腻了，想成家了。身为亲爹，陈雄当然也希望陈清能早日成家生子，多个孙儿，为陈家延续香火，最好是今天，总之越快越好。陈清已是迫不及待想要觉醒不死不灭体，纵然主角还有几十年的闭关时间，陈清却是一刻不愿浪费。行，魏父马上进宫面圣，把这桩婚事定了。陈雄听后当即命人替自己更衣，准备好骏马。坐马车太慢，他要亲自骑马赶往皇宫。面圣这期间，陈清便耐心在家中等待。在陈雄归来之前，先见到了先前被自己派遣出去调查公主夏清月的密探。从密探口中，陈清从为数不多的人际关系中筛选出一个人。那人曾在年幼时期拼尽全力，在夏清月显露虎口之时，横身挡在了他的面前。这种老掉牙的青梅竹马戏码，陈清已是不知看过多少，于是开口问密探，那个人是不是叫叶枫？密探一愣，显然没想到自己还没说，陈清已然知晓答案，点点头，
拱手回应：“回少主，正是。”“好，辛苦你了。”说罢，陈清手指上的空间戒指光芒一闪，从中取出一个乾坤袋，丢给那名密探：“这里面有1万下品灵石，赏你了。”1万灵石。闻言，密探心中一震，双手接下后，赶忙下跪道：“多谢少主。”他早知陈清出手阔绰，没曾想只是这点小事就被赏赐了1万灵石，内心那叫一个激动，忠诚值暴涨，下定决心，以后陈清但凡有吩咐，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必须把这位少主子伺候好了。下去吧。是。密探原地消失，气息无踪。陈清则枕着双手，眼盯天花板，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密探调查到有关叶枫的那些事。奸人诬陷，几乎满门抄斩，亲爹落狱，叶枫却在当晚莫名逃出京城，不知所踪，果然是主角剧本。陈清笃定，叶枫多半是被系统绑定后，直接传送到了闭关签到的地方。从叶枫消失之日算起，到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时间而已。也就是说，我还有29年准备。意识到这一点后，陈清不由长松一口气。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陈雄那边传来好消息即可。陈清很清楚，只要是自己的要求，陈雄哪怕拼死也会做到。从小到大，一贯如此。皇帝要是不答应让夏清月今天与自己成婚，陈雄多半真会造反。很好，不死不灭体，你很快就会是我的了。陈清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事实果然如他所料，一炷香后，陈雄直接驾马一路从皇宫来到自己的府门前，双手推开府门，在注意到躺在院子里晒太阳睡大觉的陈清后，快步走了过来。青儿，快醒醒，为父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听见陈雄的声音，陈清将盖在脸上的折扇拿开，坐起身问：皇帝答应了？开玩笑，他要敢不答应，我立马联络10万将士围了京城。陈雄极其霸道地说：行了，你赶快准备，换身衣裳，赶紧与爹进宫，宫里已经在替你们张罗婚事了。行。陈清一口答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让2名婢女替自己更衣洗脸后，与陈雄坐进轿子，排场极大，准备入宫迎娶公主夏清月，同时也是未来的天命女帝。陈清与陈雄赶往皇宫路上的同时，宫内御书房，公主，陛下他，让开。公主快步走上台阶，双手推开御书房的门，无视身边之人的劝阻，闯进了御书房内。听见响动，再抬眸一眼，在看到自家女儿那一脸怒火与不甘的表情后，大武皇帝夏承叹息一声，放下了手中批阅奏章的毛笔。明知故问，你不忙着准备婚事，跑到朕这来做什么？父皇，我不嫁。夏清月掷地有声地说。对此，夏承并不意外，他早料到夏清月会那么说，于是回应道：你必须嫁。夏承的态度比起夏清月更显强硬。父皇，您难道真要狠心让女儿嫁给陈清那种纨绔子弟？如果您真要强逼女儿嫁给那种下流无耻之辈，女儿宁愿用死来保全清白。夏清月虽与陈清接触的不多，大多数时候也是没恢复前世记忆的陈清，因为美色在他身边各种纠缠。但通过民间与身边之人对陈清的评价，夏清月对陈清这个人不仅没有好感，还深恶痛绝，认为这种有害于民与国的蛀虫就应该被抹除。如今听到夏承下令要自己嫁给陈清，自视清高的夏清月自是不肯。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夏清月早已心有所属。好啊，来人，赐公主一条白绫。夏清月本以为自己以死相逼，一贯疼爱自己的父亲会收回成命，哪料夏承竟不带丝毫犹豫的就点头答应了下来。不等夏清月开口问话，夏承已是抢先一步道：放心，等你走后，父皇与所有夏家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听到这话，冷静下来的夏清月方才明白，所谓陈家权倾朝野的传言并非杜撰，认定是身为国相的陈雄在向父皇施压，以族人的性命与大武国运相威胁，才逼得夏承不得不妥协，将自己嫁出。意识到这一点后，夏清月垂下脑袋，双眼空洞，默默选择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薄唇轻启道：若是以女儿一人的命能换来全族人活下去的机会，以及大武皇权的长存，我嫁。目睹夏清月几乎是咬着牙齿说出这番话，夏承痛心疾首，恨自己无力抗衡权臣。接着摆摆手，示意端来白绫的老太监退出去。整个御书房只剩下父女2人。清月，父皇一定会竭尽全力让你不在陈家受委屈。除此之外，夏承实在无法再向夏清月保证什么。夏清月嗯了一声，随即转身道：那女儿便先行告退了。他很清楚，陈家父子才是罪魁祸首，埋怨其他人没用。经此一事，对陈清、对陈雄本就为零的好感度直接降为负数。他发誓，即便陈清得到自己的身体，也绝对得不到自己的心。他这颗心永远只属于那道身影。离开御书房，
2行清泪顿时流下，心道：风哥，清月此生与你无缘，若有来世，清月绝不负你。尽管婚事办得匆忙，排场却是一点不小，文武百官们齐齐到场，哪怕平日里与陈雄不对付的那些臣子，看在武皇的面子上也来了。当有人问起陈雄为何不见陈清、夏清月这对主角时，陈雄则手举酒杯，哈哈笑道：那小子急性子，已经把人接回去，准备洞房了。此言一出口，众人对陈清的纨绔形象不禁又加深几分。陈清哪里关心这些，更没想法要去改变他们对自己的刻板印象。在陈清看来，能早1秒完成系统认定的完婚流程，就早1秒完成，必须尽快拿到不死不灭体。不拿到这玩意，陈清那颗悬着的心始终难以安稳落地。转眼，陈家，陈清站在卧房门外，深吸一口气，抬起双手推开了早已布置好一片喜庆大红的婚房。才刚进门，眼前已是弹出系统面板，同时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获得不死不灭体+1，是否立即绑定不死不灭体？绑定。看到浮现于眼前的2个选项，陈清在内心毫不迟疑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不死不灭体正在绑定中，不死不灭体绑定成功，这就成了。陈清并未感觉到绑定前与绑定后有何实质区别，就感觉这副身体还是那副身体。似乎是为了打消陈清的疑虑，系统当即表示：请宿主放心，不死不灭体已成功绑定并发挥作用。行吧，既然系统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陈清也打消疑虑，不再怀疑。暂时隐去系统面板，不死不灭体的问题解决以后，新的问题又被摆在了陈清面前。就恢复记忆以前，前身那个表现，以陈清仅凭记忆中对公主夏清月的印象，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个女人会一心一意对待自己，更别说他还拿着天命女主与天命女帝的剧本，跟块烫手的山芋没区别，丢了浪费，不丢吗？又烫手，陈清不是没想过，拿到不死不灭体以后就跟夏清月和离，可真要这么做了，系统就会立刻解绑。不死不灭体虽不会收回，但总感觉光靠一个不死不灭体想要抗衡主角，摆脱必死剧本，还是有点太难了。权衡一番后，陈清最终下定决心，反正主角还有29年才出关，先多利用这个女人，从系统那多捞点能够抗衡主角的筹码再说，等到先有了实力，再去考虑其他的事。身为小说迷，陈清自认为比任何人都清楚玄幻世界强者为尊的道理。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系统完美诠释什么叫做瞌睡来了送枕头。主线任务已发布，是否查看？主线任务查看。陈清很好奇，系统又想给自己做什么妖？主线任务让夏清月心甘情愿与您洞房，完成夫妻之实。心甘情愿完成夫妻之实，陈清很难不怀疑系统在故意给自己挖坑。在青梅竹马与英雄救美的双重设定，再加上主角光环下，陈清很难想象身为天命女主的夏清月究竟要怎样才会心甘情愿地与自己洞房，完成夫妻之实。好在这只是主线任务，既有主线，那么在陈清看来必有副线。不过没等陈清去研究琢磨关于主线任务的奖励，便强势吸引住了他的眼球。主线任务完成奖励可获得大地修为。看着眼前蔚蓝色系统面板上浮现出的文字，陈清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确定是奖励大地修为无误。这奖励属实丰厚啊！早已融合这一世记忆的陈清很清楚，在天玄大陆修炼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出窍、分神、合体、渡劫、大成、准地、大地，而每个大境界又分为9个小境界，大地便是一方世界战力值最高的存在，没有之一。不仅如此，受天道秩序限制，一方世界只能存在一名大帝，独享天道气运。其他人若想享受这份天道气运，只有2条路，要么打败老大帝，要么等对方寿元消耗殆尽，取而代之。不过老大帝的陨落往往意味着一场旷世大战的发生，毕竟想要坐上大帝宝座的人可不止一个，但大帝的位置却只有一个。想到这，一个疑问不禁在陈清脑海当中产生：我若真完成任务，与夏清月完成洞房，是否会直接顶替老大帝的存在？对此，系统立马给予解释。系统奖励不受天道限制，宿主可与之共存，也可出手将其击杀，抢夺天道气运。原来如此，听到系统这么说，陈清就放心了。好端端的，他干嘛去挑战大帝，自找不痛快啊？重活一世，他只想悠游自在的活着，享受人生。之所以完成系统任务，也只是单纯为了巩固实力，逆转必死反派的人生，从主角手中活下来什么王朝争霸，他没兴趣。但靠着不死不灭体与大帝修为无敌盖世，
无人敢惹，打扰自己的清静生活，倒是很有诱惑力。扭头看向正一身红嫁衣，盖着红盖头，安静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的大武公主夏清月。咕嘟，陈清咽了咽口水，很是担心自己身为堂堂反派睡主角的女人真没问题吗？忧虑真要那么干了，会不会遭受天道反噬之类？想到这，不禁一声长叹，感觉这剧本拿的还不如废材逆袭呢。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做好心理建设后，陈清迈步朝向夏清月那边走去。注意到在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渐近后，夏清月那双手顿时攥紧成了拳。老实说，陈清现在有点担心，这女人该不会在身上藏了把刀，打算趁我接近时给我来上一刀吧。好在来到夏清月面前后，她并无任何多余的动作。陈清见状，紧绷的心弦不由放松些许，然后伸手拿起一旁提前放置好的喜秤，伸到红盖头下挑起。四目相对间，陈清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生的确实绝美，配得上倾国倾城4个字，更配得上大武第一美人。那微微泛红，一看就哭过，却故作坚强，不想让陈清看到自己脆弱一面的眼神，更是惹人心怜。陈清，夏清月，无话。陈清尴尬地将喜秤放回原位，第一次大婚的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没错，无论前世还是这一世，他都是第一次结婚。另外一方面，系统给出的任务是让夏清月心甘情愿和自己洞房，陈清总不能强上吧？真要强上的话，光看那冰冷的眼神就知道，这好感度一旦跌下去，再想涨回来可不容易，估计这辈子都很难完成了。比起得到这么一个美人，陈清果然还是觉得大地修为更重要。夏清月虽是大武王朝的第一美人，可这天玄大陆王朝林立，又不是找不出第二个像夏清月这般绝美的女子。陈清真要喜欢美女，何必为了她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有了大地修为，别说这俗世的绝色尤物，哪怕是天上的仙女也未尝不可一试。心中权衡一番后，陈清已有决定，尴尬的咳嗽一声，走到桌边倒了一杯茶，先自己喝一杯润润嗓子，再拿起另外一个崭新的杯子倒上，随后回到夏清月跟前递出，你喝点水吧。夏清月没有说话，在确认陈清喝过水壶里的水没有问题以后，从他手中接过水杯一饮而尽。老实讲，他现在一样很紧张，忌惮陈清下一刻就会撕破伪装，像一条饿狼一样扑上来将自己吃干抹净。偏偏夏清月又不能拒绝。最无力的是，为了保全皇室一脉以及整个大武的未来，他连自尽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任凭处置。殊不知陈清此刻的注意力根本不在他身上，在忽然弹出只有陈清自己才能看得见的系统面板上，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中品零食加10。看到这条文字，陈清眉头微皱，费姐倒杯水也算宠妻？10枚中品零食对于陈清这个身份背景自然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贫苦人家，一年忙碌到头也未必赚得了那么多。这样换个角度去看，只是倒杯水就能获得10枚中品零食已经很赚了，就是不知有无限制。看了看夏清月手中空掉的杯子，陈清计上心头，折返回桌子，拿起水壶又替他倒上一杯。渴了吧，再喝一杯。夏清月只是奇怪地看了眼陈清，并未多想，一手半掩面，微微仰头，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力量属性+1。力量属性，起初陈清还以为像倒茶这种小事只有零食作为奖励，没曾想系统不仅不限制次数，随机奖励的品质还有高有低。获得力量属性点添加上后，他能清楚感受到一股蛮力凭空出现于体内，充实于四肢百骸。意识到这点后，陈清顿时来了兴趣，又为夏清月续上一杯。夏清月尽管困惑，却因不想得罪触怒陈清，老老实实喝光茶水。陈清再倒，夏清月再喝，陈清再倒，夏清月再喝，陈清继续倒，夏清月继续喝。越喝心中越纳闷，陈清是不是把酒搞错成茶了？又情不自禁地去想，他搞错了，那我要不要将错就错？夏清月还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觉得陈清是想利用这种方法考验自己是否愿意忠诚于他。反正命运已定，夏清月也说服自己接受命运了。于是在喝完又一杯茶水后，抬手扶额，演技尽显生涩地说，我头好晕好困。说完整个人直接倒在了床上。他不想让陈清找到借口向夏族皇室发难。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速度属性+1。关闭系统面板，看着倒在床上的夏清月，陈清眉头微皱。他活了2世，只听说过醉酒，还没听说过有人醉水的。随后
注意到夏清月微微颤动的眼皮，猜到他是在装睡。陈清一时没想明白他装睡的理由，总之绝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想跟自己洞房。想不明白夏清月装睡用意的陈清，索性不再去想，替他脱掉鞋子，摆正身体。哟，来了吗？感受到陈清的动作，夏清月格外紧张，连那朱红圆润的10根脚趾都抓紧了。结果令夏清月没想到的是，陈清不仅没有像一只饿狼那样扑到自己身上来，反倒替自己盖上了被子。黛眉紧蹙，不解陈清这是何意。按照夏清月对陈清的刻板印象，在自己晕过去以后，他应该早就按捺不住了才对，着实想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反观陈清，他单纯只是在赌给夏清月脱鞋盖被子，算不算一种宠妻行为，能否达到系统的随机奖励标准。事实是他赌对了，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品丹药炼气丹加2，炼气丹还是2枚。这顺便又验证了一下陈清脑海中的另外一个想法，奖励虽然是随机的，但宠妻行为本身越上心，获得的系统奖励无论数量又或者品质都会相应提升。确信这一点后，陈清立马命人打来一盆热水。躺在床上的夏清月偷偷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注意着陈清的一举一动，见他端着水回来，忍不住多想，怀疑陈清是见自己装睡太久，后悔这样玩着没劲，自己又不肯醒来，所以想泼醒自己，又或者他纯粹只是想通过折磨自己来取乐。变态！他心中刚臭骂一句，陈清已是将脸盆放在床边，拧干毛巾，然后坐到夏清月身边，用毛巾替她轻轻擦拭起挂有几颗冷汗的面庞。敢动？夏清月一动不敢动。陈清越温柔，在他看来越反常，越可怕，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既视感。陈清哪里管他这些，正忙着刷宠妻奖励，不亦乐乎。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品炼气丹加10。擦洗一遍后，又透干毛巾，继续为夏清月洗脸。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2品润气丹加1。奖励到手，再透干毛巾，如此反复。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自由属性加5。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品炼气丹加10。陈清发现，尽管系统不限制宠妻方式的重复，但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动作才行。举例，擦完一次脸，必须把毛巾洗干净再擦，才能触发下一次宠妻奖励。反复替夏清月擦脸到第12次的时候，啪！夏清月终于坐不住，抬起手抓住了陈清的手腕，坐起身，眼神充满警惕。你到底想干嘛？我看你脸上有汗，想替你擦洗擦洗。陈清回答道。可下一刻又反应过来，这理由属实蹩脚，哪有给人洗脸10几次的道理？方才光顾着刷奖励，完全没去考虑这些。于是连忙解释，我这人有点洁癖，所以擦洗的次数会比别人多一点。你管这叫多一点？当然，这种吐槽的话，夏清月只能放在心里说。不得不承认，在面对陈清这种拥有庞大背景的权臣之子时，夏清月比在夏承身边更能体验到何谓伴君如伴虎。那你继续吧。夏清月松开陈清的手，躺回床上，一副任君处置的模样。陈清看了看他被自己擦得通红的面颊，伸出去的手又收回，够了，这样已经足够干净了。感觉再这样擦下去，非得把夏清月那张脸擦破不可。单靠这一宠妻方式，他也刷了几十枚丹药，除去大量1品丹药外，甚至不乏2品丹药，妥妥不亏。陈清心知肚明，想要拿到大地修为绝对谈不上容易，在那之前先用这些丹药提升实力，未尝不可。陈清不打算白白浪费自己的修炼天资，但在那之前还得多从夏清月身上刷点宠妻奖励才行。孤正在他大脑飞快转动，思考着新的宠妻方案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声响。陈清循声看去，视线落在了夏清月的肚子上，很肯定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再看一眼夏清月通红的面容，陈清灵光一闪，前往圆桌取来一盘点心。夏清月则死捂住肚子，面容羞红，尴尬到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今天一天发生的事实在太多，她根本没来得及吃饭，所以才会有失体面。身为公主，夏清月从小在这方面一直是严以律己，万没想到居然会在陈清面前露出如此丢脸的一面。起来吃点东西吧，别把身体饿垮了。听闻陈清的声音于耳边响起，夏清月试探性睁开眼睛，然后就看见他将一盘子的点心递送到了自己面前。夏清月双手支撑，从床上坐起，看了看陈清，又看了看他手里那盘点心，说不出的违和古怪。这与他刻板印象当中的陈清实在相差太大了。要不是陈清在大武王朝一直臭名昭著，以及上次见面时他对自己说过的那些下流言语，夏清月绝对会怀疑
自己嫁错人了，陈青是被诬陷的，装的，他一定是装的。夏清月，你可不能被他的伪善给骗了。咕肚子又叫一声，夏清月也顾不上那么多，摇晃摇晃脑袋，清空多余想法，决定先吃点东西，不愿再让陈青看到自己丢脸的一面。可正当他伸出手想要碗碟里拿起糕点，陈青却抢先一步拿开了那盘糕点。不等夏清月多想，陈青已是拿起一块糕点，主动送到他的嘴边。我喂你，你别这样，我害。夏清月硬生生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依旧是不给陈青找茬，发难的借口，嘴唇微张，轻咬小口糕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一品炼器单加20。确定系统觉得为妻子吃东西的宠妻值更高以后，陈青一脸欢喜道：再吃点。夏清月点点头，咽下刚才那口糕点，又凑上去咬了小口，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给陈青发飙的机会，他让自己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黄阶中品功法和山掌加1。吃还多着呢，不够我再让家里的厨子做。眼看居然爆出了功法秘籍，陈青更兴奋了，一脸期待夏清月可以多吃1.1口以奖励，简直不要太爽。夏清月不做多言，乖乖照做。见他吃完一块糕点，陈青又拿起一块。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2品润气丹加5。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自由属性加1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5。逐渐的，原本堆积成小山形状的糕点已是被吃掉大半。陈青越喂越快，夏清月也越吃越快。当陈青拿起又一块糕点时，夏清月张开的嘴巴又闭上，眼神为难道：抱歉，我真的吃不下去了。没事，吃不下等饿了再吃。陈青并无强迫夏清月的意思，刚放下糕点，不忘找准机会递上一杯茶水。噎着了吧，来喝杯水。担心陈青像先前那样一直给自己倒水喝，夏清月接下水杯的同时表示一杯就好。行。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黄阶下品功法流云步加1。陈青道是无所谓，这种事适合放长线，他可不打算一口气吃成胖子，把夏清月活活撑死。吃饱喝足还能干点啥呢？陈青暗暗寻思。他这边绞尽脑汁刷宠妻奖励的同时，10个万里之外的大芒山深处一座无名洞府之中，轰！一道强大的气浪自洞府深处一路爆发，如洪流翻涌，仿佛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却在抵达洞府大门的瞬间被一股更加强大的能量抹去了存在，显现出结界墙。这里正是主角叶枫闭关签到的地点。很好，终于炼化掉白天签到的那枚丹药，没想到小小一枚5品丹药居然让我的修为突破到了出窍境。再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年我就能迈入准地境，尝试正道大地。到时这天下将无人能与我匹敌。父亲，小妹，等我，30年一到，我一定出关拯救你们。叶枫捏紧拳头，眼中满是自信与决心。除了父亲与小妹外，叶枫脑海中想的不只有复仇，还有一道绝美的身影。夏清月那张国色天香的脸蛋浮现在叶枫脑海当中，好似近在眼前。清月，你一定要等我，30年后待我大地修为归来，一定履行儿时的约定，娶你过门。叶枫相信夏清月对自己的感情，认为他一定能撑到自己凯旋。想着以狗皇帝对夏清月的疼爱，必然不会逼着她嫁给不喜欢的人。如此自我安慰过后，叶枫选择继续修炼。除了修炼、睡觉外，叶枫没别的事可以干。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这座洞府，被结界束缚在其中，无法离开。系统在绑定的那一刻，便强制要求他待在这座洞府中，签到满30年整才可出关。系统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每日更新一次签到机会，能签到什么奖励，全看运气，过时不候。但叶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夏清月不仅嫁人了，此时还和陈青躺在一张床上。准确来说，夏清月正盘腿坐在床上，陈青则在背后替她揉背捶肩。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黄阶上品武器斩月剑加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遁地逃脱符加5。狠狠刷了个爽。反观夏清月，身体那是一点不敢放松，时刻紧绷着，完全看不懂陈青这一系列操作究竟是在图什么。这又是拖鞋盖背，又是打水擦脸，亲手喂吃的，现在还不辞辛劳地替自己按摩捶肩，以至于夏清月的脑海中不禁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陈青该不会是当腻了纨绔子弟，想找个老实人娶了成家立业吧？他无法肯定，又不敢询问陈青，唯有继续配合陈青胡闹。怎知自己不知不觉间早已沦为陈青刷系统奖励的工具人。陈青倒是刷了个爽，
却搞得夏清月压力山大，那根紧绷的心弦一刻没敢松开过。先到此为止吧。陈清才发现自己没恢复记忆之前，前身天天沉迷酒色，把这副身体弄得有多糟糕。才刷这点时间，已是累得嘴中粗气连连。下定决心，日后断不可荒废修炼，得早点将亏空的身体给补回来。喘口气，缓和些许后，陈清看了眼窗外，天色尚早，于是问夏清月：“夫人，要不要出去走走，散散心？”陈清想了想，自己与夏清月哪怕没有夫妻之实，也有夫妻之名，叫她一声夫人没毛病。夫人，听到陈清这样称呼自己，夏清月只觉得怪异别扭。那洞房，她声若蚊蝇地问：“我不喜欢强迫别人，当然，你若心甘情愿与我洞房，我们可以马上开始。”闻言，夏清月下意识挪动腰臀，躲远一点距离，多谢陈公子，请公子再给我一点时间。对此，陈清并不意外，转而道：“私底下你怎么叫我都无所谓，但在外面最好还是称我为夫君，这能帮你和我减少很多麻烦。”好，夏清月点头答应。且不论陈清是否说的是真心话，对夏清月来讲，能多拖1秒是1秒。期待着朝堂之中能早日发生变数，例如陈家垮台被扳倒，更期待他的峰哥能如当初承诺那般，脚踏七彩祥云归来，救自己于水火。夏清月的感情生涯尽管白纸一张，这18年的光阴大多都生活在高墙之中，却也不至于因为这点事情就对陈清改观倾心。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这世间人小鬼恐怖，鬼小人心毒。他听过见过太多背信弃义的小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视人命为草芥。没错，这里指的便是陈清的父亲陈雄。比起陈清变性迷途知返，想当个好人，夏清月更偏向于他是在演戏至于目的。夏清月暂时还没想明白，也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耗费太多心神。既然陈清想演，那自己便陪他演，忍着他，让着他，哄着他，顺着他。不多时，两人将一身喜庆火红的婚服褪下，换上正常衣装，出了陈家府门。陈清知晓父亲有派护道者暗中保护自己，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毕竟他在朝堂之上可没少树敌，所以没让仆从跟随，不想让仆从影响自己的操作。这相当于是约会，哪怕是假的，毫无感情，也没必要戴只眼睛在身边妨碍气氛。离开陈家后不久，陈清按照记忆将夏清月带到了一条小吃街，想着夏清月身为公主，从小待在宫中学习各种礼仪教养，应当没什么机会见识俗世的一面。扭头一眼，果不其然，来到小吃街后，夏清月的脸上写满激动与好奇。糖葫芦，卖糖葫芦，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听见小贩叫卖的声音，夏清月唰的一下看去目光，脑海中不禁回想起3年前叶枫偷偷溜进墙，为自己带来了一直心心念念的糖葫芦。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吃到糖葫芦，薄薄脆脆的糖衣加上山楂的酸，很奇妙。模模糊糊间，夏清月眼前仿佛看见了那日替自己带来糖葫芦的叶枫。枫哥，可回过神来后才发现，眼前之人并非叶枫，而是陈清。手里的糖葫芦倒是如出一辙，来尝尝。陈清将刚买来的糖葫芦递给夏清月，夏清月嘴上说着谢谢，手上接过陈清递来的糖葫芦，心中却是五味杂陈。轻咬半口糖葫芦，味道还是曾经的味道，只可惜人非救人，夏清月笑不出来。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黄阶上品功法流云掌+1。拿到自己想要的奖励后，见夏清月已经吃完那串糖葫芦，陈清又掉头折返回小贩面前，提出要将他剩余的所有糖葫芦全部卖下。面对陈清这个混世魔王说要给钱的反常行为，小贩急得快要给他跪下了，担心这钱真要收了，自己下一刻全家性命都得不保。说一声将穿有10几串糖葫芦的糖葫芦棍送给陈清后，3步并作2步，脚底如抹油，一溜烟跑没了影。陈清回头尴尬地看了眼夏清月，很想说，你看到了，不是我不想给钱，是他不想要啊，担心这件事会将自己先前的努力功亏一篑，于是叫出护道者，拜见少主。护道者立马凭空现身，追上他，把钱给了。陈清吩咐道，当着天命女主的面，该演的地方还是要演一下的。是。护道者答应一声，当场消失，完美诠释什么叫做来无影去无踪。在之后，陈清抱着一整个糖葫芦棍走至夏清月跟前，将糖葫芦棍送到了他怀里，霸气说想吃多少自己取。本来是想一串一串刷奖励的，但陈清转念又想试试看量变能否起到质变，不去理会，双手抱住快赶上1人高的糖葫芦棍，一脸懵的夏清月。陈清此刻注意力全在弹出的系统面板上，表情期待。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
玄阶下品灵宝阎王针+5。灵宝阎王针，陈清立即选择查看详情介绍。阎王针，忠贞者如阎王下帖。短短几个字却是言简意赅。阎王亲自下帖，试问普天之下几人有实力与胆量敢拒绝？在陈清看来是件不错的保命法宝。等关闭系统面板后，陈清才发现夏清月不见了。跑路？那倒不至于。陈清很快便找到夏清月，原来他去将糖葫芦分给那些躲在巷子里穿着破烂蓬头垢面的小乞丐了。真不愧是天命女主，心地果然善良，陈清感慨。将糖葫芦全部分完以后，夏清月在对上陈清的眼神后，快步回到他面前，解释说：“我一个人吃不下那么多，你别怪他们。”简而言之就是，陈清要怪就怪自己，别针对那些小孩子。闻言，陈清心中苦涩，改变刻板印象还真难啊，得亏自己苏醒得早，不然这混世魔王的头衔可真要坐实了。改，到时候哪来机会改？只能顺着剧本往下演，被主角一剑斩杀，完成反派的使命。既然夫人都这么说了，为夫答应便是。陈清一脸宠溺，听到他称呼自己为夫人，夏清月则是表情勉强的答应一声：“多谢夫君。”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中品灵石+100。陈清严重怀疑，这系统和自己一样，都是感情生涯白纸一张的处。得亏如此，才能让他不付出多少努力与汗水，就可获得海量奖励。希望系统再接再厉。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火球符+5。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魅力属性+10。之后的时间，陈清又带着夏清月尝试了各种民间小吃，例如龙须糖、烧饼、马蹄糕等等。对夏清月来讲，每一样都很好吃，但她内心深处还是更希望能与他的峰哥一起做这种事。对此，陈清则是看破不点破，要怪只怪夏清月身为未来的天命女帝，如今还很稚嫩，尚未觉醒，脸上根本藏不住心事。急？陈清为何要急？某个躲在山里闭关修炼的家伙都不急，他一个给人戴绿帽的，急啥？比起这个，当下有更值得陈清在意的事。他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窥探自己，这视线与护道者截然不同。第8章，你在藏拙。视线不止一道，且明显对自己抱有敌意，令陈清不自觉地感受到背脊一凉，像是有冷风灌进衣服。紧跟着10几名黑衣蒙面人便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见他们手持刀刃，又是这副打扮，吓得路人惊声尖叫，四散奔逃。陈清反应很快，知晓这些人是冲着自己来的，伸出手抓住夏清月的手腕，将她自然地拉到了自己背后护住。随后不忘对夏清月投去一个安心的眼神，道：“别怕，一切有我。”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20。悟性，陈清很满意这项奖励。对于玄幻世界的修士来讲，悟性有多高，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天花板有多高。悟性属于天赋的一环，本该是出生时就注定的，但拥有系统的陈清却可以通过不断宠妻刷取悟性值。只要悟性足够高，别说看一眼就入门功法秘籍，哪怕顿悟出独属于自己的功法，也并非不可能。因此，这一奖励的含金量在陈清看来非常大，多多益善。别怕，一切有我。反观陈清背后的夏清月，短短一句话，给他内心带来的冲击力却是一点不小。想不明白，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恃强凌弱的纨绔，在面对这种生死危机时，为何会优先将自己保护在身后？在夏清月看来，在发生这种事的第一时间，自私自利的他应该直接抛下自己离开才对。毕竟，陈雄安排在陈清身边的护道者，已经被他派出去追赶那个糖葫芦小贩，给买糖钱了。复杂，夏清月现在的心情就很复杂。对于陈清的刻板印象，忍不住产生动摇。难道这家伙一直在藏拙，故意假扮纨绔，让人忽略掉他的存在，只为某一天一鸣惊人？不说当代，回顾历史，像是这样的事，这样的人，史书上记载了很多。越想，夏清月越觉得可怕。陈雄一个权臣，对大武王朝来讲已是难以抗衡，甚至连武皇都得看他的脸色，敬其7分。如今再加上一个藏拙、野心未知的宰相公子夏清月，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大武威仪。可随后陈清的一句话，又不禁令夏清月内心动摇：你们想对付我，可以，但能否不要牵连无辜之人，让他走？闻言，那群黑衣人对视一眼，再由为首之人开口：我们不会伤害他，但也不会让他前去通风报信，只要你老老实实认命，他自然无事。他们答应与否，对陈清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怎么看。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玄阶上品法宝银魁+1。注：
一尊银魁的实力相当于出鞘境巅峰实力。出鞘境巅峰，这可比老爹陈雄留在陈清身边的护道者实力要强上许多。赚了，赚大了！底牌再加1，天子脚下，当街杀人，你们眼里还有律法存在吗？紧跟着，耳边传来的夏清月的声音引起陈清注意，挥挥手隐去系统面板，有些意外。他还以为遇到这种情况，夏清月会默不作声，巴不得这些杀手砍了自己，没曾想夏清月竟搬出天子与大夏律法，想震慑住这些杀手。大夏律法，闻言，杀手呵呵一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藐视律法，我们杀他，那是替天行道。杀人就是杀人，有再多理由也是杀人。他的恶应由律法来判定制裁。看着夏清月据理力争的认真模样，陈清很难想象，在成为天命女帝的道路上，她都会经历些什么。这么纯真，可坐不稳女帝之位。少说废话，兄弟们，动手，速战速决！杀手一声令下，有人立马持刀，顺身逼近陈清，朝他挥来刀刃。陈清则掌心回旋凌厉，使出先前获得的奖励黄阶中品功法撼山掌。以他如今的悟性，只需临时抱佛脚，多看几眼便能轻松入门。随着他一掌打出，凌厉在半空中化作一道等人高的手掌虚影，正中那名杀手，将他击飞出去7、8米远，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挣扎2下，便昏死了过去。其余杀手回头看向那名同伴，表情变得难看，显然没料到这位传说中一心9持肉灵的混世魔王，居然还是个修炼者。他们这些人虽有些拳脚功夫，可无一例外都是普通人，不具备灵根，自然无法修炼。深知普通人哪怕将拳脚练到极致，也比不上练气境入门的修士。一时间怂了，怕了。原以为护道者被陈清派出去，只剩下陈清一人，自己这边10几个人杀他绰绰有余，属于天赐良机。万没料到陈清竟然偷偷修炼了。同样见证这一幕的夏清月更加坚定了先前认为陈清藏拙的想法，这家伙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纨绔子弟。紧跟着，正在一众杀手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一道雄浑霸道的声音自远处如惊雷炸响：大胆狂徒，休伤我家少主！没错，是护道者赶回来了。陈清则转身拉起夏清月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吧。夏清月跟着陈清转身，背对那群杀手，下意识想要扭头去看，却被陈清开口阻止，劝你别那么做，当心晚上睡不着觉。对上夏清月看来的眼神，陈清看破他的心思，于是道：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弱肉强食。换言之，如果他们有机会杀我，他们一样不会放过我。对此，夏清月不做反驳，他很想驳斥陈清的话，可又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而在他们身后赶来的护道者只是抬手一挥，便将那几人连血肉带骨头人间蒸发。凡人面对上修士，尤其是境界高的修士，根本不存在反抗的机会。另一边，陈清将夏清月带到了一处卖糖人的小摊，看着正专心用勺子滴落糖浆绘画糖人的陈清，夏清月鼓起勇气问：你一直在演戏，想让别人认为你是个纨绔子弟，其实是在藏拙，暗中修炼。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吗？陈清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想让夏清月心甘情愿地和自己洞房，达到大地修为，先摆脱刻板形象是第一步。你今日的表现与以前的你完全是两个人。夏清月挑明道。陈清不语，专心画糖人，说再多都不如让夏清月自己去想，自己去脑补。正如陈清料想的那般，见他不语，夏清月认定他是被自己说中，连辩解都懒得辩解了。你和陈雄是想图谋整个大武王朝对吧？娶我也只是为了谋反后能靠着我这个人，借着夫妻之名抚平民心。夏清月继续做出分析。唐人小贩早已尿遁，根本不敢往下听，担心会被杀人灭口。陈清并未着急回答，最后一笔勾勒完成绘画，旋即小心翼翼地将画好的唐人从纸上拿起，正是 Q 版的夏清月。怎么样，画得像不像？陈清问。回答我，你们陈家是不是想谋反？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夏清月来讲至关重要。见夏清月一副铁了心想要得到准确答复的模样，陈清叹息一声，放心，至少现在我们没这个想法。况且王朝更替，能者居之，那不是很正常的事？这片土地也不是一开始就姓夏，不是吗？面对陈清的话，夏清月无法反驳。他当然清楚，大武王朝也是踩着数十万尸体建立的，但至少大武创立100年，没有战火不断，民不聊生，让百姓流离失所。夏清月诉说着大武的功绩，见他越说越激动，陈清开口道：安心，你现在是我陈清的夫人，皇上便是我的岳父，我何必造次家人的反？来，夫人吃糖。
陈青再次递出糖人，夏清月接下糖人，眉宇间还是略带怀疑的问：“你真这么想？你们真不打算造反？”“真的，真的，只要还是我陈青一天的夫人，我保证陈家绝不会造反。”为让夏清月打消怀疑，陈青举手发誓。夏清月嗯了一声，他哪里知道陈青的野心可不会仅限于小小一个大武王朝。冷静下来后，再去看手中的糖人，好漂亮。方才一直在意别的事，夏清月现在才发现，手里这个由陈青亲手画的糖人竟是自己。不说栩栩如生，但看着确实很俏皮。夏清月属实没想到陈青还有这份手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筑基修为大礼包+1。使用后可一键将您当前的实力提升到筑基巅峰境。修为大礼包，一键提升实力。陈青算了下，自己如今的修为是炼气境2层，筑基巅峰期的话，那相当于一下提升了16个小境界，牛得很。不枉费我画的那么认真。陈青对这项奖励十分满意，迫不及待地确认使用。是否使用筑基修为大礼包？使用，毫不犹豫。筑基修为大礼包正在使用中。筑基修为大礼包使用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突破至筑基巅峰境。系统刚提示，陈青立马感受到丹海变得开阔，充盈不少，一股强大的能量顺着奇经八脉扩散至四肢百骸，充满全身，确实突破到了筑基巅峰境。筑基修为在没有加入宗门之前，绝对称得上是很亮眼的成绩了。哪怕那些大宗门的入门条件，也无非是达到炼气境2、3层。陈青要是以筑基巅峰境修为前去参与考核，根本不需要什么考核，直接加入内院挑选亲传师傅，享天骄待遇。不过眼下陈青并无加入宗门的打算，宗门能给自己什么？不如趁早谋划，多把心思花在夏清月身上，让她早日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完成夫妻之时获得大地修为。届时不死不灭体与大地修为双双在手，主角不来主动招惹自己还好，胆敢招惹自己的话，他必出手灭之。隐去系统面板，看一眼盯着唐人愣神一动不动的夏清月，陈青道：“吃啊，放心，没毒。太漂亮了，我舍不得吃。”夏清月一下没忍住，说出心里话。陈青则找准机会道：“嗨，这有什么舍不得的？以后你若想吃，我再给你画便是。”夏清月欲言又止，看向陈青的一双秋水美眸，泛起一抹连他自己都未能察觉到转瞬即逝的涟漪。既然陈青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夏清月担心再不吃会让他误会，只能张开薄唇含住糖人，感受糖丝在嘴里化开，甜味溢满口腔。走着走着，陈青留意到夏清月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等等，陈青突然开口，夏清月还未反应过来，他已是蹲下撩起夏清月的裙摆，露出脚踝。你干嘛？夏清月紧张道：“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不早说？”看到夏清月通红淤青的脚腕，陈青一脸责怪之色。“没事的，一点小伤，你不用在意。”事实上是方才遭遇刺客时，陈青将夏清月拉到背后，由于地面高低不平，他才扭到了脚。那怎么行？陈青一步走到夏清月面前，背对着他蹲下，上来，我背你回去。难得的宠妻机会，陈青怎能错过？夏清月一脸犹豫。一方面他不想与陈青有太多身体接触，另外一方面这里可是闹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夏清月很是不好意思。“你要不上来，我可造反了。”陈青煞有其事地说。“你别吓我，我听你的就是了。”尽管知晓陈青这只是一句戏言，夏清月却不敢去赌上前一步，趴在了陈青的背上。陈青则双手抬住夏清月的大腿，说了一声扶稳了，然后站起身。这一路夏清月都将小脸深深埋在陈青的背上，不敢去看周围人的眼光。回想一下，上次像这样被人背，还是遭遇野兽袭击，吓得走不动路，被叶枫及时止住想法。越想夏清月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叶枫，他明明生死未卜，自己却在这和其他男人秀恩爱了，秀恩爱了。听见耳边传来小孩子的欢闹声，夏清月这脸更红了，藏得住脸，却藏不住那对同样红透的耳朵。小孩的家人们在看清被人的是陈青这个混世大魔王后，连忙捂住自家小孩的嘴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他原谅。陈青自是不在意这些，有更令他在意的是，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4品天玄丹+1。4品丹药，陈青已是迫不及待想要炼化这枚丹药，早日提升实力。想着再这样下去，兴许在拿下夏清月之前，靠着系统的海量奖励，自己就能提前挣到大地。想到这，一个疑问不禁于他脑海中产生，心问系统，
倘若我提前挣到成为大帝，那这奖励岂不是无效了？请宿主放心，系统奖励只会是1+1等于2的效果。那就好。听到系统这么说，陈清就放心了。双大帝修为吗？对他来讲，已经不叫有吸引力，而是相当有吸引力。一层大帝实力已是足够主宰整个天玄大陆，双层大帝修为独断万古，又有何难？更别说自己还手握不死不灭体，能够长存于世，不停的修炼，增进修为。不多时，陈清一路背着夏清月回到陈府，他与夏清月的婚房当中，将夏清月放到床上后，又命人取来膏药，让夏清月坐在床上，将脚抬起，替他退掉鞋袜，露出白皙小巧的一只玉足。看见夏清月那一脸娇羞，屡次想要收回小脚的表现，陈清这才肯定和前世不同，天玄大陆的女子对于脚被人看见一事要在意得多，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陈清用手指沾了点药膏，提醒起夏清月。夏清月紧抿红唇，点头答应。见他做好心理准备，陈清开始涂抹药膏，动作相当温柔。除了开始有点疼痛外，夏清月之后能明显感受到疼痛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暖洋洋的感觉。看着一脸认真细致替自己涂药的陈清，夏清月内心很难平静。作为未经尘世，感情生涯白纸一张，从小在深宫中长大的公主，被异性如此对待，夏清月情不自禁地去想，如果没有峰哥的话，那我和他……才想到一半，夏清月忽然反应过来，被自己的想法吓到，连忙抽回小脚丫，对陈清说：“已经没事了。”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传讯玉符+2。见奖励已经到手，陈清倒是无所谓。研究了一下，这传讯玉符与前世的蓝星手机差不多，或者说性能更强大，万里之外也能不受影响的联络。陈清暂时想不到用处，先收进系统背包里。既然如此，时候不早了，你先歇息吧。陈清起身道：“那你呢？”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夏清月不免紧张。我要修炼。陈清找了个位置，盘腿坐下，取出丹药，迅速进入修炼状态。感受到陈清身上释放出的强大恐怖灵威，夏清月已是100%确信，陈清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世家纨绔子弟。躺下，翻身闭眼，夏清月全力去回想过去与叶枫之间的点点滴滴，生怕自己再像先前那样一时糊涂，对陈清产生不该有的情愫。峰哥，你放心，清月一定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一定。清月的心永远是属于你的。转眼来到此时，大芒山无名洞府中，叶枫结束打坐，闭关半年的他早已习惯在这一刻打开系统面板，将刚刚更新的签到次数用了。不知道这次会签到出怎样强大的奖励，要是能助我提前出关就好了。叶枫幻想着能早日出关，与父亲、小妹团聚，与青梅竹马的夏清月修成正果。不再多想，看到眼前弹出的系统面板，签到次数剩余1，是否要签到的选项，叶枫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认签到。正在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10万死士大军，10万大军，而且还都是只听命于我一个人的死士。看清奖励内容，反复确认无误后，叶枫简直快乐开了花。有了这10万死士大军，他哪怕没有修为，也能与武皇掰掰手腕。想到这，不由得意。想想看出关以后，知晓自己修为顶级，还拥有10万死士大军的武皇，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瞧不上自己，百般敷衍，不愿答应自己与公主夏清月之间的婚事？最重要的是，叶枫很肯定，这区10万死士大军绝不是系统的极限，未来29年，别说10万、100万，哪怕1000万、亿万，也并非不可能实现。叶枫脑海中不禁开始幻想，等出关以后，携亿万大军，将整个天玄大陆横推打下来，然后自立为王，高调凯旋，迎娶夏清月。光是想想，都令他整个人爽得头皮发麻。抬起手臂，擦擦嘴角的口水，喉咙做出吞咽动作。随后，叶枫关闭系统面板，调整好打坐姿势，摇晃摇晃脑袋，清空多余的想法，继续进入修炼状态。签到、修炼、签到、修炼。经过半年的时间，他早已适应这种重复的节奏。虽说枯燥，但能清楚感受到自己有变强的过程，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而在另一边，经过一整晚的修炼，陈清的修为已是成功突破一个大境界，来到金丹境。随后又靠着其他零零散散的丹药辅助，叠加上天赋悟性，在天边太阳升起之时突破到金丹境2层。睁开眼，注意到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纸照射在夏清月的脸上，陈清站起身走了过去，以身体为夏清月挡住了那缕光芒。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玄阶上品功法金刚护体诀+1。正如陈清所想的那样，这也算宠妻，并且拿到了不俗的奖励。他正好差一门防御功法，
然后系统就主动送上门了。陈清默默修炼起这门功法，殊不知夏清月其实早已醒来，一直在装睡。吃惊于陈清竟然真的修炼了一晚上。起初他还因为担心害怕自己睡着以后陈清会乱来，一直不敢睡觉，结果却未能抵挡得住困意，不知什么时候陷入了睡梦当中。在醒来时就注意到了窗外照射进来的那抹阳光，十分晃眼。正当夏清月决定睁眼坐起身时，耳边却传来陈清的脚步声。于是夏清月选择了装睡，本以为会抓住陈清道貌岸然的证据，以为他这是装不下去了，哪曾想竟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夏清月属实没想到陈清会温柔细致到这种份上，宁愿耽误修炼进程也要为自己遮挡刺眼的阳光。殊不知陈清单纯只是为了宠妻奖励，没他想的那么多，但这效果确确实实是陈清想要的。意外收获不止于此，陈清原地站桩修炼了足1个时辰，将金刚护体诀领悟到了第3层。如今尚未觉醒，还只是个普通人的夏清月自然看不透这一点。在他眼中，陈清是实打实为他挡了2个小时的阳光。夏清月自认为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既非铁石心肠，又怎能不敢动？陈清这2日的所作所为，在夏清月的认知当中，绝对是楚叶枫、父皇下城外对他最好的人没有之一。作为夫君来讲，妥妥的家人良配。不行，不能再继续想下去。意识到自己再次背叛叶枫后，夏清月连忙止住想法，睁开眼从床上坐起身。正好修炼完的陈清见状，立马命人打来一盆温水，要亲自为夏清月洗脸。哪能放过这个刷取宠妻奖励的机会？我自己来就好。唉，夏清月话刚出口就被陈清拒绝了，这种事还是我来比较好。夏清月比不过陈清的强势，看着他透洗脸怕的模样，终究没能耐得住性子，问：你为何对我这么好？他可不记得自己与陈清之间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有过孽缘。你是我夫人，我身为夫君对你好，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陈清一本正经反问，一句话反倒是把夏清月给问住了。看到陈清那一脸认真的模样，夏清月才反应过来，是啊，身为夫君对自家夫人好，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认识到陈清是真的在认真履行身为夫君的责任，只有自己在这3心2意越想，夏清月心中对陈清竟不由得生出一股愧疚感。来，夫人，把眼睛闭上，我替你洗脸。陈清一脸期待能刷出怎样的宠妻奖励。夏清月乖乖照做。陈清将温热的毛巾盖了上去，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赤羽丹加10 3品丹药10枚。陈清清楚记得之前同样是替夏清月洗脸，无论奖励的品质还是数量都没现在高，为什么？陈清不理解。随后系统给出解释，目标对象夏清月对您的好感度强弱，也会影响到宠妻奖励的品质与数量。原来如此，看到系统给出的详细说明，陈清心中的疑惑总算得以解开。等等，可下一刻他又反应过来，不对，好感度是奖励高低的一环，如今奖励提升，那岂不是说他对我的好感度提高了？回宿主，是的。系统给予肯定答复。有意思。陈清顿时来了兴趣，感觉再这样下去，自己距离大地修为不远了。擦洗完一遍，陈清又转身透洗起脸帕，虽说不至于像之前那样给夏清月洗上10几遍，但一遍哪里够？望着陈清忙碌的身影，夏清月心境复杂，几次欲言又止。见他拧干脸帕，转过身来，夏清月一咬牙，一狠心，开口问：你既无心利用我造反，又为何要娶我？第11章若有来世闻言。陈清一边替夏清月擦洗脸庞，一边反问：难道在夫人看来，我想娶你只能是因为想利用你造反这一个理由？夏清月无言。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10。陈清则把握住这个能与夏清月大大拉近距离的机会，继续道：夫人可否相信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夏清月满脸困惑。不错。陈清点点头，又转身去透洗起脸帕，接着道：我遇见你的第一眼便有了要与你相守终身的强烈想法，那一刻我便认定了你，想要得到你，此生只能是你。四目相对间，陈清将演技发挥到了极致。作为众活一世的众生者，他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这种土味情话简直不要看过太多，随便挑2句感觉都是降维打击。从夏清月眼中泛起的道道涟漪波澜，不难看出自己这番话确实起到了显著效果。随后的系统奖励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20。反观夏清月这边，在得知陈清的真实想法以后，
夏清月一下理解了他，因为夏清月对叶枫抱有同样的情感，仅一眼便认定了他。只能是他四目相对，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深情的男人，夏清月不禁对他产生负罪感，心道：若是你，应当能够理解我吧。此生我注定会负你，若有来世。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魅力值加2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30。反复刷了6、7次宠妻奖励后，陈清总算在洗脸这件事上放过了夏清月。做完一切，陈清决定带上夏清月前去以儿媳妇的身份为身为老爹的陈雄敬茶。夏清月并未拒绝，如今的他已经不排斥这种事了，想着哪怕只是逢场作戏，至少在叶枫归来之前把夫人这一角色演好了，尽可能让陈清心里舒服些，减少愧疚感。不多时，二人来到陈家大堂，陈雄坐在家主之位上，见陈清与夏清月到来，抬手捋着胡须，哈哈笑道：般配，实在般配。爹，清月来给你敬茶了。陈清道：好好好。陈雄那叫一个高兴。您喝茶。夏清月走至陈雄面前，递出手中提前准备好的茶水。眼下他还是没办法开口称呼陈雄这个公认的奸臣为爹。好，好啊。陈雄接过茶杯，笑得合不拢嘴。喝口茶。旋即取出一枚空间戒指，交到夏清月手中，这是为父的一点心意，你收下，不够再问我要。多谢。夏清月侧目看了眼陈清，见他都点头了，便接受了陈雄的好意。跟着陈雄将茶杯放到桌上，快步走到陈清跟前，将他拉到一边，以仅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小声问：怎么样，进展如何？什么进展？陈清明知故问，还能是什么进展？当然是关于我陈家香火传承的事。陈雄略显激动，哪有这么快，耐心等着。陈清甩开陈雄的手，朝夏清月那边走去，对他说：你不是想回宫一趟吗？走，我陪你。那清月就先告辞了。夏清月在面对陈雄时，尽管陈雄表现得非常和善，但他还是不免感到胆战心惊。陈雄应了一声，旋即命人准备好马车，送陈清、夏清月入宫。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陈雄忽然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忽然觉得青儿好像比起之前变帅不少，这气质竟宛如谪仙下凡。果然是我陈氏族人，不愧为我陈雄的儿子。最终以这样的理由完成合理化。另一边，陈清与夏清月坐上马车，感受到车轮滚动。启程以后，夏清月将空间戒指递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他方才试探性看了眼，这枚空间戒指里竟存有10万上品灵石。先不论陈清如何，单凭这枚空间戒指与10万上品灵石，已然认定陈雄必是奸臣无疑。毕竟哪怕是当代武皇，想要拿出10万上品灵石，也绝对谈不上轻松。有什么不能收的你？是我陈清的夫人，是他陈雄的儿媳，别说10万上品灵石，哪怕10亿也是天经地义。陈清嘴上那么说，心里却是想着，等这边的事处理完，一定要狠狠去宰陈雄一笔。灵石既是修炼者与俗世的绝对交易货币，同时也是极佳的修炼资源。修炼者可通过吸收灵石内储存的灵气，炼化提升修为。灵石品质越高，其内部蕴含的灵气越多。当然，若是将灵气吸收殆尽后，灵石也会沦为废石一块，不再具备价值。好吧，见陈清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夏清月没办法，只能暂时收下，决定代为保管。等叶枫回来以后，一分不少，如数还给陈清，绝不亏欠。不多时，马车驶入地宫大门，见马车上有陈家的族徽，守卫压根不敢开口，更别说阻拦核查身份。他们很清楚，在大武，陈家马车与帝王龙辇没区别，这要是拦了，有几颗脑袋都不够掉的。不多时，马车停下，陈清与夏清月从车上下来。来，当心摔着。陈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刷取宠妻奖励的好机会，伸手搀扶住夏清月。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陈清看了眼详情介绍，这寿元果服用后，一枚可增加100年寿命。对现今拥有不死不灭的自己来讲，自然是无用。但陈清却不难想到，倘若自己愿意交易寿元果，多少人、多少强者会趋之若鹜，挣破脑袋求自己与之交易。暂且收入系统背包当中。之后的时间，夏清月尽地主之谊，在陈清的要求之下，决定带他好好逛逛皇宫。前身关于宫内的记忆很少，不喜来这种需要讲规矩的地方。而陈清身为穿越者，难得有这种长见识的机会，自然会想好好了解了解地宫内部的情况。一通游玩后，二人来到御花园，各种奇珍异景，湖水潺潺，映入眼帘。陈清正打算说点什么，一旁却是传来一道不和谐的嘲讽声音：
先前还说什么宁死保全清白，如今却在这和奸臣之子游山玩水，有说有笑，简直可笑、可悲、可叹。奸臣之子4个字传入夏清月耳中，可谓如雷贯耳。扭头看去，见陈清那张脸当即阴沉下来。夏清月慌了，连忙道：“我这几个弟弟妹妹不懂事，口无遮拦，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放心，我没那么暴躁。”陈青轻轻拍打夏清月抓住自己手臂的手背，旋即动身朝向几名公主与皇子所在的凉亭走去。夏清月没办法，只能跟随其左右。见陈清朝自己这边走来，方才还义愤填膺的几位皇子公主脸上流露出担忧恐惧之色。陈清有多嚣张霸道，他们也是有所耳闻的，深知光靠一个皇子身份根本震慑不住他。半个月之前，才有皇子因为冲撞了陈清，被他当着不少大臣的面甩了2巴掌，尽管皇家颜面大损，事后武皇也只是以管教不严罚了陈雄半年的俸禄。至于陈清，则毫无处罚，而那半年的俸禄对陈雄这个级别的权臣来讲，连9牛1毛都称之不上。由此更加证明陈家父子如今在大武王朝中的权势有多惊人，连皇子被打，武皇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轻发落。回到陈清身上，在他即将踏上凉亭台阶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公主皇子尚且年幼，不会说话，还请公子网开一面。对于眼前拱手说话的这名中年男子，陈清很陌生，并未见过，却一眼看出他为筑基巅封禁的修士，应当是暗中保护公主皇子的侍卫。小小一个筑基境，也配阻拦我的路？滚开！陈清释放威压。金丹境，侍卫大惊失色，哪里想得到，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混世魔王，居然是个修士。不仅如此，小小年纪修为竟凌驾于修行了几十年的自己之上。侍卫无力抗衡陈清的威压，肩上好似压下一座看不见的大山，膝盖弯曲，扑通一声跪在了陈清的面前。金丹境。从侍卫口中得知陈清如今的修为境界后，不止夏清月，那些皇子公主们同样又惊又怕。这和他们所熟知的那个只会拼爹的奸臣之子完全是2个人。这些皇子公主里，只有一人拥有修炼天赋，靠着海量皇家资源支持，眼下也才炼气境3层。可陈清明明大不了自己几岁，却已迈入他望尘莫及的修为境界。想想刚刚还觉得陈清只是个会拼爹的废物的自己，只觉得这脸颊火辣辣的疼，像是被人无形之中狠狠打了1巴掌。扪心自问，如果他是废物，那自己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陈清的身影掠过依旧被自己威压镇压的侍卫，来到几名皇子公主面前。你们方才说我夫人什么？众人低着脑袋不敢应答。你们觉得她可悲、可笑、可叹，那你们谁知，若她不妥协于我，10万铁骑今日便会冲破城门，杀入京城，尽灭你们夏氏一族。陈清再问。听到这番话的夏清月心头一震，才反应过来，陈清原来不是愤怒被他们称作奸臣之子，而是愤怒自己的名声被诋毁了，所以想来替自己讨个说法。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10尊拥有出窍境巅峰实力的银魁。陈清露出意外之色，属实没料到这次爆出的奖励竟会如此丰厚。没错，他之所以弄这么一出，就是考虑到身为妻子的夏清月名声被辱，自己身为丈夫站出来替她辩解，维护名声，自然也算是一种宠妻行为。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没错。至于自己的名声，那都无所谓。陈清一心只想宠妻刷奖励，早日拿到大地修为他坚信，只要实力够强，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经陈清这么一说，皇子公主们方才意识到夏清月这个姐姐为了自己，为了整个大武皇族以及国家的未来牺牲了多少，不禁脸红，感到羞愧。这次看在清月的面子上，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好自为之。陈清见目的达到，没兴趣再陪这些小皇子小公主胡闹，转身离开，同时收敛威压，令跪在地上的侍卫顿感轻松不少。然而他却不敢着急起身，心甘情愿地跪着。身为修士，侍卫怎会不知强者为尊之道？夫人，这御花园美景不少，我们再去其他地方逛逛吧。陈清来到夏清月面前提议。夫人。见夏清月迟迟没个回话，陈清抬起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好。夏清月猛然回过神，答应下来，与陈清一道离开凉亭走远。路上时不时就会用一双凤眸去偷偷看一眼陈清，忽然觉得全天下都误会了陈清，真被他精湛的演技给欺骗了双眼。他不仅不纨绔，反倒极富城府，懂得如何收敛锋芒，低调发育。夏清月虽未接触太多有关修炼世界的事，却也知晓在陈清这个年纪能达到金丹境修为，天赋努力缺一不可。越看
越觉得看不透陈清这个人，仿佛凝视深渊，一股无力感浸透全身。很难想象继续放任陈清这样成长下去，大武的未来会走向何处。想到这，夏清月迟疑了，脑海中犹豫着未来叶枫归来之时，自己是否要从陈清身边离开。他并不觉得叶枫会是陈清的对手，到时若要夏清月抛下一切，不顾皇族与大武的生死，与叶枫私奔，浪迹天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夏清月在权衡，凭借陈清这几日对自己的态度，如果自己愿意一直留在他身边，至少能为大武下族的延续多争取些时间，至少能说服陈清不与陈雄起兵造反，挑起战火，造成民不聊生的残酷局面。只要牺牲自己一人，就能保全那么多人，在夏清月看来，绝对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利益权衡过后，夏清月最终坚定了要留在陈清身边，牺牲自己一人，保全万万人的心理准备。峰哥，你我此生无缘，注定只有来生再会了。陈清不会读心术，自然无从知晓夏清月的内心想法。他惊鸿一瞥，想到了新的宠妻刷奖励方式。陈清在不远处注意到一个秋千，走，我们过去看看。他非常自然地拉起夏清月的手，来到了秋千前，然后让她坐了上去。抓稳了，当心掉下去。陈清则绕了一圈，来到椅背后，双手扶住，向前轻轻一推，随着秋千向前一荡又荡回，陈清眼前系统面板如期而至，提示应于他脑海当中响起。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一品炼器丹加50。尽管只是一品炼器丹，好在数量足够多。陈清一边查看奖励，手上动作不停，又向前一推秋千。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一品炼骨丹加50。陈清本以为这奖励没那么好拿，应该有个冷却时间，拿到一次后得等上一会儿才能触发下一次，哪曾想系统竟无限制。既然系统都那么大方了，陈清又何必客气，继续推。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逃脱符加5。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中品灵石加100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一品炼器丹加50。之后陈清狠狠刷了个爽，足足刷了1个时辰。期间夏清月几次劝说陈清自己已经玩够了，怕他累着。陈清却让夏清月不必在意，体内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实际上这点消耗对如今有着金丹境修为的他来讲根本不叫个事。要不是夏清月有快要荡晕吐出来的迹象，陈清绝不会区1个时辰就收手，当1天都行。而在另一边，身为武皇的夏承已然从那名在凉亭中被陈清威压下跪的侍卫口中得知陈清不仅早已踏入修炼大道，还突破到了金丹境的事实。金丹境，那小子居然踏入了金丹境！武皇夏承知晓后大惊，一个陈雄已经够让他头疼了，如今又来一个修炼天才，夏承总感觉自己这皇位越来越难坐稳了。萧国师，关于此子你怎么看？夏承扭头看向身旁的国师萧何，问：18岁的金丹境，纵使陈国相必定在其中投入了大量修炼资源，此子的天赋放眼整个大武也是相当罕见，放任下去必成大患。萧何给出自己的见解，可以陈雄如今在朝中的影响力，加上城外盘踞的10万铁骑，想要动他难如登天啊。不仅如此，夏承有预感，在得知陈清是个修炼天才，再加上他迎娶了自己最偏爱的公主夏清月后，倒向国相陈雄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夏承自认为十分擅长玩弄帝王之术，万没想到这次却是彻底栽在了陈清与陈雄这对父子手中。所以陛下，依臣看，对于陈家父子只能稳不能激，一旦撕破脸有害无利。萧何建议道。夏承叹息一声，摆摆手，朕知道了，下去吧。恰逢此时，关于陈清拥有金丹境这件事也传进了陈雄耳中。我儿是金丹境修士。金丹境，18岁的金丹境，妖孽啊！嘴里念叨几句，陈雄忽然捧腹大笑起来。这绝对是最近除了陈清大婚以外最令他高兴的一件事。为庆祝，大手一挥，豪掷千金，赏了陈府上上下下，主打一个有钱任性。目光回到陈清身上，逛也逛够了，陈清在夏清月的提议下，决定前往御书房见一见自家那位皇帝岳父。以往虽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却并未说过太多。陈清此番去见夏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夏承不必想太多，陈家并无造反的心思，这个皇位会继续由他们夏家人坐着。不仅如此，自己还会让陈雄帮他坐稳皇位。转眼御书房，再从太监口中得知陈清居然想来见自己以后，夏承很纳闷，不清楚他安的什么心。不过还是让太监前去将陈清、夏清月2人请进御书房。清月见过父皇。
夏清月行礼道。陈清见状，哪怕不给夏承面子，也得给夏清月一个面子，拱手道：“陈清拜见岳父。”“不必多礼，不必多礼，来，看坐。”夏承故作平静。随后太监搬来2张凳子，陈清与夏清月坐在了桌对面。不知贤婿来找我，所谓何事？夏承开门见山问。小婿今日来是想向圣上阐明陈家的态度。夏承问得直，陈清也不拐弯抹角。哦，陈家的态度。夏承顿时来了兴趣。没错，陈家不会造反，更不会与夏族王朝为敌，请圣上放心。陈清斩钉截铁道。我如何能信你？换言之，夏承再问陈清如何有权决定这种事。尽管整个大武都知晓，身为父亲的陈雄十分溺爱陈清这个儿子，但在这种大事上，夏承实在不认为陈雄会听取陈清的意见。很简单，以圣上的耳目，想必已经知晓我的修行天赋。若他执意造反，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定全力阻止，与清月站在一起，护他绝对周全。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夏承听的，不如说是专门说给身边的夏清月听的，效果显著。夏清月哪里想得到，陈清竟然会为了自己不惜站在亲生父亲的对立面。脑海中立马回想起那日陈清对自己说过的有关一见钟情的那番话，他是认真的。夏清月芳心触动。好，朕信你。夏承选择相信陈清，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是被陈清那一脸认真的神情感染，认为他不像是在说假话。在之后寒暄几句，陈清将时间留给夏承与夏清月这对父女，陈清则起身离开御书房。方才没顾得上查看宠妻奖励，一心一意去演戏。现如今刚走出御书房的大门，陈清对太监的问话不闻不顾，挥手召唤出系统面板，二话不说直接查看其奖励提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100，100银魁，那岂不是说相当于拥有100名出鞘境打手，而且是100多个绝对忠诚于我的出鞘境打手。陈清面露激动之色，这波赚大了。至少在当今的大武王朝内，出鞘境修士的存在绝对是不容小觑的，更别说还是100多名的庞大数量。陈清手握的这100多名银魁，已是完全足够他用来建立一方大势力，才绑定系统不到短短2日的时间，就已刷出超过100名出鞘境傀儡打手。之后的时间，陈清不禁大胆猜测，伴随夏清月的那颗冰心逐渐对自己融化，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有无可能刷出准地，甚至是大地境的傀儡？期待，万分期待！真要能刷出个麾下准地多如狗，大地遍地走的天大优势，主角又有何惧？之后，陈清收敛心神，打算随便找个地方消磨时间，等待夏清月和夏承父女2人谈完悄悄话，从御书房里出来。而此时的御书房内，因为愧疚，在单独与夏清月相处时，夏承做不到像往常那般轻松，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问清月，他待你如何？没有欺负你吧？”夏清月摇摇头：“夫君他对我很好，处处顺着我，维护我。”夫君，夏承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那就好，那就好。”旋即岔开话题道：“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一直在藏拙，骗了我，骗了所有人。小小年纪已是金丹境修士，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今日过后，只怕那些宗门会争着抢着邀他入门。”想到这，夏承忽然庆幸收了这么个女婿，否则真要让他成长起来，站在对立面，可远比陈雄这么个权臣要恐怖得多。父皇请放心，女儿相信他，既然他说过不会与大武为敌，那他一定会做到。夏清月这番话意味着他对陈清这个人已是彻底改观，且带有不小的信任。不论天下人怎么想，陈清在他夏清月眼中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只知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世家纨绔了。为父也愿意相信他。夏承总感觉自己与夏清月之间多了几分距离，无法再像曾经那样亲密无间。试着用夏清月的角度换位思考，夏承又不是不能理解他的这份情绪。作为父亲，夏承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弥补夏清月。不仅赏了夏清月，陈清一座名为青云、规格在王爷级别的大宅，搭配数十名下人，还有足够2人潇洒一生的金银珠宝，全当嫁妆。夏清月照单全收，并未拒绝。他很清楚，这些东西不仅是赏给自己的，也是赏给陈清的。欲言又止，夏清月本以为自己会像以前一样，与夏承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和夏承一样，都感受到了2人之间多出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隔阂。意识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多多少少还是在埋怨夏承这个父亲，为何当初那么果断的就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家族与国家。意识到自己也在渴望，
夏承能站在君主的身份之外，从父亲的角度为自己这个女儿，哪怕自私一回。随后意识到无话可说的夏清月，选择以陈清还在外面等待自己为由，告辞离开。看着转身离去的夏清月的背影，夏承抬手道：“清月，照顾好自己，有任何需要、委屈，可随时回来，父亲一定为你做主。”多谢父皇。说完，夏清月离开了御书房。太监轻手轻脚地将房门关上。夏清月看向守在门外的那名老太监，开口问：“李公公可有看见我家夫君去了何处？”回公主，老奴看见驸马爷往那边走了。李公公抬手一指。夏清月答应一声，顺着李公公手指的方向走远。走了没多久，夏清月刚探出眼眸，便看见了位于长廊尽头的陈清。那背影，夏清月一眼就看出是他。正当夏清月准备开口叫住陈清时，话还未来得及出口，反倒是陈清冷漠的声音率先传出：“都跟了这么久了，还不打算现身吗？”夏清月微微一愣，啪啪啪！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鼓掌的声音紧随其后响起：“公子好眼力，不愧天骄二字。”见有人从柱后走出，夏清月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单凭这张侧脸，夏清月毫无印象，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强大的修士气场。“来杀我的！”陈清开门见山问。“聪明。”来人斜斜一笑：“若公子放弃抵抗，老实受死，我可让你走得轻松些，少受点痛苦。这里可是地宫，你在地宫杀人，置武皇威严于何地？”陈清再问：“这种事就不劳公子费心了。”男人取出一柄锋利的宝剑。陈清的话倒是提醒了他，这里是地宫，必须速战速决才行。金丹巅峰，难怪敢对我出手。依陈清判断，这人的背景与先前在大街上想要围杀自己的那群蒙面杀手应该为同一个人。金丹境巅峰。听到这5个字，夏清月危机感强烈。他虽未迈入修炼大道，却也知晓，哪怕只是一个小境界的差距，在没有法宝、功法辅助的情况下，对修士来讲属于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更别说好几个小境界的差距。金丹境和金丹境巅峰，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察觉到不妙的夏清月决定转身前去告知父皇，请他派遣王族中的强大修士支援陈清。完全是下意识的，压根没去想过陈清倘若现在死在男人手中，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可紧接着陈清的一句话却令夏清月停住脚步：“金丹境巅峰很强，但杀我还不够资格。”这番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夏清月绝对会怀疑对方是在装腔作势。可从陈清嘴里说出，夏清月第一时间竟未生出半点质疑之心。好奇陈清究竟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不够资格。陈清一句话把男人给逗笑了，高冷形象没能维持得住，心中说服自己不去在意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犬吠。面对持剑而来、杀伐之气浓烈的男人，陈清则淡定打开系统面板，选中银魁。陈清正愁没机会试试看这银魁的实战实力如何，男人便主动送上门了，也不欺负他，就选中一尊银魁放了出来。男人要知道陈清管用出窍境实力，跨越2个大境界打自己金丹境，叫不欺负自己，那吐槽的话估计是说不完了。待确认激活银魁，完成契约认主后，陈清再想召唤银魁便不需要通过系统了，银魁已融入进他的影子当中，可随时从阴影当中释放。陈清一念动，下一刻男人停住脚步，敏锐注意到陈清身后的影子竟如石子落水，掀起道道涟漪。他眉头微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紧接着更是吃惊目睹，从陈清的影子当中浮现出一道身影。仔细看会发现，那家伙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尊穿着贴身甲胄，从头黑到脚毫无生命气息的怪物。动手！陈清轻描淡写的对银魁下达杀伐命令。银魁不会说话，用行动进行回应，一步从陈清身边快速掠过，转瞬间便拉近了与男人之间的距离。男人双眸一瞪，还想举剑抵挡银魁的攻势，跟着一股磅礴如海的威压便从头顶落了下来。男人顿感身躯四肢沉重如山，无法控制活动半分。出窍境！艰难地从嘴里挤出3字遗言。银魁的手臂如墨水涌动，幻化成刀锋，一击抹喉，头颅冲天飞起。出窍境！有关男人的遗言一字不落，清清楚楚传入远处夏清月的耳中。他看出陈清召唤出的那个怪物实力很强，却没料到那怪物的实力会强大到能一击灭杀金丹境巅峰修士，更不会想到怪物竟有着出窍境的修为。出窍境的修士竟心甘情愿地受他差遣。亲眼见证这件事后，夏清月猛然意识到自己只知陈清藏拙，却不知他藏得越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深。先前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一角。想到这，夏清月浅浅一笑。笑世人只知陈雄权倾朝野，是个奸臣，却不知陈家真正恐怖的
其实是陈清这个他们根本不拿正眼看待、嗤之以鼻、全靠拼爹的纨绔。再看陈清在杀死男人、铲除这个威胁，确定周围没有其他杀手以后，陈清让银魁回到了自己的影子当中，继续蛰伏，随时听候差遣。至于夏清月，陈清连尾随的金丹境巅峰修士都能察觉得到，更何况夏清月一个还未开窍、迈入修炼大道的普通人。陈清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不介意向夏清月展示自己强大的一面。知晓自古以来美人多仰慕英雄的道理，无论哪个时代背景，强者相较其他人，总能获得更多美人的青睐。四目相对间，夏清月心知肚明，陈清注意到了自己，不再隐藏，从墙后走出。老实说，他现在心情极度忐忑，有些担心陈清是否会因为自己发现了他的秘密，从而痛下杀手。直到这一刻，夏清月才真正相信陈清真没打算造反，吞下大武王朝，因为他的眼界与野心并不在小小一个大武。陈清看穿夏清月的想法，点破道：夫人放心，对你我夫妻而言，这并非是什么秘密，为夫不会因此就杀人灭口，况且我也舍不得。陈清一句话加上那深情的目光，挑弄的夏清月玉颊微微泛红。只可惜这在系统看来不算宠妻，没有奖励。刚才那个藏进你影子里的事，离宫路上，夏清月好奇问。他和死去的杀手一样，都不觉得银魁是人。一门法宝，你可以理解为是指听我差遣的一种傀儡，实力可比出窍境修士。陈清不做隐瞒，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夏清月觉得自己没把他当外人。法宝，傀儡，可比出窍境修士。早知修炼世界无比玄妙，今日夏清月方才真正出窥门槛。那像这样的法宝，你还要多少？夏清月又问，想好好了解了解自己这个夫君的真正实力。当然，他也做好了陈清拒绝回答的心理准备。很多。陈清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免得之后刷出更多银魁，让夏清月觉得自己在这一刻欺骗了他。主打一个细节为王。很多。夏清月不再继续追问，从陈清这充满自信的一句很多，他已是解读出不少信息。他开始相信，倘若陈雄真打算举兵造反，推翻大武王朝的统治，陈清是真有实力能阻止他，避免一场大战的发生。想到这，夏清月内心竟不由期待起未来某一天，世人全部知晓陈清真正一面的那天。需要我将刺杀的事告诉父皇，让他们追查凶犯吗？夏清月一转话题，用不着，此事恐怕早已通过密探的口传入岳父耳中。陈清摆摆手，伸手搀扶夏清月登上马车。当心，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魅力值加20。既然陈清都这么说了，夏清月不再强求。坐稳，当再看向撩开门帘走进马车的陈清时，夏清月柳眉微微一蹙，不知怎么的，忽然觉得陈清看起来比先前潇洒英俊了不少。长相天注定，夏清月不相信一个人的样貌会突然变得英俊，可又确实感觉陈清无论容貌又或者气质都提升了一大截。这时，一句古话不禁在夏清月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情人眼里出西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是这样。夏清月那脑袋摇晃得跟个拨浪鼓似的，急忙否定心中的那个念头，不认为自己会喜欢上陈清，对他动心。毕竟自己和他真正相处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2日呢。夏清月不愿相信自己对叶枫长达10年的感情这么轻易就被替代了，不可能，绝无可能。在说服别人之前，夏清月率先说服了自己。夫人，你的脸怎么这么红？生病了吗？陈清伸出手撩起夏清月的头发，凑近脸将额头印了上去，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无比顺畅自然，看不出半点端倪。看着近在咫尺陈清的那张面容，感受着近到甚至能听见彼此呼吸交替声的距离，夏清月本就娇红的面容变得更加疏红，双手抬起抵住陈清的胸膛，轻轻向前推开，然后撇开脑袋，不敢去直视陈清的眼睛，紧张道：我没事，只是方才见了血，内心有点不平静罢了。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炼化单加20。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陈清回复表示是为夫考虑不周了，下次一定不会再做出此类惊吓夫人之事。夏清月轻轻答应一声，陈清这无微不至的关心与温柔，就仿佛泥潭一样，一点点将他拽入深渊，深陷其中。之后，马车缓缓滚动，朝陈家府邸方向驶去。待到车马抵达陈家府门前，已是午时。感受到震动，夏清月缓缓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睡着了。刚睁眼，陈清那张英俊帅气的面庞便映入眼帘，面如刀削，剑眉星目等词汇，在看到这张脸以后，不自觉地浮现在了夏清月的脑海当中。他赶忙避开视线，
生怕又产生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误会。但下一刻，更令夏清月面红耳赤的是，她猛然意识到自己此时正被陈清抱在怀里，周围还有不少陈家下人投来的视线。你放我下来，我自己可以走。夏清月将脑袋埋在陈清怀里，声若蚊蝇地说：没事，就几步路的距离，这点力气，为夫我还是有的。陈清让夏清月别担心。夏清月见说服不了陈清，也不再开口，任凭他抱着。非议。夏清月可没忘记自己早已与陈清成婚的事实，丈夫抱妻子有何好非议的。在见识过陈清的强大一面后，夏清月已然不对与叶枫之间的缘分抱有过多希望。即便叶枫现在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了夏氏皇族，为了整个大武王朝的和平稳定，夏清月断然不可能答应与他离开，做出背叛陈清的事。只是暂时还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情愫，说的再直白点，他这个人已经是陈清的了，至于心仍属于叶枫。可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是，叶枫在心中的比重正在一点点倾斜。在之后，陈清一路抱着夏清月来到卧房，将她宛如对待一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陈清知晓皇宫贵族都有午睡的习惯，没有过多叨扰夏清月，退出了房间。夏清月双手抓住被子，眼神呆愣愣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陈清芳才在轿子上与自己额头紧贴的一幕，又或是上一刻他将自己抱在怀中的画面。越想，这脸颊越是滚烫，心跳声宛如肋骨在耳边咚咚作响。不行，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猛地摇晃脑袋，夏清月迫使自己闭眼，放空大脑，想要进入睡梦，免得脑海中继续产生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夏清月哪里想得到的是，哪怕真进了梦乡，有些事照样逃不掉。完美印证何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此时在门外的陈清正召唤出系统面板，查看起先前那一系列操作换来的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经验包+1。修为经验包，只有这简短的5个字，陈清很难知道这修为经验包用了以后能上涨多少修为。管他3721，先用了再说，能涨多少是多少。抱着这个想法，陈清意念操控，选中修为经验包，使用。正在使用修为经验包中，使用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突破元阴境2层，先前是金丹境2层，现在是元阴境2层，相当于提升了一整个大境界。陈清面露狂喜之色，修为与悟性毫无疑问，绝对是他当下最迫切需要的奖励。关闭系统面板，离开院子，陈清整个人神清气爽，如沐春风。只是才出院门，便注意到守在门外的管家。何事？陈请问。少爷，老爷请您过去一趟。管家如实禀报。带路。是。之后，陈清跟随管家来到父亲陈雄的书房，管家则守在门外。父亲，你找我？陈清问。关于先前暗杀你的那2拨人马，我已查清幕后之人。陈雄说着，手上继续挥毫弄墨。何人？陈清开门见山问。二皇子。陈雄抬眸看了陈清一眼，公布正确答案。二皇子，难不成他是想用这种方式争当储君？闻言，陈雄大喜，不愧是我陈雄的儿子，有头脑，一眼就看穿了问题的关键。不错，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建功立业，拿我整个陈家的恶名当做他未来登基的踏脚石。二皇子从小便拜入天宇宗，那名想在宫内暗杀你的修士，便来自于天宇宗内门。听到陈雄的话，陈清再次看破关键，天宇宗这是想扶持二皇子继位。聪明，陈雄当真是越看越欣赏自家这个宝贝儿子。天赋无敌，头脑无敌，未来何愁不能成就一番霸业？这绝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行动，未来针对你我父子2人的暗杀只会越来越多。陈雄这话间接性是在问陈清是否要主动出手。在得知自家儿子一直在收敛锋芒，假装纨绔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像先前那样独断专行了，必须得认真考虑他的意见才行。二皇子天宇宗。陈清呵呵一笑，不过是群土鸡瓦狗罢了，不值一提。哪怕陈清眼下还不是一整个宗门的对手，但靠着不死不灭体，对方也别想弄死他。陈清一样能耗死对面。听陈清这么说，陈雄非但不觉得他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反倒坚信自家儿子敢这么说，一定有他的底气。但陈雄并未追问太多，有些事明白就行。父亲，先不提二皇子和天宇宗，我有一件事想与你商量。陈清表情认真，决定从系统那捞笔大的。你我父子2人还有什么不商量的？你想为父怎么做，只管说便是。陈雄拍着胸膛，让陈清别那么生分，有话直说。在那之前，还望父亲先告诉我，你有无造反之心？陈清转而问，
又或者说，你想不想当皇帝？当皇帝？陈雄摆摆手，没兴趣。为父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不过是人在官场，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当老虎吃掉别人，别人就会变成老虎把你吃掉。说的再直白点，陈雄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如今的他早已退无可退，在大夏皇族的对外宣传渲染下，他陈雄早已成为祸乱大武的权臣、奸相，一切错误的源头。陈雄对此倒是无所谓，让人惧自己、敬自己，总比被人小瞧、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既然如此，我已答应皇帝，陈家绝不会造反。父亲，你将守在城外的那10万铁骑撤了吧，或者撤远一些，别给皇帝那么大的心理压力。陈清提议。不行，若是撤了那10万铁骑，你我的安危又该如何保障？陈雄不是不想答应，而是不能答应。怀疑陈清是被武皇蛊惑了，撤兵不是不行。陈雄真正担心的是皇族会卸磨杀驴，前车之鉴不可不防。闻言，陈清并未着急，继续口头劝说陈清。身后影子涌动，银魁从中钻了出来。见状，陈雄反应速度极快，立马转身，从身后的剑架上抽出长剑，剑指银魁。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陈府！陈清则抬手轻轻挪开了悬在耳边陈雄的那柄剑，开口道：父亲不必惊慌，此物名为银魁，是受孩儿操控的傀儡。银魁？听陈清这么一说，陈雄回想起有从探子口中听到类似的消息，就是他杀了天宇宗派来的那名杀手。陈雄放下剑，并未着急收入剑鞘，问：不错。陈清点点头，这一尊银魁便相当于出鞘境巅峰修为，出鞘境巅峰的傀儡。明白这一点后，陈雄的内心又惊又喜，很好奇陈清到底是从哪整来这么件厉害的傀儡法宝。按道理来讲，整个京城内发生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应该难逃自己的耳目才对。想到这，陈雄不仅不忌惮陈清这个儿子，反而很欣慰，他青出于蓝胜于蓝，庆幸自己生了这么个全能的儿子，陈家一脉的延续问题不需要再担心了。像是这样的傀儡，孩儿还有100多尊。陈清话还没说完，陈雄心中已是掀起惊涛巨浪。100多尊，那岂不是相当于拥有100多名出鞘境巅峰修士，而且还是100多个绝对忠心，永远不会产生背叛之心的出鞘境巅峰修士。陈清则趁热打铁，继续道：依父亲看，这100多尊银魁能否保你我父子的安全？能，那可太能了。出鞘境，陈雄没记错的话，天宇宗的现任宗主也才出鞘境修为，还比不上陈清这一尊傀儡。这下总算明白，彻底明白陈清为何有底气敢将天宇宗与大武二皇子称作土鸡瓦狗，这绝非自负，而是有实力的自信。退兵，我这就下令让那10万铁骑撤离京城。虽不知陈清这么做的用意，但陈雄相信他不会坑爹，心中笃定陈清是在下大棋，自己这个当爹的老了，只需配合他即可，不用把手伸得太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10000。尽管早想到这次的奖励会很丰厚，但在真正看清系统面板上的文字以后，陈清还是不免被小小震撼到。没错，那10万兵马并非是为了让武皇又或者整个夏氏皇族安心而退，单纯只是为了让身为妻子的夏清月明白自己对他的真情实意。退10万铁骑，换1万尊相当于出鞘巅峰境实力的银魁，岂止划算，赚爆了！只要陈清愿意，只需眨眼便可召唤万名银魁，横推整个大武。得知城外的10万铁骑退兵后，武皇那颗悬了快10年的心总算安稳落地。看来清月当真是为我找了个贤婿。夏承欣慰道。一旁的国师萧何则欲言又止。国师有话不妨直说，你我并非外人。夏承注意到他的面容变化，示意如今城外威胁已消，陛下何不趁势将陈雄这个钉子彻底从大武拔除？萧何担心隔墙有耳，俯下身子，压低声音在夏承耳边说：不可，如今朝中文武大臣依旧有不少乡党，贸然出手只会起倒反效果，造成朝野大乱。其次，比起陈雄，如今夏承更忌惮的是陈清。他自认为阅人无数，却唯独看不清陈清，并不认为以陈清的城府会想不到那10万铁骑一旦退兵，自己有可能会对陈家下手。既然如此，陈清敢让陈雄退兵，一定还握有能让自己无法出手的筹码。因此夏承选择静观其变。殊不知这个决定直接拯救了夏氏皇族，避免灭族危机。陈清手上现在握着的筹码远非10万铁骑可比。夏承若不愿体面，陈清不介意帮他体面，改下为臣。当然陈雄要实在不愿当皇帝，去受那个累，被世人唾骂，陈清也不介意提前剧情，
扶妻子夏清月做女帝回到御书房，明确夏承的态度后，萧何不再去提灭亡陈家的事，转而说起另外一件事，关于先前在宫内出手暗杀陈清的那名修士，臣已查清，来自天宇宗。天宇宗，此事与二皇子有关。夏承一愣，停下手中的笔。他可不觉得天宇宗单纯只是为了除暴安良，保家卫国，而整个夏氏族人中与天宇宗走得近的只有他的二儿子，多半有关。萧何给出自己的判断，去叫人把尸体丢到那个逆子的府门前。夏承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警告二皇子别再乱来。自己能查到的事，陈家一样能查到，真要闹大，到时别怪没人提醒，给他收尸。是，臣服。夏清月猛然从床上坐起，被惊醒。他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梦里他与陈清成了一对恩爱的夫妻，无时无刻不腻在一起，令人羡慕。这个梦的跨度很长，从相识相知，互生情愫，步入婚房，再到结婚生子，儿孙满堂，最后是白头偕老，共赴黄泉。然后夏清月就被惊醒了。他想不通自己为何会做这样的梦。更令夏清月觉得可怕的是，在梦境世界当中，他所仰慕深爱的峰哥身影全无，好似从未存在过。夏清月实在不敢多想，生怕自己不仅身体背叛了叶枫，就连这颗心也跟着背叛了对方。轻拍胸口，自我安慰，只是一个梦而已，不必在意，不必在意。梦？什么梦？这时陈清的声音从垂落的珠帘外传出，没什么。夏清月吓得娇躯一颤，口吻有些心虚，连忙否定。像是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告诉陈清？这样啊。见状，陈清不再追问，走上前去，蹲在床前，让夏清月把脚给自己，替他穿戴起鞋袜，说：下人已备好晚膳，我们赶快过去吧。看着眼前一脸认真为自己套上鞋袜的陈清，夏清月眼神复杂。其实你不用像这样。陈清对他越好，夏清月越觉得亏欠他，只因在夏清月心中还装着另外一个绝对不能辜负的男人。除此之外，夏清月更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会抵抗不住陈清的攻势，沉进入他的温柔乡中，不止身体，连这颗心最终也背叛了叶枫。你我是拜过高堂的夫妻，我身为丈夫对你好是理所当然的，天下谁敢不认可？话说得漂亮，奖励一样很漂亮。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书法大成。陈清思以为书法这项奖励在以古代背景的玄幻世界作用还是很大的。正所谓见字如见人，一手能拿得出手的书法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起到妙用。主打一个技多不压身，给妻子换个鞋就能换个满级技能，这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反观夏清月，听着陈清那温暖人心的话，他心中却是不禁吐槽，拜过高堂的夫妻何时拜过？夏清月没睡恍惚，没记错的话，自己刚梳妆打扮好，连来参加婚宴的宾客面都还没见着，就被陈清跟个劫匪似的掳回来了，心里想法不断，嘴上夏清月却没说太多，答应一声，与陈清一道离开卧房，前去享用晚膳。偌大的饭桌上十几道山珍海味，坐着的却只有陈清、夏清月以及陈雄三人。陈清率先拿起碗筷，替夏清月夹了一块炒肉。夫人，你辛苦一天，多吃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速度属性加20。夫人，这可是我们陈府厨子的拿手好菜，你一定要尝尝。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30。夫人，我看你面色苍白，怕是气血不足，来吃块鸭血补一补。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玄阶上品护甲加1。陈清敏锐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刷了个爽，光悟性就刷了整整100点。要不是夏清月那碗里的菜已是垒成一座小山，随时有可能倾塌，陈清还打算继续刷来着。夫人你先吃，等吃完想吃什么，为夫再给你加。陈清一脸宠溺。夏清月轻轻点头，看着他们夫妻二人恩爱有加的模样，身为父亲的陈雄倍感欣慰，幻想着用不了多长时间，自己的身份就该升级了。脑海中不禁幻想起孙儿开口叫自己爷爷的美好画面。父亲，你想什么呢？注意到陈雄在那一个人傻笑，陈清不禁问。孙儿当然好，孙女也无妨，最好是一个孙儿一个孙女，多多益善。听着陈雄的回复，陈清眉头微皱，不解自己有问这些吗？而听出陈雄是想让自己替他们陈家生育一儿一女的夏清月，则是埋下脑袋闭口不言。他当然知晓这是避无可避的事，只是眼下夏清月并未做好心理准备。可嗨，意识到失态的陈雄拳头握在唇前，咳嗽一声，恢复一本正经的面容，转移话题道：青儿，我也按照你的要求，将那守在城外的10万铁骑全部撤走。旋即又看向一脸吃惊的夏清月，不论以前外人如何评价我陈家，
如今青儿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陈家绝不会做出谋逆造反的事。夏清月迟迟没有回复，此时还处在震惊当中，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注视着陈清这个人。他不敢相信陈清竟真说服陈雄表态，把一直插在他父皇心中的那根刺给拔了。没了那10万铁骑，陈家谋逆造反的可能性自然是大大降低。夏清月不懂陈清为何要这么做，难道是为了我？只因为我是他的夫人？正在此时，陈清把握住机会，伸出手抓握住了夏清月那只白皙如玉、柔软滑嫩的手。为夫答应过你的事，绝不会食言。多谢夫君。夏清月并未挣脱，这句夫君听着相比之前多了几分真情。陈清不是傻子，从夏清月的眼神便能看出这一招威力不小。只可惜宠妻奖励已经拿过一次，没法重复刷取。但对陈清来讲，夏清月对自己的感情越深，奖励的品质数量也会大大增加，不亏。那个夫君，我的手有点疼，你能不能……夏清月低下视线看向陈清紧抓住自己的手。抱歉，是我鲁莽了。陈清松开手。在之后三人继续享用晚膳，一旦夏清月碗里的饭菜少了些，陈清立马又会补上，找机会刷上一波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阎王针加2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天养丹加1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5。而夏清月也找准机会，将父皇给自己的那些代表嫁妆的金银珠宝，通过空间戒指交到了陈清手中，外加一套王族级别的府邸以及数十名下人丫鬟。陈清则表示先不着急搬家，免得陈雄一个人守着这偌大的陈府孤苦伶仃，全听夫君的。对夏清月来讲，住哪都无所谓，全凭陈清做主。不多时，一家人吃完晚膳，陈清从下人口中得知今晚京城会举办花灯会，提议与夏清月一起去看看，伺机寻找宠妻机会。夏清月点点头，不知不觉间已然习惯去和陈清做这些伴侣才会做的事。收拾碗筷的事交给下人去做。陈清与夏清月在落下碗筷后告别陈雄，一起出了陈家府门。陈家府邸距离花灯会举办的地点并不远，二人选择步行前往。夫人要是觉得累，我可以背你，或者抱也行。听到陈清的话，夏清月忙道：我虽是公主，却也没那么娇气，走这么几步路还不至于会累。陈清不做强求，夏清月答应的话他血赚，夏清月不答应他也不亏。怕陈清多想，夏清月又补充道：当然我并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我没那么脆弱。我明白。继续向前走，越走人流越多，没想到宫外的花灯会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夏清月知道会很热闹，却没想过会那么热闹。一眼望去，人群犹如过江之鲫，密密麻麻窜动。接着他的手忽然被人抓住，夏清月吓了一跳，娇躯轻颤，低头看去视线，刚想甩开，顺着那只手抬眸一眼，当看清牵住自己手的人是陈清以后，方才止住了想法。陈清及时开口：这里人多，我可不想把夫人弄丢了。夏清月轻轻嗯了一声，任凭陈清抓住自己的手，不做挣扎。既是陈清的一番好意，他又怎能辜负夏清月可不想当白眼狼。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修为增加5个小境界。尽管没像上次一样直接飞升一个大境界，但能从元婴境2层突破到元婴境7层，对陈清来讲也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奖励。又走了一会儿，不远处已是能看见明亮的花灯光芒，伴随而来的则是越发拥挤的人群。察觉到有人即将撞上夏清月，陈清伸出手挽住她纤细的腰肢，霸道地将她拉进了怀里，胸口紧贴。夏清月趴在陈清的胸膛上，拳头轻握。知晓陈清这么做的理由的她并未反抗，也没有去埋怨陈清。比起埋怨陈清，她反倒在内心斥责起心跳声越来越大的自己，大到充斥双耳，都快盖过周围数百人的欢闹声。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100，100悟性。陈清险些未能压住自己的嘴角，这奖励的数量可比他想象中还要丰厚得多。决定等花灯会结束以后，找本功法好好试试看自己如今的悟性究竟高到了何种份上。光看数值还不足以体现，似乎没办法再向前了。夏清月觉得有点可惜，距离最佳赏花灯的地点还有不小一段距离。这民间的花灯一点不输他在宫里看到的，甚至规模更大。捕捉到夏清月脸上的失落，陈清再次伸手环住她的腰身，贴心提醒：抱住我。哦。虽然不知道陈清意欲何为，夏清月下意识照着他说的去做，整个人贴上去，双手紧紧抱住陈清。下一刻，陈清脚下一踏，直接带着夏清月飞身而起，
几个跳跃登上了这附近最高的楼阁。夫人报警了，当心摔下去。陈清提醒。夏清月没顾得上回话，一眼望去，数不尽的花灯映入眼帘，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这个角度看下去，比方才要震撼100倍不止。好漂亮！夏清月感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20。对于这项奖励，陈清想法不变，谋划着日后可以拿去向那些修为大能换取法宝，或者结交一份人脉。越是临终之际，寿命越是可贵。陈清清楚领略到，古人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何意？仙人，是仙人啊！你看看人家，这种事你怎么就做不到？我倒是想做，你给我灵根。哎，我怎么就没有这么优秀的伴侣呢？虽看不清那二人的面容，但这气质绝非凡人。众人议论纷纷，眼看自己因为陈清成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夏清月这心里竟不由产生几分暗爽，有点骄傲。接着在确认夏清月站稳以后，陈清决定将脑海中的一个骚操作变为现实。只见他双手回旋，凝聚出一团蔚蓝色的灵力。待到那团灵力化作柑橘大小后，陈清把那团灵力射到了100丈高空旋即，砰的一声巨响，灵力球炸开成数百道火焰四散开，化作一团璀璨的烟火，为这花灯会增色不少。抬头望着那绚烂的烟火，夏清月薄唇轻启，看得专注，眼里波光涌动。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地阶下品斩月剑加1。确定方案可行后，陈清又凝聚出更多的灵力球，而且颜色各不相同，相继打上天。下一刻，红黄蓝绿青靛紫各种颜色的烟火陆续炸开，铺满夜空，美不胜收。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5品撞神丹加5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2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0。注：自由属性点可由宿主随心所欲进行属性添加。烟火让看了个爽，陈清这边宠妻奖励也是拿了个爽，让某些炼器境修士直呼灵力还能这么用，要不人家能找到仙子道侣，而你我却只能孤身一人前来参加花灯会。学到了，这一下是真的学到了，学到了。以我们当前的修为，想要弄出一发这样的烟火都很勉强，他能造出这么多，修为至少在金丹巅峰朝上。天哪，金丹境巅峰，又有实力又有想法，这种道侣真令人羡慕。见小师妹对陈清一脸仰慕，身边的宗门师兄们不禁萌生出想要拜师陈清的想法。这样一个有实力又懂如何撩动美人芳心的师傅，他们何尝不仰慕？陈清要是知晓他们的想法，只会回复一句不收徒。至于接下来的时间，陈清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是不想继续刷，更不是因为灵力消耗一空，而是剩余的灵力有了新的用处。眼神转瞬变得凌厉起来，眼光如刀。是的，没错，陈清又察觉到了针对自己的杀意。在修为来到元婴境7层后，他的感知范围变得更大，也变得更加敏锐。心中稍微筛选一下，陈清便不难猜到对方的身份多半为二皇子，也可以说是他背后的天宇宗。在陈清看来，暗杀之事败露后，二皇子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因为担心对簿公堂会被陈家报复等等理由走上绝路，走向极端。而对天宇宗来讲，内门弟子被杀，自认为属于强宗的他们，大概率也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当然，陈清也不排除是某些侠志大者想要为国为民，除掉自己这个权臣之子，以此来换取天下美誉、身后之名。不过很快，这一可能性便被陈清给否了。理由很简单，一般势力想要集合那么多修士，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感知范围下，陈清清楚洞悉，来者不下30人，其中实力最弱的，修为也在筑基境巅峰，甚至不乏元婴境巅峰的存在。为了杀我，这些人还真是下了大手笔。陈清并不认为对方杀得了自己，理由很简单，自己这背景天赋，哪怕没有系统，也必定是个威胁不小的反派，更何况还与天命女主之间有着婚约关系。这主角还没出关呢，哪有大反派提前杀青的道理？在陈清眼中，能杀自己的只有主角，又或者像是夏清月这种天命女主。又有人要杀你？抬眸一眼，夏清月从陈清那锐利的眼神当中解读出不少信息。哦，这都被夫人看出来了。陈清意外问：你也不想想自己在整个大武王朝是个什么名声？想要你性命的人，只怕整个地宫都装不下。夏清月白了他一眼：那你呢？你想杀我吗？陈清调侃问。夏清月犹豫了，要换作与陈清成婚之前，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案。但在与陈清成婚，了解到他真实的一面后，
夏清月却迟迟无法给出一个答案。夫人若是想要我这条命，为夫随时可以给你。陈清牵起夏清月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心房位置。我又不是杀人魔，我要你的命干嘛？夏清月收回手，背过身去。夫人这是舍不得杀我。陈清见夏清月这副模样，忍不住想要捉弄她。可惜的是，这种无法付诸行动的空白话，在系统看来没法触发宠妻奖励。感觉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夏清月扭了扭身子，有人要杀你，还这么不正经，不理你了。一群宵小之辈，看为夫立马解决掉他们。陈清话音刚落，月光照耀下，从他的影子当中分散出去数十道阴影，融入夜幕。另一边，李长老，咱们何时动手？这人有点多，要不等花灯会结束，在他们回去的路上进行劫杀。有弟子问。不行，夜长梦多，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必须尽快解决。李长老当即否定了弟子的提议。他很清楚，上面那些人可没这份耐心。长老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身为弟子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纷纷取出了自己的佩剑、佩刀，一个个脸上杀机浮现，丝毫没注意到脚下的阴影有何不对。下一刻，没等这些天宇宗的弟子有所行动，一尊尊银魁自阴影当中一跃而出，手掌化作刀刃，抵住所有弟子的喉咙。没等他们来得及吃惊，反应已是被割断喉咙，鲜血一道道迸射而出，死于惊骇。眼睁睁看着自己带来的数十名弟子，在一瞬间被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完成屠杀，李长老心中除了愤怒，更多是被恐惧填满。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可是天宇宗的内门长老，我若出事，你们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天宇宗无休无止的追杀，永无宁日。李长老试图以此震慑银魁，让他们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只是傀儡，你跟傀儡讲这些有何用？紧跟着陈清的声音自头顶传来，李长老连忙抬头看去，目光这才发现陈清的存在。他的境界确实在陈清之上，奈何太过紧张，没法去感知那么多。傀儡，这些全是你弄出来的？李长老本以为宗门派给自己这么多随行弟子太过小题大做，如今看来反倒给少了，仅仅一个照面就团灭了。动手！陈清已从李长老口中得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确实与天宇宗脱不了干系，他这个人自然也就没了利用价值。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你真以为老夫跟他们是一类货色吗？李长老说罢，爆发出元婴境巅峰修为的威压。论修为，不可否定，陈清确实不如他，但陈清有银魁啊，每一尊都是出窍境巅峰修为，碾压了李长老整整一个大境界。喜欢威压？陈清一念动，在场的数十尊银魁同时释放威压，轰轰轰，数十道出窍境巅峰的威压，好似一座座大山，接二连三从天而降，落在李长老的头顶。这膝盖连一刻都未能撑住，便弯了下去，重重砸在地上，将青石砖砸碎。这是出窍境巅峰。李长老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深感万倍沉重，艰难地从嘴里吐出这么几个字。反应过来的他战意全无，哪里想得到陈清手上竟握有几十名出窍境巅峰实力的傀儡，这等战斗力都足以荡平整个天宇宗了，更别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内门长老。殊不知这些银魁对比陈清实际掌握的银魁数量，只是冰山一角的冰山一角，根本不值一提。别杀，求求你，我投降，我认输，我愿立下天道誓言，从此效忠于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永不背叛。面对陈清绝对强于自己的实力，李长老干脆认怂，想要奉其为主。我拒绝。陈清不带犹豫地亮明态度，他还没沦落到麾下什么阿猫阿狗都收。李长老的潜力一眼望得到头，毫无利用价值。其次，陈清知道天宇宗的路要怎么走，用不着他来带。他此言一出，再一念心动，银魁们加强威压，砰的一声，硬生生将李长老的肉身压迫到爆炸，四分五裂。做完这一切，陈清又命令银魁将所有在场天宇宗弟子的头颅割下，带上，遁入容纳他们的黑暗世界当中。至于那些无头之躯，陈清选择留在原地，算是给某人的警告。在之后，陈清一脸悠闲，杀了数十人，身上却滴血不染地回到满心担忧的夏清月身边，从身旁探出笑脸：“夫人，没事了，都解决了。”这么快？这期间，夏清月一直按照陈清说的背对战场方向，只因陈清担心他看到太多血腥场面会吓得做噩梦，睡不着觉。天命女帝，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的夏清月尚未觉醒，在陈清眼中，妥妥一身娇体若易推倒的小可怜。最重要的还是有奖励，拿着怎么不能算是宠妻呢？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魅力值加50，魅力值，这对陈清来讲属于最没用的奖励。比起容貌，他更希望提升些实力。
当然，容貌好也不能说完全没好处，至少在大部分时候，一副好的皮囊能让人产生更多亲近感。与此同时，当50点魅力值到账，对陈清的气质、形象等方方面面起到作用以后，夏清月再看向他，一时竟有些看痴了。眉宇轻拧，不知为何，夏清月总感觉陈清相比之前，貌似又变得俊秀不少。闭上眼睛，轻晃脑袋，再睁眼去看，确定了，没错，不是幻觉，真变英俊了。对此，夏清月依旧是最开始的那个想法，一个人的容貌在成年后基本上不会发生太大改变，皮相再怎么变化，骨相也不会变，更别说是在短短几日之内提升数倍。难不成我真的对他动心了？除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种可能性，夏清月时再想不到其他比这更合理的解释。陈清并未觉察到这一点，开口道：夫人，今日这花灯会怕是只能提前结束了。遇到事，陈清不喜欢拖延，今日能解决，绝不隔夜。既然天宇宗不想体面，陈清不介意帮他们体面，那几十颗人头必须原路奉还。你打算对天宇宗出手？夏清月稍微一想，便不难猜到陈清想做什么。今日之事，夫人也看到了，我给过他们悔改的机会，奈何他们非但没有半分收敛，反倒变本加厉，派出更多更强的杀手想取我这条命。我若继续一味忍让，还算七尺男儿。陈清表态道：天宇宗虽不在10大强宗之列，可实力一样不容小觑，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要不等明日一早，我便去地宫，将此事告知父皇，让父皇为你做主。夏清月担心陈清意气用事，伤了自己。不管怎么说，他夏清月如今都与陈清有了夫妻之名，身为妻子，又岂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夫人是在担心我？陈清一转话题：怎么，我不能担心你吗？夏清月微微鼓起双颊，气呼呼反问，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操心，白费功夫。陈清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态度。当然呢，你是我夫人，除了我那老爹外，没人比你更有资格担心我。陈清一本正经说。夏清月轻哼一声，正欲开口之际，却被陈清抢先一步道：既然夫人这么担心我，不妨和我走一趟天宇宗，万一出事，有你的公主身份在，他们也不敢妄动不是。陈清的想法很简单，说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让夏清月好好看看自己与天宇宗到底孰强孰弱。好，夏清月觉得陈清说的在理，计划用公主的身份威慑天宇宗，日后再敢对陈清出手，一定狠狠追究他们的责任。要是连自己的面子都不够，那就搬出当今天子。天宇宗要真想撕破脸的话，他们夏氏皇族也不是好欺负的。多谢夫人，那此次前往天宇宗一行，就全仰仗夫人保护我了。陈清抱住夏清月的胳膊，凑上去，故作柔弱。看着陈清这副模样，夏清月实在无法将他与众人眼中的那个混世魔王联想到一块去，甚至还觉得有点乖巧，是怎么一回事？包在我身上。心里想着的同时，夏清月重重一点头，答应下来。想法达成一致后，陈清快速出手，将夏清月从地上抱了起来。你干嘛？夏清月吓了一跳，这山高路远的，夫人难不成想走着去？陈清问。不是有马车吗？夏清月面颊羞红，哪怕快马加鞭，想从京城到达天宇宗，最少也需2日，但以我的脚速，顶多半个时辰。陈清做出分析，将选择摆在夏清月面前。2日，比起耗费时间，夏清月更担心，时间一拖，天宇宗那边在得知派出去的弟子全死在陈清手上后，会被仇恨充满头脑，变本加厉的想要复仇。为避免事情闹大到不可挽回的余地，夏清月用行动代替了语言回复，抬起双手勾住了陈清的后颈。明智的选择。陈清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旋即脚下灵力包裹，开始快速在房檐之间跳跃，身轻如燕，好似一抹流光，转眼半个时辰。陈清一路带着夏清月，利用身法从大武京城来到仙凤山，看到了建立于云端之上，只露出一半建筑的天宇宗。什么人，竟敢擅闯天宇宗？山下守卫见陈清、夏清月失生面孔，当即举起手中的长枪，呵斥。这期间，眼神一直在上下打量陈清与夏清月，目光草草瞥了一眼陈清便挪开，在夏清月身上停留了更长的时间。不等陈清、夏清月表明来意，守卫又道：该不会是想拜入天宇宗吧？现在可还没到时间呢。不过你们要是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我也不是不能通融，放你2人上山。你想要多大诚意？夏清月此次前来天宇宗，主要目的是为了和谈，虽不爽被守卫敲诈，还是耐着性子试探性问。他嘛，给点零食就行。至于你，守卫话说一半，眼神变得猥琐，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5品疾风丹加30。陈清这边
才刚领取完一路报行夏清月的奖励。听到守卫这话，再看他那副下流嘴脸，立刻隐去系统面板，一手唤出先前爆出的地阶下平斩月剑，一手同步伸出，抓住夏清月的肩膀，往怀里一拉，趁他背对那名守卫之际，斩出一道可与明月争辉的浩瀚剑光。山门守卫直接在陈清那数丈长的剑光之下爆体而亡，血肉四分五裂，与化作齑粉的骨头一并变为血水，将脚下大片地面浸染成鲜红色，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地阶上品阵法困龙阵加1。宠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陈清自认为在某些事上是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夏清月如今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名义上的夫妻。在强者为尊的世界，山门守卫的实力明明比自己弱，却敢觊觎自己明媒正娶的发妻，试问陈清如何能忍？必杀之，只为念头通达。重活一世，陈清那是一点委屈都不愿意受，上辈子已经受够了。没事了。陈清松开紧紧将夏清月抱在怀中的手臂，柔声道：好。夏清月轻声答应，扭头看去，虽未见残肢断臂，但从那一地的鲜血，却也不难猜到那名山门守卫是何下场。觉得陈清为人暴力？不，夏清月一点不这么想。他很清楚，陈清之所以会拔剑杀人，完全是因为自己。夏清月再如何纯情，也不会看不出来，听不明白。山门守卫方才摆明是在觊觎自己的美色，想让自己用身体换取上山的机会，因此陈清才会悍然出手，将之抹杀。试问，有这么一个霸道护妻的丈夫，天下有几个女子抵挡得住？反正夏清月眼下非但没有半点埋怨陈清的想法，反而这心底有一丝丝奇怪说不上来的悸动。只是还没等夏清月去细想，一道威严的声音已是从山上传了下来：大胆狂徒，竟敢在天宇宗大开杀戒，斩我座下弟子，找死！话音刚落，紧跟着数十道弟子的身影便如流星从山上快速坠落到陈清、夏清月的身边，将他二人层层包围其中。而那名开口长老打扮的人则背着双手站在数十节高的台阶上，目光高高在上，审视着陈清、夏清月二人。大胆的是你们才对，我乃夏氏皇族长公主，你们的人对皇室不敬，我夫君出手将其抹杀，以示侵扰，劝你们不要执迷不悟。夏清月站了出来，不惧那道道剑刃寒光，坚定与陈清站在一起。皇族长公主，夏清月，原来是她，不愧为大武第一美人，难怪如此令人心动。一个是长公主，一个是皇室驸马爷，咱们要不要出手？在得知陈清与夏清月的身份后，一众天宇宗的弟子明显迟疑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纷纷将目光调转看向林天林长老，请他定夺。长公主，夏清月。通过夏清月这个人，林天很快确定陈清就是天宇宗与二皇子共同想要除掉的敌人。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林天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功立业、跻身二皇子核心阵营的机会。于是林天灵机一动，提高嗓门道：长公主被奸人挟持，你等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快出手，将那贼人原地诛杀，营救长公主！天黑看不清，再加上在场都是自己的人，又有天宇宗撑腰，到时即便皇室真追究起来，自己也能用救公主心切，不识驸马爷为由敷衍过去。再加上二皇子里应外合，林天怎么想都不认为杀死一个臭名昭著、人人得以诛之的奸臣之子会被责罚。他想赌一把。你们想干什么？他是本公主的丈夫，你们要敢伤他半根汗毛，本公主绝不会轻饶你们，大武皇室也不会放过你们天宇宗。夏清月急道，下意识脱口出，没想太多。闻言，刚准备动手的天宇宗弟子一下犯了难，撤回脚步。林天心中也纳闷，不都说长公主是被迫嫁给这个纨绔子弟的吗？为何如今又主动袒护起他？转念一想，陈清现今不管怎么讲都是夏清月的丈夫，夏清月身为公主，应该单纯只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而已，心里只怕巴不得陈清死。谁会喜欢上这样一个除了恶名毫无口碑的家伙呢？没听到本长老的话吗？动手，杀奸人，救公主！林天再三强调，只为把这件事做实了，自己是仗义出手，一心为皇族安危。至于陈家那边，笑话，堂堂仙门何惧一凡人家族？权势滔天又如何？在林天眼中不过刍狗蝼蚁，谁敢动手？你们不能伤他！见天宇宗弟子一步步围杀上来，夏清月张开双臂，紧紧将陈清护在身后。见夏清月如此不识好歹，林天自作聪明道：公主深夜造访，只怕不曾通知过其他人吧？这天高地远的，万一出事，只怕也无人知晓。他这番话已经不能说是暗示，而是明示夏清月再敢不识相，连他一块杀人灭口。刚准备动手的陈清，没想到林天临死之际还给自己送了一波福利。他这番话一出口，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我今日誓死不退半步，你们有本事连我一块杀！夏清月斩钉截铁地说：“誓死共进退。”好，那我就大慈大悲，成全你们这对亡命鸳鸯。动手！林天下令道。长老都下令了，再加上他方才那些话，弟子们知道这条贼船是下不去了，决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眼见他们持剑逼近而来，不会武功与修炼之法的夏清月吓得紧闭上眼眸，双脚却是不曾后退半步，依然紧紧将陈清护在身后，想用公主的身份庇佑他。不信这些人真敢动手杀害皇室成员。夫人，你可以睁眼了。正在夏清月百感交集，心跳声宛如肋骨之际，陈清温柔的声音于耳边响起。夏清月缓缓睁开双眼，这才发现面前本该存在的数十名天宇宗弟子竟人间蒸发了，只剩下远处跌坐在台阶上一脸惊恐之色，浑身瑟瑟发抖，仿佛目睹天塌下来的长老林天有此。夏清月不难猜到都发生了些什么，只是左右扭头，为何不见银魁的存在？以夏清月对陈清修为的了解，金丹境应该没法在一瞬间将那么多宗门弟子全部灭杀才对。随即夏清月又注意到陈清手中那柄滴落血珠的长剑，心中不禁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那些天宇宗弟子全是他杀的？这是金丹境修士应该有的实力吗？下一刻，一旁从林天口中传出的惊吓言语立马解答了夏清月心中的困惑。不可能，绝不可能，你小小年纪怎么可能会是元婴境修为？林天极力想要否定这一点。元婴境。闻言，夏清月又惊又喜，想不到陈清明明不久前还是金丹境，这么短的时间就又突破到了元婴境，认定陈清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天才，稍微认真一些，那修为立刻蹭蹭往上涨。又或者他还在藏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盯陈清，好奇自己这个便宜丈夫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夫人，待会儿的画面可能会有些血腥，你要害怕的话先闭上眼睛。陈清松开搀扶住夏清月的手，动身朝向林天那边走去。等等，你别过来，你想做甚？你该不会想杀我吧？大胆，我可是天宇宗的内门长老，杀了我，你与天宇宗之间将再无回旋的余地。林天不过区区金丹境巅峰，自知不是陈清的对手，没办法，只能搬出背后的天宇宗，试图以此威吓陈清。敢对我家夫人抱有杀心者，必须死！陈清举起手中剑。闻言，夏清月睁开了眼睛，看着陈清那道伟岸高举手中长剑的背影，心中一阵触动。剑下留人。陈清并未理会那道声音，一剑干脆利落地斩下，头颅从台阶层层滚落，弹起。林天的无头之躯紧跟着倒地，鲜血如泉涌，从断颈处咕嘟咕嘟流出，在台阶上躺下铺开。那画面看得夏清月心弦一紧，频频做出吞咽的动作。你怎么敢？为首老者望着被陈清斩落头颅的林天，悲痛至极。他名为林威，是林天的亲大哥，身份乃是天宇宗大长老，身后跟着的那10几人同为天宇宗内门长老，有何不敢？陈清丝毫不惧，一甩手中长剑，沾染在剑上的血珠有力地飞射出去，在地上溅射开一朵朵妖艳的血花。此子行为残暴，俨然入魔，今日我等天宇宗长老便为民除害。除魔未到，林威取出一柄长剑，剑指陈清。其余内门长老见状，纷纷照做。只能说他与林天不愧为亲兄弟，作恶之前永远不忘先扯大旗，打着名门正道的口号行卑劣之事。林威身为一宗大长老，实力自然不是林天一个小长老可比的。陈清看出他的实力达到了出鞘境，在自己之上自知不是对手的陈清并不打算前去与林威硬碰硬，他又不是主角，没必要去赌自己能否爆种。一个大跳后退至夏清月身边。见势，林威呵呵一笑，现在知道怕了，想逃晚了，动手。说完，林威还不忘提醒那些长老别伤了公主，否则皇室那边不好交代。众长老齐齐点头，旋即这脚下一踏，10几道身影纷纷朝向陈清飞袭而去，手中的兵刃寒光一道更比一道夺目森冷。陈清等的就是他们自投罗网。杀！一字出，一尊银魁自黑暗世界一跃而出，手臂化作一柄阔刀，一刀猛地挥斩出去。轰！那10几名长老直接在强烈的刀势之下被绞碎围成百数千块，刀锋并未停歇，越发刚猛，将众长老被分割的尸块更加细化，变为血雾。一刀戮杀10几名天宇宗内门长老，这一幕可把林威震撼得不轻，身体一震，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林威试图看破银魁，却察觉不到半点生命气息。傀儡？林威不确定，想要看破银魁的具体修为也看不破，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与自己一样
大概率都是出窍劲。你以为光凭这么个不人不鬼的东西，就能挑衅我天宇宗吗？痴心妄想！林威说完也不墨迹，持剑杀向银魁。10几名内门长老因自己而死，不做点什么的话，林威难辞其咎，无法向宗主交代。双手举剑，催动功法，使出自己最强的一击天水剑法，灵力化作波涛，随着林威一剑刺出，朝向银魁翻涌而来。面对这番攻势，银魁则是朴实无华的一刀斩下。这一刀不仅将林威引以为傲的功法完全破解，更是让他手中的剑化作灰烬消散。随即林威又瞪大双眸，惊恐目睹自己的双手在那看不见的蔷薇之下寸寸爆裂，血肉化作雾状，骨头化为齑粉蔓延而来。林威想躲，根本躲不掉，来不及有所动作，整个人已是化作一团血雾漂浮于空中。至于陈青，比起去欣赏林威他们是怎么死的，他此刻的注意力全在系统面板上。在林威这个大长老赶到之前，靠着林天死前那番针对夏清月的话，系统认定杀一人便算宠妻一次。只不过陈青现在才找到机会查看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地阶中品功法大面神掌+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5品天玉丹+5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200，200点悟性。不用系统做出说明，陈青也知道这200点悟性绝对是林天为自己贡献的。得出结论，不止夏清月对自己的感情高低能影响奖励质量与数量，对手越强，同样能提升奖励的质量和数量，好得很啊。只是可惜奖励到了林天这便宣告结束了。毕竟随后赶来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那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因此哪怕银魁杀再多，也无法触发系统的奖励标准。关闭系统面板，陈青一念动，数十尊银魁自黑暗世界被释放出来，手里接替着天宇宗弟子的项上人头。今日他便要覆灭整个天宇宗，以此敲打那些明里暗里想要针对自己的人，让他们在动手之前好好掂量掂量有无这个资格。天宇宗宗门大殿，不好了！一名弟子踉踉跄跄，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跪趴在大殿之中。什么是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宗主陆无言不满道，想着有自己这个宗主在，再大的事难不成天还能塌下来？启禀宗主，前去支援林天长老的大长老他们全部被屠杀了。弟子此言一出，前一刻还气定神闲的陆无言表情大变，从宗主宝座上惊站起身。你说什么？林长老他们全死了？回宗主，此事乃弟子亲眼所见，绝无半分虚假。随即弟子又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简短化，全盘托出。那傀儡竟有出窍境修为。陆无言确实听说过，只要炼气师境界够高，炼制出来的傀儡不一定就比人族修士差。可这实力堪比出窍境修为的傀儡，而且还能单方面虐杀10几名宗门长老的傀儡，陆无言此生还真是头一次遇见。也罢，看来只有老夫亲自出手了。不过区一尊实力比肩出窍境的傀儡罢了，老夫今日便要他们有来无回，以命抵命。陆无言眼神坚决地从座椅上站起身，启禀宗主，不是一尊，而是几十尊，手里还提着咱们先前派去京城的那些弟子的人头。弟子连忙补充说明。你说多少？陆无言身形一晃荡，怀疑是自己听差了。在杀死大长老他们后，那小子又召唤出了几十尊一模一样的傀儡出来。弟子不敢隐瞒，一五一十交代。几十尊出窍境傀儡，陆无言手扶座椅扶手，又坐回到宗主宝座上，一时犯了难，陷入进退两难。宗主，他们杀进来了。这时又有一名天宇宗弟子快步跑了进来。行了，我知道了。陆无言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道理。如今在陆无言看来，最优选是与陈青和解，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并不大，至少不像最初他认为的那样，天宇宗能够碾压陈青。除此之外，他还做好了两手准备，吩咐弟子传令所有弟子做好准备，随时听我号令，开启护宗大阵。护宗大阵可以说是天宇宗的最强底牌，没有之一，集全宗之力才能开启。倘若陈青不愿和解，陆无言谋划着宗门大阵，再加上自身实力，尽管代价大了些，解决掉陈青与他带来的那数十尊傀儡，应当不难。是，弟子答应一声，快步离开宗门大殿。陆无言紧随其后，打算会陈青。很快双方人马见面，听归听，见归见。真当亲眼目睹那几十尊浮空而立的银魁时，陆无言心中属实难以平静。这外形带来的压迫感，可比同境界的人族修士还要大得多。接着
陆无言这一双眼睛迅速锁定，脚踩飞剑，怀里抱着夏清月的陈青，两人共成一剑。陈公子，不论我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误会，但如今这人你已经杀了，天大的怨气也该消了。我府内有上好的茶叶，不妨你我二人坐下来，好好谈谈，如何？陆无言放低姿态道。夏清月无言，不禁感慨，这个世界果然是以强者为尊。陈青若非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怎会逼得陆无言低头示人？只怕他早就下令让天宇宗众弟子持剑冲上来，将陈青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不由萌生了修炼之心，想着自己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别人后面吧。而陈青这边在听到陆无言要请自己喝茶，坐下来谈谈的请求后，陈青则冷着一张脸道：跟我喝茶？你也配？你也配？你也配？这样三个字不断在陆无言脑海中回响，笑容凝固消失。他已经记不清上次敢这么跟自己说话的人是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坟头草如今肯定比自己要高得多。陈公子，我承认你确实很有天赋，不过恃才傲物可不是什么好习惯。你得明白，这世间有一句话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陆无言再劝陈青再好好想想，是否真要与天宇宗开战。杀！陈青懒得再与陆无言废话，他来这可不是为了跟陆无言和解，他来是为了灭宗。对待将死之人，何必浪费口舌？给脸不要脸！见陈青如此不识抬举，陆无言也怒了，真当天宇宗怕了你不成？阵起！随着陆无言一声响彻天地的阵起二字，上万天宇宗弟子同时向助阵石中注入自己的灵力。在下一刻，助阵石被相继点亮，石与石之间相连接，刻画成一道巨大的阵法图。当阵法图被完全点亮，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在9天之上刻画出一道更大的阵法图，覆盖整个天宇宗。此阵名为蛟龙大阵，为玄阶中品阵法，灭你绰绰有余。陆无言话音刚落，无数灵气在半空中凝聚，化作数10丈高的蛟龙虚影。蛟龙大阵，陈青没记错的话，自己貌似不久前才刷出一个名为困龙大阵的地阶上品阵法，不知以我如今的悟性，能否领悟阵法？陈青并未着急命令银魁行动，那蛟龙大阵还未完全开启，陈青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打开系统背包，选中困龙大阵，参悟起来。这眼睛刚闭上没多久，立马就睁开了。不因为别的，只因这品级达到地阶，无限逼近天阶的困龙大阵已是被他参悟了大半。陈青有想过自己如今的领悟速度很恐怖，却没想过会恐怖到这种份上。地阶上品阵法转眼就能领悟大半，这说出去只怕会让那些自诩天才的阵法师自惭形秽，没自信在修炼这一道，从此一蹶不振。悟性高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蛟龙大阵已成，今日便是你二人的死期。事已至此，陆无言也没法再将夏清月从这件事当中摘出去。杀当朝驸马已是得罪皇族，还怕多一个公主？届时大武真要追究，人死灯灭，怎么说还不是自己一张嘴的事？殊不知这一决定却为陈青送上了一门大礼，系统蠢蠢欲动。待到蛟龙完全化形成功，身为宗主的陆无言飞身而起，凌驾于龙首之上，双手掐印，旋即两指并拢，向前一指，灭。一字出，蛟龙血盆大口张开，发出震耳欲聋、响彻天地的咆哮，朝陈青与夏清月杀了过来。看着如此惊人的一幕画面，以及蛟龙那一眼难以尽收、庞大如山青的身躯，夏清月以往哪里见过这等大场面，只觉得自身渺小无力。反观陈青，气定神闲，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自信。毕竟这区区护宗大阵与他所掌握的困龙大阵差了不止一个境界。纵使陈青当下还未将困龙大阵领悟到大圆满境界，但灭这一条护宗蛟龙绰绰有余。灵力释放，困龙大阵转眼点亮，铺开，化作柱形牢笼，将蛟龙困在其中。在之后，一条条粗大的锁链自虚空中弹射而出，将蛟龙的身躯紧紧缠绕住。猛地一发力，硬生生将天宇宗的护宗蛟龙撕扯得粉碎，化作散碎灵气，重归于天地。地阶阵法，你竟是一名地阶阵法师？阵破，陆无言等人遭到反噬，一口鲜血喷吐而出，满脸不可置信。地阶阵法师？看到陈青动用阵法将蛟龙分尸，霸道破阵，夏清月心中已是足够意外与震撼。没想到陈青除了是个修炼天才外，还懂阵法。当听见地阶阵法师几个字从陆无言口中说出口，夏清月这颗心更是难以宁静。阵法师没有午休那么复杂的等级分布，一共就天地玄黄4个境界。此外，阵法师远比同等级的午休更为稀缺，天赋可遇不可求。一名阵法师往往是各方势力争相想要拉拢的对象，更别说是像陈青这样午休天赋不俗、阵法天赋同样妖孽的双修天才。夏清月坚信
此事一旦曝光，那些顶级强宗绝对会为了陈清大打出手，争得头破血流。更笃信以陈清的天赋、头脑、城府，日后必定能成为一方盖世霸主。夏清月从未对一件事如此自信。投降，认输，我们认输。从今以后，天宇宗愿彻底归顺陈公子，为您效犬马之劳，只求您放我等一条生路。自知不是地阶阵法师对手的陆无言手扶着胸口妥协道：晚了。陈清淡吐出2个字，他今天来就没想过要放陆无言，又或是天宇宗一马。还是那句话，陈清给过他们机会，是他们自己不愿珍惜，那就怨不得陈清心狠手辣，斩草除根了。陈公子，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若不相信我，我可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何必赶尽杀绝呢？陆无言擦了擦嘴角留下的那道鲜血，眼中闪过一抹阴狠。你们若有机会杀我，难道就会因为我向你们求饶就放过我吗？陈清一句话把陆无言给问住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没办法，陆无言只能把心一横，搏一搏了，提高嗓门喊道：天宇宗第18代宗主陆无言，请老祖出山救我天宇宗。这种戏码对重生而来的陈清再熟悉不过，宗门有个老祖底蕴强者很正常。一群废物。果然紧跟着一道听着年迈却底气十足的声音破空传出，眨眼瞬息间，一道身着长袍的身影忽然出现在陆无言身边，白发白眉白须。陆无言拜见老祖。陆无言见老祖真现身了，急忙跪拜。其余天宇宗弟子见状，有样学样拜见老祖。见老祖现身，他们心中狂喜，太好了，老祖出关，我们有救了。原来老祖还没先使啊，我一直以为有老祖出手，管那小子是不是阵法师必轻松灭之，自以为有了靠山后，这翻脸速度不可谓不快。有老祖撑场子，一点不把银魁和陈清的阵法师身份放在眼里。夫人看到了吗？日后你若踏入这条大道，千万不能对敌人抱有怜悯之心，记住，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陈清借着这个例子提醒起夏清月。多谢夫君提醒，我明白了。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面前，夏清月无法反驳，认为陈清也是好心一片，虚心接受。陈清倒吸一口凉气，一脸专注地盯着夏清月。怎么，我脸上有东西吗？四目相对间，夏清月不解问。不是。陈清摇摇头，只是觉得夫人这夫君似乎越叫越熟练了。被他这么一说，夏清月先是一愣，下一刻这小脸蛋便跟喝了酒一样变得红扑扑的，撇开脑袋悠悠来了一句：你没正经。天宇老祖，陆无言。别说这2位没想到，天宇宗众弟子同样没料到，自家老祖都出关了，陈清竟都不拿正眼瞧的，还有功夫和夏清月在那调情秀恩爱。这家伙太放肆了，竟敢不把我们天宇宗的老祖放在眼里。谁说不是呢？嚣张，见过嚣张的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待会儿有他们2个好受的，请老祖出手，速速诛杀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请杀声不绝于耳。天宇宗众弟子对陈清抱有如此强烈的杀心，不是没理由的。陈清方才动用困龙大阵将护宗蛟龙击杀时，他们遭到反噬，最轻也跌落了2个小境界，怎能不怨，怎能不恨？陈清不死，这口怨气实在难以消除。好小子，今日老夫便要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天宇老祖本就不爽陈清无视自己的态度，被众人这么一起哄，杀心大起，迅速爆发威势，出鞘境巅峰实力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小小一个出鞘境巅峰，这么能叫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帝呢。陈清冷嘲：小小一个出鞘境巅峰，你找死！天宇老族嘴角抽动，杀心沸腾。陈清懒得再动嘴皮子，一片阴影如潮水般自他脚下翻涌出去，遮天蔽月。能见度骤降，一念间释放万名比肩出鞘境巅峰的银魁，足足上万尊银魁就在眨眼间全部现身，立于天宇宗众弟子的头顶，场面庄严肃穆。见证这一幕，方才还吵吵闹闹嚷嚷着要天宇老祖出手将陈清、夏清月2人就地处死的那群弟子瞬间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瞠目结舌，嘴巴张大，却听不见半个字从中吐出，静如坟地，静到落针可闻。哪怕身为老祖宗主，这表情与弟子也是如出一辙，没有半点区别。这些事，天宇老祖对银魁没有一个具体的认知，反应过来后，扭头看向身旁的天宇宗主陆无言，问：回老祖，这些貌似都是傀儡，而每尊傀儡相当于……陆无言欲言又止，相当于什么？快说！见陆无言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卖关子，天宇老祖不爽催促：
这一尊傀儡的修为境界便相当于一名出窍境，这傀儡的修为能比出窍境修士。没等陆无言把话说完，天宇老祖已是急忙把话说道。陆无言摇摇头，纠正道：“是堪比出窍境巅峰。”出窍境巅峰。闻言，天宇老祖身形一晃荡，险些从半空中跌落下去。他可还没忘记自己的修为也就出窍境巅峰而已。可陈清转眼便祭出上万名与自己修为相同的傀儡，哪怕天宇老祖将体内的灵力战尽到最后一刻，也未必能破坏2尊银魁。一股强烈的无力、恐惧感快速充满天宇老祖的整个身心，难以言说。再看夏清月，纵然陈清事先有告知过他自己有很多银魁，但夏清月万万不会想到的是，这里的很多是指随随便便能召唤出成千上万尊之下。夏清月那颗悬着的心总算安稳落地，终于明白为何陈清丝毫不惧天宇宗的强大，敢说出灭宗这种事来。要是把这1万尊银魁给夏清月，他一样有这个自信。同时还弄懂了一件事，对大武来讲，真正的威胁一直都不是陈雄这个权相，更不是城外那10万铁骑，而是陈清。他们与这上万银魁相比，毫不夸张地说，连9牛1毛都称之不上。想到这，夏清月忽然庆幸自己当初有点头答应与陈清成婚，否则他若动怒，放眼整个大武王朝，又有谁能承担得起他的怒火？更确信有陈清这么个夫君在，只要他不反，大武王朝的宏图霸业，长青千年万年，并非难事。意识到这一点后，夏清月心中最后那点被迫嫁人的委屈、怨气荡然无存。牺牲自己一人，能让夏氏皇族的霸业万古长青，值得，绝对值得。更何况，如今的夏清月早已不认为嫁给陈清算得上牺牲，他正想着呢。不远处忽然传来天宇老祖的声音：“江恒愿带领整个天宇宗臣服前辈，还望前辈网开一面，放过我等。”见老祖都跪地投降了，那些见风使舵的骑墙派弟子自然是纷纷效仿，求前辈网开一面，放过我等，求前辈网开一面，放过我等。对于这种墙头草的行事风格，陈清深恶痛绝，懒得回应，心中下达杀字命令。万尊银魁借助黑暗前行，好似幽灵，转瞬出现在万名天宇宗弟子的身后，手掌化作刀锋，一手提起长发，一手抹喉，再用力一拽，头身立马分离。上万天宇宗弟子，包括宗主、长老在内，不过一息功夫，集体陨落。自此，天宇宗之名不复存在。陈清并未做出任何毁尸灭迹的行为，让银魁将尸首全部留在原地，然后遁入黑暗世界。他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与自己为敌的下场。隐藏？为何要隐藏？主角如今仍在闭关签到，自己又有不死不灭体与系统在手，不嚣张点，对得起这身份吗？重活一世可不是为了窝窝囊囊。呼，吐出一口浊气，陈清搂住夏清月的腰，开口道：“夫人，如今天宇宗已灭，我们可以安心回去休息了。”夏清月已然习惯与陈清像这样亲密接触，并未抵触行为，反而主动伸手抱住了他，防止掉下去，一切看着都是那么的自然。而陈清之所以叹那口气，是因为他十分期待杀了那么多人，系统会给自己怎样的奖励。从施展困龙大阵到现在，他一直没顾得上去看系统面板，红点提示闪烁个不停。抱着万分激动的心情，陈清召唤出系统面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下品7星飞刀加1。天阶？陈清表情意外，那条蛟龙竟值得起一柄天阶级武器。抱着好奇心，陈清点击查看详情。7星飞刀，可用念力操控飞刀，精神力越强大，攻击距离越远，万里杀敌不过一念间。注：7星飞刀可通过吞噬血气升级，每点亮一颗刀星便可分裂，多操控一柄飞刀。吞噬血气升级。确定自己没看错后，陈清赶忙取出7星飞刀，甩手朝向身后的天宇宗方向飞射而去。夏清月尽管奇怪，却也识趣的没有多问，他只需要知道陈清不会害自己就行。尽管相处时间并不长，但对此夏清月却是格外自信。下一刻，7星飞刀来到了天宇宗遗址之上，刀身垂直，紧接着无数道血气朝其汇聚而来，好似一条条飘荡的红绸薄纱被7星飞刀尽数吞噬。而地上的那些鲜血全部蒸发，那些尸首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萎，成了皮包骨。再然后，完成血气吞噬的7星飞刀回到了陈清手中。陈清抓住刀柄，看了眼刀刃，刀芯已是点亮2颗，算上本来就有的那颗，相当于陈清现在能够同时凭借念力操纵2柄7星飞刀。这奖励他简直不要太满意，松开手，暂且收入系统背包当中。眼下并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7星飞刀上的时候。陈清还有一个大奖没开呢，他很期待，一个老祖，一个宗主，
外加上万名天宇宗弟子，究竟能触发怎样品质的奖励？真要说起来，陈清恐怕还得感谢陆无言与天宇老祖等人，生出想要连带夏清月一起杀人灭口的想法。否则这些人陈清杀了便杀了，不会有任何宠妻奖励。陈清点击查看下一条系统提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万剑圣体加1。圣体，陈清没记错的话，这世间有3000体质，拥有其中一个便是天骄中的天骄，不仅体魄强于他人，更能增进修炼速度，获得强大的天赋。而圣体则是在这3000体质当中排名前100的强大体质。陈清不禁心问系统，这万剑圣体在3000体质当中排名第几？系统立马做出回答，回宿主，万剑圣体在3000体质榜单当中排名第17，属于剑修第一圣体，排名17，剑修第一圣体。听到系统的回答，陈清喉咙一动，做出吞咽动作，心中欣喜万分。这下他拥有的对抗主角的筹码再增添1分，迫不及待想要借助万剑圣体增强自己的修为，认为搭配上自己现如今的恐怖悟性，一定事半功倍。抱着这一心思，陈清关闭系统面板，用更快的速度向陈府赶去。夏清月感受到陈清加速了，也抱得更紧，将脑袋深埋在他怀里。陈清则抬起手臂，将夏清月的脑袋护住，避免被沿途的狂风吹袭。察觉到这一点的夏清月莞尔一笑，而陈清则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举两得，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5品天元丹加50。同一时间，天宇宗被不知名强者或势力覆灭一事，通过各方眼线传到了各种人物的耳中，其中就包括大武王朝武皇夏承。你说什么？天宇宗被屠了？夏承听后心中震动，从龙椅上惊站起身。回圣上，全宗上下万余口人，下到杂役，上到长老宗主，甚至是天宇老祖，无一例外全部惨死，头身分离。密探说得更为详细。夏承欲言又止，抬起的手又落下，缓缓坐回龙椅上。稍微想一下，他就不难想明白这件事是出自谁之手，只能是他。察觉到密探奇怪的眼神，夏承摆摆手，属下告退。密探立即消失。看来咱们都低估他了。夏承这话是对身旁的国师萧何说的。萧何还处在愣神中，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啊，能一夜之间灭掉一座宗门，这手段属实惊人。萧何很庆幸夏承先前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着急对陈清出手斩草除根，否则此刻的大武王朝恐怕早已不幸下。而出谋划策的自己，下场不难预料，从今以后与他不可为敌。夏承坚定了这一点，谨遵圣命。萧何拱手道，对此不能再赞同。在之后，夏承命人前去将二皇子夏策叫来御书房，而此时的夏策刚刚从心腹口中得知天宇宗上下满门惨遭屠杀一事。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夏策在房中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老祖呢？我们天宇宗的老祖呢？夏策一步上前，抓住那人的衣襟，急切问。回二皇子，天宇老祖的尸体也在其中。闻言，夏策吓得身体一软，跌坐在座椅上，整个人仿佛一下苍老好几岁。他深知没了天宇宗这一靠山的支持，自己争夺皇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跟着，屋外传来声音：二皇子，殿下命你前往御书房。夏策答应一声，木讷地跟随那名传话太监一起前往御书房。不多时，太监守在门口，夏策一人推开御书房的门，步入其中，看到了正在连夜批改周章的夏承。孩儿拜见父皇。夏策行礼道，日后别再派人去找陈清的麻烦了。夏承连看都懒得看夏策一眼。父皇这是何意？孩儿不解。夏策本就因为天宇宗被灭，心里烦躁得很，大晚上被夏承叫到御书房，竟让自己别再针对一个奸臣之子，他更闹心了。啪！见夏策不仅不懂收敛，还敢质问自己，夏承猛地将手中的毛笔拍在了桌上。你个逆子，难道害死天宇宗满门还不满意，还要将我夏氏皇族置于死地，你才高兴？天宇宗。夏策脑筋快速一转，接着瞪大眼眸，试探性问父皇，您是说天宇宗被灭一事与陈家有关？不等夏承回答，夏策又连忙否定，这怎么可能？陈家虽在大武王朝有些势力，却还没强大到能与一整个宗门为敌，更别说灭掉天宇宗。倘若朕告诉你，出手灭宗之人就是陈清呢？夏承一句话问住夏策，他并不认为夏承会拿这种事跟自己开玩笑。行了，从今以后罚你闭门思过1年，不得出宫，再敢乱来，别怪朕不念亲情，将你划出族谱。夏承一手扶额，另外一只手摆了摆，让夏策赶紧离开，别在这刺激自己。
下策欲言又止，知道这种时候再去反抗夏承，等待自己的只有被废，于是回了句是，孩儿领命，转身双眼无神的离开，嘴里仅以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不断重复，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见下策离开，夏承还不放心，命人严加看管，若有差池，株连9族。回到陈府，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5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神行符加10。陈清已是替夏清月洗漱完毕，盖上被子，顺便刷了波宠妻奖励，为自己待会儿的修炼再增加些资源。筹码，你要去哪？夏清月见陈清转身要离开，问：我去旁边修炼。陈清回答。夏清月哦了一声，然后便瞧见陈清走到不远处，盘腿坐下，开始聚气修炼。夏清月则闭上眼睛准备休息，眼皮微微颤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薄唇轻启，小声道：你若困了，便上床来睡。好。陈清答应一声，并未起身。他很清楚夏清月口中的上床睡并无深意暗藏，继续盘腿坐在地上专注修炼。而夏清月这边翻个身，小脸红扑扑的，没想到自己竟会主动说出这种令人羞耻的话。陈清的确没想错，夏清月话里的上床睡确实就是单纯的上床睡，并无其他深意。偌大的卧房只有一张床，他总不能让陈清出去睡吧？这要是让外人知晓，必定会惹出不少闲话来。但倘若陈清真按捺不住想做点什么，夏清月也不会太过抵抗。如今的他心里尽管还装着叶枫这个人，却比谁都清楚自己这辈子与他注定有缘无分。想着夏清月进入睡梦，现在的他早已不像初入陈府时那般会因为忌惮陈清对自己出手，时刻心弦紧绷，久久才能入睡。陈清话不多说，也开始借助万剑圣体与悟性聚气炼化，增进修为。没一会儿，他的修为便从元婴7层突破到元婴8层。要知道，这还是在没借助丹药的情况下，仅凭自身天赋与周围谈不上充沛的灵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拥有如此之快的提升速度，陈清嘴角按捺不住的提起，于是大手一挥，将系统背包里的所有丹药尽数取出，摆满身旁。随着丹药一瓶接一瓶的消耗，他的修为也在迅速向上爬升。同一时间，大芒山无名洞府，叶枫结束修炼，猛地睁开双眼，修炼了整整1天才突破3个小境界吗？有点慢啊，要是能签到一本绝世功法或者体质为我增加修炼速度就好了。抱着这一想法，叶枫召唤出系统面板，看到签到次数已更新，他满脸期待的点击签到选项，正在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功法葵花宝典。天阶功法，看到这4个字，确认自己没看错以后，叶枫一脸狂喜地从石床上站了起来。好，有了这天阶功法，我的修炼速度一定能提升不少。他立马切换系统背包，取出葵花宝典。葵花宝典这名字不如叶枫想象中的霸道。嗨，想那么多做什么？既是天阶功法，那能弱吗？叶枫无比期待地翻开第1页，赫然看到一行大字：欲练此功，须先自宫。眉头紧拧，叶枫愣住许久，怀疑是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再凑近确认：欲练此功，须先自宫。叶枫不是傻子，知道自宫是什么意思。系统，你在耍我吗？又正神许久，叶枫缓缓从嘴里吐出那么一句话，很认真地发问。对此，只具备签到功能的系统并无任何回应，十分安静。又不是第1天绑定系统，叶枫一肚子想骂娘的话，最终化作一句吐槽：我绑定你是为了变强，你居然想毁了我后半生的幸福。直接将葵花宝典无情扔到一边，这种东西放在系统背包里，他都嫌占地方。清月还在等我，我怎么可能自宫？叶枫可不愿贪图一时的修炼速度，辜负了绝色佳人。未来还长，浪费一次签到次数而已，对叶枫来讲并非无法接受。算了，继续修炼。憋了一肚子气的叶枫重新恢复打坐姿态，不再去想葵花宝典的事，决定化怒火为动力，抓紧修炼，增进修为。更是为了快速度过这枯燥的一天。接着下一次签到关于大芒山洞府内发生的事，陈清自是毫不知情。不过相较于叶枫，陈清这边却是进展神速，靠着圣体与天赋的加持，在炼化最后一枚丹药后，他已将修为从元婴8层提升到了出窍境7层。没错，身为反派，他的修为已是赶超身为主角的叶枫，后来居上，将他甩到了后面。不仅如此，在丹药耗光后，陈清顺便还将先前爆出的所有功法全部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不修炼不知道，这一修炼才领略道悟性高的恐怖，几乎不需要耗费多少功夫，看2眼便无师自通，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乎。吐出一口浊气，将沸腾的丹海平息，
稳定。陈清从地上站起身，看了眼窗外，天还未亮。回想起夏清月睡前那番话的陈清褪去外衣，爬上了床。夏清月睡得并不沉，察觉到有人爬上床，缓缓睁开了眼睛，身体却并未动弹半分，知道是陈清修炼完要休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同睡一张床，盖着一床被，要说夏清月心中不紧张，那绝对是假的。心跳声越来越快，这玉夹也是越发滚烫，不断升温。只是随着这时间一点点过去，身后却并未传来半点响动。再加上陈清那均匀的呼吸声，夏清月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这脸非但没降温，反倒红得更厉害，心中对叶枫的愧疚感猛增，感觉再像这样胡思乱想下去，不止身体，就连这颗心迟早也会他果断止住想法，紧闭上双眼，想要清空所有的杂念。想得越多，只会越乱转眼。天边鱼肚白，一缕阳光从窗外照进，夏清月轻轻睁开一对还有些睡眼惺忪的秋水美眸，刚想活动起身，就发现身上压着什么，很快反应过来，那是一只手。谁的手？不言而喻。夏清月反应过来，自己此刻正被陈清抱在怀中，想挣脱吧，考虑到陈清昨晚修炼了一夜，肯定很辛苦，不忍心惊扰到他，没办法，只能一动不动，再多睡一会儿。睡不着也得睡，不然被人像这样抱着，而且还是一个男人，哪怕对方是自己拜堂成亲的夫君，夏清月又要止不住的多想了。然而夏清月不知道的是，对修士来讲，尤其是出窍进修士来讲，睡眠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可有可无。不过为了早日完成主线任务，拿到大地修为，陈清倒是不介意睡上一睡，多与夏清月产生肢体接触，身体距离都近了，心还会远吗？夫人，你好香啊，用的哪家的香呢？陈清将鼻尖凑近夏清月的脖子，忽然出声问：是我吵醒你了吗？夏清月反问：夫人不必自责。陈清做出说明，我比常人睡得更沉，所以睡不了多久。闻言，夏清月就放心了，还以为是自己小动作太多惊醒了陈清。夫人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陈清续上先前的话题：我哪有用什么香囊？夏清月否定道：没用香囊，那就是体香了，难怪这么好闻。好痒，你别闻了。夏清月总觉得怪怪的，扭捏着身子。陈清点到为止，又道：夫人这体香，只怕到了破茧化蝶的季节，那些蝴蝶都没工夫去采花蜜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话才出口，夏清月仔细回想一下，到了季节，确实会有蝴蝶时常在身旁伴飞停留。闲聊几句后，夏清月转过身，与陈清面对面近距离的四目相对下，夏清月欲言又止，被陈清看得害羞。夫人怎么了？陈清明知故问。夏清月稍作缓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后，话锋一转，认真道：夫君，我有件事想要跟你商量。夫人但说无妨，只要是夫人的事，为夫一定竭尽全力。陈清态度坚定。闻言，夏清月内心不免触动，陈清对她的好，夏清月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的。不瞒夫君，我也想修炼。夏清月在经历这几日的事后，修炼之心越发强烈坚定，尤其是在见证了陈清与天宇宗的一战后，更令夏清月清楚意识到，想要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拥有话语权，光靠背景和头脑是不够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夏清月从小养尊处优，武皇又特别宠溺她，不愿夏清月参与到打打杀杀的纷争当中，自然接触不到和修炼相关的事。别说修炼，夏清月连天赋都没测试过，根本不知自己有无灵根，所以她想让陈清带自己去测试灵根天赋。这是要提前为日后登基成为天命女帝开始铺路了吗？陈清心有所想，嘴上则一口答应下来，没问题，多谢夫君。夏清月喜笑颜开。只不过陈清欲言又止，故意卖着关子。只不过什么？夏清月笑容消失，疑惑问：夫人若是万古难得一遇的修炼天才，日后在修为上超过我，不会狠心抛弃为夫吧？看到陈清那楚楚可怜委屈巴巴的模样，夏清月当然知道他是装的，险些没忍住笑出声。主要昨晚才亲眼看到陈清一人一字霸道灭了一座宗门的画面，这反差实在太大了。不知道的估计还真以为陈清是个人畜无害的小可怜呢。夫君若是不信，清月可以发誓，若是日后有半点对不起夫君的行为，天打五雷。唉。陈清见状，将手指轻轻按在夏清月的一叶薄唇之上，笑道：夫人有此心，为夫便心满意足，用不着发毒誓。之后陈清与夏清月陆续起床。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4瓶养颜丹加50。陈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刷奖励的机会，手把手替夏清月完成更衣。夏清月也反过来替陈清更衣，不同的是他没系统，拿不到宠夫奖励。夫人，我忽然想起，
先前意外得到一瓶养颜丹，不知你有无兴趣？陈清问。养颜丹，夏清月很清楚这丹药有多珍贵，是宫里那些妃子争破头，不惜花费重金也要得到的宝贝，千金难求。夏清月没记错的话，一枚一瓶养颜丹可保1年青春，放到拍卖城，起码价值上万灵石。2瓶养颜丹则更为难得，不仅考验丹师的炼丹水平，材料更是稀缺难得，服用后可保5年青春，哪怕80-90岁的皮肤照样重新焕发生机。夫君若是有多余的养颜丹，夏清月话说一半，羞于启齿。身为女人，她当然也希望能青春永驻。陈清立马从系统背包当中凭空取出刚刚才获得还新鲜着的那瓶养颜丹，被装在一个白玉药瓶当中，全部送给了夏清月。陈清所拥有的不死不灭包含了青春永驻，所以用不着这丹药，不如刷一波宠妻奖励，以物换取更多更强的法宝。夏清月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下那瓶养颜丹，打开一看，少说30-40枚，吃惊道：这么多啊！夫君，敢问这些养颜丹是几品？夏清月抬眸看向陈清。4品。陈清答。四品。夏清月惊得手一抖，药瓶险些脱手摔落，好在他及时抓稳。夏清月粗略在心中计算了下，这4瓶养颜丹，一枚少说价值10万上品灵石，能驻颜100年，哪怕是京城的拍卖行也未必能轻易见得到。再看陈清，随随便便就能拿得出来几10枚元来，昨晚的一切依旧只是他的冰山一角。夏清月不敢再去想陈清到底有多强，因为那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畴。清月只要1枚就行，剩下的……夏清月话未说完，便被陈清打断。夫人若真拿我当夫君，当我是一家人，就全收下。开玩笑，这宠妻奖励马上就要到手，陈清岂能眼睁睁看着他溜走？那好吧，陈清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夏清月只能接受。先取出1枚养颜丹服下，获得100年驻颜。随后又问陈清，夫君要不要来1枚？不用，这些养颜丹全是夫人一人的。陈清婉拒。少1枚，他下一刻获得的宠妻奖励品质就有可能降低1分，数量减少1分。夏清月不做强求，想着陈清在此之前应该已经服用过了。见夏清月将养颜丹收入空间戒指，陈清则是紧随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面板，想要好好看看这50枚4品丹药送出去能获得怎样品质的宠妻奖励。系统面板在眼前打开，一行文字自动浮现：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雷灵根+1，天阶极品灵根，而且还是以霸道著称的雷灵根。看到奖励的瞬间，陈清这嘴角当真是压不住了。原因无他，陈清当下拥有的灵根天赋为水灵根，地阶中品。天阶品质的灵根，放眼整个大武王朝已是凤毛麟角。天阶极品，以陈清了解到的消息，只怕连第2个都找不出来。唯一天阶极品灵根，这可太爽了。陈清立马打开系统背包，选中天阶极品雷灵根，确认绑定正在绑定天阶极品雷灵根中。天阶极品雷灵根绑定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天阶极品雷灵根完成绑定之后，陈清原本拥有的地阶中品水灵根并未消失，两者完美共存。陈清又惊又喜，双灵根天赋，而且一个地阶一个天阶，很难想象自己这修行速度得快到何种份上。50枚4品养颜丹能换来这样的奖励，对陈清来讲划算，那可太划算了。越发期待夏清月真踏上修炼大道后的宠妻奖励了。送出去的东西不仅高质量返利，在彻底拿下夏清月的心以后，还能多出一尊天命女帝夫人当靠山，妥妥一箭双雕。夫君，见陈清愣在原地，一副丢了魂魄的模样，夏清月呼喊一声：没事，我们走吧。陈清回过神来，将系统面板挥手引去，与夏清月一起离开陈府。早点的话，陈清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刷宠妻奖励的机会。蚊子腿再小，那也是肉，万一自己气运逆天，随即爆出个大奖呢？顺手买了几样糕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值+30，不算差。陈清感觉悟性值再像这样继续增加下去，迟早有一天，纵然是天阶功法摆在自己面前，也能一眼顿悟。真要到了这种份上，陈清脑海中不禁冒出一个偷师的绝佳想法，找个理由去各大宗门的功法阁看看，也不多看，就看一眼。至于为何只刷了1次宠妻奖励，陈清道是想多刷几次，比如亲手喂夏清月吃糕点，奈何路上行人太多，他不好意思。夫君，我们这是要去哪啊？夏清月见陈清始终没有提及目的地，好奇问。青城宗，那的宗主与我父亲私交甚好，正好借他们的地给你测试测试天赋。陈清答。原来如此。夏清月应了一声，不再多问。在之后，二人租了辆马车，坐了上去。
青城宗虽距离京城不远，可单靠步行的话，至少也得半天时间。陈清原本是想御剑直接飞过去的，奈何夏清月肉体凡胎，担心将他折腾坏了。除此之外，陈清还有另外的打算。夫人，这马车中现在只有你我二人，总不会害羞了吧？来，我喂你。陈清拿起一块马蹄糕，送到夏清月嘴边。事已至此，夏清月也不再拒绝，张开樱桃小口，吃起陈清帝送到面前的糕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自由属性点加2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润气丹加1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4品药草寒月草加10。一口1奖励，这倒是让陈清很是意外。只可惜夏清月不是大胃王，没吃几口便摇头示意饱了。没办法，陈清只能见好就收，将剩下那些糕点搜刮一空，填饱自己的肚子。马车行驶不知多久，突然一震，陈清手疾眼快，伸手护住了夏清月的脑袋，避免撞在窗框上。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仙人酿加1。夏清月刚想问发生了什么，就听见马车外传来阵阵马蹄声，在玉声过后，几道粗犷的声音响起。车里的人赶紧滚出来，要么留下买路钱，要么把命留下。赶紧的，赶紧的，耽误了小爷的时间，让你人财两空。闻言，夏清月知道自己这是遇到山匪了，不过他却一点不担心，看了眼身旁坐着的陈清，仿佛只要有他在，哪怕天塌下来也不足为惧。夫人，你在这坐着，我出去看看。陈清起身道：夫君千万小心。俗话说得好，不怕1万，就怕万一。夏清月不忘叮嘱，他并未要求同行，知道自己就算跟出去也帮不上陈清什么忙，只会帮倒忙。陈清撩开门帘走了出去，侧目一眼，车夫已是跪在了地上，不敢吱声。老大，看这小子穿着非富即贵，是个财主啊，咱们必须狠狠敲他一笔。山匪毫不掩饰地说。匪首则迟迟没有开口，虚眯着眼睛仔细辨认着陈清那张脸，旋即双目一瞪：你是陈雄之子陈清？嚯，我名气这么大的吗？陈清意外道：既是陈公子，恕我等打扰，还不让开？匪首不傻，犯不着为了一点钱和国相为敌。身在大武，谁不知陈雄2字就占了大武的半壁江山？又有谁不知陈雄膝下就陈清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对他宠溺到不行，真要伤了他半根汗毛，估计用不了多久，大武铁骑便会踏平整座黑风山。陈清话不多说，唤出一尊银魁。虽不清楚银魁是个什么东西，但从他身上，匪首与数十名山匪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陈公子，误会一场，得饶人处且饶人，您何必赶尽杀绝呢？匪首早听说过陈清是个心狠手辣、视人命为草芥的家伙，没想到自己都主动低头了，他还要动杀心。见陈清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匪首情急之下又道：陈公子，我们黑风寨能存在至今，也是有高人坐镇的，这深山老林真要闹到不死不休的境地，对您可没好处。请张仙师。匪首大喊一声：请张仙师。众山匪异口同声。下一刻，一道白色烟雾凭空升起，一手持拂尘，穿着长袍的老者从中走出。何人胆敢惊扰贫道修炼？张仙师冷着一张脸问：张仙师，这也是实属无奈，才会劳驾您出手，莫怪莫怪。匪首低三下四，陪笑道：出场画面搞得挺大，陈清开眼一看，堪堪助机境，钓的就是他这条鱼。第31章一剑3品丹师。靠着前世阅读小说这个爱好，陈清对各种套路可以说是了然于心，尤其是打完老的来小的这种剧情，再一想，这黑风山距离京城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这伙山匪既然敢在这拦路抢劫，必然有所依仗。陈清调的便是这个依仗，反正都得刷宠妻奖励，自然要把赌注下的大一点，这样收获才能多。这不，那个所谓的张仙师就被他给调出来了。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这奖励标准可比几十个山匪高出不知多少个层次。担心系统不认账，陈清还专门扯着嗓子来了一句：夫人请放心，今日有我在，他们别想伤你半根汗毛。听着陈清的话，再从门帘缝隙看着陈清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伟岸身影，夏清月心中不免一阵悸动。区区鼠辈也敢在本尊面前嚣张，找死！张仙师说罢，将手中的拂尘猛地挥了出去，顿时掀起一阵强大的风浪，引得飞沙走石，旋即伴随一声轰隆巨响，一棵足有人腰粗的大树被硬生生破碎打断。见状，匪首心中大喜，连忙道：仙师息怒，仙师息怒。随即又看向陈清，一副自认为胜券在握的表情：陈公子，要我看，大家还是各退一步，免得伤了和气。张仙师则轻哼一声，
恨不得拿鼻孔看人，高高在上。下一刻，陈清心中一念动，银魁抬起脚往下一踏，紧跟着一股浩瀚神威便落在了张仙师与一众山匪的头顶。马匹被硬生生折断双腿，倒在地上发出尖锐嘶鸣，山匪一个个从上面滚落下来。不等匪首搞清楚状况，就见身旁和自己一样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的张仙师一脸恐惧道：出窍境，仙尊饶命，仙尊饶命啊！不需要去算出窍境比筑基境高几个境界，仅这一声仙尊，匪首便知晓自己摊上大事了。陈清无心与他们浪费口舌，看一眼银魁。银魁抬起的手臂重重向下一落，求仙尊饶命，我愿献上。砰轰，一阵地动山摇过后，张仙师与那数十名山匪皆被碾压得爆体而亡，鲜血四射。银魁迅速动身，从血浆中找出一个储物袋，用灵力将储物袋表面的血污清理干净后，来到陈清面前，单膝下跪，双手奉上。陈清接过储物袋，调侃：用得着你献？你死了，这些东西照样是我的。在之后，陈清示意车夫继续驾车，按原定的路线前进。回到马车中，同时差遣先前那名银魁迅速上山，将山匪余孽尽数斩草除根。当然，最重要的是把他们这些年积攒的财宝全部替自己搜刮来。还是那句话，蚊子腿再小也是肉。陈清有耐心积少成多，万一有隐藏的机缘呢？都解决了。夏清月问话时，上下仔细观察着陈清，再确定他有无受伤。尽管知晓那些人加起来都比不上陈清的一根手指头，但谨慎些总是没坏处的。好在陈清确实没受伤。嗨，一群凡夫俗子，不值一提。陈清摆摆手，让夏清月不必在意。接着伴随车夫一声驾，与马鞭挥舞的响动，马车恢复行进。这是储物袋。夏清月认出陈清手里拿着的东西。陈清点点头，从一个筑基境修士那捡来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宝贝。夫人，你来开。陈清将储物袋交给夏清月。比起这个储物袋，陈清还是对斩杀那群山匪与一名筑基境的宠妻奖励更感兴趣。夏清月哦了一声，从陈清手中接下储物袋。陈清则召唤出系统面板，查看其奖励提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丹师经验包+1。陈清看了下，用了这个经验包和修为经验同理，自己将一键成为3品丹师。继午休阵法师之后，又来个丹师身份吗？陈清主打一个技多不压身，选中使用，正在使用3品丹师经验包中，使用成功。下一刻，陈清清楚感受到一股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炼丹记忆涌入脑海当中，其中记录有各种丹方、炼丹方法、药草辨别之法等等，很快便与这附身躯融为一体。也不知以我如今的悟性，想要成为9品丹师需要多久？丹师晋升标准与午休不同，只要能炼成9品丹药，便可成为9品丹师，不需要一层一层往上升。陈清打算找机会试试。继续往下查看下一条：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润气丹丹方+1。才成3品丹师，立马送上3品丹方。陈清不知该说这是巧合，还是夸赞系统贴心。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150。斩杀一名筑基境修士能换得150点悟性，对陈清来讲妥妥血赚不亏，为他冲击9品丹师境又增添不少筹码啊！陈清才刚关闭系统面板，耳边就传来夏清月的尖叫声：夫人，怎么了？陈清险些直接拔剑，这里面都是什么啊？夏清月嫌弃地将储物袋丢掉。陈清一脸纳闷，弯腰伸手捡起储物袋，打开，神识注入其中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老色鬼！这储物袋中只装着零星几枚灵石、丹药，其余的全是女性的贴身衣物。夏清月不具备神识，只能伸手一件件去拿，结果发现是这种东西，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心情。将灵石、丹药留下，然后掌心一团火，将整个储物袋燃烧成灰烬。你该不会提前看过里面的东西，故意捉弄我吧？夏清月娇嗔一眼。夫人，我冤枉啊！你若不信，那车夫全程目睹，他可以作证，我真没看过这里面的东西。陈清解释。夫人若是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若有半句欺瞒，天打5雷。大可不必。夏清月抬起手，轻轻按住了陈清的嘴唇，不想让他发这种毒誓。陈清会心一笑，抬起手抓住夏清月的玉手。夫人不觉得这一幕有些眼熟吗？听陈清这么一说，夏清月回想起之前自己想发毒誓的时候，陈清也对自己那么做过。看样子我与夫人之间
当真是越来越默契了呢。陈清打趣道：“谁与你越来越默契？”夏清月嘴上那么说，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陈清会心一笑，不做多言。马车继续行驶，朝青城宗赶去。转眼一炷香的功夫过去，随着车夫一声谕，马车缓缓停下。门帘外传来车夫的声音：“公子，小姐，我们到了。”陈清撩开门帘：“夫人，请。”先行一步下车，然后搀扶着夏清月从马车上下来。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品月灵丹加5灵。小小一个动作，奖励反馈可是一点不少。如今陈清在宠妻这方面熟练度、细节通通拉满，手拿把掐，一点不放过。见夏清月掏出钱袋，车夫连忙摇头摆手：“不用不用，要不是公子仗义出手，我这条命只怕早就落在黑风山了，哪里能跟二位收钱啊？”既然车夫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夏清月也不做强求，说了声谢谢，与陈清一道上山。和天宇宗不同，在青城宗，当陈清坦白身份后，一路畅通无阻，无人胆敢阻拦。谁也不想去挑战一宗之主的权威，自家宗主与陈雄之间，传言那可是有着过命的交情，赌不起，更不敢赌。二人才刚上山，还没进外院，就看见一名守在大门处、长老装扮的老者。老者见陈清出现，立马踱步走上前来，躬身行礼：“见过陈公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青城宗内院的大长老，名为李思凡。”李长老。陈清回应一句，然后说明来意，想为夏清月测试灵根天赋。再问，不知可否行个方便？没问题，当然可以。李思凡还以为陈青青自动身前来，会提出什么难以完成的要求，在听说只是为了给夏清月测试灵根天赋后，不由长松一口气。关于陈清在大武王朝的恶名，他也是有所耳闻。陈公子，公主殿下，这边请。李思凡侧身抬起手，做出一个请的姿势。二人对视一眼，点点头，跟随李思凡一起来到测试天赋的教场。在教场中央的石台上摆放着一块巨大的晶石。通过李思凡的介绍，二人得知只需上台用手触摸晶石，便可得知灵根天赋的属性、品质。夏清月看了陈清一眼，陈清点点头。夏清月快速下定决心，拳头攥紧，走上测试台：“公主殿下，请。”李思凡抬手道：“好。”夏清月答应一声，抬手间长袖滑下，露出白皙的藕臂，伸出去触碰冰冷的晶石。待到一阵光芒闪耀，晶石爬满白霜过后，晶石上浮现出一列文字：“天阶极品冰灵根。”天阶极品。别说李思凡看到这个结果当场愣住，陈清同样眼眸微微一睁，感慨不愧为天命女主，自带天阶极品灵根。好在陈清提前拿到了更为霸道的天阶极品雷灵根，还不至于自惭形秽。更何况夏清月如今的身份是自家夫人，并非敌人，只是还享受着天命女主的气运罢了。她越强，对陈清越有好处。天哪，天阶极品灵根，放眼整个大武王朝，只怕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位女子到底是谁？难道是来加入我们青城宗的？有她加入，我们青城宗定能成为万古不朽势力。在听说有人测试觉醒天阶极品灵根后，前来围观的青城宗弟子越来越多，其中甚至不乏战力排名靠前的天骄。夏清月的天阶极品天赋已是足够惊人，再加上那倾国绝色的容颜，令不少男天骄一到场，心中立即产生了想要与他结为道侣的想法。能得此道侣，在他们看来此生无憾。陈清看穿他们的想法，走上台问李思凡：“李长老，不知我可否借用一下测试石？”“当然可以。”李思凡没记错的话，陈清应当很久之前就已经测试过天赋了，貌似是地阶。地阶虽然优秀，可要与天阶极品相比，当然这种话就算给李思凡100、1000个胆子，他也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夫人，接下来看为夫表演。擦身而过时，陈清对夏清月自信一笑：“好。”夏清月答应一声，语气还有些呆板，毕竟他此前也没能想到自己居然怀有世间最顶级的灵根。与此同时，陈清口中的夫人2字一出，清晰传入了在场所有弟子的耳中。作为修行之人，他们的感官可比平常人要敏锐太多太多。你们有听到他叫他什么吗？没听错的话，好像是夫人。夫人，他何德何能娶到这么一位不仅容貌倾国倾城，还拥有顶级天赋的夫人？看表情，他应当是第一次测试天赋，如今既已知晓自己拥有顶级天赋，恐怕不会再甘心于道侣如此平庸，必斩。是啊，在出结果的那一刻，他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听到这杂七杂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笃定自己在觉醒天阶极品灵根后的第一件事是与陈清斩断过去。夏清月第一时间想到的并非赞同，而是反感。他可不觉得自己这么白眼狼，更没想过要与陈清斩断夫妻关系。眼神冰冷一扫，
那群人感受到夏清月眼中的威压，立马闭紧嘴巴，知道是自己多话，引得他不高兴了。对于这样一位拥有顶级天赋，未来必定会被各大势力争抢，必成一方至尊的大人物，他们岂敢得罪？放在心里，当祖宗一样供起来还差不多。坚定对待夏清月，只能敬，只能畏，万万不可得罪，站在他的对立面，否则人家一句话，自己这条小命就难保了。惹不起，属实惹不起。见他们都闭嘴了，夏清月心情平静不少。回过神来的他扭头看向测试石那边，想知道陈清是何天赋。而陈清这边已是来到天赋石前，抬起手去触碰晶石。轰！待到一阵磅礴的威能气浪冲散，奔涌出去，周遭还能清楚看见百道雷纹闪烁，晶石上缓缓浮现出一列文字：天阶极品雷灵根。看着测试石上浮现出来的那列文字，有人张大嘴巴，半天挤不出一个字；有人反复揉眼、眨眼，想要确认自己是否是产生了幻觉。啊，真的假的？我该不会是产生幻觉了吧？又一个天阶极品灵根，幻觉，总不能我们所有人全都产生幻觉了吧？这一下出俩天阶极品灵根，啥时候天阶极品灵根变得这么廉价了？雷灵根，这可是以霸道著称的雷灵根啊，本就是灵根属性中的上品，再加上天阶极品这一品质，它未来必定前途无量。刚才说人配不上那位小姐的呢，有能耐出来走两步。在知晓不止夏清月，连陈清一样拥有天阶极品灵根，身怀顶级天赋后，那些上一刻还口不择言的人立马缩起脑袋，退至人群之外。而那些曾对于夏清月之间抱有幻想的天骄们，一个个迅速止住了内心那份未能萌芽的情愫。这种道理他们心知肚明，配不上，更没胆量去招惹一个拥有天阶极品雷灵根的天骄。不对，以他们的角度去看，应该形容陈清为天骄中的天骄才对。听着这些话，身为妻子的夏清月心中一阵暗爽，骄傲地挺起胸膛。知道的是在吹捧陈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吹捧他呢。再看负责觉醒仪式的大长老李思凡，活了上百年，哪里见过这种阵仗？缓过神来的第一时间，向陈清、夏清月二人发起邀请：二位可否考虑加入我们青城宗？我以大长老的身份保证，一定会。话说一半，李思凡又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知晓以如今青城宗的影响力、资源，根本没资格拥有这样的天骄，一位尚且如此，更何况还是两个天阶极品天赋。即便陈清、夏清月真愿意加入青城宗，青城宗也得有那个实力保得住他们才行。一旦二人拥有顶级天赋的事情曝光，各大宗门势力必然会争先恐后前来抢人。这么大事，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如此想来，李思凡果断改口：如今这天赋也测了，不知陈公子还有何吩咐？早听闻青城宗功法阁藏宝无数，可否让我二人长长见识？陈清决定让自身的顶级悟性在这一刻发光发热。没问题，这边请。李思凡的想法很简单，哪怕没有宗主与陈雄之间的那层关系，仅凭陈清、夏清月的天赋，给他们一两部功法又如何？万一陈清、夏清月日后成为一方霸主，回想起今日的恩情，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有可能让整个青城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顶级强宗。随后，陈清二人跟随李思凡一道来到青城宗功法阁。根据李思凡的介绍，这功法阁一共分为4层，按照天地玄黄排列，第一层有4000部黄阶功法，第二层有500部玄阶功法，第三层有48部地阶功法，第四层有3部天阶功法。陈公子与公主殿下可在这地、玄、黄3个楼层随意挑选一部功法。天阶功法并非李思凡不愿意给，实在是他身为一宗长老没这个资格。天阶功法也可以说是宗门底蕴之一，只有宗主才有权决定谁能学习，纵使他为长老之首，也无权决定这种事。多谢李长老。陈清又侧身看向夏清月，夫人，我们进去吧。夏清月轻轻点头，心中十分感激陈清，不仅大老远带自己来觉醒灵根天赋，还让自己一个外人有机会进入功法阁挑选功法。3人一起进入功法阁，陈清直接跳过1、2层，与夏清月来到第3层。这第3层相比起1、2层，明显要空旷得多，书架摆放稀疏。陈清与夏清月分开挑选适合自己的功法，说是挑选一部，陈清却靠着顶级悟性，随便翻2页，便将这一部部地阶功法牢记心中，参悟大半。看得一旁的李思凡非常纳闷，陈清这个阅读速度能看懂什么？殊不知，只是这一会儿功夫，陈清已是将那48部地阶功法尽数掌握，距离大圆满不过咫尺距离，时间早晚的问题。见陈清将最后一本功法也放回到了原位置，李思凡走上前主动问：怎么，这些功法都入不了陈公子的眼？这些功法好是好，可与我的修炼方式还是有所差别。陈清想要试探试探
自己能否上3楼一睹那3部天阶功法，也不多看，就看一眼。这李思凡听出陈清话里话外的意思，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紧跟着一道声音破空传入他的脑海当中，让他上第4层。是。李思凡在内心回应一句，很清楚，这道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青城宗的宗主。陈公子，宗主有令，命我带您前往第4层。李思凡侧身抬手，请。多谢。陈清微笑回应。见二人上了4楼，夏清月并未跟随，他觉得这地阶功法已是无比玄妙，足够自己领悟一段时间了。认为陈清能上4楼，那是因为他的天赋比自己更强。夏清月不打算一口气吃成胖子，决定一步一个脚印往上修炼。不多时，陈清便在李思凡的带领下来到4楼。一共3个书台，每个书台上都摆放着一部功法，被强大的道韵包裹，分别为冰天玄功、九霄雷诀、金钟霸体诀、一冰一雷，还有一门主修防御的功法，皆为天阶下品。陈清并不失望，对于青城宗这样的宗门来讲，能拥有3部天阶功法已实属不易。陈清在向李思凡确认自己能否上前一看后，走了过去，一一翻阅。即便强如天阶下品功法，以陈清如今的悟性值，一样轻轻松松完成记忆，参悟了其中不少内容。陈清心中也有打算，等夏清月选好地阶功法，到手一次宠妻奖励，之后再将这冰天玄功传授给他，再刷一次奖励。想知道这一部地阶功法和一部天阶功法究竟能换来怎样的宠妻奖励？哪怕概率再低，天阶这个品级在这摆着呢，要陈清想刷出至宝的可能性再低也不会低到哪里去。陈公子，不知这3部功法您看中了哪部？李思凡见陈清将金钟霸体诀放下，走上前问。就选这部九霄雷诀吧，与我的灵根天赋属性一致。陈清为避免李思凡起疑，伸手拿起九霄雷诀。至于之后将冰天玄功传给夏清月一事，世界那么大，这功法又不是青城宗独创的，谁又能保证外面没有其他抄本存在呢？最重要的是自己就拿起翻看了一眼，哪来时间偷师？陈清愿意坦白，未必有人愿意信。那好，请陈公子进练功房修炼。李思凡的意思很简单，这九霄雷诀陈清不能带走，只能在功法阁内的练功房修炼，修炼多久都行。也好，有劳李长老引路。陈清点点头，正好借青城宗的练功房，将那几十部地阶功法与这3门天阶功法融会贯通，完全化为己用。注意到陈清二人从4楼下来，夏清月快步上前，拿起一本名为《傲视九连诀》的地阶中品功法，对李思凡说：“李长老，我选中的是这部功法，请公主殿下与陈公子一起随我前往练功房修炼。”李思凡抬手请道：“好。”路上，傲视九连诀。陈清看了眼夏清月手中的那门功法，清楚记得这门功法属于冰系，一共9层，可以自身灵力化作一朵巨大的冰莲，每精进1层，这冰莲的尺寸便会成倍增加。当修炼到第9层大圆满境界时，一朵冰莲坠下，可瞬间冰封千里，活活埋葬亿万生灵。确实是一部十分适合夏清月修炼的功法。我这夫人还挺有眼光，陈清颇为欣赏。不过比起他手上的冰天玄功，傲视九连诀还是差远了。再然后二人便在李思凡的带领下各自进入修炼室当中，他就守在门外寸步不离。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0万年灵宠九幽不死龙。注：灵宠对宿主100%忠诚值，终生所死，无法背叛，绝对服从。多少？陈清刚准备可惜与妻子不在一间修炼室，没法马上将冰天玄功传给夏清月刷取宠妻奖励，乃曾想紧接着便被替夏清月讨得一部地阶中品功法的宠妻奖励牢牢吸引住目光。10万年灵宠，陈清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的确没看错，真是10万年灵宠。没记错的话，1000年妖兽已是能屠城，10000年妖兽更是能灭国，这10万年的灵宠还是不死龙族。饶是陈清一个挂逼，都有些不免被限制想象力。毁天灭地4个字随即从脑海里蹦了出来，这系统还真是能为我制造惊喜。筹码再增加一大笔的陈清心中狂喜，深呼吸，平复心情。陈清盘腿坐下，决定事不宜迟，尽快将数十部地阶功法与3部天阶功法领悟至大圆满境界再说。而夏清月那边也紧锣密鼓地按照功法所述修炼起傲视九连诀，伴随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有关陈清、夏清月二人觉醒顶级天赋一事的消息不胫而走，通过类似天机阁、江湖白晓生这些人的嘴传遍大武王朝与各方势力，其中自然包括武皇夏承。你再说一遍，清月是和灵根天赋？夏承瞪大一双眼睛看着书桌前的密探，
再三确认问：“回陛下，公主殿下前往青城宗参与天赋觉醒，测试时显示为天阶极品冰灵根。”这已经是密探第4次重复一模一样的回答了。天阶极品冰灵根，好啊！没想到朕这宝贝女儿还是个100年不10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天才。夏承心里有多高兴，全写在脸上。目光转向国师萧何，问：“国师，你说朕是否不该早早答应陈家与清月之间的婚事？陈清能一夜尽灭天羽宗固然厉害，但这天阶极品灵根，那可代表着必成至尊的潜力啊！”这不等萧何斟酌好该如何回答，两边都不得罪时，跪在殿前的密探又开口了：“启禀圣上，陈驸马也上台参与了天赋觉醒。他不是早就测试过天赋了吗？朕记得好像是地阶。”夏承有些不确定，看向萧何，他对此记忆犹新，不止一次斥责陈清浪费天资，整日纸醉金迷。闻言，萧何拱手道：“圣上说的不错，陈驸马确实是地阶中品水灵根。回圣上，陈驸马上台后测试时显示为天阶极品雷灵根。”密探如实汇报：“雷灵根，天阶极品。”夏承一下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萧何同样面色大变，不可置信：“你确定消息无误？”夏承反复确认：“属下愿以性命担保，字字属实。”密探表明态度：“行了，你先下去吧。”夏承摆摆手：“是，属下告退。”待密探离开后，夏承的视线又回到萧何身上：“国师，你说这明明是地阶中品灵根，为何会突然变成天阶极品，而且还是更为霸道的雷系灵根？”夏承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圣上，臣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拥有双灵根天赋的奇才，能同时修炼2种灵根天赋。萧何回忆道：“双灵根天赋，你是说他不仅拥有地阶中品水灵根，还拥有天阶极品雷灵根？”听懂萧何话里含义的夏承，这嘴巴不自觉地张大。饶是自认为见多识广的他，也有些无法想象，拥有2大顶级修炼天赋的陈清，这未来的成就会何其恐怖。看来倒是朕低估他了，并非他高攀清月，而是清月高攀了他。夏承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再不敢有哪怕一丁点拆散2人的念头，不得不服老，感叹这年轻一辈当真是越发妖孽了。回到青城宗，此时无论演武场上激烈缠斗的弟子，还是闲来无事到处走动的弟子，又或者趁师尊不注意在竹林中风花雪月的弟子，无一例外全部放下手边事，抬头望天，目睹一艘艘巨型飞舟驶达头顶，遮天蔽日。哪来这么多飞舟？是有宗门要向咱们开战了吗？真要开战的话，来的就是装备有火炮的战舟了。看船身上的图腾，似乎是天剑宗。天剑宗，那不是大武10大强宗之一吗？咱们青城和他们之间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吧？笨，还用说吗？天剑宗肯定是冲着拥有顶级天赋的那对年轻夫妻来的。此言一出，其余人豁然开朗，认定这便是正确答案。天剑宗在此，为何无人迎接？飞舟之上传来一道中年男子的吼声，响彻山林。青城宗弟子尽管不爽，可谁让人家是10大强宗之一呢？心中有再多不愿，也只能统统打碎，咽回肚子里。惹不起，属实惹不起。闻言，身为大长老的李思凡避无可避，命人代替自己守在修炼室大门前。旋即迅速动身，转眼出现在了青城宗半空，与叫喊那人不过几丈距离。青城宗大长老李思凡见过诸位道友。李思凡拱手道：“对待10大强宗，该有的尊重还是要给的。身为大长老，他可不想与天剑宗开战，深知真要打起来，青城宗大概率会从此除名，退出历史舞台。少说废话，赶紧把人交出来！”即使面对的是一宗大长老，中年男子嘴上并无半分客气，带着命令式的语气。强者为尊的时代，他自认为是强者，自然无需与实力比自己弱的李思凡客气。人，不知道有想要什么人。李思凡明知故问，装傻到那2个天阶极品灵根的天才。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2遍。中年男子加重了语气：“这种天才，你们青城宗还没资格留下。道友有所不知，此2人并未加入我青城宗，只是暂借我宗修炼室修炼。至于他们是否答应要跟道友离开，还需等出关后才能知晓。”李思凡如实回应。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比想象中更快。料定盯上陈清、夏清月天赋的绝对不止天剑宗，他们只是比别人来得更快而已。路上还不知有几方势力呢，带我过去。李思凡能想到的是，中年男子又岂会想不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其他宗门势力，将2大天骄带回天剑宗培养，成为天剑宗日后崛起晋升第1强宗的希望。道友这边请。李思凡不想给自己给青城宗招惹麻烦，侧身道。见李思凡还算识相，中年男子并未为难他。
路上，李思凡了解到中年男子名为赵天佑，是天剑宗的内门长老。不多时，赵天佑就在李思凡的带领下入了功法阁的修炼室，赵道友那二人就在其中修炼。李思凡指了指2间相邻的修炼室，打开。赵天佑依旧高高在上。赵道友有所不知，我宗修炼室的门一旦关上，只能从里面打开。李思凡解释道。既然如此，李道友不介意我动用一些强硬的手段吧？赵天佑说着，手中已是多出一柄清风长剑。不等李思凡开口，赵天佑接着道：放心，该赔偿你们的1分不会少，我们天剑宗可是名门正派。这话直接替李思凡做了决定，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见赵天佑都亮剑了，李思凡只好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否则他可不敢保证那把剑会先落在自己身上还是石门上。见李思凡没意见，赵天佑心中得意，来到了夏清月所在的修炼室门前，举起剑将灵力注入其中，打算强行破门将天才带走。至于夏清月和陈清的意愿并不重要，至少现在赵天佑不觉得以他们的能耐能反抗得了自己，反抗得了天剑宗。不等他一剑斩下，轰隆隆，一旁石门缓缓打开，不见其人，率先传出陈清的声音：什么阿猫阿狗，居然敢跑来惊扰我家夫人修炼！陈清轻轻抬手一挥，强大的灵力如山呼海啸朝赵天佑逼去。天真，还是那句话，在赵天佑眼中，如今的陈清羽翼尚未丰满，并无与自己抗衡的资格。利落的一剑斩下，准备破了陈清的招式，给他一点下马威。只是这手中剑才落至一半，任凭赵天佑使出吃奶的劲，硬是无法再向下半分。随后更令赵天佑震惊的是，手中由玄铁打造的宝剑竟爬满了蛛网般密集的裂纹。哪怕赵天佑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改变剑刃崩坏的结局，铁片四射，擦破脸庞，手中只剩下个剑柄。在下一刻，陈清挥手打出去的是，在赵天佑眼中化作洪水猛兽，将他瞬间击飞出去10几米远，撞碎大堂中的支撑石柱，凹陷下去一个大坑。尽管陈清闭关时间不长，主修的也是功法，却顺带将修为提升了一个小境界，来到出窍境8层。而反观赵天佑，实力为出窍境5层，比陈清低了足足3个小境界，在不依靠法宝辅助的情况下，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出窍境8层，目睹这一切的大长老李思凡大惊失色。他知道陈清天赋顶级，却不曾料到他小小年纪修为竟比自己高出那么多。这等天赋，假以时日，只怕会成为竞争大帝的有力人选。李思凡观陈清有大帝之姿。出窍境8层，赵天右手扶胸口，从地上爬了起来，拇指抹去嘴角流下的鲜血，强装镇定道：不错，确实是个修炼的好苗子。小子，入我天剑宗，我保证宗门会不计一切将你打造成绝世天才，未来霸主，傲视群雄。这可不是在给陈清画大饼。赵天佑是真觉得天剑宗能做到这种事，陈清没理由拒绝。他说的情真意切，态度诚恳，与面对李思凡这一宗大长老时判若两人，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没办法，谁让陈清比他更强呢？想到陈清加入天剑宗后的地位、影响力，赵天佑更没理由去与他为敌。自己这个长老与陈清这个天才之间孰轻孰重，他拎得清。反观陈清，压根没把赵天佑的话放在心上。此时注意力全在弹出的系统面板上，准备验收护妻奖励，保护妻子修炼不被外人打扰，怎么能不算是宠妻呢？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修为增加5个小境界。好在系统并未辜负陈清的期待，这一下就让他的修为来到了分神境4层。别看只提升了5个小境界，这修为越高，每个小境界的含金量同样越高。越往后，一个小境界的修为完全抵得上前期一个大境界的修为。只是随手一个举动，能换来如此之大的提升，对陈清而言自然是心满意足，挑不出系统半点毛病。不知陈天骄考虑的如何？见陈清心思似乎不在自己身上，完全无视自己，赵天又开口追问：小小一个天剑宗，还配不上我的志？天剑宗与自家父亲之间并无渊源与情分，再加上赵天佑先前的态度，陈清自然不可能给他好脸色看。配不上闻言，赵天佑嘴角抽动，见过嚣张的，没见过像陈清这么嚣张的。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陈清毕竟是身怀顶级天赋的妖孽，不狂如何配得上这份天资？陈天骄此言差矣，我天剑宗论实力，放眼大武，能排进10大强者前3行列，诞生了无数剑道天骄，绝对是最适合你的存在。哪怕陈清态度再恶劣，赵天佑也只能低3下4，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没办法，一个拥有天阶极品灵根的弟子，对天剑宗而言实在太重要了。没兴趣，赶紧滚，别留在这打扰我家夫人修炼。陈清摆摆手，
陈天骄。赵天佑还想说点什么，陈清一个锋利的眼神投去，立马吓得他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头一次在一个年轻小辈身上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威压，这一幕看得一旁的李思凡嘴角微微上扬，见赵天佑如此吃瘪，只觉得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啪啪啪！这时身后忽然传来鼓掌的声音，李思凡扭头看去，顿时瞳孔一缩。此人李思凡有强烈的印象，姓孙名吉，乃是天剑宗的宗主。天剑宗的宗主怎么也来了？李思凡属实没想到，这种大人物居然会为了一个弟子亲临青城宗。宗主见宗主到场，赵天佑表现得更为卑微，连忙单膝下跪抱拳行礼。孙吉并未理会赵天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仿佛是在责怪他办事不力，这么久都没搞定这件事。赵天佑不敢言语，保持单膝跪拜的姿态。孙吉不开口，他哪敢有所动作。很快孙吉便来到陈清面前，不怒自威。陈小友，你若愿意加入我天剑宗，我可以宗主身份承诺于你，无需参与任何考核，直接享受圣子待遇，为我亲传。天剑宗将不惜一切代价将你培养成未来至尊，无需参加任何考核，直接享受圣子待遇。这话说的就连李思凡一个外宗长老都不免有些心动。10大强宗的内院弟子所能享受到的修炼资源已是常人无法想象，更何况是弟子等级最高的圣子，再加上宗主亲传弟子这一身份，完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想收我为徒？陈清笑了，他一眼看出孙吉的境界为分神境4层，与自己实力相同，实在找不到拜他为师的理由。怎么？陈小友觉得本宗不配？孙吉主动显露修为，分神境4层的威压覆盖整个修炼室大堂。赵天佑顿感身躯一沉，大长老李思凡这双膝也是不受控制的弯曲了下去。孙吉不想太挫败陈清的威风与自信，怕毁了他的道心，所以有意收敛威压。哪料陈清面对自己的威压，竟跟个没事人一样，满脸云淡风轻。你确实不配，人家都把脸伸到面前来让自己打了，陈清又何必客气？同样显露修为，威压如潮水一般狂涌出去。分神境4层，孙吉、李思凡、赵天佑3人的表情如出一辙，都跟见了鬼一样。只知陈清天赋顶级，却不知他如今的修为居然都能媲美10大强宗的宗主了。想到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孙吉只觉得面红耳赤。陈清还真没说错，他确实没资格收陈清为徒。在陈清这个年纪，孙吉还是一个小小的杂役，修为想到这，孙吉索性把心一横，再次开口：确实是我低估陈小友了，这样你若愿意入宗，可直接成为我宗的副宗主，如何？陈清展现实力后，冷静下来的孙吉非但不怨他，反而更想将他招揽进天剑宗，特别强调，虽带了个副字，但在天剑宗内，本宗保证你所拥有的地位、话语权、修炼资源与我这个正宗主没有任何差别。为了拉拢陈清这个绝世天才，绝世天才中的绝世天才，孙吉豁出去了。18岁的10大强宗宗主李思凡、赵天佑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咽了咽口水。多么希望自己能替代陈清，这种事倘若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将这个副字从头顶上摘掉，成为正宗主。我说了，你们天剑宗容不下我的志。陈清重申道，随后补充，不过你们天剑宗若愿归顺于我，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此言一出，孙吉、赵天佑3人皆是身心一震。狂，实在太狂了！要10大强宗之一的天剑宗主动归顺，而且就算主动归顺，他还要考虑考虑饶是以冷面宗主著称的孙吉，这脸上也是不免悄然爬上一抹不易察觉的怒色，觉得陈清实在太过自负，太小瞧天剑宗了，完全没把天剑宗的千年底蕴与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正在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长老，不好了！李思凡转身看向来人，问：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别急，你先喘口气，慢慢说。大长老，外面来了好多非洲10大强宗的人，都快来齐了，问我们要人。10大强宗都来了。这消息散布出去的速度，可比李思凡想象中还要快得多。陈公子，后山设有传送阵法，您若不想被这些人打扰，我立即前去命人启动阵法，将您与公主殿下传送离开青城宗。李思凡如实吐露，会他们也无妨，免得打扰我家夫人修炼。陈清巴不得来的人越多，越强越好，这样自己通过守护夏清月修炼获得的宠妻奖励质量也将成倍往上提升。不死不灭体，再加上一条10万年的九幽不死龙，小小一个大武王朝的10大强宗势力，陈清还真没放在眼里。这家伙到底是打哪来的自信，敢独面10大强宗？更别说来的那些人
还不止10大强宗。孙吉并不认为光靠分神境修为能支撑得起陈清的这份嚣张。陈清在从孙吉身边经过时，忽然停住脚步，提醒道：“孙宗主，好好考虑考虑我先前说过的话，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孙吉嘴上不语，心中却是十分不屑陈清的话。他并不认为堂堂天剑宗已然沦落到需要靠效忠陈清这种人来求生。见陈清身影走远，孙吉快步跟了上去，倒要看看陈清仅凭分神境修为要如何抗衡各方势力。赵天佑、李思凡紧随其后来到功法阁外。陈清抬头看去，数十艘飞舟早已将青城宗的天空堆挤满，能见度骤降，场面宏大，压迫感极强，好似末日景象。得亏李思凡提前知晓了这些人来此的目的，不然真会误以为明年的今日会是青城宗的忌日。哦，天剑宗主，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偷跑啊。一名老者立于船头，俯瞰众人，在注意到孙吉后调侃道。孙吉懒得搭理他，注意力全在陈清身上。老者同样不打算把时间全浪费在孙吉身上，察觉到陈清的存在后惊叹，如此年轻便能达到分神境，妖孽，绝世妖孽啊。听闻此言，各宗的宗主纷纷从船舱中化作一抹流光，快速出现在船头，一一现身。来前只知陈清与另外一名女子拥有顶级天赋，并未听说陈清18岁的年纪已是迈入分神境，心中愈发坚定，无论如何也要把陈清拉入己方势力。像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现场的硝烟气息也变得极其浓郁。这人我们浩阳宗要了，你们浩阳宗好大的脸，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跟我们天水宗抢人。此子天赋极佳，不论是你们浩阳宗还是天水宗，都不如我们镇海宗有资格调教他。少说废话，不服的先跟老子打一场，能打赢老子再谈抢人的事。这气氛越发的剑拔弩张，见自家长老、宗主级别的人物都亮剑了，跟随的那些弟子也纷纷取出武器，只等一声令下，开干。在地上看到诸多势力大能为争抢自己的去留，不惜大打出手，撕破脸。别说陈清这心里还蛮爽的。不过说回正题，这些势力有一个算一个，陈清一个都瞧不上。若是归顺自己的话，倒还可以。说好听点叫归顺，说不好听点，同走狗无异。思索到这，陈清脑海中不禁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道：诸位若是觉得难办，不妨听我一言。哦，你有何高见？有人来了兴趣，好奇问。下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陈清身上。既然难办，不如你们全部立下天道誓言，效忠于我。陈清给出自认为的最佳方案。此言一出，竟现场上万人之多，却死一样的静，犹如深夜坟地。谁都不曾料到，陈清的高见竟是要所有宗门势力向他低头臣服。不知该说这小子自信，还是愚蠢。一旁的孙吉同样摇头长叹，觉得陈清过分狂妄，因为起点太高，修行之路走得太顺，膨胀到了一个近乎病态的境地，根本不清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铁律。狂妄，想要我等臣服，纵使你天资再高，如今也没这个本事。看来入宗后还需好好磨练磨练他的心性才行，这么目中无人，容易出事。老夫还以为他会提出什么高见，真是白费功夫。没人把陈清的话当作一回事，都当他是脑子烧糊涂了，才会说出这番不着调的话。对此，陈清早有预料。强者为尊的时代背景下，光靠嘴怎么够呢？催动圣体，万剑圣体发挥作用，剑意如洪水四溢。陈清在绑定万剑圣体后，还附带觉醒了一门神通，可取天下万般神剑为己用。一念动，天剑宗的人率先察觉到不对，腰间插在剑鞘中的长剑突然暴动，不再安稳。哎，我的剑！不等他们反应过来，那一柄柄佩剑已是脱离剑鞘，飞了出去。之后，越来越多的剑不受控制的出鞘，却无一例外朝陈清飞来。陈清脚踏飞剑，直升100丈，身后万剑浮空，化作弥天盖地的高墙，剑刃锋芒缓缓低下，锁定各方人马。眼见自己的剑被他人所用，锋芒对准自己，那些剑修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一句：圣体！这是剑道第一圣体，万剑圣体。什么？他不仅拥有天阶极品灵根，还觉醒了圣体。老天爷未免也太偏心他了吧！羡慕，我好羡慕啊！饶是这些平日里习惯于被他人艳羡的各宗天骄，在得知陈清不仅拥有天阶极品雷灵根，还觉醒了剑道第一圣体后，照样忍不住羡慕，道心有崩坏的趋势。陈清所拥有的天赋，压得他们这些天骄也有些喘不过气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卡扼住脖子。这些够资格吗？陈清问众人，有人闭口不言，有人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当下这个情况，
哪怕真觉得陈清不够格，也不敢轻易说出来，担心得罪他被记恨上。圣体还不够，陈清原本不想太早暴露九幽不死龙这张底牌，可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差临门一脚就能收服10几个势力，哪有临时放弃的道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陈清还指望早点收服这些势力，让尘埃落定，拿到宠妻奖励。看一眼远处，大武王朝有头有脸，能叫得上号的势力基本上都已赶到。陈清不再迟疑，立即决定召唤出九幽不死龙。旋即，一股磅礴如海的威压瞬间自9天之上猛灌下来，压得上万人喘不过气。别说长老，饶是孙吉这种贵为一宗之主的人物，也是不免双膝一沉，缓缓弯曲，有要跪地臣服的趋势。那些弟子就更不用说了，早已五体投地。纵使第一时间调动全身灵力去对抗这股神威，却同蝼蚁想要撼动巨象无异，纯属无用功。艰难抬头望去，风云变色，一片混沌景象将那轮赤阳完全遮蔽。云穹翻涌回旋，自那风暴中心缓缓降下一眼难以尽收的巨大龙首。仅仅只是与那金灿灿蕴含千丝万缕道韵的龙眸对视一眼，不少心境差的弟子当场两眼向上一翻，昏死了过去。电闪雷鸣间，瞬间的光华闪耀让巨龙隐藏在云层中的100丈身躯若隐若现，更加震慑人心。龙族，此等威压，起码是10万年级别的妖兽、妖王，不，妖帝。必须马上逃跑才行。可恶，身体完全不听使唤。10万年修为的妖帝为何会出现在下界？难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得罪了上界的大能，要连同我们下界的亿万生灵尽数屠灭？无人怀疑九幽不死龙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在场除了陈清以外，面对九幽不死龙的气场压迫，无人有资格与实力保持战力姿态。反观陈清却一脸轻松，完全无视九幽不死龙的威压，跟个没事人一样，挺拔如松地站在那里。看得一众修为境界比陈清要高出一些的大宗长老、宗主心中困惑不解。明明自己修为比陈清高，都无法抗衡妖帝神威，凭什么陈清能无所畏惧，毫不动摇？想不通，实在想不通这其中蕴含的道理。但很快答案就被陈清公布了。九幽不死龙缓缓在众人绝望的目光下低俯龙首朝陈清而去，直到龙首完全下落到与山巅齐平。陈清脚下一踏，飞身上去，立于龙首之上，双手附在身后，宛如域外天魔降临。他好大的胆子，竟敢骑在妖帝的头顶撒野，这也太作死了！你想死没关系，别连累我们，连累这下界的亿万无辜生灵啊！陈清的所作所为着实把在场众人吓得不轻，谁也没想到他的胆子竟大到连10万年修为的妖帝都敢不放在眼里。但紧跟着逐渐有人反应过来不对劲，等等，好像有点不太对，我怎么觉得那妖帝对于自己被踩头这件事一点怨言都没有呢？听他这么一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陈清虽凌驾于妖帝之上，可那名妖帝却并无任何过激愤怒的行为。接着一个极其恐怖的想法在一人又一人的脑海中诞生。征服10万年修为的妖帝，尽管前所未有，可事实就摆在眼前，要他们如何否定？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到其他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要么立下天道誓言，永世臣服，要么死。陈清高高在上，如先帝俯瞰众人。原本高大的非洲，如今在他眼里不过沧海一叶。天阶极品天赋，见到第一圣体，再加上10万年妖帝作为灵宠，若非亲眼所见，众人很难相信这些东西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要知道，这3样随便一件的出现，都足以轰动整个王朝乃至大陆。抬头仰望着立于龙首之上，只差没把无敌2字写在脸上的陈清，身为天剑宗宗主的孙吉，总算明白先前陈清在修炼室大堂内的那提醒是何含义。失去一次最先抱大腿机会的他，这一次见众人还在大眼瞪小眼，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立马抢先跪地，扯着嗓门喊道：孙吉愿带领天剑宗归顺于陈公子。孙吉是个聪明人，在他看来，第一个归顺宣誓效忠的人，往往能给主人留下更好的印象。话音刚落，毫不犹豫的就立下了天道誓言，若有半点忤逆之心，都不需要陈清出手，天道会直接将孙吉抹杀。什么？连天剑宗的宗主都臣服了？那我们玉衡宗愿臣服陈公子，永业宗愿臣服陈公子，天海宗愿臣服陈公子。越来越多的宗门宗主表明态度，愿意臣服，追随陈清，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至于那些还抱有幻想，利用传音术暗中交流，不愿臣服的家伙，陈清耐心有限，上千名拥有出鞘境巅峰实力的银魁，毫无征兆地从他们的影子里一跃而出，一刀抹喉，或是直直穿心，再一旋手中刀刃，挤炸出心头血。看着自始至终连反抗机会都没有，就被强行剥夺生命，
倒在地上，一脸惊骇，死不瞑目的那些人。其余各宗势力内心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投降得早。哪里想得到，陈清在九幽不死龙后，还能拿出震撼他们眼球的至宝。有实力的长老宗主一眼看出，那些银魁不具备生命力，属于法宝的一种。实力比肩出窍境巅峰的法宝，随随便便就能召唤出上千尊。在经历这种种事后，他们心中再无半点委屈，反倒觉得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抱上陈清这条大腿，值了，那可太值了。与此同时，位于功法阁修炼室当中的夏清月已是将傲视九连诀的修炼心法全部记住，并且顺顺利利地把傲视九连诀修炼到了第1层，决定出关。待到石门打开后，扭头看去才发现陈清所在的那间修炼室早已空无一人，于是看向守在门外的那名青城宗弟子，请问方才在里面的那个人呢？弟子不做隐瞒，将各方势力找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全盘托出，告知夏清月。不好，夫君有麻烦了。想到这，夏清月下意识行动，快速离开修炼室。如今身为修炼者，哪怕身单力薄，他也不想陈清一个人独面危机。然而真当从修炼室出来，看清外面的一切，夏清月顿时明白哪里有什么危机，自己这点绵薄之力压根没机会派上用场。天剑宗院为主人鞍前马后，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神藏宗院为主人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合欢宗院为主人杀尽天下敌。听着头顶传来那快要掀翻天的表钟声，真正令夏清月内心难以平静的是天剑宗、神藏宗、紫阳宗这些名字。夏清月虽才刚刚踏入修炼大道，可关于10大强宗的事却是没少从他人口中听闻。他默默在脑海中总结了一下，那些宣誓效忠的声音里，10大强宗已是齐全了。再顺着他们看向的方向看去，电闪雷鸣之下，那遮天蔽日的巨龙之躯令夏清月不禁感到双腿一软。可随着视线缓缓抬起，当看到凌驾于龙首之上的陈清后，夏清月那颗急促跳动的心非但没能安稳平静下来，反而跳动得更加急促。见众多势力臣服之时，尽管夏清月已经联想到了什么，但真当目睹这些风云人物跪拜的人是自家夫君陈清以后，依旧不免觉得震撼心灵。父亲做梦都想实现的事，他竟这般轻易就做到了。饶是身为妻子的夏清月，在见证这一切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陈清的过分强大感到深深无力。这种无力源于心底，渗透骨髓，有种穷尽一生也难以望其项背的既视感。夏清月不止一次见父皇夏承满脸愁容，担心10大强宗继续像这样野蛮生长下去，会威胁到大武王朝的根基，可又拿那些修士毫无办法。陈清如今收服10大强宗，还包含其他大大小小的诸多势力，倒是间接性替大武王朝解决了不小的麻烦。夏清月愿意相信陈清，既然他说过不会造反，不会对大武王朝下手，那他就一定不会那么做。陈清并未留意到夏清月的出现，此刻注意力全被面前弹出的系统面板吸引去。宠妻奖励发放了，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9品丹师经验包+1。9品，陈清眼眸一瞪，9品丹师，别说整个大武王朝找不到，哪怕放眼偌大的天玄大陆，也未必找得出几个。而且系统给的9品丹师经验包和正儿八经一步一步成为9品丹师之间有着很大不同。其他人能成为9品丹师，可能只是因为天时地利意外炼制出一枚9品丹药，所以被称作9品丹师。然而陈清一旦使用9品丹师经验包，那么他将100%成功炼制9品丹药，无需依靠运气，全是实力。好，这个好，以后便无需再为高阶丹药发愁了。买不到，那就自己炼。陈清迫不及待地选中丹师经验包，确认使用。正在使用9品丹师经验包中，9品丹师经验包使用成功。下一刻，数以万计的炼丹知识疯狂涌入陈清的脑海当中，逐渐与这副身躯完美融合。为了能记住这些炼丹内容，系统还顺带将陈清的识海、精神力强度升级了一波，属于意料之外的收获。关闭系统面板，陈清目光一扫，眼角余光注意到已经出关的夏清月，于是对各方人马挥挥手，冷漠道：“滚吧！”众人齐声答应，调转飞舟，从哪来回哪去，一刻不敢久留。有天道当见证，哪敢忤逆陈清的命令？就算没有天道，他们照样不敢与陈清为敌。哪怕抛开9幽不死龙，总觉得陈清的底牌绝对不止如此。越是未知，越是容易脑补，越脑补越敬畏，越终成旋即。陈清自龙手上一跃而下，9幽不死龙也缓缓将龙首隐藏入云雾当中，跟着拨云见日，海以蓝天，耀阳众散天地。夫人，你这么快就出关了？陈清来到夏清月面前，关心问：修炼还顺利吧？
我已将傲视九连诀的心法全部记住，并修炼到了第1层。夏清月如实回应：真不愧是我陈青的夫人，这修炼速度当真妖孽，厉害厉害。陈青夸赞道：论妖孽，这世间恐怕无人能比得上夫君你。亲身经历了刚才的一切，在陈青面前，夏清月实在没底气以妖孽天才自居。在之后，耳边传来大长老李思凡的声音：拜见宗主。陈青、夏清月闻声看去，不等陈青看在父亲陈雄的面子上，尊称对方一声世伯。身为青城宗主的刘武已是扑通一声跪下双膝，双手撑地，磕头道：青城宗主刘武，愿立下天道誓言，率领整个青城宗向公子效忠。对此，陈青并不意外，也没计划故意去和刘武客套父辈之间的那些关系，一码归一码，认可了刘武立下的天道誓言，主仆契约正式达成。刘武拜见主人，世叔请起。陈青上前将刘武搀扶起身。夏清月从旁看着这幕画面，总觉得刘武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归顺臣服于陈青的人。坚定，如今掌握10大强宗与各方大小势力的陈青，已然是大武这片土地不可质疑，真正意义上的王，不需要再靠皇位来证明身份。寒暄几句后，陈青向刘武表示自己想要借用一下青城宗的炼丹房。当然没问题，这青城宗的一切皆听主人安排，您若需要丹药，属下立马让人送来，无需让您亲自跑一趟。陈青摇头解释，我并非要丹药，而是想试试炼丹。原来如此，主人这边请。得知陈青真实的目的后，刘武不再多说，带头领路。你还会炼丹？跟随陈青左右的夏清月好奇问。在他看来，或者说在大众认知里，一个人能掌握一种天赋已是十分难得。倘若夏清月没记错的话，陈青如今掌握的天赋不仅有武修、阵法，还有御兽，甚至是操纵傀儡如今，难道又要增加一个炼丹？要不要这么妖孽？夏清月真快没自信，继续当个修士了。陈青则实话实说，第一次，以往不曾练过。这样啊？听到陈青的回答，夏清月猜想陈青应该只是单纯想试一试自己在炼丹方面有无天资。殊不知陈青说的确实是实话，他在此之前不曾炼制过丹药，但又确确实实是一名实打实的9品至尊丹师。来到青城宗炼丹阁，刘武找来了青城宗最好的丹师，姓杜，名渊。从刘武口中，陈青了解到杜渊为5品丹师，负责掌管炼丹阁内的一切。主人，您有任何事可尽管吩咐他。杜渊拜见陈公子。关于先前在青城宗内发生的那件大事，杜渊早已有所耳闻。见刘武尊称陈青一声主人，知道当下的青城宗多半也已归顺了陈青，连自家宗主都臣服了，杜渊又岂敢不拜？一切有劳杜丹师了。陈青客气道：哪里，这是我的荣幸。杜渊话不多说，将陈青请进炼丹阁。夏清月、刘武紧随其后。刘武之所以跟着，是担心炼丹阁有人不长眼，冒犯了陈青，为青城宗招来灭顶之灾。哪怕只有1/1000的概率，刘武也不愿冒这个险。俗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很快，陈青便在杜渊的带领下来到他专属的炼丹室。陈青一眼望去，药柜如墙，起码有数千种药材。而在炼丹室的正中心，摆放着一尊足有2人高的巨型丹炉，上面刻有赤火鼎3个字。陈青一眼看出，此丹炉为地阶下品法宝。此鼎乃是我偶然所得，陈公子可随意使用，包括这炼丹室中的所有药材。杜渊大方表示。多谢。陈青回了2个字，旋即动身来到丹炉前，在脑海中数以亿计的丹方中选中一篇6品丹方。并非陈青不相信系统图文，而是他神识覆盖整个房间后，得知这炼丹室中的药材品级最多只够炼制6品丹药。见陈青隔空同时操纵打开上百个药柜，从中取出大量药材，身为5品丹师的杜渊不免有些意外，看陈公子取的那些药材，这是想要炼制5品丹药啊？炼制5品丹药？夏清月黛眉微蹙，他可清楚记得陈青不久前才说过，他是第一次炼制丹药。哪有人第一次炼制丹药就从5品开始入手的？夏清月完全看不懂陈青的心思。刘武则是不敢多言，浪费一点药草而已，无所谓，只要身为主人的陈青高兴满意就好。说句不好听的，如今青城宗的一切都是属于陈青的，哪怕他一把火将炼丹阁烧了，刘武照样不会有半句怨言，还得捧他烧得好，烧得旺。见陈青已是开始着手准备炼丹，点燃灵木，夏清月主动走至杜渊身旁，小声问：杜丹师，第一次炼丹就选5品丹药，会有什么影响吗？炼丹说着简单，实际上里面的学问大得很，稍有差错就有可能炸炉，品级越高的丹药，炸炉后的威力越恐怖。5品丹药一旦炸炉，整个炼丹阁估计都会被夷为平地。话音刚落，杜渊忽然深吸一口气，联想到什么。第一次炼丹，
五品。咽了咽口水，试探性问夏清月：“公主殿下，您说的该不会是陈公子吧？”夏清月紧抿薄唇，点了点头。这……杜渊虎躯一震，连忙来到刘武身边：“宗主，这不行啊，太危险了。”“无妨，一切有我。”刘武抬起手打断了杜渊的话，不想让他扫了陈清的兴致，同时做好随时抵御炸炉风险的心理准备。他可不想炼丹阁真被夷为平地。陈清自是知晓三人的担心，没有着急去争个口舌之快，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将药草依序投入丹炉之中，以灵力引导灵木燃烧的火焰，开始熔炼药草。起初，杜渊还和夏清月、刘武二人一样，担心陈清初次炼丹引发事故。可渐渐的，杜渊开始察觉到不对劲，陈清这炼丹手法哪里像是一个初次炼丹的小白，简直老道到不能再老道。手法玄妙，火候、时机更是把握的恰到好处。仅仅只是旁观，都令杜渊受益无穷，感觉困扰自己多年的瓶颈有了突破趋势。妙，妙啊！杜渊忍不住叫好。妙，一个妙字听懵了不懂炼丹的夏清月和刘武，不懂妙在哪里。没等夏清月反应过来，就见杜渊扭头看来视线，一脸激动，确认问：“公主殿下，您确定陈公子真是第一次炼丹？”“对啊，他自己说的，在此之前从未炼制过丹药。”夏清月点头肯定，不认为陈清会撒谎骗自己。跟着问：“有什么问题吗？”“恕我直言，陈公子在炼丹上的造诣，恐怕早已超越我数倍不止。这哪是初次炼丹，分明是丹界泰斗。”杜渊发自肺腑道：“丹界泰斗。”夏清月深知这样一句话从一名五品丹师嘴里说出来，含金量有多高。而身为宗主的刘武，还是第一次见杜渊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此之高。陈清没去理会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见丹炉内药草杂质已是完全燃烧为灰烬，只留下一滴滴金灿灿宛如液体黄金的灵液。陈清果断投入更多灵木，加强炉火，待到绝佳时机，大喊一声：“凝！”下一刻，一股灼热的白色气浪自丹炉内喷涌而出，携带着浓郁的药香。稍稍嗅闻一下，便顿感神清气爽，气海奔腾。成了，成了，凝丹成功了！杜渊这表现简直比他自己炼成五品丹药还要兴奋。毕竟他刚刚才见证了一个历史、一个传奇的诞生。这么年轻的五品丹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凝丹成功了！夏清月一脸不可思议，第一次炼丹就炼成了五品丹药，好奇这在丹师界得算什么天赋。待到烟雾散去，杜渊赶在所有人之前，一个瞬身快步来到陈清跟前，连忙问：“敢问陈公子炼成了几枚丹药？”杜渊估算了一下，方才那些药草换作是他的话，起码能炼成3枚五品丹药。陈清打开五指，只见7枚丹药正漂浮在他的掌心上，金光涌动。这难道是丹纹？杜渊在看清丹药上涌动的金光纹路后，目瞪如铜铃。再三确认后，杜渊确信这就是丹纹。丹药品质通常分为上中下以及极品4个等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品级名为丹纹。丹纹往往象征着一枚丹药能够达到的最高品质。同等数量的药草，不仅成丹数量是我的2倍还要多，还全是丹纹级。杜渊心里那点身为丹师的骄傲，有种被无情践踏的感觉，深刻领略到何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感慨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话正说着，杜渊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弯腰凑近观察起陈清手里的那几枚丹药，惊叹不对。在反复确认看清陈清手里的那7枚丹药后，杜渊身形一震，踉踉跄跄地后退了2步，惊恐道：“这不是5品，这是6品丹药。6品！”夏清月、刘武异口同声，心中有多惊讶，全写在脸上。感觉哪怕是继续像妖孽中的妖孽中的妖孽，这样持续增加妖孽2字的出现次数，也不足以用来形容陈清的天资。这份不仅全能，还样样顶尖的天资，实在是太恐怖了。以他们的眼界，已是无法想象陈清的未来究竟会成长到何等夸张的境地。大帝，不够，远远不够。不等夏清月、刘武反应过来，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再次于眼前上演。只见杜渊2步回到陈清面前，没有丝毫犹豫，就弯曲膝盖跪了下去，磕头道：“求陈公子，不，求陈大师收我为徒。”服了。杜渊从未像此刻这般对一个人如此心服口服过，相信只要能拜师陈清，学到他身上的一点皮毛，自己未来兴许也有机会触碰至尊2字。杜丹师请起，我目前初入丹道，有些事连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又怎能收徒误人子弟呢？陈清这话说得漂亮，实际单纯嫌麻烦而已。当然，夏清月要是提出这种请求，陈清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至于杜渊非亲非故，还是算了。不等杜渊开口，
陈清又补充道：“当然，杜丹师要是想交流一下炼丹经验与心得，我随时欢迎。”一定，一定。陈清已然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哪怕杜渊再如何厚脸皮，也没法继续纠缠。能和陈清交流一下炼丹经验与心得，在他看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兴许日后关系近了，真能拜他为师呢。随后，陈清走至夏清月面前，将手中的丹药尽数递出：“夫人，你且将这些丹药服下炼化，为夫从旁为你护法。”好。夏清月并未想过要拒绝陈清的好意，担心像这样做反倒会显得自己与他的关系生分。没错，眼下哪怕是夏清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陈清的距离确实很近很近。见陈清要为夏清月护法修炼，刘武给了杜渊一个眼神。杜渊心领神会，没那么不识趣，与刘武前后离开炼丹房。随后，炼丹室门缓缓关闭，整个炼丹室中只剩下夏清月与陈清二人。夏清月忍不住问：“夫君，你难道不觉得你对我实在好得过分吗？我就你一个夫人，我不对你好，对谁好？”陈清反问：“那可不一定，这世间貌美的女子无数，你日后或许还会结识其他红颜知己。”不知为何，如今提起这种事，夏清月心中竟觉得有些闷闷的。大武王朝中，名门望族三妻四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原本对于这种事，夏清月一直以为自己能从容应对，陈清愿与谁成亲就与谁成亲，哪怕将正室的位置给他们也无所谓。可稍微在脑海中想了一下那个画面，夏清月却是笑不出来，心情沉重。我有夫人一人，足矣。陈清牵起夏清月的手，深情款款道。对视上陈清那坚定诚恳的双眸，夏清月眼中也是闪动异彩。脸红的她赶忙躲开视线，声若蚊蝇道：“修炼吧。”好。陈清微微一笑，满眼宠溺。接着夏清月盘腿坐下，先拿起一枚陈清亲手炼制的丹药送入口中，开始炼化。随着丹药入口，陈清眼前也同步弹出的系统提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至尊骨+1。至尊骨，陈清十分清楚，拥有此骨便代表着拥有成为一方至尊强者的潜力，修行速度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每块至尊骨内都携带有一枚独特的宝术。至尊骨存世稀少，往往伴随孩童降生出现，属于天道福泽。一旦出现，若是有实力的人家，必将更上一层楼；若是普通人家，则会被修炼大能盯上，强行挖骨，剥夺天赋。一块至尊骨的出现，回顾汪洋历史掀起的大小血战，数不胜数。不错，陈清很满意这项奖励。点击选中融合，期待着能从中获得怎样的独特宝术。正在融合至尊骨中，融合成功。下一刻，一篇名为《万龙枪法》的宝术便出现在了陈清的脑海中。此枪法没有上限，每修炼精进一层，便能打出一龙之力，万层便是万龙之力，10万、100万、1000万、亿万都是万。看完系统对于万龙枪法的介绍，陈清心中只有2个字：变态，以及想早日将万龙枪法修炼到万层，看看一枪打出万龙之力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画面。他这边畅想未来的同时，系统再次弹出提示，原来是夏清月已经开始炼化第2枚丹药，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功法斩天一剑。不需要多余的查看，仅凭天阶极品功法与斩天一剑4个字，陈清已是不难知晓这功法有多强大。配合上万剑圣体，这一剑的威力还得翻倍提升，一剑之威可斩天灭神。随着夏清月炼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陈清这边拿到的奖励同样越来越多，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护心镜+10。护心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哪怕是大地一击也能毫发无伤的挡下。这种东西拥有不死不灭体的陈清子是用不上，想着可以给父亲陈雄、妻子夏清月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500。多少？陈清险些没能压得住声音，万幸被他及时闭口压了回去。500这个数字配上悟性2字，着实令他热血沸腾。悟性越高，修炼起斩天一剑、万龙枪法这些顶级功法时也能更加游刃有余。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10000。银魁这种奖励，陈清再多都不嫌多，越多越好。他们这边一片向好的同时，王朝密探已是回到地宫，决定将在青城宗内发生的一切告知圣上。进入御书房，密探第一时间跪地行礼，参见圣上。先前的密探离开还没多久，见又出现一名密探，武皇夏承眉头微皱，放下手中批改奏章的笔，问：青城宗那边出事了？启禀圣上，包含10大强宗在内，
多方势力在得知陈驸马与公主殿下觉醒顶级天赋后，纷纷赶来抢人。闻言，夏承皱起的眉头反而舒展开，这种事他早有预料。知晓陈清、夏清月觉醒天阶顶级天赋一事不可能藏得住，这世上并不存在密不透风的墙。那些宗门势力在得知实情以后，必然会争破头的想要将他二人拉入己方阵营。夏承倒是想让陈清二人加入皇族麾下的宗门，为皇室效力，却又深知大武不具备私留二人的底气，强行挽留只会耽误浪费陈清、夏清月的绝世天资。所以比起控制陈清和夏清月，夏承更好奇，所以他们二人最终加入了哪方势力？回陛下，陈驸马与公主殿下并未加入任何势力。密探回应道：没有加入，那些宗门只怕不会善罢甘休吧。夏承担心双方会因此产生冲突，让夏清月受伤。他很清楚，那些宗门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才，一旦被其他宗门挖去，必定会打破彼此之间长久以来建立的微妙平衡。陛下，陈驸马凭借一己之力，将那些赶到的宗门势力尽数收入了自己的麾下，并令他们立下天道誓言，永生永世不得背叛。密探如实吐露饶是亲眼所见，可当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以后，依旧会觉得不可置信。你真不是在诓骗朕？夏承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被这个回答震撼得不轻，怀疑这密探是活腻了，敢跟自己开这种玩笑。此乃属下亲眼所见，字字属实，绝无半句虚言，请圣上明鉴。为了让夏承相信自己的话，密探不惜以天道起誓，若有一句假话，当场暴毙。见密探立下天道誓言后无事发生，这下夏承就是想不信都不行。在天玄大陆还没人敢拿天道开玩笑，纵使大帝也不行。天道伟力，不可侵犯，10大强宗全臣服他了。夏承再次确认问：10大强宗一个不少？密探重一点头。随后夏承又向密探追问了整件事的细节，密探不敢隐瞒，一五一十交代。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有任何消息随时汇报给朕。是，属下告退。待密探消失后，夏承独自一人待在御书房中，心情万分沉重。妖帝灵宠，天阶极品灵根，18岁的分神境。夏承嘴里不断重复着这样几句话。尽管陈清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确不会造反，推翻夏氏皇族对大武王朝的掌控，可他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还是令夏承无比惶恐，心中惴惴不安，更担心陈清再像这样无止境的成长下去，是否还能像现在这般对夏清月始终如一。同为父亲，陈雄这边也通过安插在青城宗内的眼线，得知了那边发生的一切。与夏承不同，陈雄这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了，笑容那叫一个灿烂，直拍大腿。好，好啊！18岁的分神境强者，不只拥有天阶极品雷灵根，还收服了一头妖帝灵宠。我这宝贝儿子，当真绝世无双。陈雄再不质疑陈清的决定，陈家要真想造反，何须那10万铁骑？如今这情况，估计陈清随便一句话，夏承就得老老实实把皇位拱手让出。若有怠慢，不止夏氏皇族，整个大武王朝都得陪葬。虽不知陈清是在何时成长到这种恐怖境地，但那都不重要。陈雄以他为荣，感慨自己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德，拯救了起码1万生灵，否则怎会生出这么厉害的儿子？越想，这心里越是美滋滋，一高兴，挥手大赏全府上下，一起高兴回到青城宗。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上品法宝阵神识加1。夏清月已然将最后一枚6品丹药炼化，修为提升到了筑基巅峰，距离金丹境临门一脚。这修炼速度，陈清只能说不愧为天命女帝。自己要是不开挂，妥妥被吊打。好在他如今并非敌人，而是自己的夫人。夫人，这踏上修炼大道的感觉如何？陈清见夏清月睁开一对明显更加犀利、颇具神采的眼眸，问：很奇妙，感觉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我的修为能提升那么快，全是多亏夫君的丹药。夏清月并非是在说客套话，他真的很感激陈清。殊不知陈清从中获取的收益是那7枚丹药遥不可及的。光有修为可不够，想在修士中立足，夫人还需要一部强大的功法。陈清觉得是时候把冰天玄功传给夏清月了，很想知道送出一部天阶功法能返还何等品质的宠妻奖励。强大的功法，夏清月开口道：我已将傲视9连诀修炼到第1层。不够。陈清抬起手，指尖轻触夏清月的眉心。不够。不等夏清月去领悟陈清那番话的含义，便感受到一股陌生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涌入脑海当中。那是一部功法，一部名为冰天玄功的天阶下品功法。天阶功法，夏清月一脸难以置信，不敢相信陈清居然将这么贵重的功法送给了自己。
嘴上说再多，永远不如行动来得更加真切。陈清对夏清月越好，夏清月对他越有负罪感。思索半天，夏清月忽然拳头攥紧，一副下定决心的模样，激动开口，发自真心：清月此生绝不负你。日后若有人敢欺负夫君，我第一个不答应。那往后就有劳夫人保护我了，你可得快快变强。陈清笑道，感觉自己距离大地修为又近了一大步。好，我马上修炼。事不宜迟，夏清月立即闭目消化起陈清传授给自己的冰天玄功。陈清则召唤出系统面板，准备开讲。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魔圣体+1。又是圣体。陈清率先确认了一眼这天魔圣体在3000体质中的排名，比万剑圣体的第17名还要高出不少，处于第11名，距离前10的至尊圣体仅相差一步之遥。随后陈清又查看起这天魔圣体的作用，除了对修炼、体质、筋骨的提升外，天魔圣体还会随着觉醒者的变强不断变强，化作身外道体，体型无限制增加。身外道体实力、体型无限制增加，关于这一点还是十分吸引陈清的。两大圣体集于一身的陈清脑海中忍不住幻想起，有朝一日将世间3000体质全部汇于一身，会是何等画面。关闭系统面板，看一眼夏清月，他此时正周身寒气萦绕，气息拒人于千里之外，认真修炼着冰天玄功。稍微离近一点，这身上便会附上一层薄薄的寒霜，寒意刺骨。陈清见状，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趁此机会将这间炼丹室中的药材全部炼制为丹，送给夏清月修炼，同时刷取更大一笔宠妻奖励。说干就干，药柜一时间全部打开，大量药草如同一道道溪流朝丹炉涌来。青城宗首席丹师杜渊若是在场，必然会被惊掉下巴，毕竟在他的认知当中，同时炼制2枚不同的丹药已是闻所未闻，天方夜谭，更别说陈清此刻正同时炼制7、8种丹药。若非丹炉容纳范围有限，陈清倒是不介意同时炼制10几种丹药。悟性与9品至尊丹师相结合，对陈清来讲，这种事毫无难度可言。但他不知道的是，此事一旦被丹师联盟知晓，将对那些还在按照传统方式修炼的炼丹师们造成极大的理念冲击，以至于怀疑人生。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丹药就应该一种一种的炼制，别说同时炼制2种，甚至更多品类的丹药，单独炼制一种丹药，稍有差错，轻则毁丹，重则炸炉。陈清可不管这些，丹药不断的批量产出终身业。等夏清月将冰天玄功炼至第2层，感觉已经有些瓶颈的时候，决定先暂停一会儿，休息一下，将灵力收回丹田，平静沸腾的丹海。夏清月吐出一口悠长的蓝息，然后缓缓睁开双眸。这不睁不知道，一睁吓一跳。夏清月竟看到了满天星辰近在眼前，揉了揉眼，再去看，才发现那哪是什么星辰，分明是一枚又一枚浮空的丹药。丹药太多，夏清月没法去细数，粗略估计起码上千枚，品级最低也有3品，不乏6品存在，而且无一例外，全都有火焰色彩的丹纹涌动。夫人，你修炼完了，我这正好炼完最后一炉丹药。闻言，夏清月转身看去，目光就见五光十色的各种丹药自炉顶中飞出，与这丹海融为一体。确定好几种不同的丹药一起从丹炉中飞出，夏清月还是头一次听说和见证有人能一次炼制多种丹药，心说难道实力足够强就能做到这种事？对炼丹并不了解的他并未妄自评论，回应道，我已将夫君给我的冰天玄功修炼到了第2层，有些乏了，想先缓口气，顺便好好想想如何突破第3层的瓶颈。未来还长，夫人不必着急，一味追求速度容易走火入魔。陈清取出一个储物袋，将刚刚才亲手炼制的那数千枚丹药尽数吸入其中，跟着走至夏清月面前，牵起她的手，将储物袋放到了她的手心上。夫人，这些丹药你拿去用，用完了为夫再给你炼。多谢夫君。夏清月心中有多激动，全写在脸上，并未拒绝陈清的好意。他很清楚，想要实现先前对陈清的承诺，要变强，丹药必不可缺。夏清月将储物袋收入空间戒指中后，又道，夫君，我想找个地方试试傲视9连诀和冰天玄功。这个简单。陈清一口答应。离开炼丹室的路上，意念操控，打开只有自己才能看得见的系统面板，决定验收辛苦几个时辰换来的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3000体质10连抽机会+1，3000体质10连抽。陈清总感觉系统把自己刚才的心里话给听进去了，当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不过真要想什么来什么的话，陈清希望来个大地修为经验包。系统无言。当陈清决定使用3000体质10连抽机会时，眼角余光瞥见一直守在门外不曾离开过半步的丹师杜渊宗主刘武。
对于刘武所说天色已晚，可留宿一夜的提议，陈清婉拒了，打算找个地方给夏清月测试实力。闻言，刘武自是不做强求，为陈清的话马首是瞻，与杜渊一起拱手埋下脑袋，话音铿锵有力，恭送主人。等陈清、夏清月遇见飞远后，二人才如释重负般的放下手，抬起头。不多时，刘武二人来到炼丹室，被眼前发生的一幕险些惊掉下巴，全没了。杜渊倒不是心疼药材，而是在检查过丹炉后，一点废渣都没发现。不可置信地说，没有废渣残留，这么点时间，陈大师居然就把这炼丹室中的所有药材全部炼制成了丹药，这在丹世界相当于极品。刘武不会炼丹，这方面知之甚少，问得直接。他总觉得陈清的炼丹实力，从先前那游刃有余的炼丹过程，再结合眼下的一幕来看，绝不止6品那么简单。之前我还不太确定，但现在我非常确定，陈大师之所以炼制6品丹药，是因为这丹房中的药材只能炼制6品，而非他的实力止步于此。杜渊一句话更令刘武确定了心中的想法。依度丹师看，我家主人最有可能是几品丹师？刘武还是很好奇这个答案。9品至尊。杜渊一脸坚定，毫无玩笑态度，从未像此刻这般确定过一件事。九品至尊。听闻杜渊的话，刘武咽了咽口水。9品至尊丹师，整个大武王朝都找不出来一个，偌大的下界同样找不出来。18岁的9品至尊丹师，18岁的9品至尊丹师。刘武来回踱步，嘴里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随后千言万语化作一句，不愧是武主。要是先前杜渊还觉得刘武堂堂一宗之主，奉人为主，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但眼下杜渊只恨自己跪得不够快，更后悔自己先前满脑子都是拜师陈清，根本没想到除了拜师以外，还能奉其为主。而另一边，陈清正手搂着夏清月的纤纤细腰，驾驭飞剑，以神识覆盖天地，搜寻着合适用来给他当世刀石的对象。同时打开系统面板，切换背包功能，选中3000体质10连抽机会，确认使用，正在10连抽中，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刀体+1，3000体质排名500，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闪电体+1，3000体质排名98，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真凤体+1，3000体质排名14，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万毒圣体+1，3000体质排名10，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搬山体+1，3000体质排名800。这10连抽总体来讲，陈清还是赚的，前100的体质有3，不仅如此，还签到出了排名前10的万毒至尊圣体，修至巅峰，天下万毒汇聚一体，呼出一口气便可毒杀亿万生灵，亦可以毒弑神。关闭系统面板，陈清停住飞剑，不再前行。夏清月仰起头，疑惑地看着陈清。陈清主动解释道：“为夫替你找到个不错的对手。”好。初次对战，夏清月并未表现出丝毫恐惧，反而非常激动，热血沸腾。你若将其击杀，为夫再送你一份大奖，可祝你早日登顶至尊。陈清口中的大奖正是体质。体质抽出以后，储存在系统背包当中，陈清可选择自己绑定，也可赠送他人。正好借这件事找个由头，在夏清月身上刷波奖励，提前合理化。一言为定。夏清月眼中战意更胜之前。随后陈清操纵飞剑朝地面飞去，飞剑悬停，离地1尺，二人从上面走下，眼前赫然可见一山洞。你的对手就在里面。陈清示意道。好。夏清月咽了咽口水，深吸一口气，坚定决心后朝山洞走了过去，同时右手五指打开，悄然凝结出一朵琉璃般的冰莲，掌心大小。这人才刚接近洞门，山洞深处立马传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吼叫声，引起狂风呼啸。轰！风浪十分有力地扑打在身上，仿佛被一只手轻轻拂过。妖兽！夏清月瞳孔微缩，单从这咆哮声，他大概能想象得到，洞府内那藏身在漆黑当中的会是怎样一头庞然大物。说不慌，那绝对是假的。但想到陈清还在自己背后，夏清月又顿感安心不少。他不愿辜负陈清的期待，眼神又变得坚韧许多。接着洞府内传出沉重的脚步声，低吼拉近。下一刻，一头巨熊出现在夏清月的眼前，足有小山高。夏清月得将脑袋向上仰到极限，才能看见熊脸。巨熊伸出漆黑的利爪，猛地一掌朝夏清月如刀挥斩而来。夏清月见状，连忙将手中的冰莲发射出去，正中熊掌。旋即寒冰似有生命力一般，迅速生长蔓延，
覆盖转瞬冻结住巨熊的整条胳膊。巨熊则一挥熊掌砸在山壁上，想要以此破冰。殊不知破得了表面的冰，却破不了早已侵入皮肉之下，直达经脉骨髓的寒毒。很快，整条胳膊便不听使唤，从内部生长出一朵朵冰花，刺破皮肉，鲜血才刚流出，又被冻结。吼！巨熊发出凄厉的咆哮。很好，有效。夏清月则找准机会躲开巨熊的攻击，同时双手生出更多冰莲，朝那巨熊射去。冰莲接二连三命中巨熊，随着寒气不断的侵入，冰花早已覆盖满巨熊的身体，甚至从眼睛、嘴里、耳朵生出。不止如此，在看不到的地方，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也是一样。这杀敌手段还挺艺术。陈青看着那头完全被冰晶覆盖、修为在100年的巨熊，喃喃道：本以为这头巨熊应当足够给夏清月练手一段时间，没想到竟是单方面碾压，形容为虐杀也不为过。这便是天命女帝吗？仅仅筑基巅峰境变有这个实力，陈青不禁好奇，若假以时日，当夏清月迈入更高的境界，发挥出的实力又将何其恐怖。夫君，我赢了。夏清月长舒一口气，回到陈青面前，满脸微笑，那小表情像是做了好事，在等待长辈夸奖的孩童，写满期待。夫人真厉害。陈青抬起手轻抚夏清月的脑袋，摸头，我又不是小孩子。夏清月嘴上那么说，嘴角却是含笑。能得到陈青的认可，令他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在之后，陈青话不多说，决定将先前承诺夏清月的奖励给了。指尖装模作样地点在其眉心，同时打开系统面板，选中真凤体。是否将真凤体绑定目标对象夏清月？是，正在绑定中。绑定成功。思来想去，陈青觉得真凤体最为合适。至于更靠前的万毒至尊圣体，陈青打算自己留着，早已提前绑定。这是圣体，真凤圣体。我居然觉醒了圣体！激动之余，夏清月又反应过来，不对，这圣体是夫君你赐给我的。不错，陈青点头肯定。听见陈青的答复，夏清月人都懵了，第一次听说圣体还能赠送，不禁心问：我这夫君到底是何方神圣？夫君，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夏清月很清楚圣体意味着什么，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穷尽一生都无法获得的至宝。事情到这，夏清月甚至怀疑，就连自己能觉醒天阶极品灵根，也与陈青有着不小的关联。否则，怎么可能刚好就觉醒了顶级天赋？越想，心中对陈青的亏欠越多，感觉像这样一直接受他的好意，却什么都不做，很是过意不去。夫人真想为我做点什么？陈青看穿夏清月的心思，知晓她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毕竟身为天命女主，可以理解。夏清月轻轻点头，俏脸羞红。不知夫人可否亲我一口？陈青并未拐弯抹角，也没着急一口气吃成胖子。寻常女子还好，身为反派，想要拿下天命女帝，自然得一步一步来。开了这个头，日后很多事都会变得好办许多。常言道，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亲，亲你。夏清月美眸闪动光彩，心中的娇羞根本藏不住。不是没想过陈青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陈青见夏清月那脸蛋红扑扑的，像是熟透的水果，感觉轻轻一掐就能捏得出水来。正思考着这点要求是否还是有些操之过急时，夏清月声若细丝道：你闭上眼睛，有戏，全听夫人安排。陈青答应一声，站在原地缓缓闭上双眸。过了一会儿，陈青能感觉到右脸颊压下一抹柔软。可以了。夏清月的声音变得比之前还轻。陈青睁开眼，手指按在夏清月刚才亲过的地方。我还以为……夫君以为什么？没什么。陈青看夏清月那目光躲闪的害羞模样，知道光是亲脸已燃下了不小的决心，真要让他亲嘴，还不激动到语无伦次，又或者呆滞原地。而夏清月这边，陈青嘴上虽未明说，可他已是联想到了陈青想要表达的意思，含糊过去。尽管夏清月现在羞耻到了极点，陈青又没明说，他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想到陈青就连现在依然如此考虑，顾及自己的感受，再加上那一份又一份丝毫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大礼，夏清月愧疚之心强烈。意识到后，夏清月也觉得光是亲脸太幼稚了，更何况自己与他之间还是夫妻关系。对，我和他之间是夫妻，夫妻亲嘴是很正常的事，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好害羞。夏清月找到说服自己的点，在说服别人之前，他先说服了自己。夫君，请你再闭下眼。又闭。正准备调出系统面板查看赠送圣体奖励的陈青，
听到这番话从夏清月口中说出，不禁心生困惑。好，在想明白之前，他先按照夏清月说的闭上了眼睛。这一次，那抹熟悉的柔软从嘴上传递而来。陈清睁开眼，面露意外之色。夫人，天色不早，我们赶紧回去吧。夏清月抬起手，话音微微发抖，打断了陈清的话。感觉再继续这个话题的话，自己真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躲着，直到冷静下来。没地缝，那就现挖一个。对如今身为修士的他来讲，想要做到这种事并不难。看着夏清月那楚楚动人、惹人喜爱的模样，陈清忽然觉得与这样一个女子仗剑天涯，共赴未来繁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走，你们走不了。陈清刚开口，话还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一旁率先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夏清月迅速平静下来，眼神中随之替换上一抹冰冷。循声看去，7、8名身穿练功服的弟子从树后走了出来，手持刀剑。美人，老老实实把你方才使用的功法交出来，再为本公子种下奴印，可保性命。为首之人说着，不忘显露出高于夏清月的金丹境威压。他看出夏清月只有筑基巅峰境实力，再加上人多势众，才会对夏清月拥有的地阶功法动了歪心思。至于陈清，一个面对妖兽只能躲在女人背后苟活的弱鸡，还不值得他在意。神识覆盖下，陈清早发现了这群人，只是没想到他们并非路过，还敢惦记自己的女人。抬手同时，一只数10丈宽的大手自虚空中伸出，仅是存在便压迫的众弟子喘不过气来，膝盖砸在地上，如同落地生根。分神境，为首弟子大惊失色，哪里想得到自己认为的小白脸竟是一位拥有分神境修为的高人，还想开口求饶，却是目睹头顶的大手轰然落下。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压根没给他们开口求饶辩解的机会。一群人连同周遭的树木皆在那大手之下湮灭，化作粉末，留下一道几丈深的掌印。夏清月站在旁边，视线向下看去，震惊于陈清的强大，只是随手一击就能造成如此恐怖的破坏。看向陈清的眼神多出几分仰慕。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夏清月私以为将英雄与美人2字互换个位置也没任何问题。接着派出去的银魁又重返陈清的影子当中，以跪地姿态从中浮现，双手奉上7个储物袋。陈清看了眼夏清月，想问问他要不要开盲袋。夏清月则一个劲地摇晃脑袋，全身上下都写满拒绝2字。陈清知道他这是还没忘记上一次开储物袋的心理阴影。也罢，我来。陈清不强求，手掌向上一抛，7个储物袋浮空，自己打开，丹药、灵石、珠宝、武器自其中飘出。丹药、灵石乃至是珠宝、武器这些东西，陈清自然是瞧不上的。不过其中有一件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卷羊皮纸，像是地图。陈清抬起手，那卷羊皮纸自动飞到他的手中，拆开红绳，展开羊皮纸，还真是地图。天元秘境，看位置，貌似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夏清月凑近观察，得出结论。陈清则转身看向熊洞，笑道：难怪这些家伙会出现在这种地方，那秘境入口就在这洞府之中。夫人，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陈清将决定权交给夏清月，秘境可遇不可求，往往隐藏着天大的机缘，机不可失。夏清月的态度很明确，不想浪费这个送上门的大机缘。行，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免得又被人打扰。陈清还未去过秘境，好奇所谓的秘境都有些什么。好，夏清月答应一声，2人一同朝洞府深处走去，身影逐渐没入到黑暗之中。依靠神识，即使洞内没有半点光源，他们也能畅通无阻。很快，他们便来到洞府最深处，前方无路，只有一块高大的黑石碑静静矗立。开眼识破，陈清清晰看到，在那黑石碑中刻印有一道传送阵法。陈清释放出一道细如发丝的灵力，催动阵法运转，一道阵法图显现出来，闪耀蔚蓝色光芒，旋即开启一道回旋流转的传送门。进入此门，便能通往天元秘境。陈清做出说明。呼，夏清月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地看向陈清。夫君，我准备好了。看到陈清抬起的手，夏清月心领神会，将手重叠在了陈清的手上。陈清武指顺着夏清月的指缝轻轻一握，夏清月虽羞涩，却也有样学样，与陈清十指紧扣。在之后，2人共同进入传送门中，转眼就来到了另外一方世界，同样地处山林之中。不同的是，这里面的灵气可比外界要充足太多太多，好浓郁的灵气。夏清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感觉在这里面修炼的话，修行速度应该会提升不少。先找机缘，等找到机缘再修炼也不迟。陈清说着自己的打算，全凭夫君做主。夏清月很清楚，
身在陌生的环境，听强者的话，准没错。一路四处探索之际，陈清将神识覆盖范围开到最大，一丁点风吹草动都难逃他的法眼。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陈清召唤出系统面板，红点一直提醒宠妻奖励还没领取。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顿悟次数加10。顿悟次数，陈清知道顿悟这个概念，只是不确定系统所谓的顿悟与自己了解的顿悟是否为同一个意思。查看过详情介绍后，才知晓这顿悟次数有多逆天。使用一次，不仅能瞬间将任何品级的功法修炼到大圆满境界，更能轻松破境，乃至冲击瓶颈，甚至还能用于结合自身情况。顿悟属于自己的专属功法，使用方式多种多样，无穷无尽，在关键时刻能发挥大作用。继续往下查看，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神兵，人皇枪，天阶，而且还是极品神兵，关键还是枪兵，正好可以搭配陈清先前从至尊谷中获得的独特宝术万龙枪法。这2件奖励，陈清个人都挺满意的。关闭系统面板，陈清的注意力很快便被其他东西吸引去，一大片高阶药草，最次也有3品。天哪，真不愧是秘境，居然有那么多灵草。正式踏入修炼大道后，这些原本在夏清月眼中普普通通的花草，已是充满灵韵，确实很多。陈清赞同道，这一眼望去，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是杂草呢。夫君，我们赶紧分头采摘吧，有了这些，应该够你炼制不少丹药了。夏清月提议。陈清点头答应。夫君，手。夏清月小声提醒。手。听他这么一说，陈清随后才迟钝地反应过来，从进入秘境到现在，自己的手还与夏清月食指紧扣着，难得有机会能牵夫人的手，当真舍不得松开。陈清叹，哪有那么夸张，夫君若想牵，随时牵便是。夏清月顺着陈清的话往下说，一言为定。陈清则把握住机会，一口答应下来。夏清月总觉得哪不对劲，又说不上来，索性不去多想，开始忙碌于采摘药草，一株一株放入空间戒指。陈清见状也加入到其中，灵草十分娇弱，必须小心对待才行。与此同时，外界大芒山，呼，叶枫双手抬起，缓缓落至丹田，平稳气息。今日努力修炼1天，他自认为收获满满。打开系统面板，见每日签到次数已更新，祈祷千万别再签到那种需要用自残来换取强大的功法了。说罢，还不忘嫌弃的看一眼被丢在角落的那部葵花宝典，再接着抬起手点击签到按钮。正在签到中，叶枫连忙闭上眼睛，良久才敢试探性睁开，一行文字逐渐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死士+1。死士，叶枫当然知道什么是死士，只是另有担心的是，点击查看详情介绍，急于想要确定。在看清结果后，顿时长舒一口气，欣喜道：没想到竟是一尊拥有出窍境巅峰实力的死士。好啊，比我如今的实力都强了。叶枫很清楚，出窍境的修士在大武王朝中有着怎样的话语权，有些宗门的宗主都未必有他手里的这尊死士强大。想到这，叶枫更是乐开了花。可惜数量有点少，要是能签到几百上千个这样的死士，我岂不是无敌了？最起码也能打造一方顶级势力。修为稳中向好，不断精进，又有各种超凡奖励，每日签到获得，叶枫感觉待自己出关那日必定一鸣惊人，名动天玄大陆。殊不知，像是这样的死士，身为他宿敌的陈清早已签到2万尊，且只多不少。就在叶枫沾沾自喜，再次进入修炼状态，期待明日又能签到出怎样强大的奖励时，陈清、夏清月2人已是将一眼能望见的所有药草全部完成采摘。呼，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夏清月庆幸自己现在是个修士，要是以先前那副羸弱的身躯，只怕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辛苦夫人了，来吃口果子，补充水分。陈清递出一枚梨形的果子，好漂亮的果子。夏清月也不管陈清是从哪得来的，闻了闻，很香，咬了一口，又脆又甜。果子不大，汁水却是非常丰富，一口下去满口爆汁，没几口就被夏清月吃了个干净。等等，我怎么感觉夏清月形容不出这是种怎样的感觉？反正在吃完那枚果子后，一股能量在体内变得强大不少。夫君，这到底是什么果子啊？夏清月耐不住好奇问。寿元果。陈清回应道。寿元果？难道我体内增加的那股能量是寿元？夏清月恍然大悟。不错。陈清点点头，这一枚寿元果服用后可增加100年寿元。
服用1枚就能增加100年寿元。夏清月睛大双眸，多少人穷尽一生追求的长生之法，只靠1枚果子便可轻松做到，这是夏清月此前未能料想得到的。夫君，你怎么不早说啊？这么珍贵的东西，哪能用来解渴？夏清月猛然反应过来，其实也没多珍贵，夫人若是觉得口渴，我这还有很多。陈清随手又取出10几枚寿元果，夏清月话到嘴边，看着那足够增加上千年寿命的寿元果，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00，好吗？这下更多了。陈清心中暗暗吐槽，不用了，我现在不渴，寿命也够用，你自己留着吧。夏清月婉拒道，这价值100年寿命的寿元果，他吃1颗就够压力山大的了。行，我先留着，夫人想吃了，管够。陈清实话实说，并无半点吹嘘成分，真管够。好，夏清月强颜欢笑，他还想说点什么，却见陈清面色骤然一变，眼神中多出几分锐利，看得夏清月不由战栗，大手一抓，在下一刻，手中多出一条细小的黑蛇，蛇眼翠绿，黑蛇张嘴吐出一口黑气，冲散在陈清的脸上。跟着一道笑声传出，你已中了老夫的噬心之毒，要想活命，就乖乖照老夫说的去做。陈清并未理会那名阴森苍老的声音，五指用力一捏，那黑蛇的翠绿双眼直接爆了出来，当场死亡。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杀害老夫精心养育的灵宠！老者明显不高兴，全写在脸上。不过很快他又平静下来，觉得陈清会有怨气很正常，毕竟这世上又有几人喜欢被坑呢？一条灵宠而已，大不了日后再培养就是了。老者当下想的是尽量多从陈清身上捞取好处，于是开口道，小子，老夫对你身上的寿元果很感兴趣，交出来吧。见陈清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老者再道，你中的可是噬心之毒，此毒只有我能解，一炷香内若无解药，你便会肠穿肚烂而死。他说出这番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陈清，好让他知道他的性命在自己手上握着，想要活命就必须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不容反抗。闻言，夏清月一时慌了神，没想到这天元秘境原来不止一个传送入口，知晓能进入秘境之人再简单也简单不到哪里去，担心陈清真会被他下的阴毒所伤。陈清则呵呵一笑，你倒是自信。不等老者继续吹嘘自己的毒有多厉害，就见陈清五指打开，一丝丝漆黑如墨的毒液在掌心上汇聚，缠绕成球。这怎么可能？身为炼制者的老者又岂会不知，陈清手上汇聚的那团雾状黑球，正是自己先前对他所下的噬心之毒。你也是毒修？除此之外，老者实在想不到其他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原来夫君还是个毒修。这下夏清月总算明白，为何那被老者吹得天花乱坠的噬心之毒会对陈清毫无成效了。意外？一点不意外。陈清有再多天赋，如今的夏清月都不会觉得意外了，反倒觉得他就应该全知全能，这才是他，这样才配得上他。陈清丝毫不知，如今的自己在夏清月眼中竟会是这般形象。反观老者已是虚汗溢出，从脸庞不时滑落，脸上完全没有了先前的轻松，神色复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心知肚明，再这样下去，别说拿到寿元果，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难说，必须得尽快解决掉这2个小娃娃才行。抱着这一想法，老者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将灵力灌注入右手上抓握住的蛇头杖中，举起，重重一杵的，接着一道飓风如柱拔地而起，砰的一声破散后，显露出其中的紫色巨蛇虚影。老者以灵力变化这条毒蛇，举杖向前一指，那巨蛇虚影立马张开血盆大口，朝向陈清弹射过去。面对这送上门滋养万毒至尊圣体的机会，陈清自是来者不拒，五指打开，如同黑洞，在巨蛇虚影接近的瞬间，将其转眼吞噬殆尽。圣体，而且还是我独修一脉的第一圣体，万毒圣体。老者大惊，这是他做梦都想拥有的天大机缘。曾一度以为万毒圣体压根不存在，是千万年前的修士编造出来的谎言。现今当心心念念已久的万毒圣体真出现在他眼前，老者却是一点笑不出来，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命不久矣。而陈清这边在将毒蛇吸收后，不仅增强了万毒圣体，还顺便掌握了这门毒术。挥手间，掌心释放出9条毒蛇虚影，从手臂粗细，最终化作100丈巨躯，张开血盆大口，俯视包围老者。老者瞪大双眼，嘴巴更是张大到能塞下一整个拳头，双腿一软，跪坐在地上。陈清可不管那么多，没给他多余的思考时间。轰！9蛇同时吐出黑雾，如瀑冲刷在老者的身上，血肉之躯
又如何抵挡得了这加强了万倍不止的剧毒血肉迅速蒸发，只剩下一具森白的枯骨，最后更是连枯骨都不剩下，被腐蚀殆尽。好恐怖的杀人手段！咕嘟，夏清月看得正神，咽了咽唾沫，随即陈清五指一握，将那9条百丈毒蛇全部瓦解。银魁将老者的遗物带回，双手奉上，是一枚空间戒指。陈清将神识注入其中后，略微惊讶：嚯，这老东西搜刮的宝贝不少啊！粗略估算，这些资源够普通人修炼10几年了。陈清毫不吝啬地将空间戒指交给夏清月：“这些东西我用不上，夫人你拿去。”多谢夫君。夏清月老老实实收下。正如陈清所说，那些东西他确实用不上，不如借花献佛，刷波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10000。得亏叶枫还处在闭关状态，不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否则若是知道自己引以为傲的出窍境巅峰死士陈清随随便便又获得1万尊，指定的怀疑人生，外加吐血3声。老者出现的小插曲并未影响到二人继续探索天元秘境。转眼来到森林更深处，这是灵泉池。夏清月恍然大悟，难怪这一路上灵气的浓郁度一直在增加，这应该也属于秘境机缘的一种吧。夏清月目光转向陈清，陈清开口道：“若是在这灵泉池中修炼速度起码是外界的5倍。5倍修炼速度？”夏清月被惊到了。那我们，夫人先去，我在这附近设下结界。陈清可不想外人看见自家夫人失身的画面。好，辛苦夫君了。在目睹夏清月走入灵泉池中后，陈清双手快速结印，越来越快，快到模糊，伴随一声铿锵有力的阵起2字，地阶上品阵法困龙阵迅速覆盖方圆10里。确认一切无误，陈清也脱掉鞋袜，走进灵泉池中。池水并不深，将没过脚腕。陈清来到灵气池灵气最为充裕的池中央，盘腿坐下，与夏清月间隔不远。不仅是夏清月对5倍修炼速度感兴趣，陈清一样兴趣颇丰。这种机会确实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更重要的是，悟性多重圣体结合天阶极品灵根，陈清所能享受到的修炼速度提升绝对不止区5倍。事不宜迟，立即进入修炼状态，增修为修万龙枪法、修天阶功法，3心2意。对别人兴许是贬义词，对陈清而言则是信手拈来。不多时，一道威能以陈清为中心迸发出去。夏清月没有睁眼，眉心微微皱起，夫君这么快就突破了，顿感压力山大。饶是被人称作顶级天才的他，在面对陈清这恐怖的天赋时，照样不免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夏清月唯一能做的，只有拼命努力修炼，尝试追赶上陈清。不说与他肩并肩，起码要做到能望见他的背影，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陈清已是连破3境，修为境界来到分神境7层。夏清月进度稍慢，却也成功突破到金丹境，朝金丹境2层不断发起冲击。他们这边一切稳中向好，而其余同样身处在天元秘境当中的外界来人，却注意到了困龙阵的存在。阵法，而且是地阶上品阵法，有高级阵法师也进入了天元秘境，能让对方用地阶阵法保护的东西，一定是顶级至宝。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像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将顶级至宝带走吗？这时有人提议，地阶阵法虽强，可我们人多势众，又是各宗的天骄弟子，不如联手破阵，等拿下至宝后再进行平分，如何？其余人你看我，我看你，深知单独破阵可能性微乎其微，除了联手破阵外别无选择。表态答应的人一个接一个，这些声音被10里开外正身处灵泉池中疯狂修炼精进修为的陈清一字不落全部听在耳中。既然他们喜欢找死，陈清不介意拿这些人的血气养刀。7星刀距离点亮7颗刀心，可还有着不小一段距离。感知范围下，陈清扫了一圈，那些家伙大部分与自己属于同龄人，从修为境界上结合年龄以及他们身上的穿着来看，必定是各自宗门内能叫得上名字的天骄。陈清仔细确认了一眼他们练功服上绣有的宗门图腾，并无任何记忆，想着多半是大武王朝外的宗门势力，虽为天骄，却不够资格让陈清把他们视作威胁。上百人中实力最强的也不过金丹境，即便其中有少数几名同行刻意隐藏气息的老家伙达到了元婴境和出窍境，差别依旧不大，都是动动手指一招就能完成秒杀的货色。下一刻，一尊银魁自陈清身下的影子分化出去，携带上7星刀，决定前去收割血气，以用于加快点亮刀心。实力越强大的修士所能够贡献的血气越多，这么点人虽不够点亮刀心，但陈清深知积少成多的道理，送上门来的血气没理由拒之门外。安排好一切后，陈清看了眼正对而坐专心吸收灵气忙于增进修为的夏清月，
很快也闭目进入了状态，疯狂吞吸炼化灵泉池中所蕴含的大量灵气。另一边，银魁潜行于阴影当中，迅速跨越距离，来到困龙大阵外，融入了其中一名弟子的影子。那名弟子对此毫无察觉，此刻嘴里正大喘着粗气。不行啊，咱们那么多人轮番攻击，竟连半点损伤都没能造成，太硬了。要不还是先各自回宗，请长老们出手吧。人生首次面对阵法师，在亲身经历过后，他们方才意识到自己远远低估了阵法师的强大。殊不知这阵法尚未完全开启，真要完全打开的话，随随便便一道攻击便能令他们顷刻魂飞魄散，尸骨无存。陈清之所以没那么做，是担心下手太重，浪费了即将到手的血气，所以才专门派出银魁。此刻困龙大阵的主要作用还是阻拦外人进入，避免妨碍到自己与夏清月修炼。当然也可以说的再难听点，以这些弟子当前的实力，连入阵触发阵法灭杀机制的资格都不具备。众人正思索着青年的话，犹豫着是否要回宗求援。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道惊恐的声音：你是谁？其余人闻言纷纷扭头看去目光，然后就见银魁自青年的影子里一跃而出，手持七星刀，一刀干脆利落地抹了他的喉咙，鲜血溅射旁人一脸，双眼紧闭，虎躯猛地一震，能清晰感受得到糊在脸上的厚一层血浆正缓缓向下流动。紧跟着他们又目睹那些鲜血如同飘荡的红沙，一道接一道主动朝七星刀飞去，被吸收，直至那名青年弟子的尸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瘦，完全化作一具皮包骨。邪修，是邪修手段，邪修入侵了天元秘境，快回去通知长老。这些年轻天骄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认定对方是邪修无疑，一时间惊恐声四起，各自奔逃。他们没记错的话，那名被杀害的青年弟子有着少说金丹境的实力，金丹境都被银魁这般轻描淡写的一刀杀了，他们又岂敢与之为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的一切挣扎无一例外皆是徒劳。银魁杀伐速度极快，利用影子完成弟子与弟子间的快速传送，每一次传送就代表着一人陨落，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4品赤霄丹加1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龙血加10。陈清贤系统一直在耳边刷新，影响修炼，于是选择屏蔽，让他自己一边刷去，直接把奖励存入系统背包，有空再研究。回到阵法外，仅片刻功夫，方才还自信扬言要破阵夺宝的那诸多势力天骄，如今已是化作遍地枯骨，血气被七星刀吸收殆尽，毫无生机，稍微触碰一下便直接化作一地散沙。要问那些刻意隐藏自身气息的长老为何不出手制止银魁？一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他们来不及反应；二是银魁虽未显露真实修为，却不妨碍他们认清差距，心照不宣，贸然出手，结果只会是让地上再多出几具尸体。弟子重要还是自己的狗命重要？无疑是后者。他们转身想要逃离此地，各自返回己方宗门在秘境内建立的分宗，决定将此事汇报上去，请其余长老定夺。只是这迈出去的前脚还未来得及落地，一抹冰冷的寒光已是穿透胸膛刺出。银魁严格执行陈清的命令，在场之人一个不留不好。被他发现了，其余长老自知逃不掉，只能一一现身，不再将灵力耗费在隐藏气息这件事上。汗颜道：我等鲁莽惊扰了前辈，还请前辈大人有大量，网开一面，我乃青龙阁内院长。这话自然不是说给银魁听的，而是银魁背后的陈清。陈清根本没兴趣听他废话，银魁更不打算浪费时间，顺身逼近，快速出刀，寒芒一闪，头颅顿时冲天而起，血涌如注。其余长老见状，知晓陈清这是嗜杀成性，不愿放过自己。该死的魔修，老夫与你拼了！我等联手，一定能杀出一条生路。有人振臂高呼，自然就有人响应，一个个暴气如潮，灵威震荡出去。银魁则淡定抬起未持刀的左手，轻轻向下一落，一股更为强势的威压精准落在了每一个人的头顶，身躯生生被一只看不见的无形大手死死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陷入泥地。瞪大双眸，瞳孔震颤，艰难开口，出鞘境巅峰。在之后，银魁一一出手，将这些宗门长老处死，让七星刀吸干他们的血气。做完这一切，还不忘收集地上散落的空间戒指、储物袋，给陈清带回去。身在机缘遍地的秘境，这一个个储物法宝中的宝贝绝对不会少，相当于寻宝鼠，费尽心机，结果成全了陈清。当银魁带着战利品回到陈清的影子，陈清缓缓睁开眼，此时他的修为不多不少，已是提升了2个小境界。
来到分神境9层，距离合体境只差跨越一道瓶颈。换做其他人，像这样从一个境界跨越到另外一个大境界，稍有差错，不仅会突破失败，轻则跌境，重则走火入魔。当然，这种情况下，倘若陈清愿意使用顿悟次数的话，可100%轻松跨越瓶颈，突破一个大境界。不过，以陈清如今的修为悟性来讲，突破一个小小的合体境，还用不着浪费一次顿悟次数。看着丹溪跪拜在面前，低垂脑袋，双手捧着一大捧储物袋、空间戒指的银魁，陈清刚准备伸手接下，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的气息，扭头看去，只见夏清月周身原本萦绕的蔚蓝灵气，竟多出一丝丝黑红色的魔气。不好，这是要走火入魔。陈清见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理会储物袋和空间戒指，立即输送灵力为夏清月护道，平稳气息。伴随着那一丝丝魔气逐渐减淡消失，夏清月紧蹙的眉头一点点舒展开。魔气完全消失后，他周身萦绕的灵气变得更加强盛。陈清知道夏清月这是成功避免走火入魔，突破了。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修为经验包+1。夏清月缓缓睁开凤眸，然后就对视上陈清那掺杂着怒气的眼神。夏清月立马心虚的低下脑袋，跟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似的，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若非我及时发现，你这会儿恐怕已经走火入魔了。陈清斥责道。夫君，我错了。夏清月并未狡辩，乖乖认错道歉。过程中他当然也有感觉，有种身体陷在沼泽之中，一点点下沉，无法自拔的既视感。就在他万般无奈，深感绝望之际，一只有力的大手伸出，将他拉出了泥潭。随后夏清月看清了那张脸，不是别人，正是陈清。见陈清不说话，还是一脸怨气未消的模样，夏清月担心的同时，心中又有一股暖流淌过，明白陈清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在乎自己，但要怎么平息陈清的怒火，却成了困扰夏清月的一道难题。这时夏清月脑海中忽然想起母后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叫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夏清月走进陈清，牵起他的手，轻轻摇晃道：夫君，我真的知道错了，下次不会这样了。看着夏清月那一脸真诚求饶的表情，陈清正打算说点什么，夏清月却忽然凑近上来，在陈清的脸颊上蜻蜓点水一下，然后如闪电般快速后撤半步，娇滴滴地说：夫君，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吗？看着未来的天命女帝努力地向自己撒娇求饶，陈清这笑容终究是没能按捺得住，旋即迅速收敛，故作严肃道：下不为例，多谢夫君。夏清月莞尔一笑，倾国倾城，若非贵为公主殿下，绝对会被人称作红颜祸水，祸国殃民。记住，下不为例。陈清再三强调。夏清月快速点着脑袋，一口答应。说说看，好端端的怎会走火入魔？陈清询问起缘由。可以不说吗？夏清月有些羞于启齿。不行，必须说。陈清态度强硬，不找准问题，以后怎么避免？好吧。夏清月怯生生表示，夫君修炼速度太快，我一时情急，所以才会。得知真相的陈清先是一愣，随后没忍住笑出声来。感情是为了追赶自己，才导致没能控制的好灵力险些走火入魔。夫人想超越我？陈清问。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夏清月摇摇头，我只是不想被夫君甩太远。傻瓜，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陈清一句话令夏清月美眸颤动，心中好似小鹿乱撞，心跳不由得加速，越来越响，最后甚至仿佛有人在耳边擂鼓。简简单单一句话，却是正中夏清月的心巴。夫君，千言万语汇聚在夏清月的嘴边，却是不知该如何说出口。行了，不说这个，我这有份东西要给你。陈清抬起手，食指指尖点在夏清月的眉心，同时打开系统面板，选中刚刚才获得还新鲜着的那个修为经验包。是否对目标对象夏清月使用修为经验包？使用。修为经验包正在使用中。使用成功。下一刻，夏清月周身灵气迅速沸腾，不断膨胀，修为一秒一进向上增加着。我突破到元婴境了。不对，我又突破到出窍境了。夏清月又惊又喜，一脸茫然地看向陈清。很清楚，即便灵泉池再怎样加快修炼速度，也不可能让自己一下提升2个大境界。这时他脑海中忽然蹦出2个字：传功。夏清月记得，这世上众多提升境界的方式里就有传功，一个人把自身修为传给其他人，以此达到令对方快速提升境界的目的。夫君，你为何要自损修为，帮我提升境界呢？我不要，你快拿回去。夏清月眼中泛起微弱的涟漪。
陈清对他实在太好，夏清月总觉得无法承受。送出去的修为，泼出去的水，哪有收回的道理？陈清开口表示，我确实很希望早日变强，但我不想靠伤害夫君为前提变强。夏清月表明心意，放心，这点修为对为夫而言不足挂齿。陈清敢这么说，自然有他的自信。没错，正是系统的宠妻奖励，送出去多少修为，成倍返还。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双倍修为经验包+1。可以的话，陈清还想将这个双倍修为经验包送给夏清月，但选项却是灰色的，意识到这是系统担心被卡 bug， 一直刷修为经验包，不停地提升品级。不过对现如今的陈清来讲，双倍修为经验包也足够提升不小的境界了。确认使用双倍修为经验包，正在使用双倍修为经验包中，双倍修为经验包使用成功。伴随系统话音落下，陈清的修为立马来到合体境巅峰，转眼又提升到了渡劫境巅峰。这双倍修为经验包一下让陈清的修为上升了2个大境界，不能说赚，而是血赚，赚爆了。不仅提升了夏清月对自己的情谊，还提升了一大截修为境界，一举多得。接着陈清又打开系统背包，查看了一眼先前银魁斩杀那些弟子的宠妻奖励，最后一眼没记错的话，有看到龙血2字。陈清先前有将真凤体送给夏清月，虽不是凤凰血，但同为圣兽血脉，龙血同样能用于提升夏清月的体质。想到这，陈清取出一份装在透明琉璃瓶中的龙血。夫君，这是什么？看着那瓶内轻轻摇晃，血红，还带有丝丝璀璨金色的液体，夏清月好奇问：龙血可用于提升你的真凤圣体。说着，陈清将手中的龙血递出。夏清月接过龙血，砰的一声打开瓶塞，张口就打算一饮而尽。哎，这不是喝的，你将其吸收炼化即可。陈清见状，连忙出声制止。原来如此。夏清月尴尬一笑，旋即按照陈清说的，开始像吸收灵气那样吸收瓶中的龙血。陈清手上还握有不少龙血，他并未着急去吸收炼化，而是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起送出一瓶龙血的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强化卡+1。银魁还能强化，这倒是让陈清有些没想到。不过就一张，系统你会不会太抠了点？陈清心中不禁抱怨起来，叹息一声，默默自我安慰，算了，一张就一张吧，总比没有好，谁还没个运气不好的时候呢？跟着点击使用银魁强化卡，正在使用银魁强化卡中，银魁强化卡使用成功。在下一刻，陈清面前的系统面板上浮现出几行文字，类似重甲银魁、刺客银魁、弓箭手银魁，后面还跟随着一串串数字，加起来正好是陈清如今拥有的银魁总数。集体强化，陈清这才发现自己误会系统了。强化卡可随机改变银魁的兵种，重甲银魁主防御，刺客银魁不仅行动迅猛，伤害也是高的出奇，弓箭手银魁则擅长远距离作战，不错不错。陈清非常满意这一奖励。夫君。闻言，刚刚才将龙血完全吸收殆尽的夏清月投来疑惑之色。我是说，夫人天资卓越，这么快就把龙血全部炼化了。陈清找补道。再问，你现在感觉如何？力量又提升了不少，圣体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夏清月在修炼这件事上还是个小白，相关词汇量不多，只能尽可能表达清楚心中所想。那好，再来一瓶。陈清又取出一瓶龙血，怎能放过这个刷取宠妻奖励的机会啊！龙在夏清月看来属于圣兽，下界早已绝迹。传言龙身上全身是宝，哪怕万年前的一片龙鳞都能拍卖出天价。可陈清却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瓶又一瓶龙血。这时夏清月忽然回想起之前在青城宗有目睹陈清御龙飞天的霸道画面，握紧手中的龙血，试探性问：夫君，这些龙血该不会是你从那条灵宠身上抽出来的吧？灵宠？陈清紧跟着才反应过来，夏清月嘴里提到的灵宠应当是九幽不死龙。既然夏清月已经为自己找好理由，陈清借坡下驴道：不错，正是，他不差这点血，你放心用，不够为夫再去抽。夏清月想了一下，九幽不死龙那么大的身躯，确实不可能会差手里这点龙血。九幽不死龙既是陈清的一片苦心，再加上自己确实急需提升实力报答他，夏清月点点头，再次吸收炼化起龙血。同时夏清月的话也启发了陈清，九幽不死龙的龙血应该比系统奖励的龙血品质还要高吧？若真是如此的话，陈清想着，不死龙不死龙既不死，那岂不是直接实现了龙血自由？但转念再一想，不死归不死，这龙血抽多了，
必然会修为跌落，摇晃摇晃脑袋，不再去胡思乱想。陈清再次打开系统面板，查看其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20000。注：该批次银魁已自动随机兵种2万银魁。陈清感觉再这样下去，自己都要凑齐10万银魁大军了。最重要的是，他临时起意查看了一眼强化卡给银魁带来的提升，远不止兵种升级，还有修为境界。如今银魁的修为境界已是从当初的出窍境巅峰提升了整整一个大境界，来到分神境巅峰，5万分神境，且100%忠诚的傀儡。此事一旦传出，陈清不敢想象世人与各大王朝以及势力之间会如何看待自己。但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不久前身为天命主角的叶枫还因为签到出一名出窍境巅峰修为的死士，沾沾自喜，自诩接近无敌。夫君，没等夏清月把话说完，陈清又递出一瓶龙血，再来一瓶，我关夫人就快突破了。陈清胡诌道，他其实什么也没看出来，单纯为了刷宠妻奖励。好，夏清月收下龙血，照做。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00。夫君，我再来一瓶。陈清再次抢先道，就快突破了。陈清就这样刷起一笔又一笔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顿悟次数加1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至尊圣体时空圣体加1。3000体质榜排名6，又一道圣体，而且还是排名前10的至尊圣体。单凭时空2字，陈清已然不难想象得到其的强大妙用。可很快，他的注意力便不受控制的被专注修炼的夏清月吸引而去。只见他周身毫无征兆的燃起熊熊烈火。陈清并未着急出手灭火，因为他并不觉得包裹夏清月的火焰是个威胁。观夏清月的面色，也确实看不出半点痛苦。难不成还真让我阴差阳错说对了，真要突破？陈清不由往这个方面去联想。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想错。紧接着便能看到伴随一声响彻天地的凤鸣，那火焰竟化作遮天蔽日的火凤，直冲云霄，在头顶盘旋。目睹这凤凰现世，七彩神光照耀天地的宏大画面，陈清猜测多半是龙血激活了真凤圣体。不多时，夏清月缓缓睁开双眼，至于体外原本覆盖的那层橙红火焰，早已被他完成吸收。夏清月站起身，也注意到了头顶洒下的七色光芒，抬眸望去，当看见那盘旋于天穹之上的凤凰时，也是不由得露出一抹吃惊之色。凤凰，不必担心，这凤凰源自你所拥有的真凤圣体。陈清做出解释。真凤圣体，原来都是真的。夏清月后知后觉什么真的？陈清追问。夏清月不做隐瞒，将自己修炼时神识进入一方神秘天地，遇见不死凤凰的事全盘托出。除此之外，夏清月还获得了不死凤凰的祝福。根据不死凤凰所说，我似乎能在濒死之际获得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听闻夏清月的话，陈清思索道，相当于额外增加了一条生命啊，这一点倒是不错。老实说，就连陈清自己也没想到真凤圣体还有这样一层妙用。庆幸把这真凤圣体给了夏清月，否则拥有不死不灭体的自己拿着涅槃重生的机会也没用，白白浪费。若非夫君，清月也不会有此机缘。夏清月知道这一切都是陈清的功劳，笃定若非陈清，别说圣体又或者涅槃重生的机会，自己这辈子估计都不会踏上修炼大道，普普通通度过凡人的一生。夫人太客气了，这灵泉池中灵气还剩下不少，你我抓紧炼化，再去寻找别的机缘。陈清提议。好。夏清月照做，很快进入修炼状态。陈清则取出最后一瓶龙血，给自己留了一份，决定碰碰运气，看自己能否也像夏清月那样，在炼化龙血后获得特殊的提升。当整瓶血气全部被吸收炼化后，不能说没有提升，体魄、气血、修为全面上涨，只不过没有像是涅槃重生机会这样的特殊提升罢了。陈清懂得知足者常乐的道理，不去计较，抓紧吸收炼化灵泉池中蕴含的灵气，争取在灵气被耗尽之前，将修为从度劫9层提升到大成。这最年轻大帝的称号，他倒是不介意争上一争。时间如梭，夏清月成功在灵泉池枯竭之前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微微睁开眼看向陈清。见他还在修炼，夏清月并未出声打扰，就那么看着他，难得能有机会像这样去光明正大地直视陈清的脸。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玉树临风之类的词语源源不断地自脑海当中产生。只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夏清月再也不会质疑这一切是否是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
他无法否定，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至于另外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陈清的雀声的英俊非凡，气若谪仙。看着看着，夏清月便陷入了进去，完全失神。直至陈清睁开眼，四目相对，夏清月这小脸腾地一下就红了，连忙开口，故作镇定道：“夫君，你修炼的如何？”却掩盖不了心底的那份慌张。陈清看破不说破，回应道：“还行，成功突破了。”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夏清月，趁着这个时间，他开门见山问：“敢问夫君，如今是何境界？”夫人想知道。陈清反问：“夏清月快速点着脑袋。陈清淡然一笑，释放出一缕威压。夏清月顿时瞳孔一缩，整具身躯被一道恐怖的威能反复重刷，正在原地无法活动，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席卷着夏清月的身心。这种感觉就仿佛自身化作蝼蚁大小，面对参天巨象。陈清点到为止，收回威压，担心把夏清月给玩坏了。“夫人，你没事吧？”陈清关心问。良久，夏清月才激动地从嘴里吐出一句：“18岁的大成境。”“夫君，你真的是人吗？”天才妖孽，夏清月从他人口中听说过不少，也在相关古书的描述中看过不少，但18岁的大成境修士，夏清月是真没听过，更没见过。多少人在陈清这个年纪还在炼气境苦苦挣扎，反观他，再这样下去都要准地大地了。这也是为何夏清月会怀疑陈清到底是不是人，只因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人族能够做到的范畴了。我当然是人，只不过这修炼速度比一般人快了点。陈清给出回答。你管这叫快了一点？夏清月心中有太多话想要吐槽，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偏偏这时，远处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阵内之人有胆量就别躲在这龟壳里，速速滚出来受死！再不出来，待老夫破阵，绝对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叫嚣的声音不断。陈清神识覆盖一看，嚯，来的人还不少，这得大几百吧？来了大几百人。夏清月心中一惊，以他目前的修为境界，没法像陈清那样做到神识覆盖那么远的距离。他如今虽有圣体与出窍境修为在手，却不确定自己能否同时对付数百名修士。夏清月的心思永远写在脸上，被陈清轻轻松松看破，问：“夫人想不想借那些家伙测试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想是想，不过他们有几百人，我没把握。”夏清月底气不足。陈清则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证：“放心，有为夫在背后替你撑腰，天塌下来我顶着。”夫君。夏清月满眼感动。既然陈清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他不再拒绝，答应了一个好字。在夏清月眼中，身为修士，更多情况下还是与修士对战，光靠妖兽根本不足以积攒实战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刻不容缓，夫君，我们赶紧出发吧。比起恐惧，夏清月心中更多的是期待。他感觉自己在渴望战斗。比起琴棋书画、四书五经，果然还是修炼更有意思。陈清伸手抓住夏清月的手腕。夫君。夏清月撤回脚步，一脸困惑地看向陈清。陈清并未着急开口，打开系统背包，选中时空圣体，确定绑定。正在绑定中。时空圣体绑定成功。确定时空圣体完成绑定，并且依靠顶级悟性瞬间领略使用方法后，陈清这才抬起手说道：“我有更快捷的方式。”不等夏清月去询问陈清话中所指的更快捷的方式是什么，已是目睹眼前的空间在陈清五指打开下被硬生生撕裂开一道裂缝，化作传送门，无需灵石与阵法，随手就能撕裂空间，化作传送门。这便是大成修士的强大吗？夏清月无比向往陈清的这份强大，越发想要追赶上他的脚步。不说超越陈清，至少能充满底气地站在他身边，不至于让人觉得没这个资格。走吧。陈清看了眼一脸正思考着什么的夏清月。好。夏清月结束胡思乱想，应了一声，跟随陈清的脚步进入传送门中。而在另外一边，准备联手破阵的那数百名修士也抬头注意到了那道撕裂的空间缝隙，紧跟着又看见陈清、夏清月二人从中走出。此等手段绝非常人，大家万不可掉以轻心。长老们见状，纷纷提醒起自己名下的弟子，原因无他，因为即便是以他们如今的修为，也办不到这种事。闻言，弟子们一个个神情严肃，握紧剑柄的力道不由加重几分。夫人，这些人全是你的，一个都跑不掉。陈清向夏清月保证。听他这意思，好似自己这条命可随意处置，众人自然不爽。刚有人想开口回怼，银魁已是一大片一大片现身，形成包围圈，里3层外3层，将数百名修士围死，化作密不透风的人墙。
这些是什么人？哪来的？你确定他们是人？从他们身上，我可感觉不到半点生命气息，好诡异。不等他们弄清银魁是怎样的存在，上千名银魁已是主动释放境界威压。分神境巅峰几个字瞬间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当中，他们的表情无一例外全部替换为恐慌。这些不人不鬼的怪物竟拥有分神境巅峰的修为，也就是说1000个分神境巅峰修士，一脸怀疑人生，语气不可置信。完蛋，我们完蛋了！来前可没人告诉我，他们有那么多分神境高人，我才出街啊！陈清手段一亮，这些人不战而败。他们之中修为最高的不过出窍境2层，倘若只有1、2尊银魁，兴许还能凭借人数优势产生搏一搏的自信。可眼下他们面对的却是整整1000名拥有分神境巅峰修为的银魁，这叫他们如何自信得起来？双腿发软，瘫坐在地上的人不在少数，跪地求饶者的声音此起彼伏。陈清一概漠视，意念吩咐下去，出手还击可以，谁若胆敢伤了夏清月，哪怕只是一根汗毛，即刻处死。刷宠妻奖励是一方面，另一面自家夫人陈清都舍不得伤，别人凭什么？夫人，动手吧。陈清一句话为夏清月下定决心。夏清月稍作思考后点了点头，一步跨越出去，掌心凝结冰莲。怎么办？看样子他是不打算放过咱们了，只能拼了。拼？跟谁拼？跟这成百上千个分神境修士拼？光是想想都觉得无力。直至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在人群中传开，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人四肢扭曲，面容惊恐，被完全定格住，无法活动。接着一根根冰刺接连从体内从七窍当中刺出，化作朵朵带血的冰莲。仅片刻，整个人便完全失去生命气息，被冰莲完全覆盖。那画面看着极其诡异瘆人。见已经有人惨死在夏清月的手上，即使明知死路一条，他们也不得不拔剑抵抗。从容赴死做不到，还手起码还能博得一线生机。我跟你们拼了，你们不仁，休怪我不义。恶妇，看他们的表情，在听着他们嘴里吐出来的那一句话，陈清心中一阵无语。这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他们才是受害者，简直到反天罡。跟随陈清这几日，夏清月始终牢记他的教诲，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因此他动起手来并无丝毫犹豫，十分果断，雷霆手段。夏清月很清楚，如果不是自己实力更强的话，这些人不见得会仁慈到哪里去。一朵朵冰花自夏清月手上不断的形成，飞射出去，被命中之人血脉当场冰封，寒毒转瞬侵入五脏六腑，化为种子发芽开花。这期间陈清无言，默默取出七星刀，将那些人的血气榨干，用于点亮刀芯。夏清月杀伐速度极快，不多时，原本的数百人只剩下不到10几人，多为宗门长老靠着拉弟子垫背艰难苟活，有不少弟子的性命都是被他们拿来当挡箭牌，硬生生给送出去的。其中一名长老望着那一眼难以尽收的冰封尸体，冷汗直流，抬手劝阻道：慢着，这人你们杀的也够多了，天大的怒火是不是也该消气了？不妨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何必闹到你死我活呢？陈清对此嗤之以鼻，懒得与其浪费口舌。想也知道这老东西多半想用宝贝来补偿自己，但陈清依旧是那个态度，真有宝贝他们死了又带不走，到时都是自己的。谈个屁！见陈清沉默不语，夏清月心领神会，又以冰莲夺取了2人的性命。你们欺人太甚，老夫今日就算死也要拉你们垫背。那名长老嚣张的言语引起陈清的注意，留意到他手上多出一件法宝，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符箓，实际却有着地阶品级，给人的感觉与阎王针很像，透着一股邪性。万鬼夺命符，去！不等长老催动符箓，陈清已是伸手入虚空，又自虚空中伸出，一把从他手中将万鬼夺命符抢走。等长老反应过来不对，还想伸手去抢回符箓时，那道掌心大小的虚空之门早已关闭，扑了个空抬头，眼见自己在秘境中找到的保命底牌出现在陈清手中，长老欲哭无泪，大骂：你个卑鄙小人，还给我！谁允许你用这么危险的东西了？陈清哪里管他，将万鬼夺命符收入囊中。你要杀我，还不允许老夫反抗？你欺人太甚！长老怒斥，声泪俱下。欺你又如何？陈清一句话问得长老哑口无言，面红耳赤，那上翻的眼珠感觉随时有可能气晕过去，偏偏又无法反驳陈清的话。是啊，强者为尊的时代，欺你
你又能如何？陈清一句话令这些人清楚明白，自始至终自己都是他们的玩物，可随意决定生死，甚至连挣扎的权利都没有，横竖是个死字。最后，出于对拥有更强实力的长老们的尊重，夏清月调动大量灵力，在众人头顶凝结出一朵更为巨大的冰莲。随着他双手落下，那朵冰莲急速下坠，轰隆一声，寒气爆炸式升腾，如潮水翻涌。待到烟尘消散过后，那些宗门长老早已被尽数冰封于莲花之中，生命彻底宣告终结。看似毫发无伤，实则瞬间殒命。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中品寒月剑+1。做到了。拿下宠妻奖励后，陈清看了眼仍心潮澎湃、难以平静的夏清月，夸赞道：做得好，对敌人就该如此，都是多亏有夫君扶持，我才能做到这一切。夏清月一直坚信，没有陈清就不会有今日的自己，是他为自己带来了新生。你我既为夫妻，自然要相互扶持。陈清说的理所当然。旋即取出刚刚才获得拥有寒冰属性的寒月剑，递给夏清月，我这正好有一柄剑适合你修炼的功法，你拿去用，若不趁手，我改日再为你寻一柄。陈清这是打算再提升一波宠妻奖励的质量，正好他也没修炼冰属性的功法，与拥有冰灵根，发挥不出寒月剑的全部威力，强行使用实属浪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冰灵根+1。陈清刚才说冰属性与自己无缘，哪曾想这么快就被系统打脸了。不过这样的打脸来多少次，陈清都心甘情愿。多谢夫君。夏清月双手接下寒月剑，只是口头感谢吗？陈清开始有所索取，这样既能拉近与夏清月的感情，又能让他在收下自己的礼物后心态放轻松些。夏清月不傻，很快理解陈清想要表达的含义，先将寒月剑收入空间戒指，随后上前一步贴近陈清的脸，吧唧一口亲了上去。夫君觉得这样是否足够诚意？夏清月媚眼如丝地问。够是够，不过陈清故意卖着关子，等着夏清月往下问。不过什么？夏清月如他所想，追问道：夫人亲了我那么多次，我也想亲亲夫人。陈清袒露心声：哪有那么多？夏清月一脸娇羞，接着又怯生生道：夫君若是想做，只管亲便是，那我就不客气了。陈清走上前去，与夏清月一样，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并未得寸进尺，点到为止。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时间又很充足，陈清没必要去以身犯险。夫人好香，像是亲在软膏上一样。不要说了。见陈清还发表起清廉感言，夏清月低下脑袋，那脸红的跟滴血一样，声音变得更小了。不仔细听，当真会直接忽略掉。依然是点到为止，陈清提议道：走，夫人，咱们打劫去。打劫？夏清月抬起头，被陈清的话吸引。这些宗门弟子在天元秘境中待的时间不少，一定收集了不少宝贝，咱们去给他们一锅端了，这可比跟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宝贝要有效率的多。陈清把话说得更直接。好。夏清月点点头，不仅不觉得这样有何不妥，反而一脸期待与激动。前往各大分宗打家劫舍的路上，陈清不忘放出上万银魁，前去地毯式的搜寻秘境宝物，让他们小到一枚下品灵石都被放过，通通给自己带回来。上万银魁齐出，照陈清的命令前去探索天元秘境。不多时，陈清与夏清月自虚空之门中走出，率先来到一座名为长青宗的山脚下。好气派！他们怎会在秘境中修建这样一座宗门？夏清月不解问。陈清则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宗门估计没少满世界寻找通往天元秘境的入口，目的就是为了多派人手过来捞取更多机缘，提早布局，划分地盘。可是秘境难道就没有时间限制吗？夏清月再问。陈清继续道：天元秘境最长可容许待上半年，宗门只需要打着试炼的名义，让弟子找到传送门进来，拜入分宗即可，源源不断的交替人力。原来如此。经过陈清这么一解释，夏清月全懂了。所以我们何时动手？当了一辈子乖乖女的夏清月正乐在其中，反骨的一面全被陈清一点点挖掘了出来。看着夏清月那迫不及待的模样，陈清有点担心自己这天命女帝妻子不会跑歪成悍匪吧。嘴上则回应：就现在。好。夏清月取出寒月剑，灵力一经释放，所过之处花草皆被冰封，触之即碎，那寒气让人难以接近。陈清道是无所谓，修为差距在这摆着，再加上一堆圣体法宝，伤不了他。何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长青宗？见夏清月持剑而来，负责镇守山门的弟子落下长枪，锋芒直指。同时传音宗门告知长老与众弟子，有入侵者，让他们速速赶来支援自己。
看出陈清、夏清月绝非凡人半炷香，将门内的所有宝贝全部献上，否则死。陈清话音冰冷，言语中并无丝毫波动。夏清月欲言又止，侧目看向陈清，眼里有光。这话要从别人口中说出来，夏清月会觉得是大言不惭，可从陈清嘴里说出，夏清月却丝毫不怀疑他是否能办到这种事，感觉在这方面自己还有得学，默默在心中记好笔记。这可比高高在上的帝王身份还要震撼人心。闻言，弟子嘴角抽动，没见过这么狂的，区区2个人居然敢跑来挑战一宗权威。哪怕只是长青宗建立在天元秘境里的分宗，却也有着数百弟子与7、8名长老坐镇，不知陈清是从哪来的勇气。下一刻，数不清的身影如同流星坠落般，一道接一道快速从山顶朝山下飞奔而来。眼见同门师兄弟们陆续赶到，身旁的人越聚越多，守门弟子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有了靠山，表情更自信了。何方宵小，竟敢擅闯我长青宗！随后传出的那道长老喝声，更是令守门弟子倍感安心。想不到面对长老与那么多弟子，陈清、夏清月2人能做到了什么？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2遍。陈清态度明确，好生嚣张的娃娃。长老满脸不悦，于是看向守门弟子，问他方才说了什么。回督长老，这小子说限我们1炷香的时间内，将宗门里的所有宝贝全部献上，否则死。守门弟子连忙上前，拱手将陈清的话复述了一遍。目中无人，谁给你的胆量？长老勃然大怒，身为分宗话语权最高的长老，杜长河何时受过这等屈辱？暴气出鞘境巅峰的威压横扫全场，压得一众长青宗弟子这脖子好似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有些喘不过气来。不愧是拥有出鞘境巅峰实力的杜长老，这威压当真恐怖。在分宗那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见杜长老这么生气。那2个家伙完蛋了，活该！敢挑战我们长青宗，只有死路一条。多数人自信陈清、夏清月翻不出浪花的同时，人群中也传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面对此等威压，他2人竟能做到面不改色。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看样子他们的修为恐怕不低。闻言，有人冷嘲：再高，难不成还能比杜长老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众人心照不宣，十分统一，自然而然地认为陈清、夏清月哪怕天赋再高，修行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超过自家长老。必死的命运并未改变。夫人，对待这种冥顽不灵的家伙，就不必浪费时间了。陈清并未把无能狂怒的杜长河放在眼里，扭头对夏清月说：谨记夫君的教诲。夏清月再次于心中的小本本上记下陈清的这番话，认为日后一定会有机会用上的狂妄。见自己都发威了，陈清、夏清月还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在那你侬我侬，杜长河彻底怒了，找死！脚下一踏，身影立即如同离弦的箭，朝向陈清、夏清月2人射去。双掌汇聚灵力，如火焰沸腾，不打算浪费时间，欲一招夺取陈清、夏清月的性命。既然杜长河喜欢作死，陈清没理由拒绝，大方成全。抬起手，指尖轻轻一挥，一股浩瀚神威化作洪水猛兽，迅速将杜长河吞入其中，将他的皮肉、骨头全部蚕食殆尽。上一刻还活生生存在的长老杜长河，当着所有长青宗弟子的面被直接人间蒸发。那些还期待着杜长河强势出手镇杀陈清、夏清月的长青宗弟子，一个个面容凝固，哑然失色。确实很符合他们心中单方面虐杀的预期，可谁也没想到单方面虐杀的对象会是自家长老。怪物，这小子就是怪物，分神境巅峰，他居然动动手指就秒了。不对劲，快逃！跑啊！还愣着干嘛？机会只有一次，陈清不会给第2次。威压如天上之水贯冲人间，暴力席卷整个长青宗。那些人迈出去的脚还未来得及落地，整个人已是在强威之下，骨头寸寸断裂，被无形大手按在原地，噼噼啪啪作响。大成境，无力开口，这样一个答案清晰浮现在每一人的脑海当中。随后，所有长青宗弟子、长老皆因无力承受陈清的威压，肉身爆裂，鲜血四射。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300。拿到击杀杜长河的奖励后，陈清派出10几名银魁，一部分上山前去搜刮山上的宝贝，一部分留下打扫战场。身为这秘境中，陈清笃定这些弟子身上或多或少都会私藏些宝贝，不愿上交宗门。待到数百个储物袋到手，陈清批量检查后，光是灵石就不下万枚，还有众多天材地宝、高阶药草。但要前往山上搜寻宝物的银魁，更是为陈清带来了几10万灵石。至于长青宗内为何会藏有那么多灵石，
从银魁一同带回的地图，陈清了解到，长青宗发现并占领了一处灵石矿脉。不过，这几十万灵石已是最后的产出，多年的开采早已将灵石矿脉耗尽。与此同时，各大盘踞于天元秘境中的分宗正在被银魁们一个接一个强势攻略拔除。灭宗后，主打一个贼不走空，按照陈清所说，连一块灵石都不曾放过，全部存入空间戒指，陆续替陈清带回。夏清月看着那源源不断被银魁献上的各种机缘，心跳狂飙。一人独占一整座秘境的资源，这种事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夫君才能办到吧。不难猜到，各大宗门在知晓自己苦心经营的分宗就这么被瓦解后，表情会多难看同情。夏清月毫不同情他们，敢与陈清为敌的人就是他夏清月的敌人。目光一跳，夏清月发现了什么，再三确认后，伸手拉了拉陈清的衣角，提醒道：夫君，银魁带了个人回来。陈清正忙着开盲袋，压根没去注意远处的情况，听见夏清月的话，先是一愣。他清楚记得自己早已用念力向散播出去的所有银魁下达过命令，凡秘境中的修士格杀勿论。反正仇恨的梁子已经结下，不如全灭了，还能防止走漏口风。即使秘境分宗全员覆灭的事泄露出去，活口都没了，又有谁能联想到自己身上呢？一旦决定要做，就得做绝，不能留下后患。很快，那名携带着人质的银魁回到陈清面前，单膝跪拜的同时，不忘按住那人的脑袋，迫使他向陈清跪地行礼。那人浑身发抖，嘴里不断重复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说，我知道秘藏的位置。秘藏？不等陈清问，男人嘴里吐出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他的注意，追问道：你所说的秘藏为何物？求大人放我一条生路，我愿带大人前往天元秘藏的入口。男人急忙道，脑袋始终被银魁死死按在地上，无法抬起。陈清示意一眼，银魁这才松手带路。闻言，男人从地上爬起，连连点头答应：是，二位请随我来。粗略扫了陈清一眼，便连忙收起目光，不敢多看，担心对方会觉得自己这样做冒犯了他。尽管只是草草一瞥，可带给男人的震撼却是一分不少，只增不减。来前可没想过能令银魁这种怪物奉其为主的，竟然是个看起来还稚气未脱的年轻小辈。清空杂念，不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眼下对男人来讲，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带陈清前往天元秘藏入口，保住狗命。一段时间后，在男人的带领下，陈清二人来到一道山谷之中，两边皆为绝壁，一眼望不到头，雾气浓郁。而在他们面前是一道人为修葺的石台，雕刻有不少神秘符文。饶是对古文字颇有研究的夏清月，也未能看懂其想要表达的含义。这上面雕刻的是传送阵的阵法符文。陈清看穿夏清月的困惑，主动解释道：大人说的不错，只要催动这石台上的传送阵法，便可直达天元秘藏所在。男人佝偻着腰，态度卑微的附和。话才出口，男人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既不是陈清，也不是夏清月，准确来说，这道声音是直接传入他的脑子里。你找死吗？谁允许你将外人带到此地来的？男人听出这是自家老祖的声音，连忙心中回应：老祖饶命，弟子也是有苦衷的。分宗被灭，这二人威胁我，若不照做，便会取我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多谢老祖天恩，请老祖出手，将这二人诛杀。只要他们一死，天元秘藏所在就不会被外人知晓。男人带陈清来天元秘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借自家老祖的手，除掉他与夏清月。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再强，难不成还能强得过我家老祖？聊完了吗？陈清的声音冷不丁在耳边响起。男人下意识答应，聊完。话说一半，表情惊变，脸上当即失去了血色。意识到不妙的他，连忙撒开脚步，头也不回的想要拉开安全距离，嘴中大喊：老祖救我！旋即便惊恐注意到胸口一朵冰莲绽放，再然后仿佛万箭穿心一般，一瞬间遭受到凌迟刑罚的千刀之痛，转眼已是完全化作冰雕，还保持着奔逃姿态。敢欺骗夫君，这便是下场。夏清月指尖一抬，冰雕四分五裂，能清晰看见血肉断面，五脏六腑皆被分割。好小子，居然能听见老夫的传音术，不简单啊！既然被发现了，天阳老祖也不再隐藏，声音自虚空中传出：你自己滚出来，还是我进去抓你？陈清一点不客气地问：小子，我承认你很有天资，但就凭你一个大成出境，还没资格在老夫面前叫嚣。透过天阳老祖这番话，陈清不难确定对方的修为在自己之上，更高的大成境，又或者准定。夏清月也很快想明白了这一点，脸上流露出慌张之色。有没有资格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陈清脸上毫无畏惧之色。天阳老祖并未着急开口，石台之上一道传送门打开，他从中走出，白发白眉白须，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站在那里仙风道骨，不怒自威。老夫认为你没有这个资格。伴随这句话而来的是如山呼海啸般压来的恐怖威慑。恍惚间，夏清月看到了千军万马，气氛肃杀，大成境巅峰。在肯定天阳老祖的真正实力后，夏清月深感无力，被绝望二字填满身心。面对这碾压式的强大，根本不知该如何是好。接着，陈清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夏清月的手腕，将她护到身后，同时打开系统面板，快速找到并选中顿悟次数，决定用在修为上。正在顿悟中，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大成境2层。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大成境3层。系统提示不断于陈清眼前的面板上快速刷新，快到模糊，不仔细去看的话，还真不一定能看得清上面的文字内容。直至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大成境9层。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准地境。9次顿悟机会，轻轻松松不费一点力气，便将陈清的修为从大成境1层直升为准地。比起被人碾压，陈清更喜欢以境界碾压他人。身为系统反派，哪有让这些路人角色骑在自己脖子上撒野的道理？主角都不具备这个资格，更何况他们。见陈清临死之前还想保护夏清月，天阳老祖轻笑一声，只觉得可笑幼稚，倒是不介意成全他们，让他们共赴黄泉，做对亡命鸳鸯，也算是日行一善了。本以为凭借境界优势，仅凭一念之威便能将陈清、夏清月的血肉之躯硬生生撕裂破碎，哪料这眼看着就要将陈清吞没的威压，竟硬生生被他撕碎逼退。自始至终，天阳老祖这双眼睛就没离开过陈清，却未曾看到他有动过哪怕半根手指。这怎么可能？天阳老祖不理解，陈清只是一个初境大成，自己可是大成境巅峰，他见自己应是浮游见青天才对，可为何自己那一念之威不仅奈何不了他，还被他给破解了？这小子难不成隐藏了修为？这样一个念头随即于天阳老祖的脑海之中产生，眼瞳微变，开眼想要再次识破看透陈清的修为。这不看还好，一看双眼立马缩紧，原本的眼白部分迅速填满鲜血之色，两行血泪流下。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天阳老祖抬起双手捂住自己的双眼，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鲜红之色从指缝间溢出，看得夏清月心悸，想不通这好端端的天阳老祖为何会突然变成这副模样，还流出了血泪。很快他便从天阳老祖本人口中得知了正确答案。你不是大成出境，你是准地。天阳老祖面朝错误的方向抬手指道，不可能，你的骨龄如此年轻，怎会有准地修为？陈清没兴趣听天阳老祖在这胡言乱语，手掌微微抬起，再一掌落下。夏清月清楚可见，天阳老祖头顶的空间被一股看不见的威能扭曲，在下一刻，天阳老祖从头到脚被整个压扁，鲜血爆射，涂满整个石台，只剩下薄薄一张破烂人皮。大成境巅峰的老祖居然被夫君一掌就灭了，这一幕画面带给夏清月的震撼无法言表。旋即又意识到一件更为恐怖的事，看向陈清，眉头微蹙，夫君不是大成境吗？怎么成准地了？18岁的准地强者，别说传出去不会有人相信，饶是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夏清月依旧忍不住怀疑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不等他继续想下去，陈清已是催动石台阵法，开启传送门，对夏清月说，夫人别愣着了，我们赶紧进去吧。夏清月点头答应。陈清身上不可思议的事实在太多，他懒得再去浪费这个脑子，更想知道在所谓的天元秘藏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机缘，能令一宗老祖级别的强者拼上性命也要守护。要知道夏清月是这么认为的，天阳老祖若有在天之灵，必定得为自己辩解一句，老夫那不是想拼命，而是实在找不到机会逃跑。别看天阳老祖距离准地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遥是千千万万修士穷尽一生也难以跨越的鸿沟。准地之下皆为凡修，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在陈清决定出手的那一刻，天阳老祖就注定是个死人了。踏出传送门，二人来到天元秘藏的所在。巨大的石室略显空旷，足以轻松容纳上万人。而在石室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尊高大的石像，石像雕刻的栩栩如生，道运充沛。这位想必就是天元秘境的创造者了。陈清给出自己的判断。夏清月并未否定陈清的说法，他曾在书上看到过秘境分为2种，一种为天地自然产生，
另一种是由强大的修士死后所化。正因如此，大能陨落后往往有着一经落万物生的说法。小娃娃，你说的不错，本帝正是天元秘境的创造者。一道陌生的声音自石像中传出，石像周身光芒更盛。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夏清月下意识躲藏到陈清背后，陈清则轻轻拍打他抓住自己的手，柔声安慰：没事，有我在，二位不必惊慌，本帝留下一缕神魂，只是为了寻找合适的传承者。你二人若能通过本帝的考验，便可获取传承。石像中再次传出声音：考验不能直接给吗？陈清对传承有兴趣，至于考验没兴趣。想到天阳老祖待在这恐怕有一段时间了，目的自然是为了通过考验拿到大地传承，突破准地境界。没错，这石像中尽管只剩下一缕残魂，但其中蕴含的地威却是做不了价，这不符合规矩。石像回应道：规矩就是用来改变的。陈清反驳。这石像犹犹豫豫，最终叹息一声，继续道：好吧，18岁的准地，天赋无双，想必那些考验内容也难不住你。上前来，本帝赐你传承。见石像真的妥协，愿意直接将大地传承赐予陈清，夏清月由衷替他感到高兴，感慨这果然是一个强者为尊的时代，只要拳头够硬，就能打破规则，制定规则。夫人，你且在这等我一会儿。好。得到夏清月的回答后，陈清向前几步，来到石像前。来吧，将你的石海打开，本帝这就赠你传承。石像言语间带着几分急促与期待，可伴随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陈清却并未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快打开石海啊！难道你不想要本帝的传承？石像不解问。传承就传承，为何要打开石海？你该不会想夺舍我吧？陈清抬起头直视石像，问。石像紧接着一旁自虚空中伸出5条铁链，分别缠绕住陈清的手腕、脚腕以及脖子，将他以五马分尸的姿态吊起。夫君，夏清月察觉到不对劲，连忙取出寒月剑，上前劈砍，想要斩断铁链。一剑下去，铁链符文闪烁，毫发无伤，反倒是震得夏清月手臂发麻。没用的，别白费力气了，此乃本帝亲自锻造的灵宝，别说你，哪怕有着准地之境的他，照样不是对手。石像满是得意地说。准地不行，那大地呢？陈清问话间打开系统面板，大地自是能轻松破之，可那与你又有何干？天元大帝不理解陈清为何到了这种份上，还要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糊涂话。即使陈清有着不俗的准地修为，负隅顽抗，只要时间足够，天元大帝自认为迟早能撬开陈清的识海，夺舍顶替他这个人。庆幸自己临死之际创造了天元秘境，留下一缕残魂，这不终于等到合适的夺舍对象了。一个18岁就能挣到准地的极品肉身，天元大帝光是想想都觉得无比兴奋，感觉凭借这份绝世天赋，自己不仅能活出第2世，还能2度挣到大地。至于先前为何不夺舍天阳老祖，理由很简单，天元大帝看穿他寿元将近，身躯早已如同朽木，千疮百孔，强行夺舍只是白白浪费机会，不如继续耐心等待。奈何天阳老祖一根筋，非要闯关夺取压根不存在的大地传承，若非陈清及时出现，将天阳老祖强势击杀，天元大帝还不知道会被天阳老祖纠缠多久。好在事实证明，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然而正当天元大帝想要尝试破开陈清的识海，进行夺舍之时，猛然察觉到不对劲。在他眼中，陈清的修为气势正在不停地向上成倍暴涨，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再看陈清，眼前的系统面板上正快速刷新着文字提示：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2境准地。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3境准地。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9境准地。顿悟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大地。顿悟这一奖励强大就强大在，不论修为境界的高低，只要使用必能突破。伴随陈清的修为来到大地境，大地之威立马如潮水溢满整个石室，其身后更是显现出大地专属的大地神文环。大地，见证这一幕的天元大帝，这下是真觉得自己一定是眼花，产生幻觉了。陈清明明上一刻还是1境准地，怎么眨眼功夫就晋升为大帝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的根骨不过17、18岁，怎么可能达到大地境？天元大帝连连否定，即使亲眼所见，奈何实在太过夸张，无法不去怀疑自己的双目。夫君他居然又大帝了！手中停下挥砍铁链的动作，这一幕带给夏清月的视觉冲击，同样不小陈清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已是令他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不禁怀疑自己真能追赶得上吗？
有何不可能？陈清动动指尖，那缠绕住自己脖颈与四肢，品质无限接近地冰的铁链，寸寸碎裂，如烟尘消散。眼见神兵被陈清动动手指就给毁了，天元大帝彻底破防，没底气再去质疑陈清的大帝身份真假。事实就摆在面前，叫他如何质疑？秉持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天元大帝连忙道：“慢着，本帝愿将能给你的一切统统给你，只求你。”陈清一念，霸道抹杀了天元大帝存世的最后一缕残魂。且不说他嘴里是否有一句真话，如今陈清已然飞升大帝境，他那点筹码真瞧不上。比起所谓的大帝传承，陈清更愿意直接出手灭了他，保持道心通畅。随着大帝残魂被抹去存在，石像光芒消逝，四分五裂，散落一地。轰隆隆，地面忽然剧烈震动起来。陈清顺身来到夏清月身边，搂住她的腰，单手轻松将其抱起，同时开辟出一扇传送门，走了进去，离开这方即将崩塌、彻底破坏的秘境。转眼，陈清、夏清月便回到了之前的熊洞。确定他站稳以后，陈清松开手，看着那块破碎的黑石碑，夏清月感慨：只是可惜了秘境中的那些机缘。可惜，陈清淡淡一笑，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以命银魁将所有的机缘全部完成收集，连一颗灵石都未放过。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夏清月越发敬佩陈清，做事滴水不漏，看向他的眼神全是崇拜。得此夫君，夫复何求？夏清月很清楚，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无法割舍这份感情了。对陈清不仅有男女之间的情愫，更有对强者的崇拜。18岁的大帝强者，试问天玄大陆万载历史，可有人能做到？无人。光夏清月在古书上查到的史上最年轻的大帝，也是在100岁之后了。夏清月已是不知要在天才2字前加多少个绝世，才能形容得了陈清的这份恐怖天资。他现在反而有点担心，陈清会看不上自己，一封休书把自己给休了。放眼天玄大陆，比陈清优秀的人100%找不出来，但在夏清月看来，比自己优秀的人却是数不胜数。在大武王朝，自己的美貌或许能叫得上号，可大武王朝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至少相比于整个天玄大陆，连冰山一角都称之不上。仅凭这一点，又要如何抓得住陈清的心呢？夏清月眼神忽然变得坚毅，更加坚定要努力修炼变强的决心。从熊洞出来，外面天色已黑，不等陈清开口，夏清月已是察觉到什么，默默取出了寒月剑，紧跟着道：夫君，这附近有人，不下10个，多半和先前那对宗门弟子是一伙的。陈清给出自己的判断，认定这些人是在发现弟子死后，传送门又无法使用，所以才选择守在洞外，想要来一招守株待兔。陈清、夏清月并未刻意压制自己的声音，说了什么一清二楚传入了那些藏身在草木后的宗门弟子与长老耳中。见长老不再隐藏，弟子们也陆陆续续从树后走出，手上的剑刃已然出鞘，在月光照射下闪烁着冰冷的寒芒。胆敢杀害我宗弟子，你2人若是老老实实将身上的宝物交出，老夫可以让你们走得轻松些，留具全尸。宗门长老料定陈清、夏清月秘境一行必然拿到了不少宝贝，否则不会那么快出来，定是担心继续留在秘境会被其他势力抢夺。好奇是什么宝贝的同时，想要据为己有。面对这种连被自己称作杂鱼都算是高抬对方的对手，陈清自是无心理会。这些人唯一的价值也就只剩下拿来刷奖励了。一念地危，所有人当即心脏骤停，一个接一个倒地，死不瞑目。别说那些弟子，哪怕身为一宗长老，在大帝之威面前照样不存在反应的时间。他甚至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没机会知晓。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妖王圣体+1 3000体质排名52，斩杀这么几个小喽啰就能获得排名前100的圣体，这倒是让陈清颇为意外。看向夏清月，除了他对自己的好感度有所增加这一种可能性，陈清想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夫君，夏清月被陈清看得脸红，那目光极具侵略性，仿佛能洞穿人心。抱歉，月光照耀下，夫人实在太美了，我一时看出了神。陈清随口找了个理由，这随便一句话，却是令夏清月那颗本就不安定的心跳得更加急促，连忙背过身去，羞涩到不敢直视陈清，想要藏住脸上的表情。即便看不见，夏清月也不难想象得到，此时的自己会是怎样一副模样。话音微微发颤，就算这么夸我，我也给不了夫君什么好处，只要夫人不弃，对我而言便是天大的好处。陈清从背后环抱住夏清月的腰身，将下巴靠在她的肩膀上，于夏清月耳边柔声说道：夫君待我有再造之恩，我又怎会抛弃夫君？夏清月几乎是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倒是夫君，日后建设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要嫌弃我才是。夏清月吐露心声。陈清嘴角上扬，双手扶住夏清月的肩膀，让她转过身来面对自己，一脸认真。我陈清此生只爱夫人一人。闻言，夏清月抬起头，一双美眸微微颤动，就那么看着陈清。见陈清的脸凑近过来，夏清月没有躲闪，轻轻抬起下巴，闭上了眼睛，任君采撷。夫君，我快喘不过气来了。夏清月双手举起，抵在陈清的胸膛上，悠悠来了一句：怪我，怪我。陈清点到为止，不去请求。这一吻带给了夏清月前所未有的体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接吻除了唇与唇的碰撞外，还能起初是有些不适应，可渐渐的，一股奇妙的感觉却是令夏清月这手指连同脚趾都不自觉地抓紧。恍惚间，夏清月注意到陈清挥手打开一扇传送门，刚开始还以为是返回陈府的传送门，可随后竟看见其中浮现出另外一个地方画面，像是宗门大殿，越来越清晰。大殿之中，宗主坐于高位，大殿之下，各大长老站于两旁。这时，有弟子打扮的人慌慌张张跑进大殿之中，跪地道：宗主，不好了！魏长老与同行那些弟子的魂灯也灭了。魏长老，夏清月定睛一看，发现镜中长老弟子的穿着打扮与先前被自家夫君以大地之微秒杀的那伙人一模一样，惊叹于陈清的神通广大，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那群歹人背后的势力。正想着，便听见镜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不管他是谁，胆敢抢占我宗的秘境机缘，还敢残忍杀害我宗长老与弟子，此仇不共戴天，若不杀之，传出去，谁还会敬我等？谁又会把我们天正宗放在眼里？此言一出，响应的长老一个接一个都在劝说宗主不要忍让，直接派遣弟子讨伐，悬赏，他们愿随行，贡献一份力。宗主思来想去，认为长老们说的很有道理，此仇不报，有损自己这个宗主的威严，更会毁了天正宗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大宗形象。夏清月看出天正宗的宗主实力不如自己，刚想主动提出由自己出手替陈清灭了这一威胁，乃曾想陈清随手一抬，再一掌落下，镜中画面拉远，金光现世，再接着一道金色巨掌破开穹顶，朝向天正宗砸下。偌大的天正宗在这一掌之下渺小如微尘。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天正宗连同天正山皆被一掌夷为平地，数千人转瞬消亡，唯一留下的只有一道100丈宽的掌印，宛若深渊，天堑。咕嘟，夏清月闭上双唇，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饶是身为陈清妻子的她，照样不禁感到恐惧。此前只知大地恐怖，但听说再多，永远不如亲眼见证来得更加震撼人心。千里之外，翻手覆手间，一掌灭绝一座宗门，这是夏清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强，实在太强了。天正宗想灭的人并不只有自己，包括夏清月，因此这一掌自然而然地触发了宠妻奖励机制。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气运金龙+1。又是龙，气运与龙族相结合，这点倒是令陈清蛮感兴趣的。看了眼详情介绍，相比于九幽不死龙，气运金龙的战斗力明显更低，但这也只是相对于九幽不死龙来说，气运金龙真正强大的地方是它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又或者一方势力的气运，让灵气变得更加充沛，增进修行速度，强化获得机缘的概率，调整突破瓶颈的难易度，好处多多，相当于是给所有人上了一个幸运祝福。除此之外，身为主人的陈清还可自由决定谁能享受气运加成，谁不能享受气运加成，杜绝被人白嫖气运。首先能享受到气运加成的自然是自己与夏清月。夏清月看向陈清，薄唇轻启，正欲说点什么，却是流露出惊讶之色，好半天才反应过来，纳闷道：奇怪，我怎么突破了？他的修为莫名其妙从出窍境2层来到了出窍境3层，视线再次转向陈清，认定与他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陈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抬头示意夏清月向上看。夏清月将信将疑地抬头看去，只见云端之上若隐若现有着一条巨龙盘踞。最关键的是，这条龙还不是之前夏清月见过的那条，光从颜色上就能一眼区分。这条龙也是夫君的灵宠？夏清月确认问。不错。陈清点头肯定，没什么好隐瞒的。一个人同时拥有2条圣龙作为灵宠，夏清月想知道这世间除了陈清以外还有没有第2个人能做到。可是新的疑问伴随而来，夏清月由衷发问，我会突破和这条圣龙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陈清解释道，此龙名为气运金龙，可助人提升气运，加快修行速度。气运金龙，哪怕是对刚踏入武修界不久的夏清月，在得知这2个词组合在一起后也不免震惊，
深知这4个字连在一起的含金量。这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气运2字，人有气运，国有国运，无论是人还是一个国家，又或者宗门的兴衰发展，都离不开气运的涨跌。这金龙既然能改变我的气运，那岂不是说连国运都能改变？夏清月脑海中不禁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闻言，陈清脑海中则是产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夫人，我打算将这气运金龙无偿送给大武王朝，增加国运，你意下如何？啊！陈清一句话令夏清月愣在原地许久。他很清楚，陈清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自己。他更明白，一条能够改变气运的百丈金龙意味着什么。别说王朝，这是多少顶级强宗可遇不可求的天大机缘。想到这，自知无力报答，亏欠陈清太多的夏清月，只能一步向前，双手缠绕上陈清的后颈，将嘴唇印了上去，并学起先前的陈清，在这一行为之上变得更加大胆。奇妙的滋味再次涌入心头，良久才缓缓分离。一双宛若星空璀璨的明眸深情款款地看着陈清，开口道：我替父皇和整个大武王朝的万千子民谢谢夫君。随后陈清将气运金龙化作手掌大小交到夏清月的手上，看出夏清月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知父皇，尽快让整个大武王朝都享受到气运增加的福泽。陈清果断开辟出一道通往大武帝宫的传送门。对于如今拥有时空圣体的他来讲，想要做到这种事轻轻松松。夏清月心领神会，在告别陈清以后走了进去。陈清若是想去，自然会去，他无需多言。见夏清月步入其中，背影消失，传送门关闭。陈清立马打开系统面板，急于确定送出一条百丈气运金龙，这系统能返还怎样的奖励给自己？这奖励级别要是低了，陈清绝对的抱怨。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000丈气运金龙+1。当看到送出一条气运金龙，又返还了自己一条气运金龙，不赚不亏时，陈清刚打算念叨2句，猛然反应过来，这次的奖励多了2个字，1000丈。而之前陈清送给夏清月的那条气运金龙为100丈。要问如何评价一头妖族与圣兽是否强大，最直观的便是体型。1000丈金龙所能带来的气运提升效果，可不单单只是比100丈金龙大了10倍体型那么简单。别说改变一国的气运，这1000丈气运金龙足以改变整个天玄大陆的气运。当然，陈清还没无私到会那么做，带着自家老婆独享1000丈气运金龙的气运，那不香吗？为民为国，那是皇帝岳父需要考虑的事。关闭系统面板，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的他，再次开辟出一道传送门，决定返回陈府。正值此时，大芒山又修炼了一整天的叶枫选择短暂结束修炼，吐出一口浊气。此时他的修为已然来到出窍境5层，提升了整整2个小境界，能以玄阶上品灵根1日提升2个境界，这种事普天之下除了我叶枫以外，只怕找不出第2个了吧。可惜若是灵根品质能再高一点的话，我的修炼速度一定能更快。话虽如此，叶枫倒也知足，毕竟在绑定系统之前，他只是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材，受尽嘲讽。这玄阶上品灵根还是从系统那里签到出来的奖励。呼，深吸一口气，平稳丹海后，叶枫调出系统面板，决定开启今日份的签到。老天保佑，一定要给我一份大奖啊！尽管每天都有一次签到机会，叶枫依旧会觉得12个时辰太难等待。点击签到，正在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下品灵根+1。什么？天阶灵根？确定自己没看错后，叶枫眼神激动，整个人唰的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反复揉眼眨眼，确认真是天阶下品灵根无疑。好啊，有了天阶灵根，如今的我也有资格被称作一具绝世天骄了。叶枫心中狂喜，对于自己的开挂人生简直不要太满意。那么点时间就有天阶灵根与出窍境修为，30年签到下来，敢问万亿苍生，谁敢言无敌？哪个敢称不败？修炼，必须马上修炼。叶枫急不可耐地想要试试看，这天阶下品灵根能为自己带来怎样的修行速度提升。另一边，夏清月已是透过陈清开启的传送门，来到御书房，进入其中，见到父皇夏承。清月见过父皇，见夏清月出现，还满脸笑容，夏承那颗悬着的心彻底落下，暗道：看来陈清那小子似乎对我这女儿不薄。他还以为夏清月在嫁入陈府后会整日闷闷不乐，最终郁郁而终，可事实却打了夏承的脸。夏清月每一次来御书房见他，都是一次比一次高兴，而且还不是装出来的那种高兴，是由心而生的喜悦。这深更半夜的，你怎么来了？夏承问。父皇，
女儿此番前来，只为献宝。夏清月说明来意。献宝？夏承算了算，再快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怀上吧。作为过来人，据夏承所知，这女子怀孕，哪怕是京城最好的太医，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脉象诊断，也得25天左右。夏清月才嫁入陈府多久？因此，夏承直接摇头否定了这一想法。夏清月不会读心术，并不知晓夏承的心中想法，见他的好奇心已经被自己吊起，不再故意卖关子，浪费时间。抬起右臂，五指一打开，气运金龙立马显现于掌心之上。佘夏承定睛一看，顿时表情大变，双手拍桌站起，震惊道：“不对，这是幼龙！清月，你从哪弄来这么一条幼龙？”夏承急于想要确认答案。他没记错的话，龙族早在千万年前就已经在下界灭绝了才对。哪怕是上界，龙族也是十分稀有的存在，只有绝世强者与顶级豪门才有资格驾驭，是身份与实力的象征，是夫君送给女儿，送给整个大武王朝的一笔大礼。说完，夏清月又补充道：“父皇，这可不是幼龙，不是幼龙。”不等开口追问，夏清月已是示意夏承离开御书房，随他去外面。夏承尽管好奇夏清月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却是没有着急追问，离开龙椅，耐心跟在他身后来到御书房外。夏清月见时机差不多，将手举得更高。气运金龙完美理解他的想法，脱手飞升九霄，身形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肉眼可见的趋势快速成倍式放大，1丈、10丈、30丈、50丈，直至100丈。100丈圣龙。饶是征战过不少沙场，见识过许多大场面的武皇夏承，在看到头顶那条翱翔9天的气运金龙时，照样不免惊叹。这双腿甚至有些发软轻颤。以往只是听说过有关龙族的存在，这还是头一次，更别说还是100丈金龙。轰！听到身后传来的巨大声响，夏承连忙转身看去，只见祖庙方向一缕金光如柱，直冲云霄。夏承惊大双眸，不可置信道：“我大武的国运竟凭空增加了数倍。”不对，夏承又摇头否定，不认为国运这种东西会凭空增加。那么唯一的可能性便只剩下抬头望去。夏承的目光直直看向那头宛若神明灵似的气运金龙。夏清月见时机差不多，开始做出解释：“此龙名为气运金龙，可增加气运，负责我大武王朝全境。”气运金龙。夏承复述一遍，各种情绪表现在脸上，更多的则是惊喜。结合国运增加一事，他又岂会不知这气运金龙意味着什么，有多强大？好啊，有了这气运金龙为我大武王朝增加国运，咱们夏氏皇族必定长盛不衰。夏承发自内心的高兴，哈哈笑道：“在自家女儿面前，也没必要刻意维持皇帝的威严形象。没想到这误打误撞，朕竟然收了这么个乘龙快婿。”夏承感慨，这份礼可太重了，别说准帝境强者，哪怕大帝照样无法拒绝。在大帝的庇佑与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之间，陈清居然选择了后者，这是夏承不曾料想到的。清月，你回去转告贤婿，这大武王朝的修炼宝库随时对他开放，想要什么资源尽管来取。如今夏承一点不担心陈清日后成长起来会威胁到大武王朝，愿意倾尽一国之力去培养他，在他成为绝世强者的路上，心甘情愿化作众多踏脚石当中的一块女儿，在这代替夫君多谢父皇。不过我想夫君他应该用不着咱们大武王朝的修炼资源。用不着？闻言，夏承一脸困惑，私以为哪怕陈清的天赋再如何惊人，这好歹是一国宝库，怎么着也谈不上用不着3个字吧。贤婿他如今是何修为境界？既然夏清月说陈清用不上国库资源，夏承想着他如今的修为境界应该又提升了不少。实不相瞒，夫君如今已是迈入了大帝之境。夏清月说出实情。静，死一样的静。不知道的还以为夏承陷入了时间定格，良久都没有一点反应，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那么杵在那里。夏清月刚想开口呼唤夏承一声，就见他异常激动地说：“清月，你再说一遍，贤婿他如今是何境界？”他怀疑刚才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产生幻听了，不小心把陈清的修为境界听成了大帝之境。夏承清楚记得陈清如今也才18岁而已，18岁大帝境，夏承实在无法将这2个词联想到一块。18岁的大帝境，怎么可能？夫君他如今已是踏入大帝之境。夏清月重复一遍，然后夏承整个人又僵住了。只不过这一次有了先前的经验，回神要快上不少，急道：“贤婿他是大帝。”对。夏清月不做隐瞒，将在秘境中发生的一切3言2语讲给夏承听。夏承听后，晃晃悠悠朝一旁的石桌走去，坐在了石凳上。见状，
夏清月立即追了上去，关心问：“父皇，您没事吧？”“没事，只是一时听说的事太多，需要缓一缓。”夏承摆摆手，让夏清月别担心。18岁的大帝境女婿，光是这一点就够夏承双腿发软的了。倒不是害怕，而是极度兴奋造成的。虽不知陈清是怎么做到的，夏承也不想知道，但至少这下他再也不用担心大武王朝有朝一日会退出历史舞台。有大帝强者庇佑的王朝，试问谁有资格能灭绝？想不到，夏承是真想不到，也终于明白为何陈清能毫不吝啬地将头顶这条气运金龙送给自家女儿，送给整个大武王朝，以提升国运，而不是前去巴结大帝。他自己就是大帝，何须巴结大帝？一位18岁的大帝境强者和一个老大帝，孰强孰弱，夏承心里自认为比谁都清楚。陈清尚且年轻，这般年纪便能迈入众修士眼中的巅峰境界作为起点，日后大概率能踏入所有人都未敢想过的仙人之境。若非知晓以如今陈清的造诣，根本不可能看得上大武王朝的皇权，夏承都想提前退位，将大武王位传给陈清了。至于其他那些皇子，他们优秀归优秀，却还没优秀到能与大帝二子比肩，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较，都是对大帝的侮辱。夏承还想说点什么，当看向夏清月时，却意外注意到他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正一脸凝重。夏承顺着夏清月的视线追寻看去，很快锁定远处的一只仙鹤。仔细看会发现，在那只仙鹤上还站着一名身穿金纹长袍的老者，看样子此人多半是冲着气运金龙来的。夏承说出自己的看法。夏清月点点头，他有想过气运金龙一旦曝光会被其他势力盯上，只是没想到对方的行动速度会如此之快。地宫这边反应速度也很快，数千身着铁甲的禁卫军立马朝项羽书房这边赶来护驾。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皇族养着的修士修为在元婴和出窍境。大武王朝只是下界的一个小王朝，能养出这么多元婴、出窍境修士已是不容易，每年都得支出大量修炼资源。不多时，国师萧何也到场了。他是地宫修士中实力最强的，未出窍境巅峰，距离分神境仅有一步之遥。只不过这一步之遥，萧何用了10几年的时间，始终未能跨越。国师，你可识得此人？夏承问。萧何摇摇头，只能肯定并非我大武的修士，而且实力在臣之上，实力在国师之上，那岂不是分神境？闻言，夏承面色微变，但在想到自己背后站着一位大帝女婿后，夏承那颗慌乱的心立马安稳下来，有恃无恐。陛下，来者不善啊！臣建议立马派人联络10大强宗，共克强敌。萧何很清楚，仅凭自己与眼前这些人，想要抗衡那名御鹤而来的分神境修士，迎面微乎其微。10大强宗倾巢出动，靠着人多势众的优势，说不定能吓退对方。夏清月正欲开口之际，忽然留意到自己脚边，在月光之下微微泛起涟漪的那道影子。稍微思考一下，夏清月立马明白了一切。夫君做事永远都是那么的滴水不漏，心中不禁一暖。再看夏承，不等他做出决定，一股狂风已是自头顶压下，他抬起双臂挡在面前。国师萧何眼疾手快，一步走到夏承跟前，一挥手中拂尘，将那股风浪劈开化解。抬眸看去，那名分神境修士已是驾鹤来到御书房之上，将月光遮盖住不少，背着双手，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话音更是漠视一切。弹丸小国还不配拥有圣龙，老老实实交出控制权，可免一死。敢问前辈尊姓大名？萧何问。尔等还不配知晓老夫的名字。老者一点不给萧何面子，催促道：老夫耐心有限，尽快决定。为了帮助夏承，夏清月等人下定决心，老者特意降下分神境威压。那些不具备多少修为的禁卫军立马双膝一沉，大片大片跪地，手中紧握的长枪非但没能支撑得住他们的膝盖，反倒是枪尾被压制的刺破青石砖，刺入地下大半数千禁卫军，一下丧失战斗能力。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会选择那么做。你还没资格夺龙。夏清月顶着分神境的威压，艰难开口。没资格。夏清月一句话逗笑了老者，旋即又立马替换上一副阴沉毒辣的表情。既然你想死，我便让你好好看看老夫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言语间，身旁灵气汇聚，化作一柄3尺长剑，剑锋落下，直指夏清月。一念动，那3尺灵剑立马锁定夏清月，急速射来。这一击，老者是奔着斩落夏清月的头颅去的。那长剑飞来的速度实在太快，不过眨眼功夫，已是距离夏清月的眉心仅有咫尺，令他瞳孔微缩。而这咫尺距离，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再向前半分。灵剑被一只从旁伸出的大手抓握住，而这只手的主人正是银魁。哦，
没想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还有人能接得住老夫的一剑。老者大为吃惊，但很快他便发现银魁不是人，不具备五脏六腑与七经八脉。法宝这样一个概念于老者脑海当中产生，随即大喜，好啊！没想到此行不仅能获得一条气运之龙，还能收获一件天阶人形兵器。老者单纯认为这人形兵器能接下自己的必杀一剑，最起码也得是天阶级。银魁才没空听他废话，抓起长剑，一转手腕，从哪来便将这长剑送回哪去。想用我的剑杀老夫？老者呵呵一笑，天真。他五指打开，以灵力在面前筑起一道高墙般的巨盾，想要以此挡住被银魁投掷回来的那柄飞剑。可随后发生的一幕却是令老者大跌眼镜，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御手段竟犹如热刀切猪油，被长剑一下贯穿。那飞剑的速度远比老者先前操纵时更快，不等他再次着手防御，胸口已是传来一道被贯穿的利痛。噗！老者低头看去，当看清胸口的那个血洞时，一口鲜血止不住地从嘴里喷涌而出，紧跟着双眼一翻白，身躯好似断线的风筝从那仙河之上坠落了下来，一击秒杀分神境。目睹这一切的国师萧何怀疑人生地看向距离自己不远的那尊银魁。看出萧何的疑惑，夏清月主动开口做出解释，此物名为银魁，属于法宝的一种，实力相当于分神境巅峰，是我夫君的傀儡。分神境巅峰。在从夏清月口中得知正确的答案后，萧何更加怀疑人生了。没想到自己苦修100年，这修为还比不上一尊傀儡被打击到，甚至有想过干脆放弃修炼，弃甲归田算了，以自己的天资，只怕这辈子都没法追赶得上一具傀儡。打击人，实在太打击人了。他光顾着绝望，完全没注意到自夏清月的脚下又分散出去一道影子，不多时，那道影子又回到了夏清月的脚下，自阴影中以单膝跪地的姿态浮现出来，双手奉上一枚空间戒指。夏清月看着那枚戒指，不用想也知道，多半是先前那名被银魁斩杀的老者所戴。他倒是心境平静。反观萧何，视线正来回在两尊银魁之间移动，陷入自我怀疑。能拥有这样的一尊银魁，在萧何看来已是相当变态，属于可遇不可求的天大机缘。毕竟多少修士穷尽一生，就好比他都达不到分神境巅峰这样的高度。可陈清名下光是分神境巅峰的傀儡就有2尊，试问他如何能不自我怀疑，继续坚持修炼，把所剩不多的时间耗费在这上面，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可嗨，缓和过来的萧何清了清嗓子，来到夏清月身边，试探性问：敢问公主殿下，除了这2尊银魁外，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但10000尊怎么都是有的。夏清月回想道：1万尊。萧何现在的表情和方才夏承得知陈清迈入大地之境时如出一辙。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在，夏承当下的表情也好看不到哪里去。10000尊分神境巅峰的傀儡陈清一人，便相当于一方顶级势力。再搭配上大地修为，夏承想不通，这世间谁还有资格与他为敌？而陈清这边系统面板及时弹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阵法师经验包+1。阵法师经验包。看着眼前弹出的奖励提示，陈清感觉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要全知全能了。其他人穷尽一生，顶多将一门修炼方式练到顶级，而自己却能靠着系统奖励，将所有的修炼方式全部修炼至顶级。话不多说，选中阵法师经验包，确认使用。正在使用天阶阵法师经验包中，使用成功。和丹师差不多，在经验包成功使用后，世间万千阵法、天地玄黄皆化作一股庞大的记忆，融入他的脑海，深刻其中。类似这种连自己都还没掌握的奖励，陈清向来优先选择自己使用，因为谁也无法保证，真要拿来刷宠妻奖励的话，会不会跑歪？万一这次跑歪，下次想要再随机出来，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陈清门清。他可不会因为主角还要闭关几十年就掉以轻心。陈清倒想看看，待主角出关之日，面对全知全能的自己，仅凭天道气运的庇佑，能否翻得过自己的五指山？同一时刻，距离大武王朝数千里外，一处名为青龙国的地方。陛下，不好了！陈官测到天庸道人的魂灯灭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听闻此言的青龙国皇帝郑天唰的一下从龙椅上站起身，天庸道人可是分神境强者，小小一个大武王朝，谁能与之为敌？臣不知，但天庸道人的魂灯确实是灭了。大臣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如实禀报。深呼吸，迫使自己冷静下来。郑天看着在殿下蜷缩成一团的那名大臣，稍微一想就能明白，
给他10条命，他也不可能敢拿这种事欺骗自己。于是矛头迅速转向大武王朝。好得很啊！小小一个大武王朝，不过是走运获得一条气运圣龙，就敢与我青龙国为敌，朕看你们是活腻了。来人啊！迅速集结100万兵马，挥师南下。郑天此言一出，一旁的国相连忙向前几步，走出身。陛下，如今大武王朝有气运圣龙庇佑，贸然开战，只怕对我国不利。怎么？一国相认为朕的100万雄兵还敌不过一个小小的大武？郑天质问。臣绝无此意，只是圣龙的强大，绝非我等能够想象。天庸道人的死，只怕也与其有关，还是谨慎些为好。国相一边解释，一边劝说。不想郑天因为轻视对手，白白让100万士兵葬身异国他乡。朕意已决，国相不必多说。更何况圣龙岂是他们有资格操控的？堂堂万兽之首，又怎会听从他们的号令？抓紧夺龙，让他为朕所用，才是重中之重。郑天并未将国相的话放在心上，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他手上握有祖传法宝，有自信让气运金龙为自己所用，笃定只要收服气运金龙，提升国运，青龙国用不了多久便能一统整个下界。国相欲言又止，以他对自家这位君主的了解，再说下去非但不会对事实产生半分改变，反倒会惹火上身。只能寄希望于郑天的想法是对的，气运圣龙还未被大武王朝完全驾驭。如此想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一旦攻破大武城门，完成夺龙，对青龙国而言百利无一害。半日时间，天刚蒙蒙亮，100万兵马已是连夜完成集结。郑天确认族宝准备无误后，穿戴上一身金甲，决定亲自前往大武王朝指挥军队破城夺龙。殊不知这一幕幕画面被数千里之外，在大武王朝中的陈清借助时空圣体开辟的窥天镜与夏清月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家伙居然还是贼心不死，想要夺龙，实在可恶。夏清月被齿紧咬，气愤地说：“以上帝视角看着那黑压压一片、足有100万之众的铁甲雄兵，饶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青龙国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一旦两国开战，这死伤人数只怕1日内就会突破10万。”夏清月光是想想都觉得可怕。这轻飘飘的一串数字背后，将是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无论是作为大武王朝的公主，又或者是大武王朝的一员，夏清月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这个简单。把他们全灭掉不就好了？这时，只听陈清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灭掉100万军队。”夏清月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理解错陈清想要表达的含义。正是。陈清点点头，同时抬起的手一指落下。再看青龙国这边，100万将士头顶，原本还万里无云的晴空，忽然逆变，化作一片混沌景象。再然后，自那混沌之中落下一根大的惊人的金手指，纵使100万之众，在那巨指之下也渺小如尘埃。视线转到那100万士兵这边，原本还一个个战意强烈，好不容易等到建功立业机会，打算以大武王朝作为踏脚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一下就萎了，眼中流露出来的只有恐惧，战意尽失。面对那连天都捅破开的一指，士兵们大多愣在原地，三魂七魄都飘到九霄云外去了，哪里见识过这种大场面？即便是那些久经沙场、心理素质更强的将士，哪怕脑海中生出了想要逃跑的想法，在那一指的威压之下，身躯却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根本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金光巨指越来越近，光芒越发刺眼，直至充满双目，无论往哪看都只能看见一片金色的光芒。轰隆隆，天地震动，气浪如海啸般层层激荡出去，数丈高的城墙因此爬满蛛网般，足有大腿粗细的裂痕金光巨指虽消失，却留下了漫天黄沙，让人无法视清城墙下的景象。青龙皇帝郑天此时正双腿发软的厉害，跌坐在城墙上，满眼惊恐之色。一旁的随从则愣在原地，哪有功夫去搀扶他，整个身心完全被恐惧2字填满。若非双脚不听使唤，他们早跑了。皇帝的命和自己的命孰轻孰重，他们还是分得清楚的，更别说还是一个即将灭国的皇帝。他们不傻，看得出来郑天这是若不自知，触怒了仙尊，遭到神罚。即使黄沙漫天，他们也不难想象得到，现如今的城墙下会是怎样一幅惨烈的景象。此等毁天灭地的手段，除了仙人外，还有谁能做得到？像这样想的，不止这些士兵随从，包括在窥天镜后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夏清月。一指相隔数千里，灭杀100万铁甲雄兵，这可比先前陈清一掌灭亡一座宗门时带给夏清月的震撼还要大上许多倍。一度怀疑陈清的修为会不会比大帝还要高。大帝之上，仙人之境。陈清并不关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是大帝还是仙人，比起这个，
他更在意看在自家夫人的面子上，出手为大武王朝提前挡下100万师，能够拿到怎样的宠妻奖励。打开系统面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银魁加50000，5万银魁。陈清回想一下，加上这刚刚才获得的5万银魁，自己麾下的分神境银魁数量已是突破10万大关。10万分神境银魁，陈清不敢想象此事一旦曝光会震动多少王朝势力。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凭借这10万银魁成立一方不朽势力。对此，夏清月毫不知情，双眼正一刻不离地落在窥天镜上。看到镜中青龙国的人招来一股狂风，将那漫天黄沙朝向两边破开，彻底暴露出那一指留下的恐怖破坏力，留下一道深渊般的天坑。至于那100万雄兵，别说尸骨，连一块铁甲碎片都未能残留，全部蒸发殆尽，好似从未存在过。朕的100万雄兵就这么没了。谁？到底是谁干的？尽管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可真当事实尘埃落地后，郑天依旧不免感到愤怒哀怨。没了那100万雄兵，青龙国的统治力将大打折扣，之后的时间将会面临无数豺狼虎豹，稍不留神，整个王朝就有可能瓦解，被瓜分殆尽。这对还幻想着打造天玄大陆第一王朝，成为千古一帝的郑天来讲，无异于沉重一击，美梦幻灭。这时，耳边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快看，是仙人，是仙人降临了！”仙人。郑天看了眼那名出生的士兵，扶正冕旒，再顺着他的视线抬眸看去，果然瞧见从传送门中走出的陈清、夏清月二人。这是仙人。郑天觉得不像，无法将二者联系到一块去。冷静下来，郑天恢复往日身为帝王的高高在上。论国力，青龙国是大武的数倍，与其为那种毫无前景的弱国效力，不如投诚我青龙。大武能给你们的，朕一样能给你们。痴人说梦。夏清月身为大武公主，听到郑天居然让自己背叛大武，背叛自家父皇，当即予以驳斥。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郑天知晓来者不善，既然无法收服，那就必须尽快将其除掉。取出匕首，割破手掌，再握紧五指，挤出帝王血脉，同时嘴里念叨着旁人听不懂的上古咒文。下一刻，一幅青色的阵法图快速覆盖整个京城。自那阵法图中心浮现出一头身躯半透明、足有100丈的青龙虚影。没想到在这种地方，居然以国运供养着一缕龙魂。陈清之所以会亲临青龙国，就是因为感受到在青龙国内有着一股异常庞大的能量，决定前来一探究竟。眼下基本可以确定，那道庞大的能量正是源于这道龙魂。这小子居然能看透这一点。闻言，郑天表情大惊，抬手擦去脸庞的冷汗，故作镇定道：“朕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臣服还是死？”言语间，100丈青龙魂已是自郑天背后高高直立起巨大的龙躯，俯首用一双似火焰飘荡的龙眸审视着陈清与夏清月，像是想要通过威压逼迫二人妥协。对一般修士来讲，面对此等强烈的龙威，大概率会承受不住。可对陈清来说，这龙威根本不值一提。别说他，饶是夏清月，同样不把青龙魂当作一回事。不说话，郑天并未往坏处想，而是觉得陈清、夏清月一定是被青龙国以100年国运供养的强大龙魂吓住了，愿意给他们一点时间缓和思考，好好权衡一下这其中的利弊。不过还是象征性的催促了一句：“朕耐心有限，你们尽快决定。”说罢，还示意龙魂给陈清二人上点压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句话放在龙魂身上一样适用。于是张开深渊巨口，冲着陈清与夏清月发出一道响彻天地的龙吼。一条臭虫也配犬吠？臭虫！听闻陈清这样形容自家的镇国神器，郑天嘴角抽动，正欲发作，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他将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天色骤暗，能见度降低，云穹如飓风回旋，这一幕似曾相识燕归来。郑天立马联想到方才灭杀了自己100万雄兵的那破天意志，果然是这家伙搞的鬼。眼下郑天想不怀疑到陈清身上都不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刚想对青龙魂下令全力破解陈清的攻势，绝对不能让先前的惨剧再次发生。只是这话才到嘴边，还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就目睹自那暴风眼之中缓缓降下一巨大的龙手，搭配上金光灿灿的鳞片，好似太阳，璀璨的金色龙眸仿佛能洞穿人心。郑天竟生不出勇气去与之对视，一声龙啸惊动10天9地。方才还不断以龙威想要震慑陈清的那道龙魂，立马从空中坠落下去，五体投地，低垂龙首，像是在表达臣服之意。眼看镇国神器未战先败，以他为最大依仗的郑天心中五味杂陈，泛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再抬眸，所见所闻
却又令郑天一下理解了龙魂的难处。气运金龙不再隐藏，完全现身，千丈巨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遮天蔽日。无论郑天往哪头去目光，看到的都是龙身，金色龙鳞，光彩夺目。一道圣龙残魂，即便接受过再多国运的滋养，又怎么可能会是千丈圣龙的对手呢？郑天属实没料到，陈清这个看着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居然会是真正掌控气运金龙的主人。要早知如此的话，说什么郑天也不会选择与之为敌。别说郑天没想到，此时仰望着气运金龙的夏清月一样瞠目结舌。起初还以为是陈清通过传送阵法将大武王朝的气运金龙搬来，想要以此镇压青龙魂，哪曾想仔细对比了一下，头顶的这条气运金龙体型明显不对，大了10倍有余。夫君有不止一条气运金龙，而且更大。夏清月薄唇紧抿，咽了咽唾沫，良久都未能从中缓过神来。投降？不，我投降。我愿带领整个青龙国向仙尊宣誓效忠，永不背叛。自知大势已去的郑天很是干脆利落地放下皇族威压，屈膝跪在地上，磕头，蜷缩成一团，以此表达臣服之意。皇族颜面哪有性命重要？人死了，那可什么都没了。面对郑天的投诚，陈清五指轻轻一握，郑天当即面色大变，一手捂住左胸口，另外一手抬起，想要请求陈清饶命。陈清不予理会，更没打算给他开口的机会，五指握紧成拳的瞬间，隔空将郑天的心脏捏碎。郑天跪地的身躯应声倒下，再起不能，双眼被鲜血充满，死相惊骇。一国皇帝自此宣告陨落。也是这一刻，夏清月才真正领略到所谓的皇权在真正的绝世强者面前有多脆弱。察觉到地宫中不少修士蠢蠢欲动，想要乱世称王，陈清一念帝威，全数镇压。至于那道龙魂，陈清留着也没用，赏给气运金龙了，将其吸收，增进了不少修为。气运金龙虽是系统奖励，却具有可成长性，能够继续修炼，修为越高，对陈清带来的气运增加效果也就越高。夫君，这青龙国如今群龙无首，你打算如何处置？夏清月好奇问。陈清欲言又止，想到夏清月的天命女帝光环，改口问：夫人想不想当女帝？女帝？陈清不提，夏清月还真没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女人为帝，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少有的，对夏清月来讲吸引力不小。但她的回答却是，当皇帝的话就没时间待在夫君身边了。见夏清月为了自己拒绝提前称帝，陈清心里还有点小愉悦。稳了，父皇光是治理大武已是相当劳心费神，更何况青龙国距离大武又如此遥远，天高皇帝远，恐易生事，不如让家公称帝，如何？陈清很清楚，夏清月口中的家公是指自家父亲陈雄。陈清对夏清月考虑的如此全面，颇感意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他却想到了，并未刻意偏袒某一方，而是从大局入手。要问陈清自己，他对当皇帝管理江山毫无兴趣。既然自家父亲有这个才能，陈清觉得不妨一试。稍微想想，望父成龙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挥手间打开一扇传送门，这扇传送门和以往有所不同，两边可以互相看清对方。噗！陈雄此刻正在院中品茶呢，忽然看见传送门开启，还以为是有刺客，吓得一口茶水从嘴里喷了出来。若非在镜中看见了陈清与自家儿媳的脸，他都打算取剑了。青儿，你这冷不丁的，可吓坏为父了。陈雄坐回石凳上，抬手轻抚胸膛，说说吧，又出什么事了？若有为父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陈雄开门见山问。知晓陈清用这种手段与自己见面，绝非只是为了见面。父亲，我与清月已是将青龙国皇帝诛杀，如今群龙无首，想给青龙国另寻个皇帝，不知你可否愿意出山？陈雄问。哦，你和清月把青龙皇帝杀，话音戛然而止，用杯盖撇去茶沫的动作同样僵住，然后突然站起身，瓷杯脱手摔碎。陈雄却根本顾不上在意，连忙确认问：你说你们把青龙国的皇帝给杀了？陈雄身为一国之相，又岂会不知大武王朝与青龙国之间的差距？他有想过自己这个儿子的能耐很大，会给自己带来诸多惊喜，但这一下要自己到别国当皇帝，多少有点惊吓了。不错，杀了。陈清分出一幕画面，用于向陈雄展示死在城墙上的郑天。看着倒在地上面容惊恐、死不瞑目、身穿一身帝王金甲的郑天，陈雄不得不相信这一事实。陈雄很清楚，以自家儿子的缜密心思，既然会找上自己，那么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与考虑。既如此，陈雄也不再拒绝。当皇权就那么摆在面前，唾手可得时，试问这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拒绝得了呢？好，这皇帝
我当。一行人来到地宫中，等待一会儿功夫，再看到陈雄出场时，已是换上一身黑金色的龙袍。怎么样，看着合不合身？陈雄张开双臂，方便让陈清一窥这龙袍的全貌。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竟能靠着儿子的诏符登基成为一国皇帝。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还比大武王朝的规模要大上不少。想着这下自己那个皇帝亲家总算能彻底安心，不用担心自己会造反了。如今陈雄要真有那个想法的话，就不单单只是造反推翻夏氏皇族那么简单了，而是直接将大武王朝吞并掉。不过陈雄眼下并无这方面的想法，有这么一个天才儿子，说句稍显膨胀的话，他如今还真看不上一个小小的大武。比起惦记大武那点领土，陈雄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不能辜负陈清的期待，必须将青龙国打造成一方霸主级势力。丢了自己的脸是小，丢了自家儿子的脸是大。合适，太合适了，这龙袍简直是为父亲你量身打造的。陈清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夸赞道。夏清月点头赞同，发自内心觉得陈雄这不怒自威的气场与模样，搭配上龙袍，确实天生帝王相。唉，注意到陈雄笑容消失，叹息的动作，陈清追问：父亲，你怎么了？陈雄不做隐瞒，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如今旧地刚刚陨落，为父一个外族人前来登基称帝，那些老臣和残余的势力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起叛乱，从而影响国运，造成百姓动荡。听闻陈雄的担心，夏清月则觉得其中的概率微乎其微，认定这世间无人胆敢反抗大帝级别的强者。这个简单，陈清和夏清月一样，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旋即命人前去，将文武大臣以及皇族的底蕴修士全部叫至大殿来，既要扶持亲爹坐上皇位，这登基初期，陈清自然得尽可能为他扫平障碍。不多时，文武百臣一个个快步赶至大殿，包括一名名出具仙风道骨的老修士。原本陈雄还在担心这些人终会有人傲骨铮铮，宁战死不贵生。下一刻发生的事，却让陈雄清楚意识到自己纯属想多了。文武百臣乃至那一名名境界不俗的修士，在入殿后几乎是不带半分迟疑的就跪了下去，蜷缩成一团，一言不发，像是在等待发落。陈雄眉头微皱，心想不应该啊，哪怕大武王朝这样的小国家，身怀傲骨的人都不在少数，这偌大的青龙国，难道就找不出一个硬骨头？立下天道誓言，宣誓效忠大前，效忠前帝者可活。陈清冷冷开口，他话中提到的大前，正是与陈雄商议后决定的新王朝。青龙国早已不复存在。听闻天道誓言四个字，哪怕不是午休的文武大臣们，也深知立下天道誓言后意味着什么。立了，自己这辈子都将沦为他人手中的提线木偶；不立，必死无疑。陈清可不准备给他们太多的时间犹豫不决，一念帝威，强势镇压所有人，让他们认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我愿立下天道誓言，永生永世效忠大前，效忠前帝，绝不背叛。很快便有人承受不住帝威，及时选择立下天道誓言。在确认先前的帝威并非幻觉，陈清真是大帝之后，那些前朝的底蕴修士华贵的更快，争先恐后立下天道誓言，触怒大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可比株连九族更令他们恐惧。眼见这些人都跪了，越来越多的人陆续立下天道誓言，效忠大前，效忠前帝。反观陈雄，他此刻的注意力全然不在那些向自己跪地宣誓臣服的家伙身上，一寸不离，紧紧盯着陈清。我儿是大帝。这下他总算明白，为何上百人里一个硬骨头都找不出来，骨头再硬也没资格在大帝面前显摆。纵使是从小看着陈清长大的陈雄，照样得承认陈清葬的实在是太深了。这下父亲总该放心了吧？陈清笑问。放心，我可太放心了。陈雄那颗悬着的心早已安稳落地。别人都是拼爹，可从今往后他陈雄要开始偏了。丢脸？陈雄一点不觉得丢脸，别人想拼还没这机会呢。我儿是大帝，我儿是大帝。越想心里越兴奋，难以平静。之后因为先前灭杀了青龙国100万雄兵，导致如今的大前几乎不剩多少兵马可以调用。陈清大手一挥，直接借了1万银魁，任凭陈雄插潜战在城墙上，看着那一尊都有份神境巅峰修为，足足1万尊银魁，陈雄一度怀疑陈清这哪里是想让自己当国主，分明是宗主。不对，一般的强宗哪有这个配置？仙宗必须是仙宗。这1万分神境傀儡，在陈雄看来是多少个100万雄兵也无法比拟的。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一句：清儿，你放心，魏父一定会将大前打造成霸主势力，成为你的后盾。陈清自然是予以绝对信任。接下来的时间不再打扰陈雄，
大钱刚刚建立，还有诸多事务等待着他这个新帝去批阅呢。好在先前身为摄政国相，让陈雄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算驾轻就熟。以加工的才能，只怕用不了多久，大钱之名便会打响整个天玄大陆。夏清月并非刻意吹捧陈雄，想要讨陈清欢心，实话实说而已。对此，陈清与夏清月想法一致，而他需要做的只是坐享其成。一个武皇岳父，一个前帝亲爹，再加上一个未来的天命女帝妻子，这背景直接拉满了。比起亲自当皇帝掌皇权，陈清更乐于将自己亲近之人全部推上大位，当个甩手掌柜。不过这话又说回来，等到未来主角出关，发现外界大大小小的势力全是我的人，会作何感想？如此想来，陈清觉得这样的发展路线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主打一个全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收起多余的想法，陈清正准备打开传送门，与夏清月前往大武，返回陈府之时，一道声音却是不见其人，率先传出：尊上请留步。若非尊上这个称呼，见有人敢拦在陈清与自己面前，夏清月都准备拔剑了。小人青藤宗宗主赵天生拜见尊上。那人在现身陈清面前后，不带半分迟疑，直接跪地行大礼。青藤宗，陈清对这三个字毫无印象，不过凭借对方的分神境修为，不难猜想得到，这青藤宗在大前的地位影响力，应与10大强宗在大武差不太多。说正事，陈清直奔主提问。小人愿立下天道誓言，率领整个青藤宗归顺尊上，还请尊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赵天生不敢隐瞒，立马说明来意。他只是偶然路过帝都，却意外感知到一股强大的地威，断定这是有准帝境强者降临下界，于是立马来到地宫，想要拜见那些准帝强者。可真当到了地方后，才发现哪有准帝，分明是大帝，而且还不是自己熟知的那位老大帝。更恐怖的是，这位大帝看着才刚成年不久的样子。因此赵天生敏锐把握住机遇，想要归降陈清，把握住这个抱上大帝大腿的机会。陈清才想着要将这天玄大陆大大小小的势力全纳入到自己的麾下，不料没等自己出手，这么快已是有人主动归降，还是宗主级别，没理由拒绝。这青藤宗他收了，多谢尊上天恩，给我这样一个能效犬马之劳的机会。赵天生再次叩谢大恩，并立下天道誓言。之后更是邀请陈清前往青藤宗视察，也想借此机会更加拉近自己乃至整个青藤宗与陈清之间的关系，并表示有件宝物无论如何也想要献给陈清。听闻赵天生要献宝，陈清看了眼夏清月，见他一副全凭自己做主的眼神，于是答应下来。见陈清点头，赵天生立马取出一页飞行法宝，迅速放大10几倍，降下大片阴影。尊上请。赵天生抬手请道。他都表现到这种份上了，陈清不做拒绝，与夏清月一起登上那片飞叶，由赵天生负责驾驭，翱翔于云端之上，快速朝向青藤宗赶去。转眼飞叶降落在青藤宗的山门前，三人从上面下来后，赵天生立马从外院开始入手，向陈清介绍起青藤宗的一点一滴，从弟子数量到功法、丹药储备，然后是青藤宗在大前境内的实力排名，说得相当透彻。好，本帝知道了。所以你方才说的献宝，陈清想着如今身为大帝，面对外人，该有的架子还是要有的，避免有人真因为自己表现的和善，误以为能踩上一脚。先从自称改口，改我为本帝。至于赵天生口中的那件宝贝，陈清期待有，但不多，即便再如何珍贵，也不可能比得过系统给出的奖励。实在不行，还能转赠给夏清月，刷波宠妻奖励。尊上请稍等片刻，人马上就到。赵天生满脸谄媚，哪里还有一点身为一宗之主该有的自信与霸道，满脑子想着的都是陈清待会儿看到那件宝贝后会有多欣喜，自此自己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水涨船高，一路走上巅峰。既然赵天生都这么说了，陈清也不介意耐心等上一会儿。恰逢此时，青藤宗9峰中的玉女峰，师尊救我！一名身穿银白长袍的女子快步跑进峰主大殿。若雪，出什么事了？你别急，慢慢说。见自家徒儿露出前所未有的慌张之色，玉女峰主吕兰柔声安慰：师尊，宗主不知从哪找来一位高人，想把我献出去，以此讨好对方。林若雪跪在吕兰身边，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高人？吕兰抬起手轻抚着林若雪的长发，问：那人是何修为？不知。林若雪摇摇头，但听其他弟子说，宗主在他面前表现得相当卑微，还说什么？见林若雪一副不敢说的样子，吕兰又道：放心，本尊让你说，谁有意见尽管来找本尊。见师尊都打包票了，林若雪也放下忌惮道：
还说宗主在那人面前卑微如狗，堂堂一宗之主，居然去给别人当狗，实在可笑可耻。吕兰气愤道：此事倘若传出去，不仅是他，连同我们整个青藤宗的威名都将大打折损。师尊，比起这个，徒儿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林若雪将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吕兰身上。哎，谁让你是天生的炉鼎宝体，能助人双修？这些年那家伙可没少想着要把你送出去，换得强者庇佑。闻言，林若雪这眼泪更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师尊，弟子不要跟人双修，被当成炉鼎使用，弟子只想永远留在师尊身边，孝敬师尊。放心，一切有师尊在，本尊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也绝不允许他们乱来。吕兰承诺道：这犊子他护定了，管他是哪路强者，敢惦记自家徒儿，都得付出惨重代价。多谢师尊。有吕兰这番话，林若雪顿感安心，心想当初自己拜入玉女峰，真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管你有多强，我才不会跟你双修。走，去看看。吕兰起身道：是，师尊。林若雪擦了擦眼泪，伴随吕兰左右离开玉女峰，前往青藤宗主峰。不多时，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赵天生望去目光，这脸立马黑了下来。这个麻烦的家伙怎么也跟来了？尊上，请您稍等片刻。落地，当看见赵天生在陈清面前那毕恭毕敬的姿态时，吕兰则嗤之以鼻道：你要不想当这宗主，大可退位让贤，何必用这样的方式来令宗门颜面扫地？吕兰还以为会是什么世外高人，不就一毛还没长齐的小屁孩吗？丑话说在前头，本尊绝不允许自己的徒弟被当作双修炉鼎送出。吕兰掷地有声地说：双修炉鼎。听到这4个字的陈清、夏清月则是很有默契地皱紧了眉头。身在玄幻世界，别说陈清一个众生者，哪怕夏清月也深知双修炉鼎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再看一眼吕兰身后站着的那名美艳女子，陈清、夏清月恍然大悟，这才明白原来赵天生口中所谓的宝贝是指林若雪这个人。林若雪也很快注意到了陈清的存在，美眸泛起一抹微光，老实说有点意外。起初他还以为宗主要把自己献给的对象是个充满老人味、半截入土的家伙，没曾想他竟如此年轻，这样貌也是生得姣好，颇具文气。毫不夸张地说，陈清这个人长在了林若雪的审美点上，是他喜欢的类型。尽管如此，林若雪依旧不打算将自己当作炉鼎献出。他林若雪的男人必须是绝世天才，拥有成为未来至尊的潜力才行。在林若雪看来，陈清之所以能让宗主把心思打到自己身上，肯定靠的是其背后的势力。背景再大，若没相应的实力继承维系，迟早也会走向灭亡。林若雪不愿牺牲终身幸福去独履峰主，事关整个青藤宗的未来，我意已决，你不必再说了。赵天生强调道：你少拿这种话诓我，什么叫你意已决？若雪是我吕兰的徒弟，他的未来轮不到你做主。论辈分，吕兰与赵天生师出同门，为师兄妹，哪怕赵天生如今身居高位，贵为一宗之主，吕兰照样不怂他，大不了闹到师尊那里去，看师尊更偏袒谁。你……赵天生气不打一处来，实在不想眼睁睁看着这个抱上大弟大腿的机会就这么被吕兰给毁了，连忙看向陈清，希望他能再给自己一点时间。陈清则抢先一步抬起手，打断赵天生到嘴边的话：赵宗主，这炉鼎大可不必，本地不需要。本地。陈清一句话，林若雪敏锐地捕捉到这2个字。根据他的认知，有资格自称本地的，在这世间只有准帝和大帝。陈清这个年纪，准帝不可能，大帝那就更不可能了。想到这，不禁对他这个人更加失望，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敢自称本地。因为那副好皮囊对陈清产生的好感一下跌落谷底。陈清察觉到林若雪眼中的厌恶之色，才不管他怎么想，伸出手挽住夏清月的纤细柳腰，继续道：本帝早已成婚，此生认定他一人。闻言，林若雪方才抽出多余的精力去好好观察夏清月这个人。这不看不要紧，一看，饶是被公认为青藤宗第一美的她，在夏清月面前竟也止不住地感到自惭形秽起来。忽然有种陈清是因为有了这么绝美的夫人，看不上自己才会拒绝的想法。这么一想，一股怒火顿时在林若雪的胸口炸开，冷哼道：宗主，师尊，既然人家瞧不上我，咱们又何必强求呢？既如此，我们还有事，先行一步。陈清随手开辟出一扇传送门，不等赵天生挽留，已是带着夏清月步入其中。他竟能随手打开传送门。见状，吕兰、林若雪心中忍不住一惊。随后，林若雪又立马自我安慰，陈清一定是借助某种法宝才做到了这种事。随手开辟传送门，那可是顶级强者才能办到的事。陈清看着不像。
眼见传送门关闭，陈清、夏清月消失在眼前，赵天生看向林若雪与吕兰，直拍大腿道：“哎，你们让我说些什么才好？这么好的机会，就让你们白白葬送了。宗主，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人家看不上我，又不是弟子看不上他。”林若雪反驳道。赵天生听出林若雪话里的阴阳怪气，鼻孔出气，无语道：“你还看不上人家？你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人家？”师尊见赵天生如此贬低自己，碍于他宗主的身份，林若雪只能求助于自家师尊。师兄，我家若雪可没你说的那么不堪，放眼整个青龙国，论天资与实力，又有几人能比得过他？别说林若雪不高兴，身为师尊的吕兰听到赵天生如此贬低自己的徒弟，一样大为不悦。他优秀，还能比得过大帝？能伺候大帝，那是他三生有幸。赵天生此言一出，吕兰、林若雪师徒二人当场愣住。吕兰最先反应过来，白了他一眼：“你在这说什么胡话？怎么还扯到大帝二字上了？方才那位陈公子便是大帝，我已立下天道誓言，愿带领整个青藤宗永生永世效忠于他。”赵天生语出惊人道：“什么？他是大帝？”林若雪师徒二人几乎同时惊叹出声：“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赵天生懒得再与这对傻子师徒浪费口舌，脚下一踏，飞身离开，留下林若雪、吕兰呆滞原地，大眼瞪小眼。师尊，他怎么可能会是大帝呢？宗主一定是在骗我们吧？林若雪仍抱有一丝侥幸地问。至少在为师的认知当中，师兄他还不至于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吕兰摇摇头：“啊，那我岂不是……”林若雪一下后悔了，要早知道陈清是大帝，别说被当成双修炉顶送出去，哪怕让他给陈清当个贴身暖脚丫鬟，林若雪照样心甘情愿。毕竟那可是大帝啊，给别人当暖脚丫鬟说出去或许很丢脸，可给大帝当暖脚丫鬟说出去，只会让天下人羡慕嫉妒恨。师尊，我后悔了，要不您去和宗主说说，弟子愿意当炉顶，弟子愿意与陈公子双修。看着林若雪这副完全陌生的模样，身为师尊的吕兰心中一言难尽。唉，叹息一声，这种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哪有重来一说？吕兰又不傻，对方可是大帝，一个处理不好，自己这条老命就得搭进去。陈清没有因为自己先前的无理行为痛下杀手，他已是感恩戴德。吕兰尽管宠溺林若雪这个亲传弟子，却还没到会为了他去冒犯大帝的份上。师尊，万一还有挽回的余地呢？不试试看，又怎会知道？林若雪完全放下以往的高冷形象，苦苦哀求吕兰前去说一声，只求陈清知晓自己的心意，回心转意。行了，此事到此为止，不必再说。你配不上他，注定有缘无分。并非吕兰想把话说得那么重，单纯只是想让林若雪明白这个道理，别作茧自缚，最终害了自己，更害了身边的所有人。你配不上他。吕兰人已消失无踪，可他的话却是在林若雪心中久久回荡，无比清晰。这话若是在之前说出，林若雪绝对会反驳，据理力争。可如今在得知陈清拥有至高修为，贵为大帝后，他哪里还有底气说得出口？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悔不当初。而在另一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苍天剑玉。苍天剑玉，陈清一时没能理解这是个什么奖励。不过本来就是意料之外的奖励，陈清也没指望品质能高到哪种份上。老实说，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为了夏清月拒绝别的女人，居然也能达到宠妻标准。夫君，我观那灵圣女生的绝美，又是对修为增加大有裨益的双修宝体，夫君为何要拒绝？夏清月一边为陈清倒茶，一边问出心中所想。大概能想象得到，这会儿那对师徒多半已经从赵天生口中得知自家夫君是大帝强者这件事，正后悔不已呢。弱水三千，我只许夫人一瓢。陈清态度依旧，况且我还没沦落到需要为了增加修为去双修，即便真与之双修，还不如气运金龙随便给我吐口龙气带来的增益多。她再如何绝美，在我眼中不如夫人一根手指。陈清实话实说，林若雪的美是俗世的美，夏清月的美则是超脱于俗世的美，如天仙临凡。喝茶。夏清月将脑袋埋下，将茶水推送到陈清面前。本来只是随口一问，却被陈清的回答逗红了脸蛋，唰的一下站起身逃避道：我突然领悟了一点东西，先去修炼了，夫君你慢慢喝。没等陈清答应，夏清月已是脚底如抹油，一溜烟逃进了卧房。陈清笑而不语，端起茶抿了一口，接着找准机会查看起苍天剑玉这一奖励。很好奇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点击查看，眼前立马弹出系统提示：
是否进入苍天剑域？稍作思考后，陈清放下手中的茶杯，点击确认进入，当即眼前一白。在下一刻，画面一转，来到另外一方天地当中，四处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看得见的只有荒漠与一柄柄毫无规律、凌乱插放的长剑，一眼望不到头。大地一念，将神识覆盖出去。陈清立马知晓，此地为何会叫做剑域。这苍天剑域中一共存放着20万柄剑，品质低的也有黄阶上品，品质高的则能达到天阶，相当于是奖励了陈清一座剑库，倒是个不错的奖励，正好能用来搭配万剑圣体修炼。万剑圣体虽能驾驭万剑，可要上哪去寻这万剑受自己差遣，一直是困扰陈清的难题。凡兵倒是好找，可要是想集齐万柄具有品质的玄兵，哪怕把大武王朝的宝库搬空，也未必找得出来。至于凡兵，再多也不适合用来对付武修，对付普通人的话，又哪里用得着动用万剑圣体？因此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万信系统这就懂事的为陈清献上了20多万柄玄兵。有了这20万柄剑，搭配上万剑圣体，陈清随时随地起手就能做到万剑朝宗。剑域已与陈清之间完成绑定，陈清想用随时可以调用。两指并拢，空中一转，那20万柄剑立马受到感召，纷纷从地上拔出，化作钢铁洪流，朝陈清汇聚而来。离远些看，那20万柄剑如银龙翱翔于天际，剑身寒光，化作鳞甲，威慑力拉满。陈清玩了一会，两指一落，剑龙直冲云霄，如烟花爆散，20万柄剑快速重归原位。不错不错，陈清满意地点点头，闭眼睁眼间，思绪回到本体，拿起那杯还温热的茶水，继续品了起来。一边品茶，一边留意着屋内夏清月的修炼状况，进步可谓神速。一杯茶喝完，陈清取出七星刀，多亏青龙国作死，送了100万兵马给自己养刀。如今的七星刀，7颗刀芯已是点亮5颗，距离点亮7颗刀芯只差最后2颗。陈清一念动，七星刀立马分化为5柄，悬浮在半空中。在大地级别的精神力下，他操纵起这5柄七星刀，简直不要太容易。换做夏清月的话，估计连一炷香都撑不住，就会思绪混乱。七星刀强大就强大在，只要念力够强，7柄飞刀可各自为战，打得敌人手忙脚乱。这最后2颗剑心，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点亮。看着合为一柄回到自己手上的七星刀，陈清感慨。这时院外传来声音：少主，府外有一人自称是正义宗的宗主，想要求见您。正义宗，陈清没记错的话，这正义宗乃是大武王朝10大强宗之首。这深更半夜的，正义宗的宗主不远千里迢迢跑来找我，所谓何事？陈清想不通，索性不再去想，回应让下人将人带到大堂。而陈清这边也是转瞬出现在了陈家大堂。不愧是排名前10的至尊圣体，这时空体确实好用。陈清笑道。片刻后，正义宗主便在下人的带领下来到大堂，见到陈清的第一时间立马跪地行礼。正义宗宗主王海峰拜见主人。起来吧。说完示意下人看茶，坐。多谢主人。王海峰战战兢兢走到一旁的座位坐下，接下茶杯。你来找我，所谓何事？陈清开门见山问。回主人，属下此次前来是为送上一封邀请函。王海峰忙将茶水放到一边，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封邀请函。邀请函？陈清手指一勾，那封邀请函立马从王海峰手中飞了过来，被他抓住。天机拍卖会，这样几个字浮现在陈清的眼前，还是用金墨写的。陈清没听说过什么天机拍卖会，毕竟他和夏清月一样，刚踏入武道世界没多久。天机拍卖会乃是天玄大陆下界最大的拍卖会，10年举办一次，由10大拍卖行共同主持，重宝无数。王海峰介绍道，同时表示整个正义宗只收到了2封邀请函，其中1封在拿到以后立马启程替陈清送了过来，只为让他明白自己有多忠心。陈清看着手里的邀请函，经王海峰这么一说，还真对那天机拍卖会产生了几分兴趣，认为是刷宠妻奖励的不二之选。10大拍卖行表面合作，实际上却是为了借助这个机会展现自家拍卖行的实力，因此宝贝肯定不会少。若是夏清月看上其中1、2件，替他买下来，怎么不算宠妻呢？你有心了。陈清收下邀请函，正在他想着要如何犒赏王海峰的忠心时，话锋一转，你正一宗的炼丹房可有能炼制9品丹药的药草？反正夏清月正忙着打坐修炼，陈清想着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炼制一些高级丹药，用于提升他的修为，顺便刷点更高品质的奖励，要能报个几百、上千枚9品丹药，血赚不亏。回主人，有的。王海峰点点头，随即又面露难色。只是我正义宗的丹师
无人能炼制9品丹药。跪地抱拳，请主人给我一点时间，属下一定尽快找到能炼制9品丹药的丹师。用不着那么麻烦，带本地去一趟炼丹房。陈清起身道：是。虽不知陈清此去正义宗炼丹房的目的，身为奴隶的王海峰并未多想，脑海中想着的只有照陈清的命令去做。眼见陈清抬手间便有一扇通往正义宗的传送门被打开，王海峰察觉到了什么，试探性问：主人，这难道是3000体质榜排名第6的时空圣体？哦，你还挺有眼力。陈清点头肯定，不错，正是时空圣体。不愧是我主，居然拥有至尊圣体。确定这一点的王海峰更是中心值大涨，并不认为放弃尊严臣服他人是一件丢脸的事，别人想臣服陈清还没这个机会呢。能抱上这么一条绝世大腿，日后哪怕陈清一言不发，只要知晓正义宗早已被他纳入麾下，打狗还得看主人，再厉害的强者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无这个资格。至尊圣体加上陈清先前在青城宗展现过的绝顶天资，王海峰坚定认为陈清迟早会登临帝境。殊不知陈清如今早已迈入大帝境界。至于他口中的本帝自称，王海峰单纯认为是帝王的帝，而非大帝的帝。转眼二人便从传送门中走出，来到正义宗炼丹房前，拜见宗主。挥手遣散那些路过的弟子，王海峰伴随陈清左右，抬手道：主人，这边请。主人。当听到这2个字从自家宗主口中吐出，弟子们才敢肯定，原来传言是真的，正义宗如今真成了他人座下的走狗。若真是什么顶级强者，他们自是遵从。可当看到令自己宗主马首是瞻的居然是跟自己一样的同龄修士时，不禁满头问号。想不通陈清究竟何德何能，能让以霸道2字著称的王海峰甘愿当狗。你想通了吗？有人问。我还想问你想通没。被问到的弟子摇摇头，反正我是没想通。哎，他此次到访咱们正义宗的炼丹阁，多半是要将里面的顶级丹药全搬空，日后恐怕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想到这，众人便是叹息连连。而另一边，陈清已然在王海峰的带领下来到首席丹师的专用炼丹房，大方表示：主人，这里面的所有东西您随便取用，若有差的，属下立马去找齐。陈清并未着急回复，神识覆盖整个炼丹房，摇头道：这些足够了。随即一步顺身来到地阶极品炼丹炉前，伸手抚摸，不错，是个好炉子。主人若是喜欢，只管拿去便是。王海峰连忙道：在他眼中，只要是属于正义宗的，那就是陈清的，他想拿便拿，无需经过任何人的同意。陈清不做回答，已是隔空打开一抽屉接一抽屉的药材汇聚到面前，接着点燃灵木，开始着手炼丹。见此情形，王海峰恍然大悟，主人这是想亲自炼丹。弄明白这一点后，又一疑问浮现在脑海当中，主人还会炼丹？王海峰没记错的话，陈清先前提到的丹药可是9品。仔细观察一下，陈清选中的那些药材也确实是炼制9品丹药的药材。主人是9品至尊丹师。王海峰不确定，陈清可不管他怎么想，如何看待自己，专心炼制9品丹药，事关提升下清月的修为与宠妻奖励，马虎不得。陈清要的是9品丹文级丹药。时间过去不知多久，脚步声匆匆，眼看丹房门被打开，正义宗首席丹师闯了进来。王海峰见势不妙，立即踱步走了上去。林丹师，我主正在炼丹，不可打扰。峰主，你疯了吗？居然让他炼制9品丹药，且不说这些药草有多难得，一旦炼制失败，炸炉，整个炼丹房都会被夷为平地。槽点太多，以至于林丹师都忘记要吐槽王海峰对陈清的称呼。堂堂10大强宗之首的宗主，居然称呼一个毛头小鬼主人。主人既然这么做了，自然有他的用意，你我不必多言，老老实实待在旁边观看即可。王海峰态度强硬。林丹师眉心紧锁，从未像此刻这般想要挖开王海峰的脑子，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严重怀疑他这是修炼到走火入魔了。然而很快林丹师就不这么想了，一股浓郁的丹药香扑鼻而来，简单嗅闻一下都会觉得灵海止不住的沸腾兴奋。林丹师连忙抬眸看去视线，想要确认，结果被眼前所见深深震惊住。凝丹成功了，成功了！见林丹师那眼珠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王海峰这目光也是马上回到了陈清身上。果然瞧见足足7枚金光灿灿的9品丹药从丹炉中飞出，道韵浓郁，有种强烈的感觉，只要服下这样一枚丹药，困扰自己10多年的瓶颈没准一下就能完成突破。忽然王海峰像是又发现了什么，看向林丹师，林丹师，那丹药上流动着的该不会是丹纹吧？林丹师不语，一副好似实话的表现。透过这一点，
王海峰100%确信，那丹药外壳上涌动着的光彩就是丹纹，否则好歹是6品丹师的林浩然，不至于会露出这样一副失魂的表情。9品丹药一次成丹，而且100%是丹纹级，这已然超越了9品至尊丹师境界。良久，才从林浩然口中吐出这样一句话：“宗主，您到底是从哪找来这么一个妖孽？”林浩然仍是一副丢了3魂7魄的木讷表情。这让王海峰告诉林浩然，其实自己原本前往青城宗是为了拉拢陈清归顺正一宗，结果却被对方的强大狠狠折服，不得不立下天道誓言，永久归顺。他说不出口，他们之间的对话，陈清一字不落听在耳中，无心理会。7枚9品丹药还不够满足陈清的野心，继续炼制。随着这个过程，身为6品丹师的林浩然，世界观与认知被陈清一次次强行刷新。他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能100%成丹，100%炼制出顶级丹纹，以为光是这已经足够证明陈清的强大。乃料陈清竟又凭借对药草的超凡理解，靠着互补之道打破不可能，以8品药草炼制出9品神丹。纵使亲眼所见，林浩然也是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最近几日连夜炼丹过度劳累产生了幻觉。默念清心咒，眼前画面不变，林浩然还是不信邪，又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疼得他龇牙咧嘴，猛吸凉气。多亏如此，才令林浩然坚信眼前的一切绝非幻觉，而是真实上演发生着的。丹神，他就是在试丹神，有望超越炼丹祖师爷的存在。不，我甚至怀疑他就是丹族转世。听着一旁林浩然的自言自语，见他认识到自家主人的强大，身为走狗的王海峰不禁挺起胸膛，微抬下巴，一副骄傲之色浮现在脸上。只差没把看到了吗？这便是无主的强大几个字写在脸上。陈清仍专注炼丹，视外界的一切为空气，全部无事要刷就得刷一波大的。同一时间，身在大芒山闭关的叶枫总算迎来了自己的主角时刻。是否进行每日签到？面对眼前弹出的系统提示，叶枫的回答不带丝毫迟疑：签到，正在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3000体质，天圣体，3000体质排名233体质，而且还是排名233的体质。这下发了，叶枫属实没料到此次签到系统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惊喜。他很清楚觉醒一门体质意味着什么，哪怕只是排名3000的垃圾体质，那也是超越无数凡修的天骄，在垃圾那也是天骄，更别说还是在3000体质中排名200多的体质。生怕幻梦一场，叶枫打开系统背包确认绑定，天圣体绑定成功。绑定天圣体后，叶枫迫不及待地修炼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拳头攥紧，激动表示真不愧是排名前500的体质，竟让我的修炼速度翻了一番。别人都是靠着天道恩宠一中无一才有机会觉醒体质，而我却能通过系统签到获得体质，试问还有谁？叶枫心中狂喜，十分期待日后能签到出更加靠前的体质，比如前100的圣体，又或者排名前10的至尊圣体。越想这心中越是兴奋，止不住的期待。抬起手擦了擦嘴角的口水，不行，冷静点，抓紧修炼，提升实力才是。想着没准等自己突破到大地境界后能提前出关。他是突然被传送到大芒山的，没有任何人知晓这件事。叶枫虽不怀疑夏清月对自己的感情，但他就怕夏清月误会自己死了，又迫于皇族的压力同意嫁给他人。万一等到修为盖世无敌出关后，发现青梅竹马早已和别人抱了龙凤胎，光是想想叶枫这气息都有些不平稳，险些走火入魔。不可能，清月绝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哪怕我真死了，他也一定会为我守灵终生。叶枫甚至担心夏清月在确定自己死后会因悲伤过度做出要追随自己一起去的傻事来。清月，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等我，一定要等我，等我出关带你无敌天下。如此想来，叶枫修炼着都变得更有动力了。正义宗炼丹房，陈清看着手上足足103枚9品丹药，觉得差不多了，还分别赏了丹师林浩然与王海峰1枚，犒赏王海峰的忠心以及收拢林浩然的忠诚。哪怕林浩然不愿忠诚自己，这其中的丹药大部分都是他私人的，自己用了他那么多丹药，给他1枚9品丹药，合情合理。多谢丹神大人。收下丹药后，林浩然跪地谢恩，真把陈清当成了在世丹祖对待。谢主人天恩。王海峰则是跪得更为迅速，忠诚之心暴涨。如今哪怕天道誓言失效，他也愿意心甘情愿地追随陈清，永不背叛。起来吧。陈清道。谢丹神大人。谢主人。二人闻言起身。陈清见时机差不多，
已是天明，决定是时候返回陈府去见下清月了。刷完丹药奖励，再带他前往天机拍卖会。只是这空间传送门都还未来得及开辟，门外却传来一名弟子慌张的声音：“宗主，不好了！魔教忽然来袭，要攻打我们正义宗。”魔教说白了，要么是与名门正派产生利益冲突的阵营，要么就是为了修炼不择手段，肆意残害生灵，以献祭他人为提升手段的真魔教定义权永远掌握在正道手中。正道里难道就没有真魔教存在吗？不尽然。魔教为何会忽然来袭的理由，陈清在从正一宗弟子口中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心中已有决断，100%是冲着自己炼制的这些9品丹药来的。9品丹药再加上这个数量以及丹纹品质，足够引发天地异象，紫气东来了。若非10大强宗皆已被自己纳入麾下，估计这会儿来的就不只是魔教一家了。传我令，集合所有弟子，抗击魔教。当着主人的面，身为一宗之主，王海峰反应得很快，迅速做出决策。可等他下达完命令，转身看去时，本该在身边的陈清却是不知何时了无踪影。他抢先那名正义宗弟子一步，瞬身出现在了炼丹房的塔尖上，一念神识覆盖整个正义宗的山门地界。嚯，来的人还真不少。在陈清的神识之下，正义宗的弟子与魔教之人被清晰区分，周身凝聚的灵气颜色截然不同，一红一蓝。魔教为夺丹来了上万人，正义宗虽派遣出去不少弟子入室历练，却仍有数万弟子待在宗门内。知晓魔教来临后，正义宗弟子反应速度很快，已是聚集在山门外，只等长老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与魔教进行厮杀。而魔教中人也在自家长老的率领下，携带着浓烈的杀伐气势逼近而来。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正在此时，头顶的一幕巨变将两拨人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天哪，哪来这么多剑？这至少有几10万柄吧。数量是其次，这些剑品质最差的也是黄阶上品，更是不乏天阶极品存在。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居然能同时驾驭如此之多的神剑？太惊人了！哪怕是以我如今的修为，想要御剑一柄，已是需要全神贯注，同时驾驭数10万极品神剑，这等恐怖精神力，真的是人族能做到的事。没等正义宗的弟子弄明白操控万剑的高人是谁，那20万柄神剑已是化作100丈铁龙，闪耀着连天地都能切开的锐利锋芒，朝魔教杀去。魔教引以为傲的神速修炼方法与修为，在这一刻派不上任何用场。在剑雨的冲刷下，顷刻碎尸万段。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别说抵抗，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上万魔教教众在这一击之下，转眼全部化作血水，将登上正义宗的数千节台阶彻底染红，变得极其醒目，层层往下流淌。看得那些原本还打算出手铲除魔教的正义宗弟子，顿时心凉半截。并非心痛这到手的建功立业机会没了，而是意识到了自己与强者2字之间还存在着多么遥远的一段距离。别说这些普通的内外院弟子，饶是在场那些平时习惯被他人称作天骄的天才弟子，这一刻眼神也是灰暗的好半天，嘴里才呆滞地挤出一句：“这也太夸张了吧！”其余人同样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好帅的招式，这剑够我学一辈子，1辈子，自信点，就是给你10辈子，你也学不会。剑到巅峰，不过如此吧。咱们下界还有这等人物。在斩杀魔教上万人后，剑龙原路返回，20万柄剑被陈清以掌中黑洞尽数收入苍天剑域。得益于此，顺着那剑龙折返的方向，正义宗弟子的目光集中落在了陈清的身上。快看，炼丹房塔顶上那些剑是他放出来的，看着明明与我们年纪相仿，怎会有如此恐怖的造诣？你也说了，那只是看着相仿，实际上说不定是个修炼了千万年的剑道老怪，找到方法易容，或者干脆返老还童。这位高人真的好潇洒，完美符合我心目中的剑仙形象。若能与他结为道侣，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结为道侣，上下打量眼，你也配？尽管此时被他评论的这位师姐有着正义宗第一美的头衔，众弟子却一点不觉得他的话有半点问题。单论美貌来讲，配其他人绰绰有余，但想配陈清这位他们心目当中的唯一剑仙人选，差了10万8千里。这世间不缺风华绝代的美人，可实力强大的剑仙万亿无一。背对的那名师姐还想反驳什么，但在感受到众人那一致认同的态度后，很识趣地闭上了嘴巴，不去自讨没趣。这个道理他当然明白，只是说出来听着有点扎心。回到陈清这边，这随手一剑的威力他十分满意，期间并未刻意调动灵力，只是单纯的操纵那20万柄剑去攻杀魔教。哪曾想一下就给团灭了，对自身的实力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意识到还是太低估自己了。在下一刻，
宗主王海峰现身来到陈清身边，拱手道：“谢主人出手，替我宗铲除魔教。”王海峰虽不惧与魔教一战，可真打起来难免伤亡。陈清这一出手，不仅瞬灭上万魔教，彻底铲除了这一威胁，更令正义宗全城无一伤亡，可谓神迹。陈清让王海峰不必言谢，正义宗毕竟也是自己的东西，出手保护理所当然。也是通过这番对话，众弟子才反应过来，原来陈清就是传言中那位凭借强硬实力征服了10大强宗的神秘高人。起初在听闻自家宗主立下天道誓言，归顺他人时，正义宗这些弟子还觉得窝囊，愤愤不平，好歹是10大强宗之首，怎可做出这等丢脸之事。现今在亲眼见证过陈清的强大后，他们只恨宗主怎么没早点带领正义宗臣服于他。见魔教一事解决，陈清觉得自己是时候该离开正义宗了，只是这手才抬起到一半，又落下。啪啪啪，鼓掌的声音先于人传出，随后一名身着一袭黑衣长裙的靓丽女子凭空出现在陈清面前，裙摆上绣有彼岸花式的图案，这妆容打扮在身为重生者的陈清眼里，只差没把我是魔教，我是反派几个字写在脸上。能随意炼制9品丹药，还是一名100年不1000年难遇的剑道天才，本座真是越来越中意你了。女子一笑，摄人心魄。字面上的摄人心魄带有极强的蛊惑性，对陈清倒是毫无影响，可反观一旁的王海峰显现没能控制得住自己，道心动荡，被其魅惑。回过神来后，大力摇晃着脑袋，默念清心咒，不去直视女人的眼睛，想以此保持清醒。由此更加确信了女子是魔教中人的事实，并肯定这名女子在魔教中的地位不俗，否则也不可能自称本座。其次，哪怕王海峰身为一宗之主，竟也看不透对方的实力与修为境界，一股前所未有的不安感顿时席卷整个身心。本座乃是无心教教主，你若主动归顺，与本座结为连理，日后本座有的，你有一半。女子向陈清伸出手，在等他表明态度。只要陈清牵起自己的手，女子便当他答应了。无心教教主。听到这几个字，王海峰猛然回想起什么，赶忙对陈清说：“主人小心，此人名叫秦无心，传言靠着邪术早已迈入渡劫境。”秦无心一点不介意被王海峰暴露自己是渡劫境修士这件事，反而很高兴他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正好借此给陈清上点心理压力，逼迫他从了自己。可陈清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有些出乎这位魔教教主的预料。无心教既无心，又哪来结为连理一说？陈清这话就是在讽刺秦无心身为教主却背叛了教义。秦无心先是一愣，随后道：“本座是教主，教内的一切对错自然是由本座说了算，更何况像是你这样的良人，本座就算背叛教义，被天下人不耻，又有何妨？”总之一句话，秦无心吃定陈清了。况且如今无心教的教众早被陈清一剑屠了，还去遵守教义做什么？已经死去的人又不会活过来追究他秦无心的责任。秦无心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与陈清结为连理，利用他的双绝天赋，损失1万教众又何妨？秦无心完全有自信建立一个更加庞大的帝国。所以你的决定呢？秦无心抬起手，再次向陈清发出邀请。没兴趣，本帝早心有所属。陈清果断拒绝。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吞天魔功+1。陈清稍显意外，没想到夏清月不在身边，拒绝他人也能触发宠妻奖励。拒绝就能获得奖励这一点，让身为众生者饱读各种小说的陈清不禁联想到拒绝就能获得奖励的系统，同时也发现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刷奖路线。哦，本座不如他？秦无心追问。陈清摇头。不等秦无心重燃希望，又听陈清一本正经说：“你不配与他比较。”秦无心嘴角抽动，然后笑了，被气笑了，脸上原本的冰冷之色逐渐被一抹癫狂替代。渡劫境的威压恐怖如潮翻涌而来，将陈清与王海峰等一众正义宗的弟子吞没其中。无妨，即便你不答应，本座也有1万种办法能让你服手。秦无心这是打算以境界威压逼迫陈清就范，顺便还做好了2手准备。五指打开，一团好似鬼影窜动的黑色火焰出现在掌心中。锁心咒。王海峰一眼认出这邪门手段，利用邪术强行掌控一个人，若敢忤逆，只要稍微催动咒法，必能令对方痛不欲生，饱受折磨。花样还挺多。陈清不紧不慢地说道。借着刚才秦无心那点显摆底牌的功夫，他已靠着顶级悟性将吞天魔功修炼至中期，悟性值高，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天阶极品功法又如何？只要继续爆出悟性值，陈清照样能一眼领悟。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连理你是结还是不结？秦无心的言语中
相比之前多出几分命令式的口吻。陈清没有用嘴回答，而是直接施展吞天魔功。身后，在众人眼中，幻视灭世天魔降临人间，自滚滚黑云之中伸出一只大手，好似佛祖的五指山凌驾，压迫于秦无心的头顶。堂堂魔教教主在吞天魔功之下，手无缚鸡之力，双手双脚打开成大字，定格在空中，无法动弹。他能清楚感知到自己的修为正在快速流失，流向那只大手。枉你们正义宗自称名门正派，居然使用这种强行吞噬他人修为的魔功。秦无心艰难从嘴里吐出这么一句话。正义宗自称名门正派，与本地何干？陈青青哼一声，随即又戳破道：你并非厌恶魔功，你只是厌恶这魔功不是你在使用。被人看透，心里想法很不好受，可比起这个修为尽失的感觉更不好受。秦无心的满头黑发正与皮肤一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生命色彩，连忙大喊：老祖救我！住手！秦无心话音才出，另外一道雄浑霸气的声音立马破空杀出。紧接着，陈清敏锐察觉到一道穿着血红长袍的身影正朝秦无心这边快速接近。他想解救秦无心，却被吞天魔神的战吼逼停。好诡异的邪功！只是稍微离近些，老祖便顿觉坠入泥潭，修为更是不受控制的外溢，被一股无形之力吞吸。老祖救我！秦无心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本地不发威，你真当本地是病猫吗？见秦无心再这样下去，迟早被活活吸死，榨干生命力，老祖怒了，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恐怖神威。准地境！王海峰这双腿止不住地一软，险些瘫倒在地。事前哪里想得到，在这小小的无心教背后，竟有一位准地境老祖坐镇。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在王海峰的眼中，于这小小的下界而言，准地境修士无疑是最接近无敌二字的存在。是，他承认，无论陈清先前那万剑齐出的招式，还是能够夺取榨干秦无心生命的吞天魔功，都很惊人。可仅凭这些，就想与准地为敌，抗衡，难如登天。今日本地便要你们全宗上下无一活口。老祖杀心强烈，可在陈清眼中，他那点改天换地的手段却是幼稚到了极点。陈清五指空中一抓，一只100丈大手直接破碎虚空显现出来，化作囚笼，将魔教老祖禁锢其中，持续收紧。雕虫小技！魔教老祖起初还不把这一招放在眼里，可当他想要施展准地之威抵抗，却发现地威与灵力不听自己调动后，先是一愣，随后惊恐反应过来，这是地威，你也是准地。魔教老祖之所以第一时间会这么想，理由很简单，他知晓一方世界只能存在一位大帝，并未听说天玄大帝陨落这件事，更清楚天玄大帝是何模样，有在画像上看到过。主人也是准地强者，而且底蕴比这魔教老祖还要高。听到魔教老祖的话，王海峰的目光一下转到陈清身上，还未反应过来，紧接着又听见魔教老祖更为绝望的声音：不，这不是准地之威，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帝之威。他在使出浑身解数，发现在陈清这一招一式下，自己竟连出招的资格都不具备后，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迷茫道：不应该啊，天玄大帝还未陨落，你怎会是大帝？这不符合天道法则。只可惜魔教老祖永远不可能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100丈巨拳握实瞬间，他的肉身连同三魂七魄皆被抹去存在，干净到令人怀疑，仿佛从未出现过。老祖，而身为魔教的秦无心也在极度绝望之下，被陈清连同修为与生命力一同榨干榨尽。吞天魔功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凡是修为比陈清低的，他都能无条件吞噬。看完系统的介绍，连他都不得不惊叹，这吞天魔功简直比魔道还要魔道。魔道来了都得自愧不如，然后把性命与修为全部留下。在魔教来袭这一危机解除以后，陈清也结束了吞天魔功的施展，还以蓝天。堂堂魔教教主秦无心和魔教老祖居然被主人单方面屠杀了。这魔教的教主和老祖在陈清手上，王海峰感觉和先前那些魔教的弟子与长老杀着没有半点区别，都是单方面虐杀，毫无还手机会。区别在哪？无非修为境界不同，但一样的是，他们的修为境界都不足以在身为大帝的陈清面前耀武扬威。想着想着，王海峰心中对陈清的忠诚值又小小翻了几番，这辈子坚定跟了陈清这个主人。魔教仪式结束后，陈清并未过多在正义宗停留，一步向前，破碎虚空。当脚落地时，人已回到陈府，刚好撞见夏清月突破道分神境，这就分神境了。若非本身就是个挂逼，陈清绝对的向天道举报夏清月开挂了。而夏清月这边也敏锐洞察到院中多出的气息，在确定是自家夫君陈清以后，
紧蹙的眉头方才舒展开。打开门，快步走出房间，眼中含有几分欣喜。夫君，我已成功迈入分神境，迫不及待想要向陈青分享这个好消息。厉害，不愧是我陈青的意中人。哪怕是这种时候，陈青依旧不忘随口与夏清月调调情。夫君，你又戏弄我。别说，看到未来高高在上的天命女帝，如今却被自己一两句话就逗得脸红，确实不失为一件趣事。很是期待，当夏清月的整颗心，整个人完全被自己占据后，本为良配的主角叶枫究竟会作何感想？拼死按照剧本想要杀自己，还是直接道心崩溃，走火入魔？见好就收，陈青取出先前炼制的百枚九品丹药，牵起夏清月的手，放到他手中。这些是我刚刚炼制的丹药，可助夫人提升修为。夏清月刚想答应，可打开瓶塞一看，竟发现里面装着的全是九品丹药，还都是丹文级。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100枚九品丹文级丹药，别说大武王朝，哪怕放眼整个天玄大陆，无数顶级势力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的。为何不能收？若非夫人没把我当成一家人，那自然不是。只是夏清月连忙否认，可话到嘴边又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好了，收下吧。为夫如今已是大地境，这些丹药对我的提升不大，况且我本就是九品丹师，这种丹药要多少不能炼制，我可还指望夫人早日迈入地境，抱夫人的大腿，吃夫人的软饭呢。陈青打趣道。哪有大地吃软饭的？夏清月被陈青逗得笑出声，终是老实收下了那瓶九品丹药。嘴上那么说，夏清月其实也想体验体验靠实力霸道护肤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太弱小了，面对强敌只能躲在陈青背后瑟瑟发抖，帮不上一点忙。其他大地我不管，反正夫人这碗软饭我陈青是吃定了。陈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见他这一本正经的模样，夏清月一边笑一边宠溺地说，好，我一定争取早日变强，让夫君吃软饭。总感觉自己这个无所不能的便宜夫君，面对外人极其霸道，可在自己面前却时不时会暴露出幼稚的一面。夏清月倒是一点不嫌弃，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乐在其中，甚至有点骄傲。因为这样的一面，目前为止陈青只对自己一人展现。最重要的是，陈青即使贵为大帝，拥有无上实力，也没像其他那些强者一样喜新厌旧，妻妾成群。之前还为自己拒绝了一宗圣女，殊不知除了那名圣女外，陈青不久前才又为了她拒绝了魔教教主秦无心送上门的软饭。圣女吗？夏清月看向陈青，夫君如此完美，日后像是青藤宗圣女这样的事只会越来越多吧？比青藤宗圣女更加优秀的人也会越来越多。陈青不会读心术，自是无法洞穿夏清月此刻的心中所想，更别说此时的他注意力全在系统面板上，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上百枚九品丹文级的丹药砸下去能换来怎样的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万亿极品灵石。1万亿，还是极品灵石？这等奖励，随便拿一部分出来就足够买回100枚九品丹文级丹药了。别说万亿极品灵石，哪怕只是万亿上品灵石，也能让陈青轻轻松松坐上天玄首富的宝座。至少从今往后，陈青再也不需要为钱财二字发愁了。更何况系统给的还是万亿极品灵石，而不是万亿国家货币。灵石在天玄大陆可比黄金更显应通货，毕竟也是午休获取灵气的主要修炼资源。从灵石中吸取灵气，炼化的难度远低于从天地自然中吸取灵气炼化为灵力。正巧之后，陈青打算带夏清月一起前往天机拍卖会，利用替夏清月拍宝来刷取宠妻奖励。这下正好解决了灵石的问题，都不需要去开启陈家宝库了。1万亿极品灵石花不完，根本花不完。那夫君，我先去修炼了。夏清月握紧手中的白玉丹药瓶，他刚才说要早日变强，让陈青吃上软饭的那些话，可不是开玩笑而已，他是认真的。陈青待他从未食言，夏清月自然也要如此，否则跟白眼狼有何区别？不需要别人看不起唾骂他夏清月，真要这么做了，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不着急，在那之前你先陪我去个地方。陈青开口道。去哪？夏清月一脸好奇。天机拍卖会，先前正义宗主给我送了一封邀请函。陈青拿出邀请函，夏清月接过一看，短暂沉思后惊喜道，天机拍卖会？难道是那个10年举办一次，由下界10大拍卖行领头的天机拍卖会？夫人听说过。陈青反问，间接肯定了答案。10年前天机拍卖会曾为父皇送上过一张邀请函，原本父皇是打算带我一起前往的，可惜偶感风寒，错失了机会。夏清月如实说。既如此，夫人可愿陪我去看看这天机拍卖会？
也算弥补一下遗憾。陈青提议：“去。”“愿意，我当然愿意。”就像陈青说的，夏清月一直想要弥补这个遗憾。好，陈青反手开启通往天机拍卖会的传送门，早已从王海峰口中得知了天机拍卖会举办的地址。乘坐非洲的话，最快也得2天时间，但陈青坐拥时空圣体，一念可达。转眼天龙城，每10年一次的天机拍卖会都会选在此地进行，理由无他，天龙城位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国中心，也是商贸中心，富商云集。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天龙城不属于这4国之中的任何一方势力，属于中立。再加上准地强者坐镇，能极大程度上保证安全性。即使身在城门外，有高耸的城墙，依旧遮挡不住那条盘踞在城中最高建筑上的巨龙。真龙与龙谋对视间，夏清月心中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下意识凑近陈青，抓住他的手臂。和气运金龙不同，这头黑龙给夏清月的感觉十分邪恶，杀伐气息强烈。是真龙，不过已经死了很久，不必担心。陈青轻拍下清月的手背，安慰道：“原来如此。”听说这龙是死物后，夏清月内心顿感平静不少。2位贵客请进。之后，陈青2人在城门守卫的热情迎接下步入天龙城。夏清月回头看了眼，那些人入城都得上交灵石，为何我们能直接进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传送门不是谁都能开的吧。陈青给出自己的见解。的确，夏清月才反应过来自己忽略了这一点。传送门本身已然足够证明实力，哪怕传送门不是靠自身实力打开，能用法宝或阵法开启传送门，来头一样不会简单到哪里去。入城后，陈青才了解到，由10大拍卖行献宝的至高拍卖会得明日才会举行，但今日也不算白来。天机拍卖会可不只是10大拍卖行一家拿出一样，总计10件压轴至宝。那10件至宝是留给顶级强者与四海富商的，针对普通人与一般修士的天机拍卖会早已开始。陈青的神识提前覆盖整座天龙城，跟回自己家一样，轻车熟路地带着夏清月来到天机拍卖城。好气派！夏清月看着眼前仿佛高耸云端的建筑物，以及那头盘踞其上的龙躯，吞了吞口水。这可比在城外看到时还要震撼双目。夫人安心，这畜生要真敢活过来，也别想伤害夫人半根汗毛。陈青柔声安慰。陈青的话再次为夏清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安全感，感觉只要有陈青在身边，就算天塌下来照样不足为惧，因为有他顶着。2位里面请。见陈青，夏清月依着不凡，气质更是超凡脱俗。拍卖城伙计连忙绕开人群，走上前来，热情迎接。在他的带领下，2人来到天机拍卖城内部。抬眸注意到2楼设有包厢后，陈青问：怎样才能上2楼？回公子，成为天机拍卖城的贵客就能进入贵宾包厢。那要怎样才能成为天机拍卖城的贵客？陈青再问。简单，只要在天机拍卖城内花费超过100万上品灵石，即可成为贵宾。伙计回应道。陈青看了眼台上，拍卖师正在介绍一条珠宝项链。在一番天花乱坠的说明后，拍卖师这才公布价格，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听到这个价格，刚有人想要参与竞价，陈青的声音却是响彻整个大厅，100万极品灵石。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些手举到一半的人急忙放下，嘴巴张开，没来得及吐出一个字的人，这嘴巴则张得更大了。他们虽说也认为这条项链的品质很不错，却未曾料到有人一出价就是100万灵石，而且还是100万极品灵石，直接在原有的起拍价基础上翻了1000倍。见过挥金如土的，真没见过像陈青这样挥金如土的。一个个侧过身，看来目光急于想要确认来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好小子，一出手就是极品灵石，而且还是100万极品灵石。有认识的吗？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没见过，没印象，看气质以及这手笔，肯定非富即贵。那还用说，总听人把挥金如土几个字挂在嘴边，但能做到的，我平生仅见过他一人。不去理会那些人针对自己的谈论内容，陈青抛出一袋灵石丢给伙计，道：带路。伙计拉开绳结，打开口袋一看，里面装满了蔚蓝色的极品灵石，品质十分纯净，肉眼几乎看不到杂质，比琉璃还清澈。不多不少，正好100万枚。是，2位这边请。在知晓陈青的恐怖财力后，伙计哪敢怠慢，连忙抬手邀请陈青、夏清月2人登上2楼，入住贵宾包厢。等到他们走上台阶，台上的拍卖师才反应过来，提高嗓门问：100万极品灵石一次，在场诸位有没有要跟价的？话刚问出口，他就后悔了，这谁跟得起啊？纯属浪费口舌。100万极品灵石2次，100万极品灵石3次。
快速过完流程，落锤，宣布这条珠宝项链被陈清成功拍下。随后，由专门的伙计负责将项链送去陈清所在的3号包厢。拿到项链后，陈清起身离开座位，来到夏清月身后，侧目观察，知晓陈清用意的夏清月并未多说，主动将如瀑垂下的长发撩起，露出雪白的天鹅颈，方便陈清为自己戴上那条项链。手指托起那枚落在胸口的璀璨宝石，夏清月轻声道：“好美，确实很美。”陈清回到座位上，欣赏着佩戴上项链的夏清月。对吧？这条项链的宝石品质，哪怕放在大武宫中也是。我说的不是项链，是你。陈清摇了摇头，打断夏清月的话。夏清月瞳孔微缩，食指攥紧裙摆，俏脸绯红的她立马低下了脑袋。夫君又戏弄人。陈清笑而不语，轻车熟路召唤出系统面板，查看起自己花出去100万极品灵石能够换来的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亿极品灵石。这虽然不如陈清期待中的那般豪华，不过100万换来1个亿的极品灵石，倒也谈不上亏。陈清不嫌弃的收下了，继续期待起接下来天机拍卖城能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奖励。看向夏清月，夫人若有看上的宝贝，尽管开口，千万别跟我客气。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夏清月点点头。言语间，第2件拍卖品被人搬上台，为一柄地阶上品武器，名为惊涛霸王戟。陈清有着天阶极品武器在手，自然是瞧不上这地阶武器的，选择跳过，让台下那些人去相互竞争。买下来送给夏清月。陈清实在无法想象夏清月挥舞这霸王戟与人战斗的画面，太违和。很快，惊涛霸王戟被一名武夫以100万上品灵石拿下。第3件被搬上台的，则是一部天阶下品功法，寒冰属性，名为寒天掌，正好与夏清月的灵根天赋对应。在拍卖室介绍完，公布起拍价，宣布可以竞价的瞬间，陈清直接道500万极品灵石。心中有个想法，他想借机验证一下，看看提升花出去的灵石数量能否与送出奖励的品质相叠加，从而影响到宠妻奖励的数量与品质。他这边轻飘飘一句500万极品灵石，可带给台下之人的震撼却是凶猛无比，难以平静。我没听错吧？500万极品灵石。刚才那柄霸王戟他没开口，我还以为是钱花光了，看来我是低估他了。这到底是家里有矿，还是矿里有家？几百万灵石像这样挥霍。在此之前，我自认为颇有家资，可与他一比，我那点财产算个屁啊！不少来访的富商，属实是被陈清这一操作打击的不行，感觉跟他一比，自己就是个穷鬼。陈清随随便便一挥手，就将他们毕生的积蓄给花出去了。不少人心中生出要去结识一下的想法，认定若真能得到陈清的赏识，日后必能飞上枝头变凤凰。500万极品灵石3次，恭喜3号包厢的贵宾再次拍下宝贝。结果自然是不出所料，陈清凭借绝对的碾压之势，轻松将寒天掌这部天阶功法弄到了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下寒天掌后，简单翻看一眼，直接领悟到大圆满。跟着和上功法秘籍，伸手放到了夏清月身旁的茶水桌上。这功法我看了，非常适合夫人你修炼。这么好的功法，不如等夫君修炼后，我再修炼。夏清月提议。陈清抬起手，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立即席卷，充满整个包厢。看着陈清手掌附上的那层冰霜，夏清月脑海当中不禁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试探性问：夫君，你该不会只看了一眼，便将这寒天掌领悟了吧？不错。陈清点头肯定。夏清月愣住良久，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欲言又止。天阶功法一眼领悟，此等天赋，饶是饱读诗书的夏清月一时也找不到形容词，仿佛这世间一切前人对天才的描述都不够资格用在陈清身上。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一句：多谢夫君，那我就收下了。陈清既已领悟寒天掌，这功法于他而言自是失去了价值。夏清月心里压力骤降，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本身并不打算参与到竞拍当中，于是翻看起寒天掌这部功法，想着能学一点是一点，勤能补拙的道理夏清月还是明白的，但越看他这颗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心又变得急促了起来。拿书的双手轻微颤抖，目光时不时就会在陈清与手中的功法间来回移动，像是在确认着什么。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1000。陈清刚才验收完奖励，耳边紧跟着便响起夏清月的声音：夫君，刚才那一眼的功夫，你该不会已经将这寒天掌顿悟到了大圆满境界吧？夫人好眼力。陈清知晓夏清月这是透过功法内对大圆满境界的描述，方才清楚了这一点，不做隐瞒。天阶功法一眼大圆满，夏清月在从陈清口中肯定这一点后，整个人彻底凌乱了。本来还觉得自己没准靠着勤能捕捉4个字
能够在修炼大道上望见陈清的背影。现在看来是没这个希望了。在陈清的强大天赋面前，夏清月当真连一丁点的希望都看不见。夫君，我真的有资格站在你身边吗？对视上夏清月看来的视线，陈清伸出右臂，单手捧住她的脸颊，温柔一笑：你尽管修炼，其他的事一切有为夫在，灵石丹药、法宝功法管够。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哪怕夏清月没有天命女帝这层光环，陈清硬堆资源也能把她堆成大帝。夏清月将脑袋微微倾斜，枕在陈清的手掌上，感受着他掌心传递过来的温暖。比起被人诟病自己全靠吃陈清的机缘才能成功正道，夏清月更担心会失去站在陈清身边的资格。真到了那种时候，夏清月不介意说些厚脸皮的话，例如我吃自家夫君的资源怎么了？我夫君都没意见，你们凭什么有意见？你们那是讨厌吃软饭吗？你们那是没这机会，真要有，吃的比谁都凶。眼下与其胡思乱想，抓紧变强，实现自己对陈清的承诺，才是夏清月最值得优先考虑的事。他默默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早日晋升准帝境。如今分神境，距离准帝境还差4个大境界。靠着灵根天赋与陈清送的丹药功法，夏清月还是很有自信的。而陈清这边也收下了系统刚刚返还的1000悟性。这下他说自己拥有全天下最顶级的悟性，还真没人能质疑。别说小小一个寒天掌，哪怕天阶极品功法，陈清照样能一眼顿悟。同时1000悟性这一奖励也证明了陈清先前的猜想，花出去的钱越多，真能影响到奖励的品质与数量。弄清这一点后，目标就很明确了。反正有10000亿极品灵石在手，他完全有这个任性的资本。恰逢此时，新的拍卖品已是完成介绍，是一株8品启灵草，炼化吸收后可提升悟性。陈清面露意外之色，没想到在至高拍卖会之前，居然就有这种级别的宝贝被拿出，不禁更加期待启明日的至高拍卖会，那才是重头戏，能够提升悟性的灵草。在从拍卖师口中得知了那株灵草的作用后，夏清月也是兴趣浓厚。不只是他，台下那些人一个个同样被调动起来，十分激动。宝贝，这绝对是真正的宝贝，传说中千年难得一遇的灵草，我何其有幸，居然能遇到！你们千万别跟我争，今日就算搭上全部的身价，我也要拿下这株启灵草。在说这话之前，你是不是忘记3号包厢里的那位主了？此言一出，上一刻还气势汹汹要夺宝的那群人一下蔫了大半。他们选择性忽略了这一事实，哪曾想偏有人要拿这件事打自己的脸，破坏气氛，又偏偏没底气反驳。很快，拍卖事件时机正好，公布了起拍价：启灵草起拍价500万上品灵石。作为能永久提升悟性的灵草，这个起拍价对众人来讲非常合理，并不夸张。我出600万上品灵石，我出1000万、2000万。不多时，这价格便在众人的哄抢下翻了几番。那竞价的声音一刻不停，压根没给夏清月开口的机会。永久提升悟性，这正是他当前急切需要的。放心，有我呢。陈清抓住夏清月稍显冰凉的玉手，向他投去一个安心的眼神。随即在价格被喊到5000万上品灵石时，陈清开口道：1亿极品灵石。他没兴趣去跟那些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勾心斗角，既然开了这个口，那就直接杀死，终结比赛。5000，话音戛然而止，刚刚还热闹非凡的大厅瞬间死寂下来，所有人动作一致，抬头朝陈清这边看来目光。各位，我是不是产生幻听了？他刚才说的是1亿极品灵石，你有没有幻听我不清楚，但我听到的也是1亿极品灵石。哈哈，看来我们应该都产生了幻听，而且幻听到的是一样的内容。这话充满调侃，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更别提说服别人了。我就说吧，他背后的家族势力肯定掌管着灵石矿脉，而且不止一条，出手上亿灵石，这灵脉妥妥极品。也不知他到底是哪国的人，青龙、朱雀、玄武，又或者白虎。我在青龙国反正没听说过那么1号人物，待会儿必须找机会结识一下，若能结交这么一位道友，日后绝对平步青云。道友要能得到他的赏识，当狗我都无所谓。陈清主打一个以钱服人，如果这招没用，那么一定是花的还不够多。1亿极品灵石1次，1亿极品灵石2次，1亿极品灵石3次。让我们再次恭喜3号包厢的贵客成功拍下这株启灵草。拍卖师缓过神来后，甚至懒得去问别的客人还要不要竞价，问了也是浪费时间。他现在异常激动，身为拍卖师，成交价越高，证明实力越强。陈清的出现将他在整个拍卖界的地位、影响力直接抬高了几倍。试问怎能不兴奋，怎能不感激？
若非目睹陈清身边已有绝色佳人，他倒是不介意私下接触，在之后交付1亿极品灵石。陈清收下启灵草的第一时间转交给了夏清月。启灵草能够带来的悟性提升因人而异，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再高也高不过陈清现如今拥有的海量悟性。他不差这点悟性，不如拿来搏一搏宠妻奖励。趁着夏清月收下启灵草吸收融合的功夫，陈清连忙打开系统面板，确认其奖励内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无尽丹田+1。无尽丹田，陈清立马点击查看起详细介绍，生怕自己误解了系统想要表达的含义。查看过后顿感安心，没理解错，这无尽丹田的意思就是指无限灵力，代表着陈清从今往后再也不需要为灵力2字发愁，天阶大招放个几百几千次，对自身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其他人则不同，这灵力一旦消耗殆尽，便会失去行动能力，别说继续与人厮杀，能否站稳都是个问题。哪怕对如今的陈清而言，花出去区1亿极品灵石就能换到这么一个逆天奖励，岂止稳赚不亏，赚爆了。更别说极品灵石这种东西，即便花出去1个亿，他还剩下大几千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万亿极品灵石。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勤修满级经验包+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火灵根+1。之后的时间，陈清几乎通过包场的方式又刷到手不少极品奖励。使用经验包，一键在勤修这条道路上达到满级，顺手再融合天阶极品火灵根。陈清算了算，除去极品火灵根外，自己如今还同时绑定有天阶极品雷灵根、冰灵根，感觉继续照这个节奏进行下去，实现全属性极品灵根的那一天不远了。由于陈清的出现，整场拍卖会比预想当中结束的还要快，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竞争，谁能与他竞争？开口就是1亿极品灵石，压根没给那些富商强者还嘴的机会。整场拍卖会毫无疑问彻底沦为了陈清一个人的舞台。谁能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少灵石？这都花出去10几亿了吧，还全都是极品灵石。跟他比，我这一国首富真能算富吗？太夸张了，这手上至少得握有上百条灵脉才敢如此浪费吧。从今以后，挥金如土这4个字放眼整个天玄大陆，恐怕只有他配用。无数人的眼睛紧盯着楼梯口，只等陈清从2楼下来前去讨好巴结。只可惜他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陈清、夏清月前脚刚离开包厢，后脚便被天机拍卖城的东家请去了专门的房间，欢迎2位大驾天机拍卖城，我是这拍卖城的东家赵文轩。男人见陈清、夏清月到来后主动迎接，十分热情，邀请他们落座，然后又连忙让人看茶，上品质最好的灵茶，生怕有所怠慢。不知东家找我们有何事？陈清一上来就直奔主题，不愿与赵文轩浪费太多口舌。有这时间，不如带下清月好好去天龙城逛逛。2位在我天机拍卖城花下重金拍宝，我这有一份薄礼献上，作为感谢，还请2位不要嫌弃。说罢，示意旁人一眼，手下心领神会的点点头，来到陈清跟前，递出一个紫檀木盒。打开后，只见里面静静躺着2枚锻造工艺精湛的戒指，空间戒指。陈清看出这是空间戒指，只是不理解赵文轩为何要送自己这么个东西。赵文轩则不卖关子，介绍道：此物名为鸳鸯戒，佩戴者可共用同一方储物空间，是我偶然所得，目前为止全天下仅有这2枚。他见陈清与夏清月不仅是道侣，还恩爱有加，才会专门挑出这么一件礼物。能在一场拍卖会花出去10几亿极品灵石的人，身上怎么可能会差宝贝？鸳鸯戒虽比不上其他神器，可它自身代表的价值却是无比珍贵。除了这2枚鸳鸯戒外，赵文轩还给了陈清一块玉佩，拥有此玉佩者便是天机拍卖城的至尊级贵客，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时至今日，天机拍卖城存在数百年，也就发出去10几枚而已，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既是赵文轩的一番心意，陈清并未拒绝，大大方方收下。和他花出去的那些灵石相比，这点东西确实只能算小巫见大巫。陈清知晓赵文轩这是想讨好自己，不收对方反而更为难。答应会参加明日的至高拍卖会后，陈清与夏清月告别赵文轩，离开了天机拍卖城。刚出拍卖城大门，陈清便牵起夏清月的手，替她佩戴上鸳鸯戒。夫人的手真好看，戴什么都合适。陈清替夏清月戴上戒指后，还不忘把玩，欣赏一番。手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夏清月娇羞道，却并未收回手，任凭陈清玩弄。夫人可曾听说过，在某些地方，夫妻会彼此佩戴戒指作为姻缘见证？陈清问。没听说过。夏清月摇摇头，不过姻缘见证、鸳鸯戒这样也不错。
他看着由陈青亲手为自己戴上的鸳鸯戒，微微失神。夫人喜欢就好。意识到自己把心声说出口的夏清月，这脸更红了。陈青不再捉弄他，取出一些从系统那获得的奖励丹药，放进空间戒指，对夏清月说：“这些丹药夫人若是需要，尽管取用。”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200，往戒指里放修炼资源，果然也算是宠妻吗？陈青的想法得到验证，跟着又抱着相同的念头往其中存入功法秘籍，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功法毒黄金加1，果真可行。那岂不是说，只要我是抱着为他好的想法，往这里面放资源，就能刷奖励？于是再道：“夫人出门在外，恐怕没有携带零食的习惯吧？我存了100亿极品零食进去，看上什么随便买。100亿极品零食。”夏清月满脸惊骇之色，原以为陈青先前在拍卖城已经将身上的钱财花得差不多，哪曾想随随便便又替自己存了100亿极品零食进鸳鸯戒。就算不是修士，夏清月照样不难明白100亿极品零食意味着什么，完全足够拿来建立一方庞大的势力或国家。通过这一点，再次意识到陈青对自己的爱究竟有多毫无保留，很难不心动。即使在夏清月自己看来，这100亿极品零食砸下去，别说小国的公主，哪怕仙宗圣女一样无法拒绝。留意到夏清月看待自己的眼神变化，陈青知道自己与他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许多，一切都在向着有利陈青的方向发展。接下来需要期待的只有这100亿极品零食又能换来怎样的宠妻奖励。召唤系统面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阎王生死簿加1。阎王生死簿虽说在天玄大陆并无阎王爷这一概念存在，可对于从蓝星重生而来的陈青来讲，他对阎王和生死簿这2个词简直不要太熟悉。生死簿那可是让谁生谁就生，让谁死谁就死的顶级神物，想让谁死直接找到对方的名字一笔划掉就行了。陈青不禁怀疑，这么变态的神器系统真能奖励给自己？确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点击查看详情。阎王生死簿，执掌生死簿可断人生死。注：天玄大陆万千生灵的名字皆已记录其中。短短一句话，再结合系统的注释，陈青100%可以肯定，这阎王生死簿与自己脑海中理解的生死簿确实是一个意思。不知不觉间，整个天玄大陆的亿万生灵，这性命便被陈青给拿捏了。他想让谁生谁就能生，他想让谁死谁就必须死，天道也拦不住。纵使天玄大帝也不例外，名字清晰记录在生死簿上，只要陈青纸笔轻轻一划，这位大帝便会立即陨落。等等，怎么没见主角的名字？倒也谈不上有多失望，倘若真花出去100亿极品零食就能买断主角的性命，这主角当的未免也太廉价了些。对此，系统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当前世界的主角叶枫正被领域之力隐藏保护，不存在于同一时空，生死簿无法对其锁定。领域之力是指将主角限制签到30年才能出关的那道规则。是的，系统给予肯定答复。那若是30年期限一到，叶枫出关失去了这领域之力的隐藏保护，我这生死簿能否对他生效？陈青把话放在心中，追问。能。系统依旧秒回复。能。短短1个字，却是带给了陈青莫大的安全感。这下真的稳了。你强任你强，我直接生死簿一笔秒杀。虽说有生死簿在手，陈青倒也不至于完全掉以轻心。签到30年，谁能保证这期间叶枫不会签到出一些逆天奖励？身为反派，想赢那就只能比对方更逆天。夫君，夫君。听到夏清月的声音于耳边轻唤，陈青猛然回过神来。怎么了？我方才感知到几股不怀好意的视线。夏清月压低声音，以仅有自己与陈青才能听到的声音对他说，我想多半是因为先前夫君在拍卖城内豪掷千金的事被歹人惦记上了。陈青将神识覆盖出去，迅速锁定夏清月口中那几道视线对自己不怀好意的家伙，同时耳朵一字不落将他们的对话声听了进去。大武王朝，你们确定他是从那来的？这有什么不确定的？那人名叫陈青，是大武王朝的国相之子，出了名的纨绔，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半年前进京时，我与他之间曾有过一面之缘。小小一个大武王朝，一个国相之子，居然能拿得出10几亿极品灵石，其中必有大机缘啊！趁着知晓这件事的人不多，咱们得先下手为强才行。要能把他们身上的灵石占为己有，何愁没钱花？收回神识，结束窥探。陈青睁开眼，看向夏清月，真让夫人说对了，我们的确被贼人盯上了。走，去会会他们。
陈清正好想借小白鼠试验试验刚到手的阎王生死簿。好，夏清月一点不担心陈清会输，试问大帝怎么输？至于那位天玄大帝，他要真来了的话，天龙城早就炸锅了，怎么可能毫无风声？假使他真来了，与陈清孰强孰弱的这个问题上，夏清月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这边。接着二人相互配合，假装没发现被跟踪，故意往人少的地方走。见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路人，陈清这才停下脚步道：都跟这么久了，还不打算现身吗？闻言，那群人一个个瞪大眼睛，露出吃惊之色，才反应过来自己引以为傲的跟踪手段在陈清面前一点用没有，早被发现了。既然被发现了，加之周围也没几个人，也不打算再隐藏，陆续现身。居然有这么多！看了看四周，夏清月粗略估计，来者少说50名。小子，我们已经知晓你的来路，大武王朝国相之子陈清。虽不知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得了这逆天机缘，若是不想死，就老老实实把机缘交出，我等可放你一条生路。一人走出喊话。陈清左手不紧不慢地抬起，五指打开时，生死簿自动浮现在他手中，其上泛着的浓烈死气，顿时让周遭的空气变得阴寒几倍。所有人感觉一滞，如坠冰窟，寒凉刺骨。当陈清看向喊话那人时，生死簿自动翻篇，显现出他名字所在的页数。林啸，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男人身心一震，他的名字正是林啸，还用说吗？肯定跟他手里那本古怪的书有关。陈清不屑于和这群人解释那么多，右手抬起肩，一支笔也是凭空出现。他握住笔，按在林啸2个字上，往下一划，待到林啸2个字完全被墨水遮盖住，站在远处的林啸立马软如棉花，倒在了地上。林兄！同墙之人见状，急忙走上前，尝试呼喊几声，没用后，又战战兢兢地探出手指，伸到林啸的鼻下。过了片刻，这手触电般快速抽回，一脸惊恐道：死了！怎么死的？你别看我啊，我哪知道，绝对是他手里那本书在搞鬼，快抢过来！此言一出，无数人目光坚定，虽不知生死簿是个什么玩意，总之先抢到再说。周天、赵全、李三晨轻站在原地，不退半步，专注执笔，一笔一笔抹掉一个接一个名字。那些人很快就跟林啸一样，跑着跑着，突然身体一软，直挺挺砸在地上，再无反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转眼50人便只剩下4个。邪修，他一定是邪修！快去通知天龙城的城主！有人转身大喊，跑得飞快。可纵使他有着日行千里的本事，依旧难逃生死簿的审判。一笔落，生死道消。寥寥数笔，便将所有惦记灵石的贼人尽数送去见了真阎王。好厉害的法器，竟能凭空夺人性命！夏清月直到这一刻也未能想明白，生死簿是怎么做到一点灵力波动都没产生，就相隔数十米远将他人的性命强行剥夺。派出银魁去把那些死尸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摸回来。能到天龙城来参加天机拍卖会的人，这身上携带的灵石宝贝可比大武王朝那些宗门弟子多多了。收入囊中后，察觉到夏清月紧盯手中生死簿，充满疑惑和好奇的目光。不等他问，陈清已是主动做出解释说明，此物名为生死簿，只要上面能查到名字的，我执笔一画，他的寿元便会立马清空。执笔一画，寿元立马清空。当这话从陈清嘴里说出口，远比夏清月自己思考出来的答案更为惊人。那怎样才能让他人的名字出现在这生死簿上？夏清月追问。关于这一点，陈清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跟着又道：不过整个天玄大陆的人民皆在其中，包括那些顶级强者。夏清月的求知欲全写在脸上，大帝也不例外。陈清则采取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回答：大帝的名字都在上面，其他人再强，难不成还能强得过大帝？夏清月没有开口，惊讶之情全流露在眼神当中。原以为大帝修为已是自家夫君最为恐怖的底牌，哪里想得到真正恐怖的是他手中这本诡异到以生死为名的书。饶是大帝都能一笔判生死，这属实超出了夏清月的理解范畴。想必这世间敢言自己能一击秒杀大帝的人，除了我这夫君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感受着夏清月崇拜的目光，陈清很受用，五指一握，生死不消失。趁着天黑前还有一段时间，陈清与夏清月在城中闲逛起来，相谈甚欢，时不时吃吃喝喝，刷点宠妻奖励、零食、物性，各种属性点拿到手软。待到天黑，二人并未入住客栈，时空圣体在手，一道传送门，秒回陈府。再好的客栈，总是不如家里住着舒服。简单洗漱过后，二人相拥而眠。尽管不久之前
夏清月还抱有过誓死不嫁的想法，可现今却觉得陈清的怀中格外温暖安稳，不禁贪念。只是抬眸看一眼已经闭眼睡去的陈清，夏清月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他还以为今晚随后意识到自己原来有这个念头的夏清月，脸颊迅速升温。大芒山无名洞府，对于青梅竹马此时正被其他男人搂着大被同眠这件事，叶枫毫不知情。此刻才刚平稳下江将突破，沸腾的气血。如今的他距离出窍境仅有半步之遥，但时间已到，赶紧打开系统面板，开启新的签到，远比突破出窍境对他来讲更为重要。召唤出系统面板，是否开启每日签到？签到，正在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观测镜+1。观测镜，这是个什么玩意？叶枫表示看不懂，点击查看详情介绍。观测镜可用于自由观测固定范围内的画面，观测范围会随着实力提升而提升。原来是件空间窥探法宝。叶枫稍显失望，比起观察外面的情况，他更希望能签到修为提升方面的奖励，例如丹药之类。也不知这观测镜能窥探结界之外的画面。叶枫决定是上一试，取出观测镜，足有半人高，悬浮在他的面前。随着他的意念操控，画面转瞬从洞府内部来到洞门外，再远一些是一幅山林景象，再远能看见一头鹿在低头吃草，对自己正被窥探一事毫无察觉。还真行，叶枫大喜。起初还以为这观测镜无法作用于结界之外，亲自试过后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太好了，有了这件法宝，我就能知晓父亲、小妹还有清月他们的情况了。然而事实却并不像叶枫想象中的那般顺利，观测范围跨越了几座山峰后便无法再向前移动。奇怪，怎么会这样？纳闷间，叶枫余光一瞟，留意到一旁系统面板上对着观测镜的解释，观测范围会随着实力提升而扩大，嘴里低声喃喃，看来想要观测到小妹、清月他们，还需先提升实力，扩大覆盖范围才行。叶枫倒是一点不心急，他对自己的修炼速度很有自信，迟早的事。至少多亏有这观测镜在，让他能看看外面的大好风景，不至于那么枯燥。关闭观测镜，叶枫继续埋头苦修，修炼起来明显更有动力了。时间一晃来到第二日，夏清月睁开眼，发现陈清还在睡梦当中，不去出声打扰，就那么静静欣赏着他那张脸。这世间怎么会有生得如此好看的人呢？夏清月当真是越看越觉得陈清这张脸俊到了自己的心巴上。夫人这么夸我，为夫也是会脸红的。陈清忽然睁眼，你原来醒着。夏清月心中一慌，仿佛受惊的兔子，不装睡的话又怎会知晓夫人的心声呢？陈清笑道，夫君不是还要去参加天机拍卖会吗？快起床洗漱吧。夏清月急忙岔开话题，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自己又要被捉弄了，感觉没什么精神呢。没精神。夏清月刚想问陈清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又听他道，若是能被某位貌若天仙的夫人亲一下，或许就能打起精神来了。某位貌若天仙的夫人，夏清月娇嗔陈清一眼，知晓他的意图后，夏清月抬手撩起耳边垂落的那缕青丝，俯下身凑向陈清。夫君这下总该有精神了吧？夏清月愤离问，美眸生辉。夫人这一吻价值10大至宝，等会儿为夫就去把它们全部买下来，送给夫人作为报答。陈清又给自己找了个好理由刷宝，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夏清月只当陈清是在开玩笑，并未当真，殊不知陈清是认真的。更衣，简单洗漱，二人又通过时空圣体带来的传送门便利，一下从大武王朝瞬移降临天龙城内，来到天机拍卖城，见陈清腰上佩戴着至尊贵宾的玉牌，伙计迎接时脸上的笑容那叫一个灿烂。即使没这玉牌，伙计也是万万不敢阻拦陈清，要他出示邀请函证明身份的。关于陈清昨日在拍卖城豪掷10几亿极品灵石的画面，伙计直至这一刻回想起来依旧觉得十分震撼。然而正当陈清、夏清月抬起脚打算迈上台阶步入天机拍卖城时，一道猛兽吼声却是强行灌入耳中。那吼声气力十足，竟使得空间微微扭曲，从身体穿过之时能感受到一股轻微的触碰感，好似微风拂面。不少人捂住耳朵停下脚步，看去视线。那是圣兽麒麟，麒麟背上貌似骑着一个人。什么人居然能驾驭麒麟这种圣兽？有人眯着眼睛投去目光，旋即又瞪大眼睛道，是白虎国的太子殿下萧烈。原来是白虎国的太子，那就不奇怪了。听说这位太子年纪轻轻，修为却是已经踏入元婴境，是个骁勇善战的猛将，一人一兽一枪，杀敌上万。
的确威武不凡。听着看着这群人的表现，萧烈十分满意。此次他代表白虎国前来参与天机拍卖会夺宝，自然是不可能低调的，必须让人知道白虎国以及他这位白虎国太子的实力，所以才会命令麒麟狂吼，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让他们知晓自己来了，同时好好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作为圣兽，麒麟的威吓声对精神力有着不小的影响。陈青这边留意到夏清月微微蹙起的眉头，然后一个顺身来到麒麟跟前。你这家伙找死吗？还不滚开！见陈青突然出现在面前拦路，萧烈喝道。陈青抬起手，隔空五指一握，砰！原本还在龇牙咧嘴恐吓陈青的圣兽麒麟，脑袋应声炸裂，鲜血四射，喷涂在墙上。萧烈两眼一瞪，当场愣住，到嘴边的话被强行打断，咽了回去。跟着麒麟的无头身躯重重摔倒在地上，没反应过来的萧烈则是从麒麟背滚下，摔了个狗啃泥。反应过来的他从地上爬起，抬手指向陈青，你好的胆子，竟敢杀我坐骑！这畜生吵到我家夫人了。陈青冰冷道。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9品悟神丹单方+1。悟神丹，陈青看了眼，是能提升悟性的丹药，丹药品质越高，对悟性提升越大。正好他除了午休身份外，还是一名至尊丹师，丹药炼成后不仅能自己用，还能拿给夏清月用，顺便刷取奖励。我可是白虎国的太子，你敢杀我坐骑，便是死罪。萧烈本想借着圣兽麒麟狠狠弘扬一把国威，哪曾想竟被陈青当众打脸，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去，无论如何都得找陈青讨回来。唯一能想到可以除掉心中这口恶气的方式只有一个，那便是要陈青以命相抵。萧兄这是怎么了？马蹄声。闻言，萧烈扭头看去，来人他很熟，不是别人，正是玄武国的皇子苏白。小事，一个不长眼的家伙杀了我的坐骑。玄武国与白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属于盟友，萧烈和苏白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有多糟糕，所以还算客气。哦。苏白转眼看向陈青，问：你干的？陈青不语，当真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苏白打算借此机会卖萧烈一个人情，勒紧手中缰绳，伴随一声尖锐的嘶鸣，烈火战马高高抬起前足，在重重踏下，一股火浪立即朝向陈青翻涌，席卷过去。见这些皇子都很喜欢用灵宠欺人，陈青不介意大发慈悲，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灵宠欺人。召唤九幽不死龙。轰隆隆，下一刻天地色变，刚刚还晴空万里，一下乌云密布，盖住整个天龙城。紧接着九幽不死龙的庞大龙首缓缓自云洞中心降下，龙口大开，惊天动地的龙啸冲刷下整座城池。烈火战马虽为圣兽，可面对龙族终究不免被血脉压制，跪地臣服。那点火焰攻势来不及近陈青的身，已是被龙啸掀起的风浪吹灭。万年，不对，这是10万年修为的龙族。萧烈扛不住龙威，已是单膝跪地。苏白则是从马背上摔落，摔了个人仰马翻，被龙威压制着，无法爬起身。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哪里还有一点身为皇子的威风？他们这些皇子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饶是修为比萧烈、苏白高的，面对这妖帝级别的神兽，也是立马表现出臣服姿态，生怕被对方盯上。一眼望去，只有陈青、夏清月二人还站着。九幽不死龙是他的灵宠，陈青自是不受影响，而夏清月是陈青的妻子，有这层身份在，九幽不死龙更加不敢威压于他。你还不赶快跪下臣服？这可是拥有10万年修为的妖帝，你打算让全城的人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一起陪葬吗？见陈青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萧烈催促起他，十分担心陈青继续像这样做会惹怒头顶那尊不知为何会降临天龙城的妖帝。萧烈再狂，依旧逃脱不了玄幻世界强者为尊的这条铁律。本帝为何要跪？陈青呵呵一笑，对萧烈的话不屑一顾。本帝，这小子未免也太嚣张了，难不成是被吓出幻觉了？除此之外，萧烈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可接下来上演的一幕却是给予萧烈的心灵强烈一击。只见那本该高高在上的妖帝竟化作小手臂大小，从九霄之上飞下，精准落在了陈青的肩头上。这种事除了会发生在主宠身上外，萧烈、苏白等人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可随之更大的疑问便自脑海当中产生，萧烈、苏白极度不解，堂堂10万年修为的妖帝，为何会臣服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在他们二人看来，陈青要真有能驯服10万年妖帝的能力，
自己早该听说过这么1号人物才对，不至于闻所未闻。若非落在自己身上的威压太过真实，骨头生疼，有种要裂开的既视感，他们当真怀疑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中了陈清施展的幻术。自认为见多识广的2位皇子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余修士与富商，跪在地上，内心有多震撼，全表现在脸上。这便是拥有10万年修为，能够轻松毁灭一个国家的妖帝吗？那么恐怖的妖兽，他究竟是怎么驯服的？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足够强大。所以要驯服一头10万年修为的妖帝，得强大到何种境界才行？你问我问谁啊？我还想知道呢。我只知他富甲天下，随手就能花出去10几亿极品灵石，没想到他真正的底牌竟如此恐怖。一时间想要巴结陈清的，想要与他做道侣的人猛增不少，都想着要能挂靠上这样一棵大树，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原来这小子是因为有妖帝灵宠，才敢以本地自居。想明白这一点的萧烈不得不承认，陈清确实有这个资本。于是道：本太子确实小瞧了你。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麒麟之死我不追究了，你我交个朋友如何？在萧烈看来，能拉拢陈清这么1号人物，无论是对自己又或者对整个白虎国来讲，百利无一害。对，不打不相识，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大家交个朋友，吃肉聊天，岂不快哉？苏白见萧烈都这么说了，连忙附和。陈清则是一脸冷漠：你们也配？对待曾对自己抱有过杀意的人，一句不打不相识就想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怎么想陈清不关心，但在他这行不通。这么说，你是非要与本太子与整个白虎国为敌？萧烈很是不爽，觉得自己都给足陈清面子了，他却一点不领情，真当自己是软柿子吗？小黑，这2个家伙就留给你填饱肚子了。陈清不去理会萧烈的问话，扭头对肩膀上的九幽不死龙说。小家伙在得到陈清的允许后显得很兴奋。作为妖兽，吞食人族修士能够快速增加修为，吞食越强大的人族修士带来的修为增加也越多，这是独属于妖兽的天生特权。这也是为何妖兽袭击人族的事屡见不鲜，而放在人族修士中，这种行为则被视为邪修助手。九幽不死龙刚准备动口，将萧烈、苏白这2位皇子化作田赋之物，一道声音突然传出，眨眼间身着一黑一白2色长袍的老者便现身护在了萧烈、苏白的面前。准帝之威震慑全场。准帝？是准帝？我就说嘛，天龙城鱼龙混杂，2位皇子只身前来，身边怎么可能会没有护道者？只是这2位护道者的来头着实有点惊人。2位准帝，啧，真不愧是王朝势力。就是不知2人组准帝战1妖帝，谁输谁赢，多半是各退一步，无事发生。好歹是大帝，陈清的感知能力无时无刻不覆盖全城，对这2个隐藏在暗处的准帝护道者早已知晓其存在，他们要老老实实待着看戏，按兵不动，陈清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可他们非要站出来出这个头，保自己要杀的人，那陈清不介意手上再多沾几条人命。小友，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赶尽杀绝呢？其中1名准帝发话，另1名准帝则是将威压又提升了几分，意欲何为，十分明确，想要以此威慑陈清，让他明白这之中的厉害，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聒噪！陈清抬起手，指尖轻轻一挥，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上一刻还威风凛凛、睥睨一切的2大准帝强者，已是轰的一声肉身炸裂，化作2团血雾漂浮空中。七嘴八舌的那些声音顿时安静下来，静，死一样的静。他们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唯独没想到陈清会杀死2大准帝，更不会想到他只是动动手指就杀了准帝，而且还是2个。不禁想问，准帝是那么好杀的吗？陈清取出七星刀，将2准帝的血气完成吸收，这刀心立马又点亮1颗。如今他距离点亮7颗剑心只差最后1颗。死了！萧烈整个人失魂落魄，瞳孔在眼眶中地震，百思不得其解，白虎国的底蕴强者怎会被陈清动动手指就给秒杀了？苏白这边同样没好到哪里去，也是一副3魂7魄丢了大半的模样，面色惨白如灰。幻觉，这一定是幻觉。萧烈企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安慰，却改变不了下一刻他与苏白被九幽不死龙吞噬的命运。龙口一开，强大的吸力直接使得2人的肉身化作烟尘一般消散，被吞噬殆尽。解决掉苏白萧烈后，九幽不死龙从哪来回哪去，乖乖等待着陈清下一次的召唤。之后陈清扫了一眼在场所有人，被他目光扫到的无一例外皆是埋下脑袋，不敢挣扎，老老实实跪在地上，拼尽全力想要让陈清知道自己对他绝无半点敌意。绝无。
夫人，我们进去吧。好。夏清月将手放到了身道面前来的陈清手上，与他一起步入天机拍卖城中。留得一众强大修士，富商跪在大门外，不敢着急起身。另一头，天龙城城主府中，大堂。通过窥探法宝，城主与一旁之人将天机拍卖城外发生的画面全部看在眼中。深吸一口气，好半天，城主林天龙才从深深的震撼中缓过神来，看向旁人，问：大人，您觉得此人是何修为境界？被林天龙问话的人，正是他花费大筹码请来坐镇天龙城免受战乱，能够始终处于中立的准地境强者赵通。挥手秒杀准地，再加上妖帝灵宠，这修为无限接近，或者就是准地巅峰境。赵通给出自己的判断，至少以他老准地的实力来讲，做不到这种事，别说秒杀2个准地，1个他都做不到。巅峰准地。弄明白这一点后，林天龙又是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庆幸道：还好之前听了大人的话，咱们没为了那2国的皇子出面保人，否则此刻只怕天龙城已经不叫天龙城了。有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既视感，尽管什么都没发生，回想起来依旧会觉得透骨的寒凉。对待此人只能敬，万万不可为敌，否则只会遭致杀生灭门之祸。赵通提醒道：一切全听大人的。即使赵通不那么说，林天龙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狂妄，却还没狂到敢去得罪大地之下的最强者。认定这世间能杀死陈清的，恐怕只有天玄大帝，甚至不一定。林天龙有预感，新的大地时代恐怕就要开启了。回到天机拍卖城这边，在得知陈清的强悍实力后，赵文轩亲自出面将陈清迎进了天字1号包厢，更是亲自取来灵茶浸泡，为陈清、夏清月一一双手奉上。强者为尊4个字在这一刻被赵文轩展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今日至高拍卖会提供的10件至宝全来自于10大拍卖行，与赵文轩并无多大关系，只是借了他的场地。否则赵文轩绝对会将那些宝贝无偿献出，争取能攀上陈清这棵大树。他很清楚，像是陈清这样的顶级强者，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保自己，保整个天机拍卖城万古长青。伺候完2人，见他们没有其他需求，赵文轩留下一句有事尽管吩咐后，退身离开包厢。好香的茶叶，夏清月喝了一口，入口更香。夫人若是喜欢，我去让她备些，待会儿打包带走。陈清开口：不用，家里的茶也挺好喝的。夏清月表示不必麻烦。陈清这无微不至的关心令他受宠若惊，殊不知更受宠若惊的事还在后面呢。陈清先前说过要为他拍下10大至宝，绝非玩笑话，纵使倾尽家财也得全部拍下来。这么好的刷宝机会绝对不可放过。很快拍卖师走上台，开始说些暖场的话。按照原定计划，拍卖会还得过一会儿才会开始，但陈清的出现却令众人不敢怠慢，直接将时间提前了。比起其他人，显然是陈清这样一个既能挥金如土，又能挥手秒杀准地的绝巅强者更值得期待讨好。简单说了几句，拍卖师宣布10年一次的至高拍卖会正式开启。第一件被摆上台的乃是一尊天阶中品丹炉，其名为天元炉，不仅容量大，自带一火，更能增加成单盖帅。此炉一出，讨论声立马沸腾起来。真不愧是10年才举办一次的至高拍卖会，第一件拍卖品就是天阶中品。这天元炉在丹炉榜可是位于前100的存在，没记错的话排名79。不知此等宝炉最后会花落谁家？第一件就这么刺激，越来越期待往后的宝贝了。尤其是那些炼丹师，这眼睛一个比一个红，心里一个比一个激动，坚信只要将这天元炉拍下来，自己在丹世界的地位必能更上一层楼。介绍完天元炉的众多妙处后，拍卖师紧跟着公布了起拍价。起拍价1000万上品灵石，我出3000万，我出5000万，我出6500万。这竞价的速度远比昨日要激烈得多。来的宾客，这财力同比昨日要恐怖得多。转眼价格已是从最开始的1000万上品灵石来到2亿。陈清正好喝完一杯茶，把茶杯放到一边，觉得时机差不多的他悠悠吐出一句10亿极品灵石。2亿5到嘴边的话戛然而止，笑容转瞬消失。而那些原本还在权衡利弊、精打细算的富商、宗门长老们动作一致的抬起头，看向2楼的天字1号包厢。我没听错吧？多少？10亿上品灵石？你确实听错了。原来如此，我就说嘛，怎么可能？不等他把话说完，那人又道：别误会，我说的听错，是指你把极品灵石听成了上品灵石。沉默。10亿极品灵石1次，10亿极品灵石2次，10亿极品灵石3次。让我们再次恭喜1号包厢的贵宾，
成功拍下这尊天元炉。没错，负责此次拍卖的拍卖师还是昨天那位。一时没反应过来，将今日的拍卖会与昨日混淆了。再次，这不才第一件吗？有人纳闷不解。旋即才从昨日参加过拍卖会的宾客口中了解到陈清前一日的壮举。面对这样一个有钱有势有实力的人，他们哪敢抱怨，口服心更服，给出10亿极品灵石，拿下天元炉。陈清立刻表示，这天元炉送给夏清月了。这怎么能行？夫君是丹师，比我更适合这丹炉。夏清月婉拒道。陈清紧接着道，夫人无需拒绝，为夫这有更好的。况且我还打算过段时间传授夫人炼丹术呢，有这么一个丹炉会方便许多。那好吧，陈清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夏清月思索一番后不再拒绝。他对炼丹术确实很感兴趣，其次想着陈清为自己辛苦炼制了那么多丹药，也想在学会炼丹术后替他炼制丹药。一味单方面索取并非夏清月的做人风格，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药神鼎。本来吧，陈清说有比天元炉更好的丹炉，只是找个理由让夏清月安心收下。但现在他真有了药神鼎，天阶极品，在丹炉排行榜中排名第一。被誉为传说中的丹炉，只能从古籍中了解到一些片面信息，是否真实存在，一度引发争议。多亏陈清，这个争议现在没了。夫人有天元炉，我有药王鼎，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陈清心中打趣一句，将药王鼎收下。经此一事后，不禁更加期待其接下来的9件至宝又能为自己带来怎样的惊喜返还。拍卖成效率很快，一点不敢耽搁。他们想耽搁，10大拍卖行的人还不肯呢。在见识过陈清的恐怖财力后，都期盼着他能看上自己带来的至宝，豪掷千金买下。100亿极品灵石，给他们100年也未必能赚得到。此等大客户必须全力把握住才行。更有甚者，直接命手下去准备好计划之外的赠品，待会儿一并献上。说是赠品，实际品质也低不到哪里去。即便如此，在100亿极品灵石这个数字面前，依旧不免显得廉价，只为彰显诚意。在拍卖师的介绍下，众人得以知晓，第2件拍卖品名为太初凌霄剑，天阶上品。拍卖师刚介绍完，还没等他公布起拍价，陈清的声音已是响彻整个大厅。100亿极品灵石，他一心速通，尽快拿下10件至宝，返还宠妻奖励。简简单单一句话，再次将所有人给干沉默了。别说100亿极品灵石，哪怕是100亿上品灵石，他们也没底气去跟。真要跟了，想也知道，只会从陈清口中换来一笔比100亿极品灵石更加夸张的数字。届时，比起能否拿下太初凌霄剑，他们更担心的是会不会被陈清记恨上。有关陈清出手秒杀2位准地强者，以及奴隶妖帝为灵宠这件事，透过别人的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比钱，钱比不过；比实力，实力也比不过，那只能选择闭嘴了。100亿极品灵石3次，恭喜1号包厢的贵客成功拍下这柄太初凌霄剑。结果自然是不出所料的，让陈清拿下了太初凌霄剑。拿到剑的第一时间，陈清便转赠给了夏清月。夫君，夏清月才收下天元炉，如今手中又多出一柄天阶上品神剑，很难不猛。才反应过来，原来夫君先前说要将10大至宝全部买下送我的话，并非玩笑。夫人也不想我变成一个言而无信之辈吧？陈清问。那就谢谢夫君了。夏清月很清楚，陈清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让自己安心收下太初凌霄剑，索性不再拒绝，一切全凭陈清做主。他给自己的，自己只管收下便是，想那么多做什么？心中则忍不住幻想了一下，陈清换上这件天蚕衣的画面，掩面一声轻笑。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九尾狐仙血脉。九尾狐仙血脉，九尾狐还沾了仙字，陈清不用想也知道这血脉有多强，不做片刻犹豫，直接完成绑定。同一时间，第3件拍卖品也被摆上了台，是一件女子专用的软甲，名为天蚕衣，在防御法宝中名声赫赫。100亿极品灵石，陈清云淡风轻道，仿佛这100亿极品灵石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也的确如此。拍卖师见状，也无心再去询问在场有没有人要跟价的，嘴皮子一碰，快速走完流程，宣布陈清拍下天蚕衣。这天蚕衣我确实用不上，还请夫人收下。好。夏清月老老实实收下天蚕衣，不知不觉间协助陈清更有效率地刷起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魔战甲加1，一件顶级防御法宝，换得一件不存在于天玄大陆历史，超越天阶，可称神甲的防御法宝。陈清稳赚不亏。之后第4件、第5件、第6件、
第7件无一例外，全部被陈清以100亿极品灵石通通拿到手。整个至高拍卖会成了面向他一人的存在。10大至宝一件不剩，全部被陈清送给了夏清月，用于刷取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灵根10连抽机会+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技能奖励。呼吸一次奖1极品灵石。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万道仙体3000体质排行榜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大地级银魁+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道术+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大地修为经验包+1。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顿悟次数+100。这所有奖励看下来，陈清只能说这趟天机拍卖会一行真没白来。全是极品奖励，立马选中天阶极品灵根10连抽机会，确认抽奖。正在10连抽中，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阶极品水灵根、天阶极品木灵根、天阶极品雷灵根、天阶极品风灵根。不仅为陈清轻松补全了所有属性的天阶极品灵根天赋，还额外省了几条，能拿来送给夏清月。3000体质榜排名第1位的万道仙体直接绑定，大地级银魁则加入到陈清的银魁大军中。至于悟道术，陈清查了下详情介绍，这东西在种下后会结出悟道果，吃了以后能够随机悟道，与顿悟次数想顿悟什么就顿悟什么截然不同。好处是悟道数万古长青会一直产出果实，不像顿悟次数用完就没了。反观夏清月，尽管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真当10件至宝权落在自己手中以后，仍是不免陷入震撼，难以自拔。再看1楼那些前来参加至高拍卖会的大人物宾客，方才陆续从陈清带来的震惊当中逐渐缓过神来。1件100亿，那10件就是1000亿极品灵石，真的太夸张了。更夸张的是，他在花费1000亿拍下那些宝贝后，全部送给了他身边的那位女子。我有听到他称呼那名女子为夫人，不仅容貌绝世，年纪轻轻便已是准地修为，还如此宠妻，我怎么就遇不到那么优秀的男人呢？优秀？不，他太完美了，十全十美。他们聊他们的，陈清的注意力全然不在这上面，而是紧盯着系统背包中的大地修为经验包，又看了眼夏清月，若有所思。本来陈清是计划将这大地修为经验包也一并送给夏清月，助他直接飞升为大帝，后面转念一想，又作罢了这一想法。理由很简单，有2点：一是夏清月没有绑定系统，若是强行使用这经验包飞升大帝，无法保证不会被一方世界只能有一位大帝这条天道秩序影响。其次，大地修为经验包本身就是刷出来的宠妻奖励，无法2次触发奖励标准，送出去了就是真的送出去了。权衡一番后，在陈清看来，还不如自己用了呢。夏清月要真想飞升大帝，直接传功给他更方便。正在使用大地修为经验包中，大地修为经验包使用成功，宿主当前境界至高大帝，至高大帝，大帝之上的境界。陈清可不记得在原本的玄天大陆修士等级中有提到过至高大帝4个字，之所以没提，当然不是因为不想提，而是回顾历史，能晋升大帝者已是寥寥无几，更别说突破到大帝之上的境界。对陈清来讲，不失为一番意外收获。至于多余的几条天阶极品灵根，陈清打算等离开天龙城，返回大武王朝后再交给夏清月。这里人多眼杂，不适合炼化，吸收灵根。才出包厢门，陈清2人便被提前守在门外。拍卖城的城主赵文轩走上前来拦住：“2位大人，10大拍卖行为了感谢2位的鼎力支持，略备薄礼，还望一步。”赵文轩说明来意，别人要送宝给自己增加刷奖励的机会，这种事无论对陈清又或者对夏清月来讲，自是来者不拒。让赵文轩带路前往正值此时，天机拍卖城外刻有青藤宗图腾的非洲姗姗来迟。都怪寒月宗的那些家伙，要不是他们一直纠缠，我们早就到天龙城了。师尊，等回宗以后千万不能放过他们。林若雪气愤地说。身为师尊的吕兰则与他想法一致，觉得是时候彻底解决掉2宗之间的恩恩怨怨了。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先去参加至高拍卖会对2人来讲更重要一些。2人从非洲上下来，来到天机拍卖城门前。林若雪心想着，能来至高拍卖会的身份必定非富即贵，兴许能遇上良人呢。不求能达到那日拒绝自己双修宝体的陈清的1%，有个1/1000，他就心满意足了。奇怪，师尊，这至高拍卖会不是还没开始多久吗？怎么他们都从里面出来了？林若雪的注意力被吸引，不解问。
吕兰摇摇头，示意林若雪上去找个人打听打听情况。林若雪点点头，走上前去，找到一个面相还算俊朗的年轻修士，问：“这位道友，请留步，可否向你打听一件事？”你问？年轻修士是想拒绝来着，可在上下打量林若雪一眼后，立马换了一个态度。至高拍卖会不是还在进行中吗？你们为何全都提前离场了？林若雪没记错的话，10年前那场至高拍卖会，各方为了夺得宝物，可是耗了3天3夜。进行中。年轻修士呵呵一笑，摆手道：“你们来晚了，至高拍卖会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怎么结束的？林若雪追问。当然是10件至宝泉被人买下来了，还能是怎么结束的？年轻修士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傻。啊，这么快？是被哪些大人物买走的？林若雪再问。买下10大至宝的是同一个人，至于叫什么，我不清楚，只知他实力非凡，不仅杀了白虎国与玄武国的皇子，还一招就将他们身边的准地护道者给秒了。不等林若雪吃惊，又听年轻修士道：“不仅如此，他麾下还有一头10万年的龙族妖帝。”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年轻修士告别林若雪，赶着回宗，将今日天机拍卖城中发生的事回去如实禀报给宗主与各大长老。林若雪则在缓过神来后，回到吕兰面前：“师尊，您都听到了吧？”吕兰答应一声，没想到此次来访天龙城的人里，居然会有这样一位大人物。师尊，您说，我若主动暴露自己拥有双修宝体这件事，那位大人物是否会愿意收下我？林若雪忍不住幻想起来，之前错过了陈清，这次她不想再错过了。看着自己这个曾扬言绝不会靠双修宝体去巴结男人的高傲徒弟，如今完全转性，身为师尊的吕兰实在不好说他些什么。另一边，陈清、夏清月在收下10大拍卖行的献宝后，闲聊2句便告辞离开。才出房门，陈清便将那10件宝贝立马转赠给夏清月，用于刷宝。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00倍修炼空间+1。陈清简单看了下介绍，说的直白点就是，进入这方修炼空间可获得超越外界的100倍修炼速度，灵气无限。这下都用不着为夏清月传功修为，助他突破大地境界，直接让他进入100倍修炼空间修炼，以夏清月的天资正到大地，属于早晚的事。随后赵文轩屁颠屁颠的也从房中跟了出来，说是要送2人。陈清、夏清月对视一眼，给了他这个面子，并未拒绝。然而还没走多远，便撞见了2个说熟不熟，说陌生也不算陌生的人，正是在拍卖城中各种打听寻找陈清的青藤宗师徒2人。是他，是他。夏清月与林若雪几乎同时认出对方。等等，刚才那些人说的杀皇子、灭准帝、花费1000亿极品灵石包圆至高拍卖会的人，该不会就是他吧？一个恐怖的想法不由得从林若雪的脑海当中冒出。他们身边的那个人，倘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天机拍卖城的城主赵文轩。吕兰这番话间接性肯定了林若雪的想法。师尊，该不会……林若雪欲言又止。我想被你猜对了。吕兰主动开口，认同林若雪的心中所想。在肯定灭准帝、杀皇子、豪掷1000亿灵石买光10大至宝的大人物，与那日自己在青藤宗拒绝现身的年轻大帝为同一人后，林若雪这场子说是悔青了也不为过，恨不得现在就穿越回去，提前给当初想要拒绝陈清的自己一巴掌，呵斥他别做蠢事，这可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天大机缘。沉思一番后，林若雪忽然抬头看向陈清，眼神相较之前变得坚定不少，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师尊，弟子过去一下。说完，林若雪动身朝向陈清迎面走去，根本没给吕兰表态的机会。期间，林若雪的注意力全在陈清身上，压根连看都没看一旁的夏清月一眼。反观夏清月见林若雪走来，这一双眼睛却是寸步不离地紧盯着她。从林若雪的眼睛里，夏清月看到了毫不掩饰的欲望。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转眼，林若雪已是来到陈清面前，搔首弄姿道：“陈公子，小女愿献出身体，与公子双修，助公子修炼，还请公子收下我。”林若雪如今的模样，与几日前毅然决然拒绝，不愿给陈清当双修炉鼎的她，简直判若两人。与其说林若雪是一宗圣女，夏清月看她如今的模样，倒更像是在那些青楼门前拉客的风尘女子，更加重了实力未尊4个字在夏清月心目当中的影响力。同时，一股不安感席卷了夏清月的身心，她是真的有些担心陈清会抵抗不住林若雪的那股骚劲，点头同意了。虽说3妻4妾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再正常不过，可又有几个女子能心甘情愿地与他人共享夫君呢？哪怕夏清月嘴上不介意，
心里多少还是会有所芥蒂。可陈清接下来的一番话，立马安抚了夏清月那颗焦躁的心。林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陈清此生只爱一人，绝不会背叛我家夫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00。我不奢求公子的爱，哪怕把我当工具使用也可以，只求能把我留在您身边。当工具使用也可以。林若雪这番话不仅惊到了陈清、夏清月，饶是他的师尊吕兰也未曾料想得到，有朝一日会从林若雪口中听到这种话。为了抱上陈清这棵大树，竟能做到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地步。不必了，陈清态度坚决，无论是心还是身体，我都不会背叛夫人。这话陈清是看着夏清月说的。夫君，夏清月眼中泛起涟漪，有多感动全写在脸上。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500。夫人，我们回大武吧。陈清牵起夏清月的手，决定无视林若雪，离开天机拍卖城。好。夏清月答应一声，与陈清十指紧握。这一刻的夏清月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与陈清结为连理，觉得自己也是时候该下定决心了，不能只考虑如何提升实力，有些事也该趁早考虑了。夏清月笃定，以自家夫君的魅力而言，像是林若雪这样的人，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日后，比林若雪更优秀的追求者，随着陈清的无敌之名远扬，只会越来越多。在夏清月看来，自己想要独占陈清，就必须先独占他的心与身体才行。夏清月并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多的底牌，能一直吊住陈清的胃口。一见钟情带来的效果再如何强烈，始终看不到回报的话，总有衰弱的那一天。公子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林若雪背齿紧咬，还是不死心，脑海中甚至产生要与陈清就地把生命煮成熟饭的冲动想法。奈何还未来得及实施，便被师尊吕兰一步横挪，拦在面前。行了，到此为止吧。师尊，您为何要阻拦徒儿追求幸福？林若雪不解，你确定自己是在追求幸福，而不是在自寻死路？吕兰提醒起林若雪，不要作茧自缚。师尊，林若雪何尝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可她就是放不下。明明那么完美的道侣人选就在面前，近在咫尺，自己却把握不住。放弃吧，你与他之间注定有缘无分。吕兰抬起手，在林若雪的肩膀上轻轻拍打几下，顿时一股强烈的委屈自心头蔓延扩散。林若雪瘫坐在地上，泪如决堤。为何老天爷要这么对我，让我有缘遇见他，却无法与他厮守终身？听着背后传来林若雪那歇斯底里的哭声，比起同情，夏清月则是唇角微微上扬。幸运自己与陈清之间既有缘又有份。胡思乱想间，二人已是从天机拍卖城中走出。当陈清想询问夏清月是否要继续在天龙城内逛逛，还是直接打开空间传送门返回大武王朝时，背后却传来一道急促的脚步声。大人留步，大人留步。这声音陈清只觉得陌生，没听过。扭头看去，那人已是停步面前，嘴里大喘着粗气，断断续续道：大人留步。你是？陈清主动问起对方的身份。回大人，小人是这天龙城的城主林天龙。来人自我介绍道。不知城主找我有何贵干？陈清直言问。启禀大人，城门守卫传来消息，白虎、玄武二国已经知晓您杀了他们的皇子，与准地强者一事，派遣了超100万雄兵包围天龙城，前来向您讨个说法。林天龙如实说。向我讨个说法？陈清呵呵一笑，本地没去找他们讨个说法，他们倒是找上我了。大人，小人愿为您鞍前马后，赴汤蹈火，逼退白虎、玄武两国。这时，天龙城中的准地强者赵通凭空出现在了林天龙面前。二人都不想错过这个结交巅峰准地的机会，确信若能通过此事与陈清结缘，对未来大有裨益。不必了，自己的事本地自己会解决，不劳烦二位。陈清正好发愁没有足够的血气用于点亮最后一颗刀心，这不，血气就主动送上门来了。陈清一念开辟出传送门，问夏清月夫人想不想测试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想，当然想。夏清月一下明白了陈清想要表达的意思，重重一点头。正好借此机会与陈清之间拉近感情。杀死那些想要对自家夫君不利的人，怎么能不算拉近感情的一种方式呢？那我们走吧。陈清始终牵着夏清月的手，与他一起步入传送门。当二人的背影完全没入其中后，传送门随即消散。大人，这传送门是由法宝开启的？林天龙找准机会问。不等准地赵通回答，林天龙又道：若真是如此，为何我自始至终都未看到那位大人有拿出任何法宝？心念一动便能做到这种事，
只有2种可能，要么他是大帝，要么他拥有时空圣体。赵通给出自己的判断，他同样没察觉到陈清有使用任何法宝。老大帝并未陨落，看来那位大人应当是觉醒了时空圣体。林天龙有理有据地分析着，殊不知这2样陈清都有。天哪，年纪轻轻不仅迈入了巅峰准帝境，还拥有排名第6的至尊圣体时空体，他果然是未来最有可能晋升新大帝的存在。林天龙在说这话时眼里全是敬畏之心。走，我们也跟去看看，兴许能帮得上什么忙，让那位大人多看咱们一眼。赵通提议，即使身为准帝又如何，面对陈清这样的妖孽天骄，他照样得低下脑袋，想方设法讨好对方。是。林天龙答应一声，与赵通一前一后，快步朝着城门方向赶去。而陈清、夏清月2人早已自传送门中走出，站在城墙上，一眼竟望不到百万铁甲军的尽头，黑压压一大片，双目难以尽收。军队的肃杀之气搭配上漫天黄沙，极具压迫感。夫人只管动手，为夫在旁边为你辅助。话音刚落，陈清从系统背包里取出7星刀，一念动，一刀化作6柄夫君，还有念师天赋。要放在几天前，夏清月还会更吃惊，但现在他总感觉见惯不怪了。哪怕陈清有再多绝世天赋，都不值得惊讶，反而是理所当然的。有劳夫君，那我去了。夏清月脚下连步一踏，直接从10几米高的城墙上飞身而下。你与杀害我的那个家伙是何关系？身着战甲的白虎皇帝萧天君提剑质问。我是他的妻子。夏清月不做迟疑，自豪道。妻子？萧天君呵呵一笑，眼神阴冷地看向城墙上的陈清。好，你杀我儿，朕便当面杀了你的挚爱。谁若能斩下此女的头颅，朕必为他封官加爵。萧天君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难得有像这样的一步登天机会，瞬间便有数十人化作一股小队，骑着战马朝向夏清月冲杀而去。面对铁蹄铮铮，夏清月面容冷淡，取出太初凌霄剑，掌心凌厉释放，一层寒霜包裹剑身，旋即一剑干脆利落地斩出。月牙形的剑气顷刻贯穿数十人，将他们的肉身连同战马全部化作冰雕。身为修士，萧天君清楚感知到那数十名士兵在冰封的刹那就已集体殒命，意识到那些人被冰封的不只是外表，还有血液与内脏。好狠毒的手段，你与他倒是相配。萧天君回眸一眼，都还愣着作甚？给朕杀！凡能伤到此女者，赏万金。他选择降低奖励的标准，以刺激更多人加入到讨伐夏清月的大军当中。面对盛名带来的压力与高额赏赐的诱惑，千军万马终是有所行动，以洪流之势朝向夏清月奔袭而去。夏清月则向天举起手中长剑，以凛冽剑气化作拳头大小的冰莲，然后在转眼之间变为数丈、10丈、数十丈。在下一刻，剑落，冰莲坠下，砸在百万大军之中。寒气风暴肆意狂涌，所过之处万物冰封。后一步赶到的林天龙、赵通2人正巧看见百万大军与百里冰封的恐怖画面。事前只知陈清天赋无双，没想到他的女人一样实力恐怖，杀伐果断。好恐怖的寒潮！赵通惊叹。林天龙则是正在原地说不出半句话。他的实力比夏清月高，因此一眼看出夏清月有着分神境修为。但回想过往，林天龙从未见过哪个分神境能做到像是夏清月这般强大。别说林天龙没想到，萧天君同样不曾料到夏清月一出手就将自己带来的百万雄兵全部抹杀了。这是你逼朕的！愤怒完全充斥了萧天君整个人，复仇的火焰燃烧得越发猛烈。他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块玉玺，这玉玺和一般雕刻有圣龙的玉玺不同，上面雕刻的是一头栩栩如生的猛虎，他在以国运召唤圣兽白虎。赵通逐渐理解一切玄机，整个白虎国的国运化作一头金光灿灿的百丈巨虎虚影。咆哮间，地动山摇，城墙似要承受不住这股威压，有崩塌的趋势。陈清看了眼那道白虎虚影，靠着国运支持，修为强行达到5万年。再看一眼城墙下的夏清月，方才那一击貌似消耗了他不小的灵力，此刻正薄唇微张，呼吸略显急促。仅凭分神境修为，想要与这5万年修为的圣兽白虎硬拼，还是太难了些。陈清可不想让夏清月以身犯险，一个飞身，脚步轻盈地落在了夏清月的身边，搂住她的腰肢，让她依靠在自己身上。夫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的事只管交给为夫。陈清微微一笑，夏清月点点头，并未逞强。交给你。萧天君冷冷一笑，今日你们都得死在这，为我白虎国100万将士为吾而陪葬。杀！
萧天君以手中白虎玉玺操控圣兽白虎朝陈清二人迈步杀去，笑容自信狰狞，仿佛提前看见陈清、夏清月被圣兽白虎残忍杀死的血腥画面。面对狂奔至面前体型硕大挥舞起虎爪的凶兽，陈清同样抬起手，一巴掌轻轻挥了出去。下一刻，虎身如烟消散，玉玺破碎。作为镇国神器，这白虎残魂与先前青龙国的那道龙魂大同小异，都是上古时代圣兽留下的一缕残魂，也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国的起源，立国之本。能作为镇国神器，即使是残魂，其的强大同样不容小觑。只是这份强大，在身为至高大帝的陈清面前还不够强大，甚至都配不上强这个字。怎会如此？看着手中出现裂缝的玉玺，萧天君整个人都是木的，摇头晃脑，快速眨眼，想要结束幻觉。可在一睁眼的功夫，手中的玉玺已是四分五裂，掉落到地上。以国运滋养千年的圣兽魂魄，居然这么轻易就被消灭了，这对林天龙来讲已经不属于惊喜范畴，而是惊吓了。感受到林天龙看来的眼神，身为准地强者的赵通摇了摇头：“你别看我可办不到这种事。他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早就单枪匹马杀向白虎国，夺取江山，称王称霸了，何必蜗居在这小小的天龙城内？不愧是夫君，好强！”夏清月看向陈清背影的目光，流露着的尽是崇拜之色。对如今他来讲，根本无法战胜的强敌，陈清却动动手腕就能轻松灭杀，同为修士，怎能不仰慕？你，陈清没给萧天君歇斯底里的机会，一念动，无形之力化作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掐握住他整个人，夹碎，连同尸体爆开的鲜血、肉末四处飞射。随着圣兽与皇帝接连陨落，白虎国彻底名存实亡。陈清打算让父亲陈雄那边派兵，将白虎国的地盘一并吞下，纳入大钱。与其便宜外人，不如便宜自家人，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0倍修炼速度，1日体验卡加10倍修炼速度。在看到这项奖励的第一时间，陈清便联想到了100倍修炼空间，想知道这东西是否能和100倍修炼空间叠加使用。要真能叠加使用的话，那岂不是直接变成1000倍修炼速度？对此，系统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好，看来我陈清吃软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陈清感觉再这样积累下去，让夏清月1日正到大地并非不可能。夫君，又有大批人马在往这边靠近。夏清月来到陈清身边，提醒道。陈清关闭系统面板，抬起视线，在那一地碎冰之后，确实能看见一大片人马乌泱泱朝这边似潮水般涌来。眸色微变，陈清的肉眼所及，瞬间拉远数百米，看清那些人穿着的甲胄与先前的白虎军截然不同，更为厚重，刻有玄武图文。玄武国。从陈清口中得知来人的身份后，夏清月的气力虽还未恢复多少，却也目光坚毅，愿意拔剑与他共克100万敌军。眼能触及的地方，这一双耳朵自然也能达到。陈清锁定了身在龙辇中的玄武皇帝苏兆。老祖，此子实力非凡，本欲借白虎国之手，先消耗他几分灵力，再坐收渔翁之利。没曾想白虎国的人这么轻易就被他给屠尽了。紧跟苏兆之后的是一名老者的声音：既如此，何不将他招入我玄武国的麾下？此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只怕心比天高，想让他归顺难啊。苏兆说出自己的顾虑，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请老祖给个应对之法。先利诱，不行再威逼。白虎老祖继续道：此乃我偶然在一处秘境中所得的神物，一旦成功下咒，中咒之人便终生无法背叛，化作提线木偶。二人自以为计划周全，殊不知这一切全在陈清的监控范围之下，他们的一言一行皆难逃窥探。既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七星刀的最后一颗刀芯正好还差点血气，便可完全解锁，升级为真正的神器。陈清抬起手，五指半握，如同虎爪，在空中一抓，凭空抽出几根五光十色的琴弦，指尖拨动琴弦，伴随琴音响起，一柄看不见的刀立马斩了出去。千军万马连同白虎国的皇帝与老祖，皆在这琴音之下被一刀两断，头颅大片大片冲天而起，鲜血暴涌。弹指间杀人千里，这是只有至尊秦修才能办到的事。城墙上目睹这一切的赵通难掩震惊之色。弹指间杀人千里，事实就摆在面前，叫林天龙如何怀疑？不止玄武国的100万大军，饶是他们背后的那2座高山，一样被削去大半，轰隆隆坍塌，激起不小的烟尘。夫君还是秦修，而且是满级至尊秦修。此刻在得知这件事后，夏清月对陈清的崇拜之情宛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在将玄武国来犯之人尽数屠灭之后，
陈清放出七星刀，将所有血气一点不剩全部吸收榨干，用于点亮第7颗刀星。当第7颗刀星被点亮时，七星刀发生蜕变，从内而外产生质变，强悍的刀气威压八方。别说林天龙，纵使是赵通这样的准地境修士，照样不免身躯一重，膝盖发沉。好半天才从赵通嘴中艰难吐出一句：“这是地兵之威。他竟拥有地兵。”地兵，林天龙刚觉得这才对嘛，若是普通的天阶武器，怎会有如此惊人的威压？但下一秒又猛地反应过来，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不，岂止是不太对劲，是非常不对劲。若他记忆没错的话，地兵是只有大帝才有资格持有的天道神器，而且哪怕真飞升大帝，能否觉醒天道地兵，全凭气运，并非100%。那位大人不是巅峰准帝吗？为何会持有天道神器？紧接着，一个恐怖的想法自林天龙的脑海中冒出，难道他的视线唰的一下转到了赵通身上，急于想要确定这一点。乃料没等看清赵通脸上的表情，已是目睹他不再去抗衡那股地兵威压，心甘情愿的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大声喊道：“赵通有眼无珠，拜见大帝。”他真是大帝。林天龙哪怕再不信任赵通，也不认为他会拿这种事跟自己开玩笑，100%认定陈清就是大帝，也顾不上去思考为何老大帝还未陨落，新大帝已经产生这些问题。总之先跪了再说。有样学样，和赵通一起面向陈清，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提高嗓门：“林天龙有眼无珠，拜见大帝。”恐怕陈清听不见。面对大帝级别的至高强者，光是不得罪对方，那是万万不够的，还得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敬畏之心才行。他们拜不拜是他们的事，陈清并无回应的意思。与夏清月一道，在解决掉玄武、白虎2国之后，步入传送门，消失在了天龙城前。但对林天龙、赵通2人来讲，没有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至少自己这条小命保住了。呼，良久，2人才颤抖着双腿从地上爬起。首次面对大帝，这压迫力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1000倍、万倍不止。大人，这天玄大帝还未陨落，为何就有新大帝诞生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一方世界不是只能有一位大帝吗？林天龙向赵通投去疑惑的目光，希望他能替自己解惑。有2种可能，哪2种？林天龙急切追问，想要知晓答案。第一种是天玄大帝已经陨落，只是消息还未传出。林天龙想了想，觉得可能性极高。第二种则是那位大人的强大足以打破天道秩序带来的限制，赵通语出惊人道。强大到能够打破天道限制，林天龙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出得强大到何种境界才能与天道抗衡。想象不到，实在是想象不到。同时，比起后者，他更偏向于相信第一种可能性。为验证心中的想法，赶忙派遣人出去打探有关天玄大帝的事。而在另一头，陈清、夏清月2人已是自传送门中走出，来到大前国。清儿、清月，你们怎么来了？陈雄在得知2人到来后，立马放下手边的所有事，赶了过来。难不成是大武王朝出事了？陈雄又问。以前如何先不论，夏城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亲家，大武王朝若真的出事，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陈清摇摇头，父亲不必担心，大武王朝一切安好。此次孩儿前来是想告诉父亲，玄武、白虎国底蕴已灭，父亲可尽快派兵收服。这，陈雄当然知晓自家这个儿子今非昔比，绝世无双，只是没料到自己才刚刚对整个青龙国完成改造，强势收拢人心，下一刻他又为自己送上白虎国与玄武国的土地。调侃，继续像这样下去，也不知咱们大前的领土得广袤到何种份上。你可是为老爹我出了个大难题，反正你老人家不是最喜欢动脑子，完全谋嘛。孩儿这可是在为你提供机会。陈清打趣说。那我还得谢谢你了。陈雄眉头一皱，不客气。陈清此言一出，陈雄、夏清月对视一眼，皆是止不住的笑出声来。得，我说不过你。陈雄摆摆手，旋即叫来贴身侍卫，下令让他率领大军与银魁前往白虎、玄武2国，服者生，不服者格杀勿论，无需废话。之后，陈清、夏清月不再打扰陈雄治理天下，开辟传送门，返回大武王朝。臣服。夫君，你辛苦了，我去给你沏茶。夏清月才转身，这脚还未来得及迈出去，便被陈清抓住手腕。夫君，夏清月一脸疑惑。不急，你先随我去个地方。陈清开口道。好，夫君让我去了，我便去了。夏清月如今对陈清100%信任，不认为他会害自己，更不觉得陈清要真想害自己的话，
自己又能做得了什么？在得到夏清月的回复后，陈清紧抓住他的手腕，一念动，转瞬来到另外一方广袤无垠的新天地。一眼望去，是望不到尽头的青青草地。这里是……夏清月正纳闷，下一刻又露出吃惊之色。好恐怖的灵气！仅仅只是呼吸一口，都能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增加不少。此地名为百倍修炼空间。陈清相信，以夏清月的聪明才智，光靠百倍修炼空间几个字，已经不难知晓这方世界的奥妙所在。百倍修炼空间，夏清月恍然大悟，难怪会有着这般夸张的灵气。你且在此处修炼突破，我为夫人从旁护导。说着，陈清打开系统背包，选中10倍修炼速度1日体验卡，与百倍空间相叠加，让夏清月的修炼速度增加到1000倍。同时又取出不少丹药，供夏清月随意取用。好，我一定全力突破，绝不辜负夫君。夏清月照陈清所说，盘腿坐下。1日正道大地，如何？陈清给夏清月定了个小目标。1日正道大地。夏清月很难不怀疑陈清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可他的表情看着又是那么的认真。行吧，我竭尽全力试试。夏清月相信陈清这么说，肯定有他的底气所在，愿意信任他。总之，先全力一试，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话毕，夏清月疯狂吞吸起周遭的灵气，开始炼化灵力。在1000倍修炼速度的加持下，仅是片刻便突破到了分神境2层，速度之快，把他自己都给吓到了。忽然觉得1日正道大地并非不可能，继续修炼修为，转眼又突破分神境2层、3层、4层、5层，然后来到合体境、渡劫境，持续向上攀升。这期间，陈清也在从旁辅助，刻下聚灵大阵，在1000倍修炼速度的基础上，继续为夏清月增加境界提升的速度。满级阵法师的身份在这一刻起到关键性作用。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夏清月如今的修为境界已是来到准地巅峰。夫君，我要开始冲击大地境了。夏清月睁开眼，有些担忧地说：“夫人只管全力冲击大地境界即可，其他由我。”陈清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好。”听到陈清的话，夏清月那颗原本还万分紧张、焦躁不安的心逐渐平稳。比起自己，他更不想辜负陈清的期待。陈清为了自己一时兴起，踏上修炼大道后有多下血本，别人不清楚，他夏清月难道还不清楚吗？若无法证到大地，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陈清。越想突破大地，越是执念，拼尽全力也要达到，只求不愧于心，不负良人。他这边一次次尝试冲击大地境的同时，外界一座名为太灵山的峰顶，正在院外扫地的老者听见耳边传来的开门声，连忙放下手中的扫帚，快步上前跪地行礼：“老奴拜见尊上。多少年了，没想到还有人想证地道。”天玄大帝望向远方，嘴里喃喃：“有人想证地道。”扫地老者心中一惊，可是上界之人应当没这个胆量才对。作为天玄大帝身边的奴仆，他清楚见证每次有胆大妄为者想证地道时，被自家主人霸道出手残忍灭杀的画面。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以后，证地道变成了禁忌，被视作挑战大地的权威。除非有着绝对的实力与自信，否则一般修士不会轻易尝试踏上地道，不如选择继续蛰伏，等待老大地衰老，自然陨落。此人不在上界，而是下界一个叫大武王朝的地方。天玄大帝精准锁定下清月的气息所在，下界那种地方居然有人能证地道，这是扫地老者万没料到的事。大武王朝这个国家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本地这些年只顾着镇压上界，对下界疏于管理，会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产生，再正常不过。话落，天玄大帝又低头看向眼前的扫地老者，命令道：“你去一趟下界，解决这件事。”是，尊上。扫地老者领命，心知肚明，自家主人这是嫌对下界之人出手，传出去会自降身份。毕竟下界在上界人眼中一直属于贫瘠之地，连统治的必要都没有。身为奴仆，尤其是种下奴印的奴仆，扫地老者只能按照天玄大帝的话去做。即刻出发，前往下界。说是启程，实际上对于有着准地巅峰境修为、大地之下第一人的魏康来讲，从太灵山到大武王朝不过是一念间的事。阵法图自大武地宫之上浮现，魏康自其中缓缓落下身，待到完全现身后，阵法图随之消散。比起去一家一户的找人，魏康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准地之威如洪流般释放出去，在极短的时间内威压整个大武王朝的地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夏清月施压，让他知道自己来了。夏清月没感受到，陈清倒是感受的真真切切，如他事前所料，夏清月没有系统，
即便自己能从旁为他提供帮助，依旧是在天道秩序的限制之下。他要想证到大帝，那必须踩着前人的尸体往上爬才行。而身为老大帝的天玄大帝，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被人夺走，必定会出手阻止。陈清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天玄大帝身居高位，很难不树敌，有着大帝身份在，还能压得住那些人。一旦陨落，失去了这层身份，那些豺狼虎豹只怕会立马扑上来，将他一口口撕扯得粉碎。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派人妨碍自家夫人证到大帝的理由。陈清也不打算惯着对方，心念动，转瞬出现在魏康面前，距离7、8米。就是你异想天开，想证地道？魏康开门见山问。说完，他又摇了摇头，心想自己废话那么多做什么，直接杀了陈清，回去复命即可。五指打开握颈间，一柄长枪出现在手中，准地之威如滔滔江水，无情冲向陈清，试图以此来令对方明白，你我虽同为准地巅峰，底蕴之差却是犹如天堑。见魏康是个枪修，又有准地巅峰修为，陈清也取出了万龙枪。你也是枪修？魏康有点意外，视线落在陈清手上的万龙枪上，仔细观察起来，认可道：是柄好枪，等你死后，老夫会善用的。旋即抢占先机出手，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枪意化形，直直刺向陈清，是要一击为这场闹剧画下句点，将陈清的肉身顷刻撕碎。陈清见状，随手一枪回敬魏康，看得魏康眉头微拧，没见过拼死一战，还那么应付的，觉得自己这是被陈清小瞧了。只是下一刻，魏康就不这么想了，或者说不敢这么想了。陈清那一枪同样枪意化形，而且是化作一头100丈银龙虚影，瞬间张开深渊巨口，如大山般朝魏康倾倒而来。在那银龙虚影面前，魏康顿感身心无力，渺小如蝼蚁。先前自认为的底蕴之差被无情打脸，他打出的那道枪意连正面一较高下的资格都没有，仅是接触到龙影余威便被震碎了。还手！道心已毁，哪还有那个心？即便有心也是无力。堂堂巅峰准地被陈清一枪打出的龙影当场抹杀冲撞，搅碎的连一粒骨头碎片都未曾留下。这么不经打吗？陈清有点失望，全程他连1/1000的灵力都不曾动用，那一枪更多的是蛮力，偏偏都放海了，魏康还是连一击都承受不住。不过很快，陈清的注意力就被眼前弹出的系统面板吸引去。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无敌领域+1。无敌领域，这个好，不需要查看详情介绍，仅靠无敌领域4个字，陈清已是不难知晓其的作用。查看后得知，无敌领域可覆盖数百丈远，领域范围内陈清就是无敌的，没有人能战胜他，即使是比之高大帝更强的域外天魔降临，身在领域内也会被规则之力强行削弱，直到能被陈清一招秒杀的程度。越看他越喜欢，只是还没高兴多久，一道远比巅峰准地更加强大的神威已是滚滚袭来。陈清面色如常，十分淡定，知道这是狗被杀了，身后的主子坐不住，想来找场子。惧又有何惧？哪怕没这无敌领域在手，陈清也是至高大帝，何须将一个普通大帝放在眼里？比起惧他，陈清更好奇，巅峰准地都能为自己贡献一个无敌领域作为奖励，这大帝来了又能贡献到何种程度？其次，斩杀大帝，地位无人，夏清月的正道之路也能更加顺畅。你好大的胆子，还未正地道就敢杀本地的人，你是当真不把本地放在眼里？天玄大帝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像这样愤怒是什么时候了。高高在上惯了，自认为早已无敌于世的他，眼里容不得一点反叛行为，更别说还是杀了追随100年之久的心腹。前提是你得有那个本事，能让本地放在眼里。陈青青飘飘回了一句，压根没把天玄大帝的地威放在心上，对他造不成半点影响，犹如蚍蜉撼树。本地，天玄大帝被陈青一句话给逗笑了，多少年没人敢在本地面前如此自称。好，你好得很。嘴上说着的同时，还在不停地加强地威，试图摧毁陈青的意志，让他变为疯子。可渐渐的，天玄大帝开始察觉到不对劲，不论他怎样增强地威，陈青始终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再确认一眼，一个大胆的想法立刻于天玄大帝的脑海中产生，你小子难道已经成功正到地路了？见陈青没有否定，结合之前的种种事，天玄大帝更加确信了这一点，结果则是不怒反笑，你竟能打破天道秩序，强行正到地路，快说说你是怎么办到的？天玄大帝自以为若能从陈青口中得到答案，兴许自己也能打破法则，化凡为仙。见陈青似乎不太想告诉自己的模样，天玄大帝又道，只要你告诉本帝
你是如何打破天道法则的？先前发生的所有事，本帝皆可既往不咎。他和魏康一样，认为即便陈清成功正道地路，论底蕴远不及自己这个老大弟，真要开战，只会是自讨苦吃。认定自己这边既然都主动给他台阶下了，陈清没理由拒绝才对。遗言说完了，陈清紧跟着的一句话，却是令天玄大帝面色一凝，到嘴边的话戛然而止。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本帝只能用些强硬的手段了。天玄大帝并未动杀心，纯粹想出手给陈清一点教训，好以此令他明白何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以为成功正道地路，真就盖世无敌了。倘若陈清还是不愿妥协，如实交代，天玄大帝不介意在杀死陈清后，对他使用搜魂术，强行夺舍他脑海中有关打破天道法则的那部分记忆。然而，正当天玄大帝想要调动天地伟力，好好让陈清长长见识，明白何为大帝之间亦有强弱之分的下一刻，陈清身后大地神文环显现，地威4万里山河一下压在了天玄大帝的头顶，直接将他从半空中强行按回到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尽管天玄大帝极力想要抗衡这股地位，这膝盖却是难以支撑，一点点往下弯曲，嘴里还不可置信地叫嚷着：不可能，这绝无可能！你明明才正道地路，为何能够碾压本帝？哪怕天玄大帝再如何不想承认，被陈清的地威碾压了，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明明是想让陈清明白大帝之间亦有差距，结果就是这脸都被抽肿了。陈清不屑于去跟一个必死之人解释那么多，指尖轻轻抬起，再轻轻落下，轰隆一声巨响，统治天玄大陆多年的天玄大帝硬生生被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地威碾爆肉身，骨头化作齑粉，鲜血如雾炸开，一代大帝就此陨落。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大帝银盔加10，杀一个大帝得10尊大帝，不亏。陈清满意地点点头，确定杀干净妨碍夏清月正道地路的虫子以后，陈清转身重返百倍修炼空间，继续为他护道。伴随他的离去，压在整个大武王朝千万人头顶的那只无形大手得以拿开。见密探现身，瘫坐在龙椅上，仍是一副惊魂未定之色的武皇下城赶忙追问结果如何。天玄大帝被臣父马一念阵杀了。哪怕是亲眼所见，密探直至这一刻依旧不敢相信那一切是真实发生的。在自己眼中无限接近无敌2字的大帝，竟被人秒杀了。一念阵杀大帝，夏城本就惨白的面色，在得知这件事后又增添了几分苍白，不断在内心强调他是朕的女婿，不必惊慌，不必恐惧，试图以此安稳内心。回到百倍修炼空间，时间飞快流逝，轰隆隆，听闻响动，陈清抬头看去，见劫云出现，天雷如芒闪耀，知晓夏清月这是距离地路仅有1步之遥，成败在此一举。轰隆，第一道天雷落下，正中夏清月的头顶，无事发生。轰隆，第2道、第3道、第4道、第5道天雷陆续落下，随着天雷落下的次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高，夏清月这眉心也是拧得越来越紧，面庞上留下的冷汗越来越多。好在有百倍修炼空间源源不断的提供灵气，再加上天命女帝的光环加以扶持，这雷劫有惊无险地度过。待到劫云消散，夏清月缓缓睁眼，身后也浮现出独属于他的大地神文环。夫君，我成功正道了，我已迈入大地境。夏清月猛地站起身，迫不及待想要跟陈清分享这个好消息，涌入他的怀中。陈清一手环抱住夏清月的腰身，一手轻抚夏清月的长发，为夫一直相信你能做到。随后通过进一步交谈，陈清还从夏清月口中知晓，他不仅顺利迈入地路，还觉醒了本命帝兵。说不羡慕是假的，好在陈清有系统，协助发妻正道大帝，怎么能不算宠妻呢？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道地兵10连抽机会+1。确定自己没看错，的确是天道地兵10连抽机会后，陈清不禁更加相信自己在某些时候的想法是有可能左右系统奖励，哪怕概率很低，但也绝对不是0。趁着夏清月还在稳固修为之际，陈清打开系统背包，选中天道地兵10连抽机会，确认使用，正在10连抽中，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道地兵。混沌中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道地兵。天罚剑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道地兵。星辰宫10连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道地兵。天伤古琴饶是成功正道大帝，觉醒概率一样微乎其微的天道地兵，陈清靠着10连抽机会轻轻松松到手10件。夏清月哪里知道这些，好不容易适应大地修为带来的肉身精神强化后，
伸手自虚空中取出他所觉醒的天道地兵鸿蒙剑。夫君似乎并未觉醒天道地兵，我已拥有太初凌霄剑，这柄鸿蒙剑愿赠与夫君。夏清月确实不记得陈清有使用过天道地兵或提起过这方面的事，所以才会提出要将自己觉醒的地兵鸿蒙剑送给陈清。除此之外，夏清月实在想不到自己还能如何表达自己对陈清的感恩之心。这鸿蒙剑已是他当下能拿出的最好筹码，认为比起自己，陈清更能发挥出地兵的全盛威力。谁说我没有觉醒天道地兵？夏清月能有这份心，陈清就心满意足了。这鸿蒙剑还是留给他自用比较好。哪怕抛开七星刀不提，陈清刚才通过10连抽获取了10件天道地兵。要论最不差地兵的大帝，他陈清称第2，没人敢称第1。夫君也有天道地兵？夏清月追问。很难不怀疑陈清是为了让自己留下鸿蒙剑才撒出这样的谎话，毕竟他一直都是那么的温柔无微不至，夏清月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见夏清月不信自己的话，陈清倒是不介意露上一手。身后虚空裂缝打开，混沌中天罚剑、星辰弓、天伤古琴一一从中显现出来，围绕陈清左右。细数发现足足有10件天道地兵后，夏清月愣在原地许久，好半天没缓过神来。没记错的话，就算大帝真能觉醒天道地兵，也从未有人觉醒过2件。夫君你居然觉醒了10件，好半天夏清月才从嘴里吐出这么一句话来。总要有第一个不是？陈清笑道。夏清月以为的第一个是觉醒2件地兵，开了这个先例，可陈清的第一个却是觉醒10件地兵，这跨度属实有点大，不禁心中感慨，这便是普通人与顶级天骄之间的差距吗？既如此，那这鸿蒙剑我还是自己留下好了。夏清月将鸿蒙剑收回虚空存放，不再强求。陈清也将10件天道地兵从哪来放回哪里去。他看出夏清月心有所想，伸出手轻捧他的面颊，道：夫人若真想报答我，往后人生还长着呢，不急于这一时。夏清月轻点头，觉得陈清说的很有道理，余生尚未过半，何必急于一时？夫人若真想报答我的话，比起这些神兵利器，我倒是更想养个女儿。陈清这忽然话锋一转，差点闪着夏清月的腰，可嗨，到嘴边的话一下被呛到。夫君是认真的，还是在与我说笑？夏清月稍作缓和后，忽然抬眸，四目相对间，他一脸认真。见状，陈清心中只有2个字：稳了。既然夏清月都这么认真了，陈清自是不能糊弄过去。一步上前，离得更近，伸手一把将夏清月拉入怀中。我对夫人从未有过半句假话，我对这类事毫无了解，一切全仰仗夫君了。夏清月贴在陈清的胸膛上，是何态度再明确不过。一切有我。陈清肯定夏清月的态度后，也不再畏畏缩缩，腰一弯，双手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夏清月也不反抗，任凭陈清抱在怀中，乖巧的跟个瓷娃娃一样。就这样被带出100倍修炼空间，转眼来到卧房之中。陈清宛如对待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心翼翼地将夏清月放到床上。夏清月脑袋侧向一边，藏不住绯红的脸颊，只能躲开视线，羞涩到不敢去直视陈清。在办事之前，陈清一念展开最强大阵，屏蔽系统，只为不被打扰。终于走到这一步，身为反派，与天命女主共享夫妻之时，哪怕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院外候着，感坏他陈清的好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如今比起与夏清月完成夫妻之时的大地修为奖励，陈清更在意的是得到他这个人。如此朝夕相处，说不动情肯定是假的。哪怕没有系统存在，陈清也不会容许身为主角的叶枫或者其他人将夏清月从自己身边夺走。绫罗绸缎散落一地，二人之间再无阻挡。夏清月背齿轻咬嘴唇，双眸微闭，一双手紧紧抱住陈清那宽阔的肩背，眉头不再像是最初那般会因为疼痛与不适而蹙紧，俨然沉溺其中，唇角向上有了弧度，一切都在稳中向好发展着。不只是陈清，包括叶枫，他虽彻底失去了夏清月，但却获得了又一次每日签到机会，也算是有得有失。太好了，签到次数又更新了。果然，只要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修炼当中，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叶枫睁开眼，看着再次更新的每日签到次数，表情大喜。只是不知为何，这胸口从刚才开始总觉得有点闷闷的，有种无法言说的不适。越是不想在意，那股感觉越是强烈，仿佛有只猫在心里乱抓，着实难以平静。难不成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今日签到会出至宝？想到这，叶枫更激动了，认为大概率就跟自己想的一样，这是一种预兆，不再胡思乱想，直接点击开始今日份的签到。正在每日签到中，每日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九品原阳丹加10枚九品丹药。叶枫稍显失望，倒也不是说九品丹药不好，而是与他想象中的逆天奖励差了许多。而且就算是在拿到丹药吞咽下开始修炼后，心里的那股烦闷感依旧没能消失，连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不知道。叶枫对此无能为力，只得强行平静内心，逼迫自己不去在意，将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修炼2字上。他还得完成当初定下的小目标，晋升大帝，哪有功夫浪费在这种不重要的事上？兴许只是先前修炼太过急功求利，导致气血加速。在说服别人之前，叶枫先说服了自己，这一套确实管用。很快他便全心全意投入到了冲击下一个境界的状态当中，而陈青这边同样忙碌着。很好奇，反派与天命女主之间真要有了子嗣，到底算气运之子，还是继承反派衣钵？不行了，夫君，我真没力气了。夏清月娇软如泥，倒在陈青的胸膛上，身上香汗淋漓，嘴里呼吸粗重。陈青则伸手搂住夏清月，感受着彼此肌肤接触时的那份湿润、黏腻以及温暖。夫人还真是让我意外，简直判若两人。陈青发自内心道。事前哪里想得到，夏清月感情生涯明明是白纸一张，在那方面却是异常疯狂与贪婪，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一开始的羞涩到忘我沉溺，几乎没什么过渡，一句句贴近耳垂的夫君，还要听得陈青耳根子止不住地发软。夏清月显然是听出了陈青话里的意思，脑海中忍不住回想起先前自己那一系列的表现，这本就红润的面颊更是红到滴血，底气不足地辩解道：我只是太想感谢夫君一直以来的帮助与扶持，早日为夫君生儿育女，这本就是我身为妻子的责任。这么说来，倒是我误会夫人了，夫人为了圆我当父亲的梦，如此卖力，我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该死。陈青打趣道：呸，好端端的提什么死字，你不许死，起码不能死在我前面。夏清月将手指按在陈青的嘴唇上，不让他继续胡说八道。现在的他已是无法承受与陈青的生死离别之痛。陈青抓住夏清月的手腕，轻轻拿开。好，我听夫人的，我不死，夫人也不许死。说完，直接拿出几枚寿元果，为夏清月增加寿命的同时，补充流失掉的水分。同时，陈青打开系统面板，决定将主线任务的奖励领取了。如今的他虽不差这大地修为，但有总比没有好。世界那么大，陈青可不觉得自己的敌人只有天玄大帝与叶枫。居安思危，多增加实力，提升底牌，总是没错的。主线任务已完成，奖励领取成功。大地修为正在发放中，大地修为发放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境界无上大帝。无上大帝，那在网上就该成仙了吧？陈青不确定。见夏清月一口气将所有的寿元果全部吃光，陈青拿起手帕替他擦了擦嘴角。谢谢夫君。夏清月莞尔一笑。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9品丹文级天神丹加100。得亏这系统面板只有陈青才能看得见，若是让身为主角的叶枫看到，他只是替夏清月擦擦嘴角，便能获得100枚9品丹药，还全是丹文级，不得气得吐血3声。夫君，时候不早了，我们快歇息吧。夏清月是真担心陈青还要继续刚才的事，先前太过火热，他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谢夫人饶我一命，我这腰确实得歇息。你讨厌又坏心眼。夏清月轻轻推了推陈青的胸膛，嘴角却是始终含笑。随后二人相拥而眠。再醒来，赤阳已是高挂天空。陈青睁开眼，低头看了看蜷缩在怀里好似兔子般乖巧的夏清月，微微一笑。确实没想到拿到反派剧本的自己，居然真能拿下身为天命女主的夏清月。果然重生还是得开挂才爽。陈青心中感慨。说起系统，忽然注意到右上角的红点提醒，他没记错的话，自己昨晚应该已经领取了主线任务的奖励才对。纳闷间，意念操控打开系统面板，主线任务已发布，是否查看？又有任务。陈青选择查看。主线任务：与夏清月生儿育女，完成后可获得先帝修为。先帝修为，通过这个仙字，陈青不难肯定，在大地之上正是仙人之境。在以上一个主线任务的奖励作为参考，这先帝修为多半是仙人境界的巅峰存在，玄幻世界果然很大。陈青更有理由相信，这世界绝不止有一个天玄大陆。生儿育女就能获得先帝修为吗？陈青若有所思，调侃系统：若是生了一对龙凤胎，你岂不是要给我2份先帝修为？经分析，宿主说的很有道理，已更新奖励规则。陈青只是随口一说，哪料系统居然真听进去了。也罢，
反正对他又没坏处。听见响动，夏清月缓缓睁开一双秋水美眸，小手轻揉眼眶，睡眼惺忪道：“夫君，太阳已经晒屁股了。”陈清回应道：“可我感觉好累，还想再睡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夏清月这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干脆直接没声，进入了梦乡之中。陈清见状，没去惊醒夏清月，也觉得他昨晚很辛苦，是该多休息一会儿。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这句话用在陈清身上不合适。他早已发现无尽丹田的另外一层妙用，一个顺身下床，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衣物穿好，又一个顺身来到屋外。陈清迎着明媚的阳光，伸了伸懒腰，感叹还真是岁月静好。只是这岁月静好的日子还未持续片刻，安宁便被打破了。大武王朝这边确实岁月静好，可老爹陈雄那边的大钱如今却是正面临难题。陈清透过窥天镜看得清清楚楚，陈雄正在御书房中来回踱步，思考着要如何对付准帝。陈清一步走入镜中，转瞬来到大前陈雄的御书房。父亲，什么准帝？陈清到场后直奔主题问：“青儿，你来了。”陈雄听到陈清的声音，转身看来视线，仿佛见到救星，抓住救命稻草，赶忙命人赐座。随后陈清从陈雄口中得知，原来是朱雀国想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套路，在大前派兵前往白虎玄武国之前，率先派出了更多的兵马进行拦截，并将大旗插满城墙。陈雄这边自是不会老老实实将土地拱手割让，委曲求全。奈何朱雀国有着准帝强者坐镇，仅凭他手中的兵马和银魁，实在难以抗衡。陈清并未在天龙城看到朱雀国的人，原以为他们是不爱惹事，喜欢默默发展，因此并未打算主动向其发难。现在看来是自己把他们想太好了，他们不是不想惹事，而是喜欢抢占他人的劳动成果。抢就算了，最关键的是还抢到自己头上来了，这能忍？这绝对不能忍。师弟是小，陈清主要不想让自己因为这点小事念头不通达。身为修士，念头通达很重要。正当陈清打算掏出阎王生死簿，直接一笔结束那名准帝的人生时，御书房外忽然传来一道声音：“圣上，小人有要事禀报。”说。陈雄开口，门外立马传来回应：“启禀圣上，朱雀国女帝来访，求见。”看来他们不止想要白虎和玄武两国的地盘，这是连咱们大前都不打算放过。陈雄给出自己的理解，不认为一国女帝千里迢迢来，单纯只是为了商讨白虎、玄武两国的处置方法。战旗早已被他们插上城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位女帝的胃口倒是不小。陈清站起身，走，父亲，我们去会会他们。好，有大帝站在自己这边，他陈雄有什么好怕的？准帝，多少个准帝来了，那也不可能是大帝的对手。以前陈雄还不是很能理解，为何那么多人比起提升自己，喜欢跑去各种找靠山。现在有了陈清，陈雄总算理解了，有靠山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另一头，大殿之中，朱雀国女帝林阮玉在被请到大殿后，并未落座，而是直直朝向台阶走去，走上台阶，来到帝位宝座前。见状，大前侍卫还想出言阻止，林阮玉身边的那名道袍修士却是一眼将其吓退。纵使大前侍卫身经百战，面对那如滔天凶兽矗立眼前的威压，终是生不出半点反抗之心，能保持战力已是相当难得。在确认大前侍卫没那个胆量敢忤逆自己后，林阮玉直接转身，一展双臂，长袖如蝶翼展开，坐在了大前的地位之上。严老，你觉得如何？林阮玉看向身边那名修士，问。这个位子非常合适陛下，简直是为陛下量身打造。赵岩回应道。闻言，林阮玉哈哈一笑，虽不知那位强者为何会出手对付白虎、玄武两国，不过这倒是提前助阵完成了一统下界大计。如今只差这青龙国、四圣国便全在朕的掌控之下，偌大下界将无人能与朱雀国为敌。纠正一下，此地早已不叫青龙国，而是大前。陈雄的声音从旁传出。眼看林阮玉如此放肆，丝毫不把大前放在眼里，竟还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地位上，陈雄便气不打一处来，自是不可能给对方好脸色看。对林阮玉而言，陈雄会有怨言，他早有预料。不过林阮玉并不打算在乎陈雄的想法，更不打算从地位上起身。接着道：叫青龙国还是大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地日后会纳入我朱雀国，你若老老实实交出地印，昭告天下，朕不会亏待你的。面对林阮玉的威逼利诱，陈雄呵呵一笑，若你到此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大可死心，大前绝不会归顺任何人。林阮玉没有再着急开口，而是看向身旁的赵岩。四目相对间，赵岩心领神会，向前走出几步，
居高临下，两眼凶光绽放，审视着陈雄与陈青，你们没有拒绝的权利。说时，准地境威压便滚滚似江河般汹涌袭来。陈青放出银魁，见此，赵岩不屑一顾，这傀儡确实很妙，只可惜仅凭分神境的修为，还没资格在本地面前叫嚣。他先前已是与银魁交过手，对银魁有所基本了解。见陈青明知自己是准地，还想用分神境银魁来对付自己，只觉得他天真的愚蠢。然而下一刻发生的事却令赵岩面色一凝。银魁只是站在那里，当自己的准地之威与之相撞时，立刻便被撕裂开，化为乌有。与其说是被强行撕裂开，不如说是自己的准地之威在恐惧银魁，主动消散了。这怎么可能？赵岩摇摇头，忙将这一想法从脑海当中清空，认为再怎么样自己也不至于被一个小小的分神境为难住，试图开神眼窥探识破这具银魁，看看他是否与先前那些傀儡构造不同，暗藏秘宝之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却是让赵岩心中疑惑更大，因为他竟看不透这尊银魁，唯一能看见的只有那恐怖的气势。饶是身为准地的赵岩，在这股气势之下，竟也情不自禁地感到渺小卑微。不对，这不对。赵岩又猛地摇了摇头，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中了幻术。坚定本心后，悍然出手，决定直接试试看这尊银魁的深浅。一具傀儡，难不成还能比身为准地的自己还强？待到他顺身至银魁跟前，正欲出手之际，大地威压化作一只无形大手，顷刻便将赵岩无情镇压，五体投地，死死按在地上，动弹不得。艰难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既惊恐又困惑：大地。还没等赵岩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整个人已是犹如过眼云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倒是走得轻松，毫无痛苦，可亲眼见证准地底牌被当面无情抹杀的林阮玉，这心情却是一下跌落谷底，笑不出来。他在决定对大钱出手之前，已经充分打探过消息，并未听说过大钱境内有哪位准地强者坐镇。即便真有，林阮玉想着大钱毕竟刚刚才建国不久，在大家都有准地强者的情况下，自是无法与朱雀国的千年底蕴相抗衡。哪料堂堂准地竟被对方一招就给秒杀了。不对，是连出手的动作都没瞧见，就轻松秒杀了。等等，这时惊慌之余，林阮玉忽然又想起赵岩死前有提起过2个字：大帝。谁是大帝？在场有大帝存在？一个接一个疑问浮现在林阮玉的脑海当中。若真有大帝的话，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大帝强者想要秒杀准地，那不是轻轻松松的。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大帝级别的强者怎会出现在下界，还坐镇了一个弹丸小国？这不对，这怎么想都不对。没给林阮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机会，银魁已是形同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当地威清晰镇压在林阮玉的身上，抬眸间又清楚看到了银魁高大的身影背后浮现的大地神文环，林阮玉这才肯定赵岩没在开玩笑，真有大帝。而且这个大帝还是一具傀儡。大帝傀儡，这可能吗？林阮玉内心发出深深的疑问。但比起这个，眼下还是寻找到活命的机会更重要。不，你不能杀朕，朕背后可是……陈青没兴趣听林阮玉用废话来威胁自己。大帝银魁仅是一掌余威，便将他的肉身震碎，化作一团血雾。这银魁竟有大帝实力。好半天，目睹全程的陈雄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试着去问陈青。陈青点点头，不错，这银魁论实力确实比肩大帝，甚至比一般大帝还要强上不少。看着回到面前的大帝银魁，陈青突发奇想，看向陈雄：爹，咱们大前确实需要一位强者坐镇，这银魁你看如何？把大帝银魁留在大前，真要发生问题的话，也不用自己亲自跑一趟。原因无他，只因现如今整个天玄大陆的大帝全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其他人再怎么努力修炼，也跨越不了这道实力鸿沟。不，以你如今的实力，日后只怕会树敌众多，这大帝银魁还是留在身边，为你助力更好。比起自己，陈雄更担心陈青的安危，自己死了便死了，陈青是万万不能出事的。爹不必担心，像是这样的银魁，孩儿还有很多。言语间，一尊又一尊银魁自身庞浮现出，且背后都有大帝神文环环环转动。啊，这陈雄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大帝啊，很难不吃惊，一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好半天才释然一笑，好吧，听你的。确定陈雄的态度后，陈青一个眼神，大帝银魁化作影子，与陈雄脚底的影子融为一体。而身边那10尊大帝级银魁也从哪来，回到了哪里去，安静蛰伏，只等陈青的下一次命令。这话又说回来，方才那女帝临死之际，
貌似是想说他背后除了准帝外还有靠山。陈雄言外之意是在问陈清要不要斩草除根，抢占先机。与其等别人跑上门来找麻烦，不如先杀上门去，把他们宰干净。父亲只需先派兵将白虎、玄武、朱雀三国吞并，全部纳入大钱，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其余事孩儿会负责处理。陈清说出自己的计划。好，我这就去拟定圣旨。陈雄对陈清100%信任，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陈清不多打扰，告辞离开，决定返回陈府。想着这个时间，夏清月差不多也该醒了。传送门刚打开，陈清人还未完全从中走出，便被一道柔软的身影撞了个满怀。低头一看，此时紧抱住自己的人除了夏清月还能有谁？夫人这是怎么了？陈清抬手同样抱住夏清月，眼神宠溺。见夏清月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往自己怀里钻，恨不得跟自己融为一体。陈清玩笑道：“夫人该不会是觉得我是那种玩完就失去兴趣、抛妻弃子的负心汉吧？”感受到夏清月娇躯一颤，陈清呵呵一笑，看样子是被我说中了。夫人未免把我想的也太坏了吧？陈清轻将夏清月推开。我没有。夏清月底气不足地说。我不信。陈清转身走远，坐在石凳上，背对夏清月，叹息一声，故作幽怨地说：“没想到我陈清痴情一片，在夫人眼里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哎。见状，夏清月一脸为难，赶紧走上前去，轻推陈清的肩膀，撒娇道：“夫君，我错了，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夫君莫要生气。”堂堂大帝撒娇求饶，这一幕要让外人看见，必定惊掉下巴。夏清月哪里管这些，别说大帝，就是先帝也比不上陈清重要。我这肩膀有点酸呢，要是有人能替我按按的话。我来。陈清话音刚落，夏清月立马卖力地替陈清揉捏起肩膀，不时俯下身问：“怎么样，夫君，这力道还行吧？”不错。陈清一脸享受。那夫君可以原谅我了吧？夏清月笑问。陈清双手抱胸，摇摆不定。夏清月则娇声娇气地说：“原谅我了，好夫君，天下第一的温柔夫君。”这话对陈清来讲很受用，一拍大腿道：“好嘛，原谅你了，谢谢夫君宽宏大量。”夏清月嘿嘿一笑，从背后抱住陈清，在他的脸上激动吻了好几下。小插曲过后，陈清将自己离开陈府后前往大钱的事全部告诉了夏清月。夏清月听后愤愤不平地表示：“这朱雀国女帝还真是作死，惹谁不好，非要招惹夫君，与夫君为敌，活该，自作孽不可活。”比起这个，尊公说的确实没错，朱雀国背后若是没有靠山，必不会如此肆意妄为，还得早做打算。然后走到陈清面前，将手放在胸膛上，继续道：“我愿前往，将朱雀国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让大钱得以安稳发展。”夏清月正愁晋升大帝后没机会试试如今的实力呢，他既有这份心，陈清自是不会拒绝。大手一挥，窥天镜展开，镜中缓缓浮现出一幕宗门画面，跟着画面拉近，来到宗门大殿。宗主，朱雀国被破，小女生死未卜，请宗主允我带人前往下界。一名长老打扮的人来到殿下，拱手请命。不等殿上的宗主回复，又有声音从殿外传入。这次是一名弟子打扮的青年，启禀宗主：“不好了，又出什么事了？”宗主问。太上长老赵岩的魂灯灭了。弟子如实回应。什么？听到这话的宗主可比听到长老女儿生死未卜，朱雀国危在旦夕的事更为激动，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得知太上长老魂灯熄灭，同为太上长老的灵剑顿时心如死灰。他很清楚，赵岩若非天大的事，绝不会轻易离开自家女儿。如今赵岩身死，自家宝贝女儿只怕也难逃。看来下界要动荡了。寒天宗宗主李锐开口道：“依我看，下界必有重宝现世，若非如此，那群蛮子必定不敢对我寒天宗之人出手，还请宗主尽快决断。有没有重宝机缘现世，灵剑不清楚，但他很清楚李锐这个人，要他办事必须给足他行动的动力才行。”李锐仔细想了想，认为灵剑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传本座命令，凡寒天宗弟子即刻出发前往下界。李锐思索一番后，终是答应了灵剑的提议。殊不知这一切的一切，皆被窥天镜后的陈氏夫妇二人看在眼中。上界宗门，夏清月嘴里吐出这样几个字：“夫人对上界有兴趣？”臣请问。有一点。夏清月点点头。他听说过一些关于上界的事，想要一探究竟，看看上下界之差是否真如传言中的那般夸张。那就去看看好了。陈清起身道。宗门大殿上交代完弟子与各大长老后，宗主李锐正欲起身离开，眼角余光便留意到一道光芒，回身看去，瞧见在大殿之下
展开了一道传送门。本以为是某位太上长老的手段，哪曾想下一刻竟是看见一男一女2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从中走出。瞧着不像是本宗之人，凡宗门弟子不可能会是这样一身打扮。有趣。李锐抬起手，示意众人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命令。自己则坐回到宗主宝座上，坐得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地问：你们是何人？竟敢擅闯寒天宗？你刚才不还扬言要杀我们，夺天地机缘吗？夏清月回腔道：怎么这会儿就不认识了？哦，你们是从下界来的。李锐当即确定了2人的身份。你们把我女儿怎么了？林剑抢在李锐下一次开口之前大声质问。他不自量力，妄图与我夫君为敌，已经死了。夏清月轻描淡写地说：你若不服，我随时奉陪。夫人，今时不同往日，对外你得自称本地，这样才不会让人小瞧了咱。陈青提醒道。对。夏清月把陈青的话听了进去，挺起胸膛，清了清嗓子，重申道：你若不服，本地随时奉陪。你找死！此言一出，林剑彻底被激怒，浩瀚地威一下充满整个宗门大殿。见双方剑拔弩张，身为宗主的李锐则并不打算出手制止，想借林剑之手测试看看陈青与夏清月的实力是否真如他们嘴上说的那般厉害。眼看宗主并不打算阻止自己，林剑索性不再隐忍，悍然出手，携带摧枯拉朽之势朝夏清月杀去。我要你们为我女儿偿命！若是以往，面对这种准地级别的强者，夏清月大概率会吓得浑身发软，寸步难行。可在成功正道地路后，林剑那点攻击手段在夏清月看来稚嫩，实在太稚嫩了，动作更是慢得出奇。毫不客气地说，林剑这种对手根本不值得夏清月认真对待，但只射出一朵微小冰莲朝向林剑打去。看到那不足巴掌大小的冰莲，林剑嘴角直颤，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今日老夫必将你挫骨扬灰。面对那朵冰莲，林剑根本不放在眼里，挥手就想打开。只是这手指才接触到冰莲的瞬间，整条右臂便被冻结。林剑双目一瞪，大感不妙，果断出手将整条胳膊从肩膀处斩断落地。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寒冰继续蔓延，谁曾想胳膊已经斩断，掉落在地上，摔碎成几块，但肉体的冰封却并未结束。极短的时间内，根本没等林剑做出下一次反应，整具肉身连同内脏已是被完全冻结。夏清月几步来到林剑跟前，抬起手轻轻在其头顶一敲，哗啦啦，林剑整个人顿时4分5裂，散落一地。看得李锐这个宗主在内的所有长老惊愕原地，说不出话来。林剑论实力虽不是寒天宗内太上长老中最强的那个，但在他们看来，怎么着也不至于被人如此轻易的就给单方面虐杀了。可事实偏偏又摆在面前，要他们如何怀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李锐并不认为小小一个下界贫瘠之地能诞生出这样的强者，难道在下界真诞生了能让人成为绝世强者的天大机缘？想到这，李锐话锋一转：你等若愿将所得的机缘尽数献出，本宗可不计前嫌，让你2人入我寒天宗，享太上长老待遇。你也配？夏清月眼神冰冷如刀。配不配，不试试看怎会知道？李锐话音刚落，数道身影便落在了夏清月与陈青的周围。陈青扫了一眼，这些人的修为无一例外皆在准地境，这些蝼蚁还不配夫君出手，我来就好。夏清月一步向前，挡在陈青面前。以往遇到这种事，他只能躲在陈青背后瑟瑟发抖，如今总算有实力站出来保护他，简直爽翻了。夏清月这嘴角都快压不住了，猛然意识到原来护短是这么爽快的一件事。陈青看破不点破，夏清月能有这份心，他自是来者不拒，最好是日后面对主角出关，也能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这边，对其痛下杀手。青梅竹马的朦胧情感，又怎比得过朝夕相处？日久天长，蝼蚁。身为准地，自从迈入准地境以来，这些人还是第一次被人那么称呼，嘴角抽搐，怒火根本压制不住，全表现在脸上。宗主，留口气就行了，对吧？一名太上长老抬头看向殿上的李锐，问：李锐点点头，只要留口气，能问出机缘是什么与所在即可。对他而言，夏清月与陈青的价值仅限于此。这嘴硬的小丫头，老夫一人便能解决，用不着你们插手。见他态度强硬，另外2名太上长老对视一眼，苦笑摇头。不愿结怨的他们，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太上长老林坤。林坤将灵力汇聚于双腿，以最快速度闪身至夏清月的背后，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他的一举一动皆难逃夏清月的神识监控。脚尖抬起，落下，寒冰立马朝向4面8方蔓延出去，主动避开了陈青。不好！
林坤察觉到不对，还想后退躲闪，岂料那寒冰速度更快，沾上一点，转瞬便将林坤整个人完全冰封。另外2名准帝也是难逃被冰封的结局，还保持着后撤的姿势，脚尖垫起，表情永远凝固在恐惧与慌乱之中。眼见寒天宗的所有准帝境太上长老全部被夏清月轻松镇杀，身为宗主的李锐顿感身心万倍沉重压抑，察觉到自己似乎惹错对手了。你不是想要机缘吗？怎么还不动手？夏清月望向殿上的李锐，咕嘟。李锐吞了吞唾沫，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方才有眼无珠，不识真英雄，多有得罪，还望2位大人海涵。机缘我不要了，寒天宗愿拜2位为太上长老，不，无上长老，地位与本宗齐平。在见识过夏清月的恐怖实力后，李锐哪里还敢惦记那份机缘，生怕下一个被冰封的人会是自己。比起机缘，现在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请求陈清、夏清月的原谅，若能将他们2人招揽进宗门，那就更好不过了，正好弥补连死5名太上长老的损失。你也配？夏清月再次问出同样的话，眼神比起先前又冰冷了不少。只是这一次面对同样问话的李锐，却是无法再像之前那般有恃无恐的回怼。大人若是不满意，我愿让出宗主之位，将寒天宗交于2位，我只需要当个小小的副宗主就行了。李锐一退再退，在以武为尊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等很有可能是大地之下第一人的绝顶强者，他别无选择。眼看李锐还是那么的不知所谓，自以为掌握了谈判筹码，夏清月不想再浪费口舌，直接地威涌现，大地神文环旋转。大地。看清大地神文环的那一刻，李锐当场吓得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哪还有一点身为宗主的高傲与不可一世？极力想要否认这一点，不，天玄大地尚未陨落。你怎会是大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夏清月不语，寒气如潮，瞬间溢满整个宗门大殿，将双眼所及之处一切生灵尽数冰封。这些曾对自家夫君抱有杀意者，哪怕只是一念之差，照样一个不留整个宗门大殿，此刻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皆是一片冰封之境，寒气之烈，相隔数百米都能感受得到刺骨的冷意。寒天宗的弟子根本不敢离得太近，有胆大的稍微离近几步，这衣角马上便附上薄薄一层寒冰，立马双眼一瞪，赶紧后撤出几倍的距离，一脸惊恐未定之色，有种差点被拉进沼泽无法自拔的绝望感，冷汗大颗大颗流下，汇聚到下巴间，啪嗒滴落。好恐怖的寒意！手扶胸口，惊魂未定道：宗门大殿怎会被冰封？难不成是哪位长老修炼走火入魔了？应该不是，我听说是有人杀进咱们寒天宗了。啊，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入侵寒天宗？不要命了！想必这幕奇景就是宗主或其他长老出手造成的。众人正七嘴八舌地聊着，就听一道声音扯着嗓门喊：快看，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他们循声看去，然后就瞧见一男一女从中走出，不是别人，正是陈清、夏清月2人。夏清月无心与这些家伙啰嗦，抬起手，指尖一动，那一尊尊宗主、太上长老冰雕从大殿中飞出，悬在众人头顶。起初众人只觉得那人形冰雕看起来很瘆人，可逐渐的，有人透过冰层看清了里面的一张人脸。等等，那不是宗主和太上长老吗？有人这么一提，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被冰封的正是自家宗主与太上长老，一个个露出恐惧、慌乱、不解之色。夏清月指尖轻轻一动，那数个冰雕齐齐从空中坠落摔碎，眼看自家宗主和太上长老们变成东一块西一块，这一条胳膊那一个脑袋的，众人只感到心惊肉跳，难以平静。谁想试试这冰冻的滋味？夏清月抬起手，掌凝冰莲，问：换言之，就是在告诉这些寒天宗的弟子贵则生。大家都是聪明人，又岂会听出夏清月的话中深意？即便真理解不了，眼看其他人都跪了，自己还站着，岂不是出头鸟？这出头鸟可不敢当。在这种想法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成片跪地，向夏清月宣誓臣服。陈清站在背后，对于风头全被夏清月占去这件事一点不在意，巴不得他越强越好，这样自己就能摆烂吃软饭了，每天刷宠妻奖励，持续增强应对主角的底牌即可。最终寒天宗剩余长老里，论话语权最高的13长老站了出来，向夏清月表示愿率领整个寒天宗归顺于他。夏清月看了眼陈清，只需他一句话，夏清月便会立马退让。陈清则是点点头，示意夏清月答应13长老，名下多个势力不是坏处。别说多个小小的寒天宗，以陈清对天命女帝4个字的理解，整个天玄大陆迟早都得归到夏清月的统治之下，自己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罢了。女帝老婆
别说对于前世喜好看小说的陈清来讲，还真幻想过，要是能抱个女帝老婆的大腿吃软饭，确实是件非常美妙的事。虽说自己是反派，但谁说反派就不能娶天命女帝了？要真按照天命剧本走的话，自己现今恐怕还在当个无忧无虑、不知死亡一天天接近的天真反派呢。等陈清回过神来，夏清月已是将13长老任命为新一任的寒天宗的宗主。夏清月可不打算亲力亲为管理寒天宗，更多时候是为寒天宗充当一个靠山，化身幕后掌权者。当然，这宗主自然不是白当的，得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才行。对此，13长老自是毫不犹豫，按照原本的计划，他哪怕熬到死，也与一宗之主无缘。现如今，不仅能成为一宗之主，还能抱上夏清月这么一棵大树，何乐不为？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转眼，寒天宗功法阁，陈清、夏清月在朝夕相处下已是相当默契，不用彼此开口，二人便一致选择来到了这个地方。也不知这上界的功法与我们下界比起来有何区别？还未进门，夏清月已是满心期待，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陈清推开功法阁的大门，与夏清月一起步入其中。新宗主在得知二人想去功法阁后，第一时间便下达宗主令，让所有弟子与管事人员离开功法阁，切莫惊扰了陈清与夏清月，可谓相当懂事。在进到功法阁后，陈清、夏清月直奔最顶层存放天阶功法的楼层，这得有几百部天阶功法吧。夏清月有想过数量会很夸张，却没想到能夸张到这种份上。从新宗主口中，夏清月了解到寒天宗在上界的地位、影响力，如果用大武的标准来界定，连10大强宗都算不上，属于一个小宗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宗门拥有的天阶功法，却比整个大武王朝乃至4圣国加起来还要多，一共548部。陈清说出一个清晰的数字，548部。夏清月重负道，苦笑，这下我总算理解，为何上界之人看不上我们下界了。他们所拥有的修炼资源，根本不是下界的人所能够想象的。对此，陈清十分认同夏清月的说法，何止功法，上下界因为灵脉粗细的影响，所能享受到的修炼速度也是天差地别。这也是为何上界会有那么多准帝都在靠寿命排队，等着老大帝寿元耗尽，自己陨落呢。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将这些功法记住，化为己用。陈清提议道。好。夏清月点点头。他可不认为只要提升到大帝修为就能懈怠修炼，不抓紧时间提升的话，只会成为下一个天玄大帝伸手拿起一本天阶功法。多亏陈清先前送给他的多条天阶极品灵根，如今的夏清月几乎快要达成全属性天阶极品灵根，这其中的大部分功法都能游刃有余的领悟。一本天阶下品功法，大概半炷香的时间就可以修炼到大圆满境界，品质高一些，修炼的时间便会稍长一些。但很快，夏清月便察觉到陈清那边有点不对劲。只见他正频繁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又一本功法，都是草草翻看几眼，便又放回到书架上。夏清月忍不住问，夫君是觉得这些功法品质太低，瞧不上？就算是我，也还没到瞧不上天阶功法的地步。陈清摇摇头，说着又将手中的功法粗略翻看几眼，放回到书架上。见此，夏清月微微蹙眉，既如此，夫君为何都只是草草看2眼就放回去了？因为已经领悟到大圆满了。陈清话说一半，忽然回想起自己还没告诉过夏清月自己拥有逆天悟性这件事。夏清月在听到这半句话后，却是一脸惊奇，夫君只需看2眼就能将天阶功法领悟到大圆满境界，不是怀疑，而是觉得不可思议。哪怕现如今成功证到地路的他，100年内也做不到这种事。不错，陈清点头肯定，旋即又伸手取下一本名为《寒月刃》的天阶上品功法，翻看2眼，放回书架上，然后走近一步，伸手搂住夏清月的纤纤细腰，对他说：“夫人抱紧了。”夏清月一点不反抗，很是自然地伸手抱住陈清。眨眼间，二人已是顺身来到功法阁屋檐。陈清抬手间，头顶银光更盛，原本的1轮明月，竟不知不觉间变为2轮。不对，夏清月仔细看了一眼，才反应过来，其中1轮明月是陈清催动寒月刃这部功法所化，能做到这种地步，显然是修炼到了大成境界。夫君的悟性，当真逆天。夏清月由衷惊叹，而这一幕也被新宗主看在眼里。哪里想得到，才这么点时间，陈清就将本宗之高功法领悟到了连前宗主耗费100年都不曾迈入过的高深境界。起初还纳闷，夏清月这么顶尖的强者，为何在面对他人时冷若寒冰，却能将所有的温柔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给陈清。不解他为何会有这个资格。现在新宗主总算解开了这一难题，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
陈清的实力更加恐怖。半炷香领悟天阶上品功法到大圆满境界，这种事恐怕只有准帝巅峰与大帝级别的强者才能做到吧。新宗主感慨，又怎知这半炷香的功夫被陈清领悟到大圆满的天阶功法，可不止一部寒月刃。再给陈清一点时间，整个寒天宗功法阁的天阶功法就要尽数被陈清掌握了。回到陈清这边，他在向夏清月展现过自己所拥有的逆天悟性后，二人又回到了功法阁内。除此之外，又灵光乍现，想到一种全新的刷奖励方法。既然修为能渡，功法为何不能传？陈清决定试试看，问夏清月夫人想不想更快掌握这些天阶功法。想，当然想，只不过我没有像世夫君这般妖孽的悟性，要全部掌握的话，恐怕需要些时日。夏清月回应道，只要夫人想，为夫便能替你实现。说时，陈清抬起手，指尖点在了夏清月的眉心上，想以传功修为的方式转化为渡功法，可实际操作下来却比陈清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不少，去慢慢攻克。陈清没这个耐心，直接选择使用一次顿悟机会。顿悟机会使用中，顿悟成功，恭喜宿主顿悟专属功法。一次顿悟机会立刻让陈清拥有了传授他人功法的能力，而且是倾囊相授，无需传授后还要对方一点点去领悟，一念大圆满。夫君，见陈清愣住许久没说话，夏清月微微抬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疑惑。刚才没准备好，现在可以了。陈清关闭系统面板，回过神，继续传授夏清月功法。首先传给他的便是刚刚才施展过的寒月刃。夏清月不久前才见陈清使用过这部功法，所以很清楚，难藏心中震撼，道：夫君，寒月刃这部功法，我也大圆满了。除去吃惊外，更多的是困惑。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无尽储物空间。别急，还有呢。陈清收下宠妻奖励，打算将在场的500多部功法全部传给夏清月，既能帮他快速变强，又能拿到奖励，两全其美。这次是星辰炼神法。言语间，夏清月又掌握了一门天阶功法。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武器是神功加1，九转造化经。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仙人酿加100，荒古霸体功。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魔神血脉加1。就这样，陈清硬是刷满了500多次宠妻奖励。因与夏清月彼此交心，好感度拉满，这奖励的质量同样拉满。陈清感觉再这样下去，恐怕在完成主线任务之前，自己又要抢先挣到先帝修为了。再看夏清月，完全是一副被玩坏的表情，木讷在原地，世界观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压根没想过半炷香的时间原来可以领悟500多部天阶功法，而且每部功法全都达到了大成境。尽管这件事真实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夏清月依旧不免觉得难以置信。陈清则没想那么多，刷完奖励后正筛选着哪些保留，哪些用在夏清月身上，把自己这女帝老婆养成的更加举世无敌。同一时间，大芒山，轰！伴随着一股强大的气势震荡出去，叶枫睁开眼，握紧双拳，激动表示：太好了，我终于突破到合体境了。突破合体境让他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没法像之前那样准时进行每日签到。好在签到机会不会因为时间晚了就消失，只要在1天内用掉即可。老天保佑，给我来个一步登天的强大奖励吧。叶枫双手合十，真心祷告。正在进行每日签到中，每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准帝修为经验包加1。准帝修为经验包，叶枫赶忙点击查看详情介绍。准帝修为经验包使用后，宿主可直达准帝境界。看清奖励介绍后，叶枫一个激动，唰的一下从地上站起身，再三确认自己没看错，这嘴角兴奋到都快咧到耳垂了。事不宜迟，立即使用。准帝修为经验包正在使用中，使用成功。宿主当前修为境界一境准帝。准帝，我这就准帝了。叶枫很难不怀疑眼前的一切是不是真实发生着的。一次次刷新查看个人属性面板，一次次确认修为一栏为一境准帝4个字后，叶枫方才敢认定自己晋升准帝绝非虚假这件事。叉腰狂笑，18岁的准帝还有谁？就问还有谁？天才见我也得低眉俯首。兴奋过后，冷静下来的叶枫并未着急修炼，盘腿坐下，嘴中喃喃：以我如今的修为，观测境的观测范围应当足以覆盖大武王朝了。也不知父亲、小妹他们怎么样了？清月，你还好吗？想到已经许久未与至亲挚爱见面，叶枫这眼眶还微微有些发酸湿润。
抬手抹去眼角挤出的那滴泪珠，叶枫急不可耐地打开观测镜，用意念操控，不断将镜中画面朝向大武王朝所在的方向拉近。到大武了，在大武待了18年，从小生长的地方，他自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只可惜，除了夏清月与家人外，大武王朝一直没给叶枫留下什么好印象。原本自己被陷害时，叶枫曾一度幻想，凭借自己与夏清月之间的关系，看在未来公主驸马的这层身份上，武皇夏承应当会出面替自己作保才对。哪曾想，有多期待就有多失望。叶枫知道武皇一直瞧不上自己出身卑微，却没曾料到，在这种事上，他竟也不愿施以援手。好在叶枫吉人自有天相，不仅大难不死，还觉醒了每日闭关签到系统。叶枫倒要看看，等到自己携无敌修为出关那日，降临大武，夏承脸上会是何表情，还敢不敢瞧不起自己。眼见观测镜中的画面已是拉回叶府，叶枫连忙摇头，清空多余的想法，想知道自家父亲和小妹如今过得怎样，有没有因为自己被连累。很快画面转到院内，小妹看见那道熟悉的靓丽身影，叶枫一下激动起来，提高了声音走上前去，下意识伸手想要抓住对方。太好了，小妹你还活着。叶枫一直担心当初自己得罪权贵那件事会祸及家人，如今看到叶灵儿安然无恙，还在院中练剑，那颗高高悬着的心总算安稳不少。一定是清月出面保护了灵儿，叶枫愿意相信是这样。片刻后，叶枫又兴奋地目睹一道熟悉的身影走进观测镜范围，父亲。来人正是叶枫的父亲叶海。灵儿，你从早上一直练到现在，喝口茶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身子骨给累坏了。听到叶海这么说，叶枫心里觉得很是奇怪，小妹怎么会突然弃文从武？难道是想为我报仇雪恨？想到这，叶枫一下担忧起来。小妹，你可千万别冲动啊，等一等，等哥出关，杀尽天下一切敢负我叶家的人。只是叶灵儿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是令叶枫顿感失望。父亲，陈公子对我叶家有再造之恩，若非他，你我父女二人只怕早已被奸人害死狱中，所以我必须尽快变强，强大到足以报答他的恩情才行。叶灵儿一脸坚定。陈公子这3个字却是听得叶枫一脸糊涂。陈公子是谁？哪个陈公子？跟着又听叶父叶海的声音响起，是啊，陈公子不仅说服武皇下令释放我们，还将陷害我等的赵氏一族满门抄斩，还了我叶家的清白，此等大恩不可不报。听叶海这么一说，叶枫更纳闷了，他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陈公子能为叶家做到这一步。鼻孔出气，叶枫自言自语道：不过听小妹父亲的意思，这人对我叶家确实有大恩，也罢，待我出关绝不会亏待于你。叶枫想得很清楚，按照现在这个速度，等自己出关之时，正到大地属于板上钉钉的事，根本无需怀疑，到时只需一句话，便能让这个所谓的陈公子一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整个天玄大陆的顶级世家。谁让他叶枫素来讲究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呢？只可惜这观测镜只能用来观测，不能与镜中之人对话，否则还真想问问父亲与小妹，那位陈公子究竟是谁？叶枫正有此意，便听叶海说道：大武人人都说陈公子是草菅人命的纨绔奸相之子，原来他一直在韬光养晦，藏拙，此等心性，日后必成一方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陈公子已经是大人物了。叶灵儿仰慕地说。如果说通过草菅人命的纨绔这句话，叶枫还无法确定二人言语中的陈公子具体是谁，那么通过奸相之子这4个字，叶枫一下就肯定了陈公子的真实身份。陈雄之子陈清。提起陈清这2个字时，叶枫表情明显不悦。他虽与陈清并无交集，却听夏清月抱怨过陈清曾调戏过他。若非陈雄这个当爹的权倾朝野，叶枫得罪不起，当时就提剑上门，一剑把陈清给斩了。叶枫对自己的东西和女人极度自私，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却成了自己至亲的救命恩人，叶枫心情复杂得很。唉，叹息一声。他调戏清月是事实，救了父亲与小妹也是事实，既如此，便算是将功补过，无事发生。叶枫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都决定好了，等到出关，对于陈清这个人，既不报恩，也不报仇。正如叶枫口中所说，陈清所作所为属于将功补过，用救了自家小妹和父亲这件事，换取自己出关后不用曾经调戏夏清月这件事去报复他。当叶枫计划前去看看夏清月时，叶灵儿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也不知大哥他如今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别提他，若不是他目中无人，四处惹是生非，叶家族人怎会无辜丧命，只剩下你我2人。提起这件事，叶海就来气。父亲对此，叶枫无法反驳，他确实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强出风头，才导致叶家族人大半惨死。
即便他真活着，半年过去，连封书信都不曾寄回，我也当他死了。叶海口吻严厉，我想哥一定有他的苦衷。叶灵儿见叶海大怒，声音说得很小，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得亏清月那丫头如今跟了良人，若是跟着他，只会白白受罪。叶海越说越气，清月那丫头跟了良人。叶枫眼神一下变得凌厉，从叶海那番埋怨自己的话中提取到关键信息，几度怀疑是自己这耳朵出现幻听，给听差了。父亲，你说清楚，清月已配良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使明知观测镜后的叶海根本不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冲动之下，叶枫还是冲过去，一把抓住镜框，发疯般质问道。他还幻想着30年后出关，与夏清月你侬我侬，做对仗剑天涯、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哪曾想这才半年过去，对方就红杏出墙了。父亲，你快说啊，你说清楚！叶枫歇斯底里地喊道，这眼睛都红了，急切想要知道叶海口中所谓的良人到底是谁。丝毫不知自己正被亲哥窥探着的叶灵儿则点点头，嘴角含笑道，是啊，清月姐和陈公子确实很般配，只是万一哥还活着，回来看到叶灵儿不想激怒叶海，话音越说越轻。又怎料自己的一言一行全部被叶枫看在眼里，不用回来。现在他心态已经崩了，灵力覆盖在拳头上，四处乱轰，以此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在有结界保护，否则以他如今的修为这么闹下去，迟早山崩地裂，整个洞府化作一片废墟。呼啊呼！关闭观测镜，叶枫嘴里大喘着粗气，累得不行。他来到墙边，一拳狠狠砸在墙上，低垂着脑袋，咬牙切齿道：清月，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能背叛我呢？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之间曾约定过的海誓山盟吗？这抱怨起来没完没了，眼泪大颗大颗的从眼角滚落。这种被家人被挚爱一起背叛的滋味，宛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刺入叶枫的心脏，令他痛不欲生，甚至有过一念之差，想要一了百了。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不对，这不对，清月绝不可能做出背叛我的事。忽然叶枫眼神一变，坚定了心中所想，父亲和小妹之所以能转危为安，一定是清月为了救他们，假装向那狗杂碎是好换来的。他实在不认为自己与夏清月之间10多年的感情会被陈清如此轻易地夺走。对，没错，一定是这样。不行，我不能再胡思乱想，误会清月。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加快修炼，早已变强，找到提前出关的方法。叶枫担心再这样拖延下去，即便夏清月对自己的感情再深，架不住陈清的魔爪越离越近，难以招架，最终彻底沦陷。要叶枫想，夏清月如今只是暂时委曲求全，向陈清表达了一点点善意，并不会马上委身于他，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修炼，必须马上修炼。叶枫盘腿坐下，开始拼了命的修炼，哪怕走火入魔，只要能变强，只要能出关，在所不惜。他当然也问过系统，能不能让闭关时间缩短，或者放自己出去1天，解决完所有的事再回来。得到的回复却是冰冷的不能2字。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走修炼变强这条路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好。清月，等我，你一定要等我啊！回到寒天宗，将所有功法传授给夏清月，换作宠妻奖励后，二人已是离开功法阁，来到一座由新宗主安排无人使用过的全新府邸。陈清、夏清月决定今晚在此住下，顺便借此机会，陈清将自己先前筛选过一遍的宠妻奖励拿出1/3给了夏清月，为夏清月补满全属性满级灵根天赋，又或者万古天皇血脉、不死不灭体这些东西，对陈清来讲，要么重复，要么用不上，但那并不代表廉价。每一样拿出来，都是连准帝与大帝都无法轻易忽视，可比兼天地至宝的重宝，一旦泄露，必能轻松引起多方势力的觊觎，大战不死不休。夏清月亏欠陈清的已经够多了，也不介意再多一点，照单全收，因为只有变得更强，才有资格能回报他。开始融合灵根、万古天皇血脉、不死不灭体，陈清则从旁协助他加速进程。完成所有融合的夏清月，睁眼第一句话便是：夫君，我感觉我似乎迈入了一个比大地更高的全新领域。而陈清则回答：世人只知这世间最强者为大帝，殊不知在大帝之上还有至高大帝与无上大帝，哪怕无上大帝也并非修炼终点。所以夫君如今是何修为？夏清月好奇问。无上大帝。陈清给出答案。无上大帝。夫君好强。夏清月自然地钻进陈清怀里，陈清也自然而然地伸手抱住他。夏清月浅浅一笑，时间不早，我们也早些休息吧。过了一会儿，陈清忽然道：啊！夏清月抬起头，表情略显失望。
啊！陈清故意重复了一遍夏清月的语气。没什么。夏清月眼神闪躲道：我是说好的意思。夫人还真是只小馋猫呢，喂不饱的小馋猫。陈清打趣说：哪有？夏清月当然知道陈清话里所谓的小馋猫和喂不饱的小馋猫代表何意，鼓起脸颊娇嗔陈清一眼。明明是夫君说想养女儿，我只是夫人这么为我着想，我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不该。既如此，就让我用行动来弥补夫人吧。好痒！你欺负人！嘴上说着陈清欺负人，这双手却是如蛇般缠绕上陈清的脖子，陈清才分离嘴唇，他又贪婪地追了上去。这一双眼眸多情到拉丝。大芒山，噗！叶枫表情一变，手扶胸口，吐出大口鲜血，溅射半米开外。奇怪，为何我始终无法心静？这心中为何总是惴惴不安？他不解，难道是太极宫求力有走火入魔的趋势？叶枫不是陈清，并非众生者，没看过小说积累经验，哪里知道自己这其实是气运受损了。思考半天，终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索性不再去想，强行无视这股难以言说的焦躁感，专注于修炼二字。因为除了修炼，他也做不到其他的事。翌日，夫君，你那么看着我做什么？夏清月被陈清那直勾勾的眼神看得面色羞红。我只是好奇，我那么大个清纯如水的夫人去哪了？陈清一本正经发问。只怪夫君太让人上瘾。夏清月这么一说，反倒是让陈清到嘴边的话没法说出口了。哪里想得到，竟被夏清月反将一军。见陈清无话可说，夏清月得意一笑，陈清则一个翻身，双手支撑在他的脸庞，欺身而上。不行，越想越气，为夫必须好好惩罚你才行。啊，不要！夏清月配合的反抗。虽是一大早，但既能享受夫妻之乐，增进感情，又能增加早日怀孕，拿到主线奖励先帝修为的概率，何乐不为主要？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打开，夏清月心里那点欲火也是一日比一日强。作为夫君，陈清必须承担起灭火的责任才行。其次，身为必死反派，能与天命女主日日笙歌，无论身体还是心理皆是大满足。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法宝阵神识+1。还是那句话，这怎么能不算宠妻呢？酣战过后，二人直至午时也没离开过床铺，休息之际彼此交心，畅聊共同的未来。对了，夫君，关于叶叔叔和叶灵儿的事，真的很感谢你向父皇说情，不仅替他们伸冤，还将罪恶之人全部严惩，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夏清月忽然提起这件事。你都知道了？陈清故作意外。实际上宠妻奖励他早就拿了，顺手的事。拿到宠妻奖励的同时，还能让叶家主角最亲近自己的人亏欠自己一笔大人情。届时即便主角真出关，想对自己出手，叶海、叶灵儿必定不会坐视不管，将上演反目成仇的戏码，这必然会有损主角气运。父皇都跟我说了。夏清月点点头。除此之外，你还在派人去寻他，对吧？你放心，我只是派人出去，想要确认叶兄是否安全，并不会置他于死地。陈清解释道。我又没担心这个，更无埋怨夫君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夫君你为我做的实在太多，这份恩情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夏清月生怕陈清误会自己，连忙解释。你我既为夫妻，哪有什么还不还的？陈清让夏清月别将这点小事放在心上。然而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越是这么说，夏清月越是放不下。嘴上答应，心里却是拼了命的想要报答自己。清月，说真的，万一叶兄还活着，你……陈清话才说到一半，便被夏清月抬起玉指，轻轻按压在他的嘴唇上，打断道：我与他只有救命恩情，而非男女之情。即便他真的还活着，平安归来，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背叛夫君。陈清没有着急开口，只是伸出双臂，紧紧将夏清月抱在怀中，好半天才用释然放心的口吻从嘴里小声吐出几个字：太好了。而感受到陈清有多重视自己的夏清月也是倍加倾心。正如他所说，如今夏清月对叶枫这个人只剩下救命之恩的感激。时间过去不知多久，是说你不能进去。院外忽然传来一道声音，这声音似乎是寒天宗的新宗主。夏清月给出自己的判断，宗门被夺，本座身为寒天宗的一员，怎能不为死去的师兄师弟们报仇？倒是你，难不成被人捧上宗主之位，就忘了自己是谁？又有声音传出，陈清二人几乎同时肯定了对方的来意，以及修为境界来找茬的，和先前那些太上长老一样，为准递进。是说你云游海外太久，宗门内有些事你不清楚，
总之，千万不能冲动啊！新宗主还在极力劝说：“拔剑生，你若再敢阻拦，休怪本座不念旧情，连你一块斩了。”夫君，我去处理。夏清月做事就要起身，陈清则一把拉住夏清月的手：“这种小喽啰哪里用得着夫人你亲自出手？”小喽啰，在夏清月看来，整个天玄大陆会把三晋准帝说成小喽啰的，恐怕就只有自家夫君了。正当夏清月打算询问陈清想如何处置门外那个寒天宗小师叔时，就见一书一笔浮现在空中。夏清月没记错的话，这书之前见过，叫阎王生死簿。尽管听陈清提起过，这阎王生死簿上记载着整个天玄大陆所有人的名字，只要划掉就能让对方生死道消，但夏清月还是想亲眼见证看看，这阎王生死簿是否真能对三晋准帝发挥效果。生死簿出现后，自动开始翻篇，很快停止，红圈锁定了一个名字，叫杜剑。陈清见状，拿起了笔。而在屋外院中，杜师叔，算我求你了，先跟我回去，坐下来慢慢谈，行不行？不行，闪开！杜剑已是拔剑，冲至屋门前，撇开碍事之人后，说罢就要举剑破门。只是这剑举过头顶好半天，却是迟迟没有下一步行动，愣在那里，跟雕塑似的。杜师叔见状，寒天宗主还以为自家师叔这是迷途知返，把自己的话给听进去了。可他呼喊好半天，却不见师叔杜剑有半点回应。杜师叔，心生纳闷的宗主试探性走上前去，伸出手轻轻拍打了一下杜剑的肩膀，结果惊恐目睹杜剑的身体就那么高高举着剑往后倒了下去，砰的一声砸在地上，发出一道闷响。然后没有然后了。宗主蹲下身，将手探到杜剑的鼻下，这才肯定他真的死了。而在屋内，夏清月即使不用双眼，也能清晰感知到杜剑的气息消失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是一具无魂躯壳。内心惊叹：阎王生死簿，当真恐怖。再看宗主，百思不得其解，自家师叔好端端的，怎会突然殒命？这时，陈清的声音从门后传出：“这种事，本座不想再看到第二次。”听见陈清的声音响起，寒天宗主立马就双膝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埋下脑袋回应道：“是，属下愿以性命担保，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这下他心中的疑惑一下就解开了，总算明白自家师叔为何会突然丢掉性命，原来是主人背后的那位大能夫君出手了。对于他的敬意猛涨100倍不止，毫无声息将一名三晋准帝强者抹杀，这个理由难道还不够吗？寒天宗主好歹也是大成境修士，自始至终竟连半点灵力波动都未察觉到，这种手段在他眼中是只有巅峰准帝与大帝强者才能办到的事。大帝有天玄大帝，所以寒天宗主猜测陈清应当是一名巅峰准帝。寒天宗主并不知晓天玄大帝早已陨落，更不会知道这世间除了大帝之外，还有至尊大帝与无上大帝存在。而恰好这世间唯一的至尊大帝与无上大帝，此刻就在他们寒天宗内。在寒天宗主带着杜剑尸体离开后不久，夏清月脑海中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夫君，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说。陈清让他畅所欲言。这至尊大帝和无上大帝是否和大帝一样，一方世界只能有一个？夏清月问出心中所想。对。陈清点头肯定，据我所知是这样没错。那岂不是因为夫君成了无上大帝，我才有机会成为至尊大帝？夏清月再问。不错。陈清给出肯定答复。那如今我已证到至尊，这大帝之位岂不是让了出来？夏清月又道。从陈清眼神中读出确定的意思后，夏清月不禁面露忧愁之色。这样的话，上界接下来岂不是要大乱了？经夏清月这么一说，陈清稍作思考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天玄大帝镇压天玄大陆已久，这期间想要冲击大帝的强者积累，蛰伏了太多，他们在得知地位空缺后，必然会大打出手，争夺天地气运。要不要去看看？陈清看穿夏清月的想法，他本身还是很喜欢热闹的。要去。夏清月立马笑着点头答应。之后二人穿好衣服，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离开了寒天宗，决定前往更大的城池。那里是最快能感知到上界变化的地方。沿途空中，夫人还没学会御剑飞行术。陈清抱着怀里的夏清月，明知故问。还没，之后有时间再修炼。除此之外，夏清月还能怎么说？总不能直说自己觉得这样被陈清抱着共成一件更好吧。见陈清还想说点什么的样子，夏清月连忙岔开话题：夫君，那边聚集了好多人。这招颇有成效，还真转移了陈清的注意力。循着夏清月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瞧见
一群人正聚集在一块石碑前，那石碑中似乎隐藏着一份机缘。陈清看破道：机缘，对身为修士的夏清月来讲，机缘二字带来的诱惑力自是不小。走，咱们也去瞧瞧。陈清宠溺道：若是能寻得适合夫君的机缘就好了。夏清月心里怎么想，嘴上便怎么说。随后陈清御剑朝向石碑飞去，平稳落地。还在人群外，便听阵阵笑话声传出。哈哈，这是今天第几个失败的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16个了。哎，这份剑地机缘都在这块800年了，居然无一人能满足传承要求。要怪只怪剑帝他老人家的要求太高，多少剑道天骄在这被他打击的没了自信。夫君是剑帝传承。夏清月激动表示：我修的是枪道，这剑帝传承于我而言没太大作用，就让给夫人好了。陈清表明态度。夏清月欣然答应。旁人听见他们的对话，轻蔑一笑：这是剑帝机缘，你们还客气上了，真当自己能拿走啊？闻言，夏清月瞪了他一眼。那人话到嘴边，顿感极度恐惧，立马如同落水狗般夹着尾巴连滚带爬地离开。从小到大从未如此恐惧过。哦，又有人要挑战剑帝机缘了。见夏清月似乎对那剑帝机缘有意，围观众人连忙让开一条专属通道，方便他去参加剑帝考验。你们说，这名女子有希望拿走剑帝传承吗？她有没有希望拿走剑帝传承我不知道，但她真的好漂亮，宛如仙女下凡。宛如？她就是仙女好吗？太美了，简直美到我心坎里了，得何其有幸才能与她结为道侣。此女气质非凡，绝非一般人，最重要的是我还看不透她的修为。什么？你竟也看不透她的修为？那她岂不是有着分神境之上的实力？又美又强，怎能叫人不喜欢？听到这些夸奖自家妻子各种羡慕嫉妒恨的声音，陈清身为丈夫，枕边人表示很爽。至于这剑帝传承，在陈清看来，夏清月100%能拿到。小小一个剑帝，难不成还能拒绝得了至尊大帝？不过仅是这样的话，自己可拿不到宠妻奖励，因此必须协助一手才行。陈清暗中向那道隐藏在石碑中的剑帝残魂释放了一道威压，无上帝境的威压。老东西，你最好乖乖把机缘交出来，要是让我家夫人不高兴了，你知道下场。没错，他就是在恐吓剑帝。强者为尊的时代，境界高的修士哪怕是一个不顺眼，将其他修士斩了，若被无靠山，别人也不敢多说什么。陈清身为无上大帝，威胁剑帝一句，更加不可能有人敢生怨言。小人明白。剑帝火速传音，愿听差遣，话音颤抖的厉害。他在巅峰时期也曾挑战过大帝，可与陈清相比，那些大帝弱得可怜。猜测陈清恐怕已经迈入了传说中的领域，于是目光转向夏清月，刚想说这女子好生幸运，能与陈清这样的未知强者结缘，仅是一眼，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夏清月这个人在剑帝眼中一样是深不可测的形象，好似凝视深渊，多看一眼都会有坠落其中的恍惚感。千言万语最终在心中化作一句，还真是对变态到极点的妖孽夫妇。当然，这里的变态并非贬义词，而是形容二人的实力变态。这下剑帝更没理由继续藏着掖着，不愿交出自己引以为傲的剑法传承了。换句话说，自己花费毕生时间总结的剑法，能被这样的顶级强者拿去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荣幸。毫不知情的夏清月已是来到剑帝石前，抬起手，五指触摸石碑。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剑帝考验的心理准备。乃曾想，期待中的剑帝考验并未发生，一股神圣的金色光芒已是自五指涌上整条手臂。见状，原本还抱着看戏态度的各宗弟子大惊失色。等等，他这是通过剑帝的考验拿到机缘传承了？这么强大的道运，除了是剑帝传承外，还能是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们有谁看到他接受考验了？难不成剑帝是看上他这张漂亮脸蛋了？说什么的都有。也有怀疑夏清月根本没有拿到剑帝传承的，直至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剑势如狂风暴雨般袭来，将他们逼退10几步，这份质疑才被彻底打消。认定夏清月真的拿到了剑帝传承。不公平，这不公平。对，我们为了拿到剑帝传承吃尽苦头，结果照样以失败告终，凭什么他能在不经受考验的情况下获得机缘？剑帝，您老人家未免也太偏心了吧，这样做传出去只会有辱您剑帝的名声。听到这些埋怨自己的话，剑帝残魂心中也是万般无奈。两个大帝境界之上的强者问他要传承，他敢不给吗？自是不敢随便现身暴露有关陈清、夏清月的半点事，担心以下犯上。夏清月哪管他们那么多，能拿到剑帝传承就好了。
他能感觉得到，等将这份剑帝传承完全吸收炼化掉后，自己的实力必定能更上一层楼。而陈清这边也因为协助夏清月获得剑帝传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满级剑道经验包+1。让出一份剑帝传承，获得一份满级剑道经验包，陈清实在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血赚的事。立即点击使用，正在使用满级剑道经验包中，满级剑道经验包使用成功。转眼间，陈清在剑道这条道路上的造诣已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领域。他说自己是剑道第一人，无人胆敢，更无人有资格提出质疑。哪怕当代剑帝来了，也需俯首低眉。站住，把剑帝机缘交出来，像是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拥有它。听见面前传来的声音，陈清关闭系统面板，抬眸看去就发现夏清月被一众弟子拦住了去路。那些人早已拔剑相向，一个个龇牙咧嘴，面目凶狠，正威胁着夏清月交出剑帝机缘。看来天命女主和天命男主一样，都容易吸引仇恨，被针对。陈清心中感慨，这点小问题自是不需要他亲自出手，就跟陈清想的一样，夏清月根本不打算与这群人浪费口舌，以指为剑，抬手一挥，便令他们的头身分离，一颗颗脑袋连表情都未来得及变化，便冲天而起，血涌如注。眼见夏清月出手如此狠辣果决，其他那些也曾抱有夺取机缘想法的各宗弟子一下萎了。只因被夏清月斩杀的那3人来头不小，是神剑宗的弟子，自身实力更是超过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这样的天骄都被夏清月瞬间斩了，他们哪有自信上前敌对？见夏清月迎面走来，一个个避之不及，连忙让开一条专属通道。夏清月见他们如此识相，并未大开杀戒，而是迈着莲步来到陈清跟前，一改上一刻的冰山冷漠，笑容满面道：夫君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已经拿到剑的传承了。眼看刚刚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却在陈清面前表现得跟个小娇妻一样，众人这眉头不禁紧皱在一块，凝成一个大大的川字。越发好奇陈清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何实力，竟能降服夏清月这样的女魔头，还能摸着她的脑袋夸她厉害。最关键的是，夏清月本人还十分享受这种感觉，让围观者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按照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越是强大的修士，自尊心应该越强才对，绝不可能在他人面前表现得如此柔弱，除非那个人的实力更不等他们想明白这其中的缘由。轰！一道恐怖的威压已是自头顶落下，这双膝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跪在了地上，跟着连同身体也趴了下去，五体投地。面对如此强威，压根不存在丝毫反抗的机会。即便不抬头去看，这些人心里也门清得很，这是神剑宗的人找上门来了。内院精英弟子惨死，身为大宗的他们岂能坐视不管？陈清、夏清月则不受这股威压影响，完全无视，抬头看向空中那名御剑之人，三进准地。夏清月说出对方的修为，对此御剑修士一点不意外，自认为在剑修一道也是个相当有名的大人物，夏清月身为后辈，会认识自己，甚至仰慕自己，都是理所当然的。御剑修士扭头看了眼那3具头身分离的尸体，微微蹙眉，没想到他们的死相会如此凄惨。谁干的？他沉声问。夏清月向前一步，好，有胆量。夏清月这敢做敢当的行为，反倒赢得御剑修士不小的欣赏，于是道：我观你天资不错，可愿入我神剑宗，加入本座麾下，成为本座的亲传弟子。看似惜才爱才，可陈清却从御剑修士看向夏清月的眼神当中，挖掘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男人本色。要说这道貌岸然的家伙对夏清月一点想法没有，别人信不信不重要，反正陈清是不信的。一念动，身旁灵气自动汇聚，化作一柄短剑，待到成型之后，迅速朝向那名修士射了过去。居然想在本座面前玩弄这些招式，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御剑修士知晓陈清与夏清月之间的关系，也大概猜到他为何会对自己出手，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清一旦出手，就为他还手除掉陈清给了一个非常合理化的动机。陈清于剑修眼中属于非常碍事的家伙，杀了他能为自己减少诸多麻烦，既如此何乐不为。见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那些跪在地上的各宗弟子只为夏清月感到可怜，明明有一步登天的机会，却险些被陈清给毁了。能被剑修这样的顶级强者收入麾下，成为亲传弟子，是他们这些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且不论夏清月结局如何，陈清的结局他们已是不难猜想得到。然而当那柄灵气剑飞抵剑修面前，剑修尝试抬手想要抓住剑身捏碎时，变故却发生了。五指仅仅只是触碰到灵气剑的一点锋芒，
手腕之下直接爆炸，化作小团血雾，骨头变为齑粉。剑修双目一瞪，猛地反应过来，陈清的实力超出想象。只不过剑修能做到的事也仅此而已了。那柄飞剑他挡不住，更没有躲闪的时间。轰！眨眼功夫不到，剑修整个人便在那飞剑之威下被撕扯得粉碎，在空中炸开成一大团血雾。这一幕属实看懵了先前那些心中认定陈清100%会死在剑修手里的弟子们。不是吧？开玩笑的吧？3进准地，就这么被他给秒杀了。那柄剑明明看起来这么随意，看不出是多么高深的功法，为何能秒杀准地境强者？倘若我没记错的话，论实力，姜至在整个神剑宗起码能排进前10，那又如何？不照样被他一剑秒了？比起去在意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陈清更在意眼前弹出的系统面板。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龙武霸铁3000体质排名155。这条奖励的出现更加证实陈清先前在姜至眼中看到的那一抹针对夏清月的欲望并非想多了。完蛋，神剑宗可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他们不仅杀了神剑宗的弟子，如今就连神剑宗的太上长老也不放过，只怕生死难料。你能不能不要乌鸦嘴？这话倒不是在担心陈清、夏清月的安危，而是担心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将自己一并牵连进去。死了3个内院精英弟子，再加上1名太上长老，他们不难想象得到，此事一旦传入神剑宗，那些长老与宗主会多暴怒。行了，有这功夫浪费口舌，不如赶紧逃，免得被神剑宗当成泄愤的工具。有人连忙出声提醒：不行，已经来不及了，神剑宗的人到了。经人这么一提醒，众弟子缓缓抬头向上看去，目光果真瞧见数十名长老、太上长老乃至宗主和数千神剑宗弟子已是不知何时悄然出现在头顶，化作遮天蔽日的庞大队伍，人人脚踩飞剑。见势有反应快的人已是第一时间跪地磕头求饶道：各位大人，此事与我无关，皆是那2人所为，还请明鉴。没错，与我们无关啊，我们长青院和神剑宗素来交好，还请各位大人看在宗门的面子上，不要迁怒于我宗弟子。众人拼命将责任往下倾越，陈清身上推的同时，不忘搬出自家宗门求情，生怕被神剑宗的人当小怪给刷了。凭借神剑宗在上界的影响力，即便真那么做了，他们也不觉得自家宗门会为了自己与之翻脸。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别人不清楚，他们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神剑宗主赵无天并未回复那些声音，仅是一个冰冷的眼神，便令他们集体封口，无法再言。5进准地，夏清月有着至尊大帝修为，赵无天的修为境界一眼看破，无法隐藏。赵无天和先前的剑修姜至一样，认为自己大小是个一宗之主。夏清月之所以会知晓自己的实力，肯定是从那些江湖榜单上看到的，并不值得奇怪。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绝不会是因为夏清月的实力在自己之上。将剑帝机缘交出来，本座可留你2人一条全尸。赵无天并未亲眼目睹姜至被杀死的画面，猜测陈清、夏清月2人能杀死身为3进准地的太上长老姜至，100%与剑帝传承有关。他知晓剑帝传承很强，却未料到人人都想得到的剑帝传承竟能杀死1名3进准地，这不禁令赵无天更感兴趣，迫切想要得到，更想亲手验证看看这所谓的剑帝传承是否真有那般恐怖。2个人一条全尸，夫君，这上界的宗主都那么好当的吗？不识数也行。夏清月不去理会赵无天的威胁，看向陈清打趣道：没文化是这样的。陈清杀人诛心道：没文化。赵无天嘴角抽动，他这一生不是没被人羞辱过，但像这样的极致羞辱还是头一次。堂堂一宗之主竟被嘲讽没文化，试问他如何能忍？杀！给本座将这2人千刀万剐，拔舌挖心。尽管赵无天这话多少有点无能狂怒的意思，可他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宗之主，无人胆敢反抗。收到赵无天的命令，几名迫切想要表现的长老率先动身，看着那涌向陈清2人的10几道身影，其余人自知已经错失机会，没办法，只能站在原地静看好戏上演。面对神剑宗10几名长老的围攻，夏清月丝毫不惧，但在看见陈清取出阎王生死簿后，他缓缓放下了手臂，不去与陈清抢风头。比起自己出风头，夏清月还是更喜欢站在一旁欣赏陈清展现霸道的一面。叔，不认识阎王生死簿的赵无天在看到陈清拿起一旁同样浮空的笔，在那上面写画画时，冷嘲道：现在才开始写遗言，不觉得太晚了吗？此言一出，紧跟着便瞧见那一个个被派遣出去掠夺陈清性命的长老
竟一个接着一个突然失去生命气息，两眼一翻白，从空中僵硬地坠落下去。随着陈清一笔一笔划掉浮现在阎王生死簿上的名字，陨落的神剑宗长老越来越多。即使强如武境准地的赵无天也没能搞清楚这其中的缘由，他将神识释放出去，随着感知扫过一名又一名神剑宗长老，赵无天这才敢肯定，这些人并非是陷入昏厥，而是真的死透了。怎么会这样？赵无天心中极为困惑，表面则继续强装镇定。难道与剑帝传承有关？但很快，这个猜想又被赵无天自我否定。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武境准地，剑帝传承再强，总不能完全瞒天过海，连察觉都察觉不到吧。眼看10几名神剑宗内院长老集体离奇陨落，不禁在众弟子心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你们有看清那些长老是怎么死的吗？别说看清，自始至终，我连一丁点灵力波动都未曾感知得到，这实在是太诡异了。那两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上界神秘强者无数，咱们该不会惹错哪位绝世高人了吧？绝世高人这么年轻，他们看着明明与我们一般年纪。身为绝世高人，掌握青春永驻和返老还童术，在你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吗？听到这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声音，赵无天本就烦躁的心情更是火上浇油。回头怒视那些人一眼，一众弟子立马绷紧身体，闭死嘴巴，不敢再多言，生怕触怒宗主后惨遭杀鸡儆猴。见众弟子安静下来，赵无天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在开口之前，现于心中传声一名隐藏在暗处的太上长老，让他想办法从陈清手中将那本奇怪的书抢夺过来。跟着再道：小子，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如实交代，献出宝物，本座可考虑放你一条狗命。他早已认定10几名神剑宗长老的死与陈清手中那本书脱离不开关系，之所以那么说，单纯只是想转移陈清的注意力，为那名派出去抢夺阎王生死簿的太上长老争取机会。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阶极品法宝太皇神钟+1。赵无天自认为一切布置妥当，安排周详，殊不知在无上大帝的神识之下，一切皆难逃洞察。在划掉那名太上长老名字的同时，陈清还能顺便领取抹杀10几名神剑宗长老的奖励，一心二用，两不误。虚空裂缝打开，目睹太上长老的身影从中钻出，赵无天嘴角上扬，成了。只是下一刻，真实上演的一幕却与他想象中的画面截然相反。太上长老这指尖距离阎王生死簿看似只有咫尺距离，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追赶得上。这身躯与先前那些神剑宗长老一样僵硬，直挺挺的就从虚空裂缝中摔落了出来，狠狠砸在泥地上。林长老可是3境准地啊，居然也跟那些普通长老一样被莫名其妙的杀了。不对劲，很不对劲。这两个人的杀人手段实在太诡异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们真是绝世高人。怎么办？咱们要逃吗？这话才出口，尽管说得很小声，直接便被赵无天顺身抬手一剑给斩了。众人惊恐看着那名弟子一脸不甘的从空中掉落下去，耳边又响起赵无天冰冷到极点的声音：谁若再敢说出类似言论，扰乱军心，本座绝不轻饶。自此无人再敢多嘴，有话也只能憋在心里。他们自认为比谁都清楚，自己这条命在赵无天眼中比草还轻贱，说杀就能杀，不存在网开一面。所有长老全力从那小子手中把那本书抢过来。强势镇压完所有弟子后，赵无天对剩余的普通长老与太上长老传音下令，然而却迟迟未能得到回应，身边静如坟地。一丝不安感在赵无天心中滋生，快速扩散，浓郁。他脸色很黑，不敢回头去看，尝试去感知太上长老与其他长老的气息，没有，一点都察觉不到。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100倍修炼加速卡加1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寿元果加1000。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顶级悟性。注：宿主当前悟性已经拉满，无法再提升。顶级悟性会随着世界改变而改变，永远满级。赵无天恐惧他的陈清这边随着划掉名字的人越来越多，这奖励说一句拿到手软，一点不夸张。很快，赵无天带来的太上长老与一众普通长老皆被陈清化身活阎王，以生死簿强制结束了性命。太上长老和长老们全死了，这家伙不是咱们能招惹得起的，快跑吧！终于有弟子按捺不住，转身御剑逃走，心中毫无战意。太上长老在他眼中已是顶级强者，可就是这样的顶级强者，却能被陈清悄无声息一下干掉好几个。试问，面对这种超出想象力极限的对手，要他们如何产生战意？
只恨自己飞得不够快。这番话一出口，弟子们犹如满天星散开，四散奔逃，哪里还去管什么宗主权威？陈清如今在他们眼里可比宗主要恐怖得多，而那番话也间接性杀死了赵无天心中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太上长老们真的全死了。赵无天转身看去，果真不见他们的人影，能清楚看到的只有化作流星般一颗接着一颗坠落，逃不出死亡结局的神剑宗弟子。这下饶是自尊心强大如他，也不得不承认神剑宗这次真的选错对手了。恰逢此时，阎王生死簿再次翻篇，夏清月从旁看到了赵无天三个字。赵无天确实是个眼里无法无天的人呢。听到自己的名字从夏清月口中说出，赵无天心中顿感一凉，他可不记得自己有告诉过对方名字，而且听夏清月这意思也不像是一早就知晓自己的名字，而是从那本书上得知。那本书上有我的名字。仔细回想一下，赵无天脑海中总结出了一个相当可怕的想法，每一次有人死亡都是伴随陈清执笔过后，只要他执笔在那书上一划，立马就有一人陨落，且不论修为高低，准地如此，分神境、合体境、渡劫境也是如此。世间竟有如此恐怖的法宝，尽管很难相信，可事实就摆在眼前，容不得赵无天不相信。本座认。书自未来的急出口，好奇一宗之主能换来何种宠妻奖励的陈清已是毫不犹豫的执笔，在阎王生死簿上划掉了赵无天的名字。赵无天当场两眼一翻白，被强制剥夺性命，从飞剑上坠落了下来。堂堂神剑宗的宗主就此宣告陨落。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天道地兵鬼王喜加一。一个小小的5境准地能换来一件天道地兵，对陈清来讲自是不亏的。说不好听些，命是赵无天自己的，哪怕只换来一枚一品丹药，陈清照样谈不上吃亏二字。这阎王生死簿当真恐怖。见证全程的夏清月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随即问出心中一个困扰已久的疑问：夫君，你我既已绑定不死不灭体，那这阎王生死簿若是落在他人手里，会不会威胁到咱们？自是不能。陈清老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提前向系统确认过。尽管阎王生死簿被别人夺取的概率微乎其微，系统还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措施。阎王生死簿是陈清刷出来的奖励，他身为主人，拥有设置白名单的权限，只要是在名单上的人，即便划掉名字，也无法造成半点伤害。至于能否杀死其他拥有不死不灭体的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在阎王生死簿上的名字，都难逃规则之力。那就好。夏清月轻拍胸口，长舒一口气。很难想象，此等至宝，倘若某天被人窃取，拿来对付自己与陈清，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了解完阎王生死簿，知道定心丸以后，夏清月再问：那夫君打算如何处置神剑宗？这个嘛，陈清稍作思考后，反问起夏清月：不知夫人想不想当这上界的女帝？上界女帝？要说对这4个字一点不感兴趣，那肯定是在说谎。旋即调侃陈清道：这该不会也是夫君软饭计划的一环吧？陈清嘿嘿一笑，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夫人这双慧眼。既如此，全凭夫君做主。夏清月很清楚，陈清这是想让自己连同神剑宗，像是寒天宗那样收入麾下，扩大势力。望着二人消失在传送门中的背影，那些还跪在地上的各宗弟子吞了吞口水，经此一事，恍然大悟，为何剑帝会如此轻易的便将剑帝传承主动献出？倒是我们错怪剑帝了，如此强者，确实是最适合剑帝传承的人选，没有之一。神剑宗太上长老还有宗主，在他们面前竟这般不堪一击，不然你以为绝世高人4个字是跟你开玩笑的？才子佳人说的应当就是他们这种吧？见众人理解了自己的难处，身为剑帝时中的那缕剑帝残魂欣慰一笑。神剑宗，陈清、夏清月才从传送门中出来，便被数百名弟子手持兵刃，里3层外3层围堵得水泄不通。夏清月倒是淡定，大手一挥，展开一道空间裂缝。下一刻，一具具尸体连绵不断地从中掉落，堆积成小山，无一例外穿着的全是神剑宗服饰。这些家伙居然杀了我宗那么多弟子，实在可恶，简直人神共愤。今日我誓杀汝，为师兄师姐报仇。敢杀我神剑宗弟子，你们当真是活？话说一半，就目睹一名服饰明显更为豪华的老者从尸山上滚落下来。仔细一看，顿时惊大双目。内院萧长老、陈清二人能残害那么多神剑宗精锐弟子，已是令他们出乎意料。乃曾想，其中还有长老，且不止一位。那些原本义愤填膺，想为师兄师姐报仇的弟子们，一个接一个哑言。只因陈清、夏清月的实力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强大太多太多。还没从这些内院长老的生死中缓过神来，
又听人群中响起一道惊恐的声音：“天哪！那位难道是太上长老柳田？”众人赶忙看去目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那的确是太上长老柳田。和内院长老一样身死的太上长老远不止柳田一个，再往后更是看到了自家宗主的冰冷身体从尸山上滚落空间裂缝关闭。见震慑效果达到，不少人连兵刃都握不住，脱手掉落了下去。夏清月冷视一眼，道：“是生是死，取决于你们自己怎么选。”闻言，神剑宗弟子大眼瞪小眼，很干脆地做出了决定：弃剑、跪地、臣服。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陈青，知道夏清月这女帝路算是成了。女帝威严，出具雏形，大胆狂徒，杀无神剑宗弟子，还想战无神剑宗，其心可诛。一道雄浑有力的声音突然杀出，响彻天际。这声音对在场弟子来讲很陌生，没听过，连太上长老和宗主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谁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反抗？谁知道，总之不关咱们的事，老老实实跪着就行。也对，自作孽不可活。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小声交谈着。这时感受到头顶袭来一股强盛威压的核心弟子缓缓抬头，两眼一眯，反复确认后，心中一震，神剑老祖，他还活着。身为核心弟子，他曾在画像上看到过有关这位老祖的模样。都不许跪，给本坐起来。见自己不过闭关1000年，本该有着赫赫威名的神剑宗，如今一眼望去，竟找不到一个能挺直腰板的弟子。神剑老祖赵青山这心里只觉得可悲可叹，然而纵使他身为老祖，这番话一出口，照做的人却是没几个。老祖虽强，却也是过去式了，大多数弟子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多。但太上长老和宗主的尸体却是清清楚楚就躺在面前不远处，令他们更能直观地感受到陈清、夏清月二人的强大。见自己这个老祖发话了，居然无人理会，赵青山本就难压的怒气更是难以抑制的爆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准地巅峰劲威压瞬间笼罩整个神剑宗。巅峰劲准地，神剑宗弟子不是没想过，身为老祖，赵青山的实力肯定是不弱的，却未想到他竟是一位巅峰准地。一想到神剑宗有巅峰准地老祖坐镇，众弟子这原本落地生根的膝盖缓缓松动，大眼瞪小眼，仿佛都在等待有人能开这个头炮，到底是继续跪着，还是听从老祖的命令不许跪，站起来。见真有人觉得赵青山能给自己当靠山，这膝盖缓缓抬起一点。夏清月也不客气，与赵青山一样降下地威。不同的是，赵青山的是准地之威，他降下的则是大地之威。那几名原本还有些动摇的神剑宗弟子，在感受到大地之威与准地之威的区别以后，再加上清楚看见夏清月背后浮现出的大地神文环，这膝盖彻底落地生根了。大帝，哪里想得到夏清月竟会是一名大帝？大帝，同样为此感到震惊的还有赵青山。难怪本座感知不到天玄大帝的气息存在，原来是你替代了他，成为新的大帝。赵青山语出惊人的说道：“一旦激起千层浪啊！”天玄大帝陨落了，他成了新帝。果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此年纪便能晋升大帝，假以时日，怕不是能问道成仙。神剑宗若是能追随这样的强者，日后必能晋升为顶级强宗。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慕强时代，在见识到夏清月的实力后，神剑宗弟子的归顺之意变得更加强烈。可很快，赵青山又话锋一变，眉头紧皱，摇头道：“不对，属于大帝的天道气运并未被占据，你不是大帝。”他之所以会决定时隔1000年出关，只有很小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神剑宗被外敌入侵，更多是因为觉察到被天玄大帝霸占1000年之久的天道气运自由了。赵青山蛰伏1000年，为的便是这一刻。只要成功证到地路，获取天道气运，成为大帝，损失一个小小的神剑宗又有何妨？到时整个天玄大陆都得听从自己的号令，还差一个区神剑宗。确定天道气运并未被占据，依旧自由以后，赵青山坚信夏清月只是在虚张声势，利用某种术法伪造了大地神文环与大地之威。比起相信夏清月是大帝，显然这个猜想更容易让赵青山接受，或者说他愿意相信这就是事实，竟敢假冒大帝，找死。赵青山不准备浪费时间，赶紧解决完眼前事，抢在所有人之前考虑如何证到地路才是重中之重。陈清、夏清月这两个碍事的家伙杀了便是。手指天，一柄百丈灵剑迅速凝聚显现，死。随着赵青山手臂一落，那柄百丈灵剑也朝向陈清二人重重斩了下去。这一剑威力迅猛，好似要将这方天地都给一并劈开。剑下清月，陈清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并无任何动作。
赵青山嘴角提起，自认为他们二人这是被自己的杀伐招式给吓傻了，忘记要反抗，觉得这样也好，老老实实去死，能给自己节省不少时间与麻烦。只是很快，这翘起的嘴角便耷拉了下去，彻底凝固。原因无他，这巨剑眼看着距离二人不过咫尺，马上就要将他们斩灭之时，却突然卡住。不等赵青山反应，灵剑已是爬满裂痕，顷刻碎裂，化作散碎的灵气，重归天地。目睹这一切的赵青山实在有点懵。要知道，这一剑因看不透夏清月是如何伪造大地实力，赵青山动用了至少50%实力去催动那柄灵剑。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剑足以轻松秒杀一名6境准帝。可就是如此自信的一剑，却被夏清月连抬手的动作都没有，便给轻松化解了。想不通，赵青山属实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本座倒要看看，这样的手段你还能施展几次？缓过神来的赵青山偏不信这个邪，再次抬手指天，这一次一柄灵气剑化作数百柄，不止对准了夏清月。这百柄灵剑一旦落下，整个神剑宗都将成为过去式，不复存在。还是那句话，胆敢阻拦赵青山正道地路的人都得死，哪怕是自己人也不例外。意识到老祖这是连自己都想杀以后，众弟子瑟瑟发抖，恐惧不已。夏清月却是面色如常，毫无波动，这一点令赵青山十分不爽，让他感觉自己仿佛自始至终就未能入得了夏清月的法眼，被他当成对手看待。这叫千年前也是一方霸主修士的赵青山如何忍得了？不杀夏清月，他这口气也不下去。寝食难安。杀！手臂一落，数百柄巨剑直直朝向夏清月飞射而去，画面十分壮观，好似无数流星坠下。赵青山不信，这一次夏清月还能游刃有余地化解。这一招，哪怕面对巅峰准帝，不说夺其性命，伤他100年寿元，造成重创，赵青山还是相当有自信的。这1000年的闭关修炼可不是白闭关的。夏清月一点不关心赵青山是怎么想的，在剑刃锋芒距离不过1丈时，轻轻抬手一挥，百剑定格。下一刻，数百柄赵青山引以为傲的灵剑杀招，全部爬满蛛网般的裂纹，在同一时间崩碎。此等能够引发天地异象的华丽招式，竟被夏清月一个轻描淡写的抬手动作化解，着实看懵了一众神剑宗弟子。这毫无疑问是最有力反驳赵青山污蔑夏清月是假冒大帝的证据。神剑宗弟子们的臣服之意一下暴涨100倍不止。反观赵青山这张老脸，却是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难看如猪肝色。真正令赵青山感到惶惶不安的是，夏清月抬手化解自己杀招时，竟无半分灵力波动。换言之，夏清月只是抬手，并未调动任何灵力，便化解了赵青山引以为傲的绝技，以至于赵青山原本坚定的内心都不禁产生了些许动摇。难不成此女真是大帝？但很快，这个想法又被赵青山摇头自我否定，理由与之前如出一辙。夏清月若真是大帝的话，天道气运如何会是自由状态？这可是只有大帝才有资格享有的天道加成。自我安慰，夏清月绝不可能是大帝，必然是暗中使用了某种法宝。不准备浪费时间，赵青山手掐法诀，嘴中快速念诵着常人听不懂的太古咒语。旋即，背后显现出一尊人形虚影，乃是身外道身，足有数百丈高，周围的山峰与之对比，一下变得矮小起来。赵青山手中持剑，那道身手中同样幻化出一柄斩天长剑，与赵青山动作一致，高举手中宝剑，朝向神剑宗劈斩而来。夏清月则翻手负手间，于穹顶之上压下一只遮天巨手。赵青山见势不妙，连忙改变招式，一剑朝那只巨手刺去，却完美诠释何谓螳臂挡车，道身手中长剑毫无抵抗之力，寸寸崩裂。见状，赵青山又弃剑，选用双手抵挡，结果就是道身与那柄剑一样被碾压爆炸。噗！道身被毁，赵青山惨遭反噬，一口狂涌的鲜血喷吐出去，脸色又变得苍白不少。怎么会这样？你明明不是大帝，为何会有这般实力？天道气运明明还在，你绝不可能是大帝。赵青山还在艰难抵抗。谁说这世间最强的就一定是大帝？陈清为人和善，不介意让赵青山死个明白。谁说这世间最强的就一定是大帝？赵青山嘴里小声重复着陈清说过的话。旋即，这一双眼睛瞪大如铜铃，显然是领悟到了什么。只可惜没机会表达出来，便在夏清月那一掌之威下化为乌有，不复存在。随后一切消散，重归平静。与寒天宗一样，夏清月矮子里拔尖，选了个宗主出来维持秩序，同时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正式拿下神剑宗。太上长老、宗主，然后又是神剑老祖，皆惨死夏清月手下。凡神剑宗弟子，自是无人不敢不从。
反倒认为能归顺夏清月抱上这么一条大腿，是自己，是整个神剑宗三生有幸，千世万世修来的福气。做完这一切，陈清、夏清月又直奔功法阁而去，想着这神剑宗无论实力又或者底蕴皆强于寒天宗，这功法阁中的储备必然更加惊人。事实也确实没有辜负陈清和夏清月的期待。这天字功法楼层中，天阶功法的储备已是超过1000部，且大多为天阶中品。夫人拿下神剑宗辛苦了，先去歇息片刻，等为夫将这1000部功法全部领悟，再传于你。陈清可不会白白错过这个大好的刷奖励机会。同时试试看，这顶级悟性能随时根据世界标准变化的满级悟性设定到底有多变态。一本一本去看，这哪配得上顶级悟性4个字。陈清指尖一动，1000部天阶功法全部自动从书架中抽出，朝向他这边如飞鸟般汇聚而来，又自动打开，快速翻篇。陈清则站在原地，眼眸快速移动，完成阅览。1000部天阶功法转瞬间全部迈入大圆满。在之后，功法一本本合上，从哪来回哪去。饶是自认为待在陈清身边，对于这种事早已见惯不怪的夏清月来讲，此刻也是难掩吃惊之色，试探性开口问：夫君，你该不会刚才那点时间就把这整层楼的天阶功法全部领悟了吧？几个呼吸的功夫领悟1000门天阶功法。纵使夏清月再如何知晓明白陈清拥有逆天天赋，也是不免产生动摇。陈清没有着急回答，而是一步来到夏清月面前，用行动化作回应，抬起手，指尖轻轻点在夏清月的眉心中央，决定一口气将1000部天阶功法全部传功给他。换做其他人或许会承受不住如此庞大的知识量一下涌入脑海当中，但夏清月不一样，他可是至尊大帝，临时空间可以无限2字自居，根本无需担心崩坏。下一刻，1000部大圆满功法顺着陈清的指尖瞬间涌入了夏清月的脑海中。夏清月瞳孔微颤，比起这1000部功法，他更震惊的是陈清居然真的一下就领悟了1000部功法，而且还都是天阶级功法。夏清月严重怀疑陈清已是在自己不知情时从无上大帝境界迈入了仙人之境。这种事除了仙人外，他实在想不到还有谁能做得到。如何？身体有没有觉得不适？陈清关心问。没有不适，一切安好。夏清月摇摇头，让陈清不用担心。那就好。陈清放心道。之后夏清月盘腿坐下，前去将陈清传给自己的功法完全融入身心。陈清有顶级悟性在手，倒是不需要这么麻烦。比起去考虑功法的事，显然是一次性传了1000部天阶功法给夏清月的宠妻奖励更令他感兴趣。话不多说，立即打开系统面板查看其宠妻奖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大地银魁加100。多少？100尊大地修为的银魁。看清这项奖励后，陈清没能压抑得住声音。夫君。夏清月睁开凤眸，投来疑惑的目光。没事。陈清微笑解释，让夏清月不必在意，即便他愿意说自己麾下又增加了100名大地银魁，夏清月也未必会信，反倒扰了他修炼。不知不觉间，准地遍地走，大地多如狗这句话在他陈清这变为了现实。这话还真没夸张，毕竟一方世界只能存在1名大帝，是天道定下的铁律。无数修士挤破脑袋都想成为那个唯一，可这个唯一，陈清手上却足足掌握着超过100名之多。仅限于天玄大陆，陈清敢说自己无敌，没人有资格提出质疑。大帝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已是无敌之姿，即便陈清不出手，靠着手里的100名大帝也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天道限制是对别人的限制，不是对他，反而有利于他将无敌2字更加唾手可得。不多时，夏清月那边已是将1000部天阶功法全部融会贯通。见状，陈清关闭系统面板，伸手将夏清月搀扶起。地阶功法2人并不感兴趣，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想要创造出一部强大的地阶级功法，属于很轻松的一件事。相对来讲，天阶功法能够带来的提升更大。确定功法阁没有再留下的必要后，陈清、夏清月一道离开，从大门走出，才跨出门槛，便见神剑宗新上位的宗主赵力守在门边。何事？夏清月率先开口问。随后从赵力口中得知，3日后将举办百盟会，前来询问夏清月是否要亲自前往参加。所谓的百盟会，是指各宗之间成立的联盟，上界竞争远比下界更加残酷，由此催生出了各种势力联盟相互抗衡。神剑宗便是百盟会中的一员，包括寒天宗所属统一联盟。倘若联盟中的成员被联盟外的宗门攻打，身为联盟的一员，需派人支援才行。好，本地知晓了。夏清月收下百盟会的邀请函，见赵力告辞离开，陈清看向夏清月，
夫人对那百盟会感兴趣，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不过比起一个宗门一个宗门的去收服，直接在那种地方把他们全部打服，会更加方便快捷吧。夏清月说出自己的计划，这上界女帝，她既然答应了陈清，自是要全力以赴，认真考虑的。君不负我，我定不负君，我会全力协助你的，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多谢夫君。随后天色不早，二人寻了座府邸住下，设下结界，屏蔽系统后，陈清与夏清月一同进入灵泉池沐浴。既为夫妻，自然不可能单纯的沐浴，不止陈清想要个孩子，夏清月同样想与他之间建立更深厚的感情与羁绊。同一时刻，大芒山无名洞府中，这本该是一天中叶枫最值得高兴的时候，可眼下他却是一点都笑不出来。脑海中不断回想起先前利用观测镜在大武王朝内的所见所闻，忽然觉得这观测镜签到了，还不如不签到呢。知晓真相后，哪怕叶枫再如何相信夏清月，还是忍不住道心动摇，从而影响修炼几次，险些走火入魔，境界不升反跌。脑海中止不住地浮现出一幕幕夏清月与其他男人亲热的画面，他只能一次次自我安慰，夏清月绝不会背叛自己，绝不会。呼，吐出一口浊气，叶枫召唤出系统面板，知道继续苦恼为难自己也不是个事。眼下除了依靠系统尽快变强拉升战力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点击签到，正在进行每日签到中，每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死士加100。面对100名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分神境死士到账，叶枫原本郁闷的心情稍微好受了一点，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系统那签到大成境、渡劫境，甚至是准地、大地境的死士，继续修炼。他倒是想，只可惜一直道心不稳，难以进入状态，在洞府中来回踱步，最终还是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召唤出观测镜。叶枫此刻的心情无比凌乱，既想知道答案，又害怕知道的答案，担心真看到什么令自己道心崩坏的画面。尽管他自认为愿意信任夏清月，随着意念操控，观测镜中的画面很快来到大武王朝。叶枫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将观测画面转移到了国相府。咕嘟，喉咙一动，咽了咽口水，叶枫中是下定决心，将画面拉入国相府中，到处寻找着夏清月的身影。只是不论他怎么切换房间画面，却始终找不到夏清月的半点影子。清月不在相府中。这个时候，叶枫开始自我安慰，夏清月只是迫于无奈才答应嫁给陈清，实际上人还住在宫中，分隔两地。沉重的心情顿感轻松不少。当他抱着这一想法，决定去大武王朝地宫中看一看时，耳边响起的一道声音却是打断了叶枫的计划。少爷、夫人还有老爷都走了，咱们这相府一下变得冷清好多。谁说不是呢？每天能看一看少爷那张脸，可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趣。好啊，你身为丫鬟居然敢惦记少爷，不怕夫人知道了吃醋罚你啊？叶枫很清楚，这2名丫鬟口中的少爷是指陈清，夫人则是指夏清月。清月会吃那家伙的醋？开什么玩笑？清月的心是属于我叶枫的。叶枫咬牙切齿道，十分不爽。若非隔着观测镜又被闭关结界限制着，他绝对会出手好好教训教训这2个胆敢侮辱夏清月的丫鬟。夫人人那么好，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怪罪我呢。而且要怪也怪少爷实在太英俊，还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天才，换谁能不动心啊？听到这话，叶枫更是不屑一顾，呵呵，100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天才，再天才在系统面前也是庸才。他自认为有着准地修为的自己，绝对有资格说出这番话。试问18岁的准地是他小小一个陈清能比的？叶枫不打算再滞留，继续听这2个丫鬟在这胡说八道。然而其中一名丫鬟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令他心凉半截。谁说不是呢？夫人刚开始加入咱们陈府的时候，一天到晚脸上连点笑容都看不见，整日郁郁寡欢，最后不也折服在少爷的魅力之下，一口一个夫君？叶枫，情敌是大地，夫君。叶枫露出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他没记错的话，国相陈雄只有陈清这么一个儿子，因此这2名丫鬟口中一口一个夫君的那位夫人，只有可能是夏清月。不对，既然清月是假意嫁给那家伙，为了拖延时间叫他夫君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一点进展都没有的话，万一他失去耐心，只会霸王硬上弓。叶枫以同为男人的角度，做出自认为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话虽如此，只要想到居然有人抢在自己之前和夏清月之间以夫人夫君相称，叶枫这本就不稳的道心更加不稳了。行了，别说了，时间不早，你我也早些休息吧。见2人走远，叶枫仍在大口呼吸交替，极力平复着心情。多亏这件事
令他清楚意识到自己远比想象中更加在乎夏清月这个人。既然他们不再相符，那么极有可能在宫中。叶枫决定前去看个清楚，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继续这样不清不楚下去，只会拖累道心，耽误修行。于是观测镜中的画面快速移动，几息功夫便来到了地宫上空。叶枫不得不承认，这观测镜确实是个相当厉害的法宝，无视修为，绝对的隐秘性能够让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叶枫先操纵观测镜来到熟悉的公主府中，并未找到夏清月的身影，随后又地毯式挨个搜索，结果均未发现陈清与夏清月的人，他们到底去哪了？叶枫急得面红耳赤，思来想去，最后没有观测过的地方只剩下御书房。难道是被那狗皇帝叫到御书房去了？不管事实真相是否如此，叶枫别无选择，只能将画面拉进到御书房内。结果却是令他有些失望，御书房内只有皇帝夏承与国师萧何二人。对于皇帝与国师的密探，叶枫没兴趣。然而夏承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是令他改变想法，拉回画面。国师，最近驸马与清月在何处？朕貌似有段时间没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夏承一边批改奏章，一边问。自从四圣国被驸马全部拿下后，密探们便再无二人的消息，但有传言他们去了上界。萧何回应道。四圣国，身为下界的一员，叶枫怎会不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4个国家的强大？那可是论国力远远超过碾压大武王朝的恐怖存在，那家伙居然凭借一己之力将四圣国全部收服了。叶枫吃惊道。但很快他又平复下心情，自我安慰，以我如今的实力，想要做到这种事一样轻轻松松。什么？他们去了上界？那种地方可不像下界，危机四伏啊！他们去那做什么？听闻陈清二人去了上界后，夏承不免担心。陛下不必担心，驸马有着大地修为，纵使上界强者林立，也无人能奈何得了他，公主必定不会出事。萧何安慰道。大地修为？那个纨绔子弟！这话要从别人口中说出，叶枫绝对会怀疑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可这话是从国师萧何嘴里说出，而且还是说给皇帝听的，叶枫心中难免有所动摇。不可能，绝无可能。他一个公认的拼爹纨绔，这才过去半年时间，怎么可能就成功正道地路，成为大帝？哪怕身为国师的萧何对大武王朝再如何忠诚，叶枫也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事实。见过藏拙的，没见过一下从纨绔到大帝转变的。也对，朕的驸马可是大地强者，上界又如何？他注定会一统整个天玄大陆。提起这件事，夏承便是一脸的骄傲。大地驸马谁有？只有他夏承有，这难道不值得骄傲吗？最重要的是，这个驸马还无比宠溺自家宝贝女儿。我想驸马此次前往上界，多半就是为了一统上下两界。萧何也给出自己的猜想。如此甚好，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与清月的名字便会响彻整个天玄大陆。夏承光是想想都觉得无比激动，女儿能成才，身为父亲的他自是觉得光宗耀祖。而另一边，听不下去的叶枫直接关闭观测镜，将法宝放入系统背包中，又开始冲着洞府结界一通疯狂输出，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他不服，自己明明拥有系统，半年签到过去，也才将迈入准地境，凭什么陈清能晋升为大帝，还强取了属于自己的青梅竹马？稍微发泄，冷静一点后，叶枫急忙向系统确认起心中的一个猜想。系统，这世间除了你以外，难不成还有其他系统？对此，系统并无任何回应。一问三不知的废物。面对如此冷漠的系统，叶枫能做到唯有无能狂怒。不，他不一定拥有系统，难道是被大地强者的神魂夺舍了身躯？比起系统，叶枫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答案。因为自己的每日签到系统那么强，都没能晋升大帝，陈清凭什么？想到这，叶枫忽然担心起夏清月的安危，怀疑夺舍陈清的那名大帝强者是因夏清月拥有某种特殊体质，能够双修提升修为，才会与之成婚。这可比一个单纯的纨绔子弟更令叶枫感到危机感满满。不行，我得想办法转移对方的注意力才行，不能让他一直盯着清月。对了，一方世界只能容许一名大帝存在，只要我成为大帝，将天道气运全部掠夺过来，他自然而然的会将注意力从清月身上转移走。叶枫自认为想到了良策，愿意为此去努力。以他如今的修为，观测范围无法达到上界那么远，除了往好处想以外，别无他法。冲击大地境界成了唯一的选择，即使无法转移陈清的注意力，起码能让观测范围变得更远。转眼时间一晃，来到3日后。夏清月正与陈清在院中品茶，本来相谈甚欢，却忽然眉头一皱，抬手捂住嘴巴。没事，应该只是被呛到了而已。
对视上陈青担忧的眼神，夏清月摆摆手，露出一抹笑容，让他别担心。陈青稍作思考后，让夏清月把手交给自己。夏清月虽然纳闷，却还是点点头，将手伸到了陈青面前。陈青则伸手捏住夏清月的手腕，开始为其把脉。夫君还会医术？夏清月看过宫廷御医给武皇夏承把脉过，与陈青此刻的做法如出一辙。关脉对我们这些修士来讲，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陈青一边回应，一边仔细诊断，确认着夏清月的脉象，再三确认，一点不敢马虎。见陈青原本淡定的面色，眉心逐渐凝起，夏清月薄唇紧抿，吞了吞口水，鼓起勇气，试探性问：夫君，我的身体该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心中想着不应该啊，自己已经绑定不死不灭体，再加上至尊大帝修为早已不是凡躯，不可能会被病痛折磨。如果我没有判断出错的话，夫人的脉象应当是……陈青故意卖起关子。是。夏清月一脸凝重，追问道：是喜脉？陈青回答：原来是喜脉。第一时间夏清月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表情突然一变，从石凳上惊站起身。什么？喜脉？那岂不是说我？他抬起双手轻抚自己的腹部，又抬头看向陈青，再三确认问：我怀上了。是的。陈青肯定道，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一脸认真。是吗？夏清月先是平静地坐回石凳上，随后又一脸惊喜，眼中泛起泪光。太好了，我终于怀上夫君的孩子了，我与夫君有孩子了。夏清月像是想到什么，连忙问：夫君可知是男孩还是女孩？陈青则笑道：这才怀上呢，还未定性，没准是双胞胎呢。双胞胎的话，岂不是有儿有女？那可太好了。看到夏清月在那兴奋的自言自语，陈青也没去开口泼她凉水。这进展可比他想象中要快上不少。不过想想也对，这些日子他们二人可没少如胶似漆的腻在一起，不怀上那才奇怪呢。跟着系统面板主动弹出，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奖励正在发放中。主线任务奖励发放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先帝修为。这就先帝了。陈青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先帝修为，不死不灭体，再加上天命女主，陈青很好奇，现在的自己能否与未来出关的主角一战。当然比起主角，陈青眼下更好奇的是自己与夏清月之间会结合出怎样的后代。在玄幻世界，强者与强者之间的血脉融合，大概率会诞生出天骄。重活一世，上辈子连婚都没结过，更被提养孩子的陈青无比期待10月过后夏清月诞下子嗣的那一天。噗！大芒山中，正在冲击3境准地的叶枫忽然面色骤变，手扶胸口，鲜血吐出2、3步远。可恶，为何气血会突然逆流？生进不成，还差点害得我跌落到1境准地。首次担任主角的叶枫自是不知自己身为主角的气运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被扣除了许多。稳固气息后，看一眼系统面板，距离每日签到时间还早得很。他下意识切换到系统背包页面，手中移动到观测镜这件法宝上，犹犹豫豫下还是一撇脑袋，一摆手将系统面板隐去。本就心境难稳，再去看的话，只会落得个好奇心害死猫的结局。当下对叶枫来讲，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冲击大地境。一鼓作气，再次进入修炼状态，去冲击3境准地。又岂会知道，他满心想要杀死的夺妻仇敌，此刻早已晋升为仙人之境，而且还是仙人之境中最强的仙帝境，早已超出天玄大陆的力量体系亿万倍，不止回到神剑宗。3日时间已到，百盟会将召开。陈青原本是想让夏清月安心在家中养胎的，奈何他根本闲不住，想要出去逛逛，再加上又是刚怀上不久，夏清月一个撒娇，陈青没抗住，便同意了，带上宗主赵离一起前往百盟会。通过传送门转瞬抵达百盟会的举办地点万剑城。从类似传送门中走出的修士不少，他们3人并未引起多余的注意，周围时不时就会传来妖兽坐骑的吼声。大片阴影落下，抬头看去，蛟龙、仙鹤、神鸟等飞天坐骑与百丈飞舟数不胜数。来参加百盟会，既是商讨联盟的未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彰显实力的机会，谁都不想落了下风。更别说百盟会中互相看不顺眼的宗门多了去，论排场输给谁都行，唯独不能输给死对头。不愧是上界，这随随便便一头圣兽出现，在下界都能引起极大的轰动。夏清月感慨，这些圣兽如果拿来给夫人煲汤安胎的话，应该能替我们的孩子强化不少血脉。陈青看着那些圣兽，与夏清月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圣兽煲汤？夏清月抬起手，掩面一笑，这的确像是夫君能说出来的话。想把圣兽拿来煲汤，你们神剑宗的人说话
都那么不经大脑的吗？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从旁传出。陈清、夏清月扭头看去，是一名骑着麒麟马的陌生青年，此刻正勒紧手中缰绳，高高在上审视着他们。感受到陈清看来的目光，赵丽连忙上前道：“此人名叫李峰，是天眼宗的圣子。神剑宗与天眼宗有仇？”陈清又问：“如果没仇的话，陈清可不觉得李峰会莫名其妙跑来，因为一句话嘲讽自己与夏清月。数月前，神剑宗曾因一条灵石矿脉的归属全起过冲突，不过最后这条灵石矿脉还是落到了我们神剑宗手里。”赵丽解释道：“哼，你们别高兴太久，那条灵石矿脉，等我们天眼宗出去云游的强者归来，迟早会夺回来。”李峰不爽道，旋即竟故意操纵麒麟马，抬起前蹄，高高站起，发出嘶鸣，恐吓三人。陈青衣把将夏清月拉到背后，完全是下意识做出的反应，旋即直接抬手落手间，一手刀隔空将麒麟马的头颅斩下。麒麟马好歹是拥有圣兽血脉的半圣兽，李峰显然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一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足足滚了2-3圈，才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脸色勃然大怒，吼道：“你敢杀本圣子的马！”接着手伸到背后，五指张开握紧间，一柄长枪凭空显现出来。面对立威失败，还想跟自己硬碰硬的无知圣子，陈清抬起手，大拇指按压住中指，锁定李峰，轻轻一弹，砰，轰！下一刻，李峰的头颅顷刻炸裂，化作一具无头身躯。整个过程，他连手中的长枪都未来得及抬起。这一幕顿时引来无数路人、宗门弟子的停留注意，但只杀人，好果决的手段。被杀那人是谁？能以圣兽为坐骑，想来身份应该不会简单到哪里去吧？确实不简单，是天眼宗的圣子李峰。什么？天眼宗的圣子？这种人都敢杀？他们难不成是想与整个天眼宗为敌？天眼宗挑衅在先，难道还不许人家出手？更何况神剑宗、天眼宗两家结仇已久，迟早的事。话虽如此，今日可是百盟会举办的日子，这个时候杀人不太好吧？众人不由替陈清捏了把汗。要知道，神剑宗在百盟会里只能算是中级宗门，算不上顶级，如此不给百盟会面子，很有可能会被顶级宗门杀鸡儆猴，以此建立威严。陈清哪里管这些，确认夏清月没事后，查看起系统面板上的内容。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太古护心镜加100。陈清看了下，这所谓的太古护心镜和普通护心镜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护心镜虽能抵挡一次致命伤害，但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损伤，只是不至于严重到丢掉性命。而太古护心镜可以无视一切境界修为，完全挡下一次伤害，没错，无视修为境界之差，哪怕只是个普通人拥有太古护心镜，也能毫发无伤地挡下先帝的一次攻击。陈清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正好可以用来保护夏清月与腹中胎儿。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哪怕夏清月有着至高大帝修为与不死不灭体，但还是那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能防为何不防？圣子！又有声音从面前传来。陈清关闭系统面板，一眼看出此人应当是李峰的护道者，修为在一进准地。身为护道者，男人一直守在一旁，并非他不想出手保护李峰，实在是陈清的出手速度太快，压根没给他反应的机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街杀害本宗圣子！男人怒视陈清，双目血红，怒气难掩。准地之威如洪水一般猛烈，顷刻便充满整个街道。在男人看来，陈清必须死，他不死，圣子死在自己面前，回去后很难向宗门交代。说的再难听些，陈清不死，男人不死也得掉层皮，成为全宗的罪人。要知道，宗门想要培养一个圣子可不容易。林战天，你休要乱来！见状，赵丽连忙出面制止。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本地做事？林战天根本不把赵丽这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小角色放在眼里。是你天眼宗圣子挑衅在先，我们只是出手防卫，你若执迷不悟，只会挑起两宗大战。赵丽搬出这一点，试图劝说林战天冷静点，不要意气用事。战便战，谁怕谁？林战天说罢，人已是如同离弦之箭，朝向杀人凶手陈清飞袭过去。众人本以为身为准帝的林战天都出手了，陈清必死无疑，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只见陈清抬起五指，正掐握住林战天的整张脸，将他双脚离地举在半空中。要问林战天为何不反抗，理由很简单，他的双手双脚早已不知在何时被拧断、拧碎，鲜血淋漓，染红白衣，细看还能发现有不少森白的骨头碎片刺破皮肉钻了出来。你到底是？
不等林战天把话说完，陈清五指稍微发力，他已是与天阳宗圣子一样，头颅炸裂，鲜血四射，化作一具无头身躯倒地。对待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陈清一点不嫌麻烦，来多少杀多少。要说唯一的美中不足，大概就是林战天是冲着自己来的，达不到宠妻奖励的标准，他的死只能过过手瘾。我们走吧。陈清放下手臂，对夏清月说，随后又问起赵丽，确认道：百盟会是这个方向吧？对。赵丽从惊愕中反应过来，重重一点头。见陈清、夏清月走远，连忙3步并作2步追上，留下一众人原地猛逼。天眼宗圣子就算了，怎么连身为准帝的护道者都被他给一击秒杀，爆头而亡了？最恐怖的地方难道不是咱们这些人连他是何时出的手都未能看清吗？神剑宗内啥时候多出这么一个年轻天骄？实在太变态了，难怪他们敢不把天眼宗放在眼里。他们或许有底气可以不把天眼宗放在眼里，但这里可是百盟会，仅凭他一人，难道能与百盟会上面那些顶级强宗为敌？众人细细思考了这句话，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一人再强也不可能强得过整个宗门，更不可能强过百大宗门的联合。认为陈清还是太年轻气盛了些。与此同时，万剑城内的一间客栈当中，看着手里破碎的灵魂玉牌，再看向面前跪在地上一脸忐忑冷汗直流的弟子，老者问：你再说一遍，圣子怎么了？回宗主，圣子他被神剑宗的人当街杀害了。弟子忙将所见所闻如实吐出。林战天呢？他不是圣子的护道者吗？天眼宗主再问。林长老也死在了那人的手中。弟子不敢隐瞒。天眼宗主沉默。林战天不是一进准帝吗？怎会被一个后辈杀死？天眼宗主追问道，急于想要弄清楚这一点。之后他从弟子口中得知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实际上2-3句话就能讲完，毕竟护道者全程压根就没有与陈清的一战之力，被单方面虐杀了。堂堂一进准帝，居然被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角色单方面镇杀了。天眼宗主黄恒天说着说着不禁笑了出来，被气笑的。此事倘若传出，他们天眼宗的名声必定会一落千丈，那么大一个宗门居然连自家圣子都保不住。宗主，我怀疑神剑宗一直在欺瞒我们，那小子多半就是神剑宗时隔100年推选出来的新圣子。弟子说出心中所想。黄恒天听后吸了一口气，越想越觉得弟子这话说的很有道理。能杀准帝，说明他的修为最少也是2进准帝，此子不除，对我天眼宗来讲可是一大祸害。黄恒天身为宗主，自是不希望2宗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一旦打破，黄恒天哪怕睡着了都得不安稳，时刻担心神剑宗会不会觉得天眼宗没有一战之力，派人偷袭夺占宗门。萧长老，你可有把握解决此子？黄恒天望向坐在身旁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淡定品茶的萧火。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老夫便亲自走一趟好了，这毕竟也是为了整个宗门。萧火放下茶杯，站起身领命道：那一切就有劳萧长老了。黄恒天跟着起身拱了拱手，虽为一宗之主，但面对这种级别的长老，该给的尊重一分不能少。眼看萧火原地消失，生息无影无踪，黄恒天坐回位子上，表情平静不少，想着一个4进准帝去对付一个后起之秀，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才对。茶水喝完放回桌上，黄恒天眼神中浮现出杀机，捏碎了杯身。迟早有一天，你们神剑宗会归顺到我天眼宗座下，现在想打破平衡还早着呢。他一点不担心杀死陈清这名圣子后会被神剑宗报复，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杀我圣子，我杀回去，这才叫公平公正。另一边，陈清、夏清月已是来到百盟会的举办会场外，只不过距离百盟会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目前正在准备阶段，不允许进入。看来我们得先去其他地方打发时间了。陈清对夏清月说，只要能跟夫君在一起，我去哪都行。在如今的夏清月眼中，陈清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天。一句话，陈清在，天就在。下一刻，一道刺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们哪也去不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旋即又有准帝境威压滚滚，如浪潮般欺压而来，十分猛烈。准帝之威一出，立马引得无数人驻足观看。4进准帝，那对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居然会招惹上一名4进准帝？不清楚，不过看样子那名准帝强者今日是非杀他们不可，倒是可惜了这对郎才女貌的年轻人。没办法，得罪准帝有几个能活的，更别说还是一名4进准帝。在众人口中，面对上消火的陈清、夏清月，几乎已经和死人2具尸体没有任何区别。天眼宗的。对于萧火的到来，陈清并不意外，
问得很是直接。不错，萧火大大方方承认，并未隐瞒自己来自天眼宗的事，不介意让陈清死个明白。好了，废话少说，你们该上路了。萧火人如其名，修炼的功法为火属性，双手轮转再打出，一道惊涛烈焰掌迅速充满陈清二人的一眼所见范围，朝他们快速逼近而来，携带起灼热的狂风。那烈焰掌的温度之高，仿佛连空气都被烧得沸腾。围观群众不自觉地拉开距离，口干舌燥，不停地重复吞咽唾沫与舔嘴唇的动作。一只阿猫阿狗还不配挑战我家夫君。夏清月主动站了出来，抬手一挥，那在外人眼中看来能够毁天灭地的一掌，顷刻消散。哦，萧火原本眯成一道缝隙的眼睛睁大一些，也有些意外，自己的必杀之招竟会被一个弱女子如此轻松地化解。看来消息有误，危险的不只是你，还有他。萧火看了看陈清，又看向夏清月，轻松下定决心，要将二人一同送下地狱。双手再次抡圆，猛烈的火焰自双臂迸发而出，缠绕化作两条巨蟒。随着两掌打出，两条巨蟒相互缠绕着朝向陈清、夏清月杀去。过程中，两股火焰相融，化作蛟龙，张开血盆大口，企图将二人吞入其中，炼化为炭渣。看似威力迅猛的一击，在夏清月眼中则属于雕虫小技。抬起手，五指很轻易的便将那头火焰蛟龙挡下，随后注入灵力，强行夺射。原本橘红色的火焰蛟龙变为冰蓝色，转向了夏清月这边，乖巧盘踞于他的身旁。这是什么招数？身为四境准地，萧火从未听说过有人能掠夺他人打出的功法招式。但很快，萧火又意识到了一件更为恐怖的事。抛开夏清月为何能做到这种事，他能做到这种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他的修为境界远在自己之上，可能是五境准地，也有可能是六境准地，不妙啊！想清楚这一点后，萧火双臂上的火焰如同他消失的战意一般缩了回去，晶莹的冷汗大颗大颗从脸庞滚落，整颗心七上八下，慌乱的不行。原本以为是跑一趟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任务，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地位影响力，哪曾想竟这般棘手。继续与夏清月硬碰硬。萧火又不傻，身为老准地，他此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跑，头也不回的跑，跑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只可惜陈清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一切因素已是全部集齐，宠妻奖励机不可失。陈清抬起的食指轻轻向下一落，轰！一股刚好圈定萧火的无上威能如注落在他的身上。仅是瞬间，萧火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被从头到脚碾压的爆裂，鲜血四射，在地上绘画出一朵妖艳的血腥之花。宠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悟性加500。注：因宿主已拥有顶级悟性，无法添加更多悟性，后续的悟性奖励将保存于系统背包中，宿主可自由取用。陈清并不觉得这个设定有任何问题，反倒觉得挺人性化的，正好可以将这500点悟性拿给夏清月，提升他的悟性值。夫君，你怎么抢我的猎物啊？夏清月这灵力才调动到一半，哪曾想陈清动动手指就把萧火碾压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可我怎么记得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吗？陈清反问。话虽如此，但这种家伙还不配让夫君出手。夏清月理直气壮地说，于我而言，杀这种家伙一样是脏了夫人的手。陈清一句话，别说夏清月没怨气，就算有天大的怨气也烟消云散了。这让以为有好戏可看，结果被腻了一嘴的围观群众一个个笑容消失。要不是忌惮陈清与夏清月的强大，估计这会儿类似秀恩爱死得快这种话早就出口成章，连绵不绝了。眼看二人秒杀掉萧火后，跟个没事人一样走远，众人才陆陆续续从震撼中缓过神来。我应该没看错吧？那个老家伙确实是4境准地对吧？可为何会被他们如此轻易地完成秒杀？还能为何？当然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实力皆在4境准地之上。可他们看起来也才20岁出头的模样吧，一言一行也是年轻人的表现。只能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天骄早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他们更强更变态。一个这样的妖孽天骄已经够恐怖的了，他们还结成了道侣夫妻，这要是生下子嗣，天赋岂不是更夸张？谁说不是呢？之后的时间，陈清带着夏清月在万剑城中闲逛起来，先去路边摊尝遍各种美食，狠狠饱腹一番，顺便刷点宠妻奖励。沿途，夏清月忽然抬起下巴，像是在嗅闻着什么，好香的味道。陈清跟着闻了闻，给出自认为的正确答案，这是丹药香，有人在炼丹，这附近应该有炼丹房。原来是丹药香。夏清月恍然大悟，走，去看看，
正好我打算购买一批药材给夫人炼丹。陈清想着，能举办百农会的地方又是上界，应当能买到不少极品药材。反正手上零食无数，根本花不完，不如借这个机会进购一批药材。好，夏清月已经吃饱喝足，欣然答应，上前一步挽住陈清的手，另外一只手则拿着半串糖葫芦，自己吃一颗，又递送到陈清的面前。好甜，夫君也尝尝。陈清自是不会与夏清月过多客气，咬下一颗，确实味道不错。不多时，等嘴里的糖葫芦嚼完，二人也来到了炼丹阁前。敢问二位是来买丹的，还是炼丹的？见他们到来，衣着气度不凡，炼丹阁伙计连忙走下台阶前来迎接。买药材。陈清答道。好，没问题，二位这边请。伙计抬起手做了个请的手势，毕恭毕敬。随后在伙计的带领下，陈清、夏清月来到存放药草的地方，不知二位要些什么药材。伙计回到柜台后，已是拿出纸笔准备记录。凡7品以上的药材我全要了。陈清开口道。闻言，伙计却是愣住半天，迟迟没有动笔，好半天才抬起头看向陈清。这位客人，您没在跟我开玩笑吧？我们炼丹阁7品以上的药草可不少呢，怎么怕我给不起钱？陈清淡然一笑，旋即一挥衣袖，一座由极品灵石堆积而成的小山哗啦啦的形成，极品灵石不断从虚空裂缝中掉落出。这些够吗？陈清看向下巴都快惊掉的伙计，问。够了，小的这就去给您安排。伙计从面相气质早就看出陈清、夏清月来历非凡，却未料到二人的实力如此殷实，哪里还敢多说什么，立马行动起来，前去打包药材。这么多药材卖出去，他在炼丹阁内的地位必定连升数级。大约半炷香的时间，伙计在回到陈清面前时，手中已是多了3个储物袋。他分别介绍道。大人，这个袋子里装的是7品药草，这个袋子里装的是8品药草，剩下那个袋子里装的则是9品药草，您看要不要先验验货？不用，我相信你。陈清抬手一挥，将3个储物袋收入系统背包当中。能得到您的信任，是小人的荣幸。伙计嘴上这么说，心里同样是那么想的。买到自己想要的药材后，自然没必要再继续逗留。陈清看了眼夏清月，夫人，我们走吧。好。夏清月点头答应。他们刚走，背后便响起其他人与那名伙计的对话声。天心草、永叶花、星辰子。中年男子一口气念了不下30种药材。伙计听后则表示，这位大人，您要的这些药材里，永叶花和星辰子已经卖完了。卖完了？刚才不还说库存充足吗？中年男子不爽问。回大人，刚刚才卖完的。伙计被抓着衣襟，一脸为难，汗颜道。刚刚才卖完的？谁买的？中年男子眉头一皱，怀疑是不是对家又在使坏。按照炼丹阁里的规矩，这种事伙计肯定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然而心里这么想，无意间的眼神一瞥，却是被中年男子抓了个正着。中年男子顺着伙计眼神瞥去的方向追寻而去，这目光很快便落在了已是抵达大门的陈清还有夏清月的背影之上。师尊还得靠着炼成丹药，借着这个机会去讨好那些顶级强者，为自己寻得一个大靠山。师尊的靠山自然就是中年男子的靠山，如此重要的事岂能被没有药材破坏？想到这，中年男子松开了抓住炼丹阁伙计的手，转身便朝向陈清二人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见二人马上就要跨出炼丹阁的大门，脚下速度更快，出声大喊：你们2个给我站！结果就是话无法完整的说出口，中年男子整个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手到身躯再到头颅，如烟雾般被风吹散，死前的表情被定格在惊恐2字上。经验丰富的陈清在见识过中年男子对待炼丹阁伙计的做法后，很清楚跟这种人讲理肯定是讲不通的，除了浪费时间毫无价值。所以不想浪费时间的陈清干脆果断地抢在中年男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前将他送离人世。眼角余光留意到这一幕的夏清月并不认为陈清的做法有任何问题，换作是他也会做出一样的事。待到二人离开炼丹阁后，大堂中那些因为中年男子的死愣住的丹师这才一个接一个猛地从震撼中抽出身来。你们有看清那家伙怎么死的吗？怎么死的我不清楚，但依我看，他的死与刚才那2个年轻人之间绝对脱不了干系。此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妙玄丹师座下的大弟子。大弟子被杀，妙玄丹师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妙玄？难道是那个距离至尊大师仅有半步之遥的人？见对方肯定了自己的问话，丹师与他想法一致。换作是他，有着妙玄丹师的实力、影响力，在得知大弟子死后，断然不可能善罢甘休。身为强者，
面对弱者时，人生字典里不会存在忍气吞声4个字。没错，在他们眼里，妙玄丹师是强者，陈清、夏清月或许很有实力，但还没强大到能与妙玄丹师抗衡。只是下一刻，这一想法便不攻自破。不好了！妙玄丹师死了！一名伙计慌乱、恐惧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堂。从他口中，众人了解到妙玄丹师的死十分离奇诡异。他在得知大弟子惨死他人手中后，和众人料想的一样，并不打算忍气吞声，第一时间便结束炼丹，冲出炼丹房。可还没走出几步，便两眼一翻，死不瞑目的重倒在地上。伙计上前呼喊，仔细确认了一番，才敢肯定妙玄丹师已经死透。至于是谁干的，众人心中都似明镜，除了他以外，还能是谁？只不过和先前不同，在经历妙玄丹师的死后，他们已经不敢再继续胡说八道。妄议强者也是大忌，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事实就是他们确实没想错，出手的人正是陈清，是他抢在妙玄丹师要找自己麻烦之前，一念隔空将他的3魂7魄全部震碎。感觉似乎是受天命女主的影响，待久了，最近喜欢把脸凑到手边来，让自己打的人增加了不少。陈清道是无所谓，杀一个人和杀一群人或者杀1000万人，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先帝修为在这个还在追捧大帝，认为大帝就是无敌存在的世界，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买到药材，离开炼丹阁不久再回到百门会场。这个时候各宗来使已是陆续入场，百门会即将开启。陈清、夏清月见状，对视一眼，挽着手，随人刘飞身入场。刚进场，脑海中便响起一道熟悉的传音：“尊上，这边。”扭头看去，正是神剑宗的新宗主。赵立站起身，在属于神剑宗的席位上朝这边挥手：“我们过去吧。”陈清道：“好。”夏清月答应一声，随后与陈清一道顺身至神剑宗席位，坐下身。陈清环顾一眼四周，整个会场为圆形建筑，头顶没有天花板，阶梯是分为4层，席位所在层数越高，代表着宗门的实力越强。神剑宗所在的层数等于是中层实力。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百门会已是全部到齐落座，而在单独区分显得有些突兀的第4层上坐有10人。这10人中，除了盟主外，另外9名都是百门会的长老。相同的是，这10人皆来自10大强宗，只要晋升为10大强宗，不仅能顶替掉他们在上界中的影响力，更能顶替他们在百门会中的长老席位。而想要成为盟主，必须得在百盟之中成为实力最强大的那个宗门。宗门的实力与底蕴，即代表在百盟会中的地位与话语权。之后，有盟主举杯表态，欢迎各位的到来，共饮美酒。怀有身孕，自然不能喝酒，纵使贵为至尊大帝也一样。陈清没让夏清月去冒这个险，他自己倒是尝了尝杯子里的酒，别说味道还真不错，但比起宠妻奖励刷到的仙人酿，只能说寡淡如水。凡人喝的酒，如何能与仙人喝的酒相提并论？神剑宗不喝酒是何意？难不成是对盟主有何意见？一道声音的传出，瞬间抓住所有人的双眼。开口者不是别人，正是天眼宗的宗主黄恒天。他正愁没机会向神剑宗发难呢，没想到夏清月就主动把这个机会送到自己面前来了。盟主敬酒，小小一个神剑宗居然胆敢不贺，其心可诛。这神剑宗难不成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想要挑战到天宗？一个在百盟会排名中级的宗门，居然妄图挑战首席，真是可笑。我看他们连争夺长老的资格都不具备。一时间众说纷纭，盟主的目光也看向了陈清与夏清月。我夫人怀有身孕，不能喝酒，会损伤胎儿。陈清开口道，身为修士，岂会被一杯酒毁胎？这就是借口。黄恒天自然不会让陈清用这样的蹩脚理由度过此次危机。说完又转向盟主，拱手道：盟主，我还有要事要禀报。说。盟主允了。黄恒天立即将陈清先前杀害天眼宗圣子长老一事添油加醋说出，并暗指神剑宗这么做是在打百盟会和他这个盟主的脸。不敬该杀在天旋，弱者不敬强者，自古以来的做法便是杀。再加上百盟会期间神剑宗无视规矩，当街屠杀我宗弟子，还请盟主严惩不贷，为我天眼宗讨个说法。黄恒天说着，竟当众放下身为一宗之主的脸面，跪了下去。在得知连萧火这种4境准帝都不是陈清的对手后，黄恒天别无选择。这一跪，若真能换来神剑宗的灭亡，对黄恒天来讲，绝对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交易。倘若这件事真的轻易翻篇，如今神剑宗欣欣向上，拥有顶级天骄，反观他们天眼宗，圣子死，准帝境强者也死了2名，平衡注定被打破。待到百盟会后，
很难保证神剑宗不会借此机会趁虚而入，向天眼宗发难。即便到时天眼宗能侥幸挡下神剑宗的攻势，整个宗门的底蕴也将大打折扣，必然会从如今的中层宗门退步到底层宗门。那是身为宗主的黄恒天万万不想看到的事。他所说可是事实。盟主周庸在得知一切后信以为真，巅峰准帝之威一下降临，覆盖全场。感受到头顶的压力，埋着脑袋的黄恒天不怒反笑，知道这下稳了。任凭陈清有8张嘴，再如何能说会道，也别想善了。启禀盟主，尊上之所以会出手，全是因为天眼宗圣子挑衅在先，之后天眼宗仍不死心，多次派人想要暗杀尊上，还请盟主明鉴。赵立紧跟着表示，盟主，我天眼宗损失1名圣子和2名准帝强者是事实，那人不敬盟主也是事实，还请明鉴。黄恒天乘胜追击，你放心，此事本盟主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说法。周庸自然明白黄恒天的话不可全信，但也不能不信。为这点小事灭掉一个神剑宗肯定是不至于的，只需敲打就行，顺便借此机会杀鸡儆猴，加强自己身为盟主的威严。你2人杀害天眼宗圣子与2名准帝境强者是事实，打算如何进行补偿？周庸问。在天玄，弱者不敬强者，自古以来的做法便是杀。夏清月并未着急回答周庸，而是重复了一遍黄恒天刚才说过的话。再问周庸，不知盟主觉得这话对还是不对？传承上万年的规矩自然是对的。周庸并未反对，毕竟他能成为盟主便是靠的这条铁律。既如此，天眼宗圣子身为弱者，不敬我等，出手杀之，何错之有？夏清月又问。夏清月一句话倒是把周庸给问住了，意识到夏清月原来是在给自己挖坑，让自己往里面跳。他再如何不敬，你也不该接连痛下杀手，这违反百盟会的规矩，更何况还是在百盟会召开的日子。很快周庸找到应对的说辞，看样子盟主这是铁了心要站在天眼宗那边了。夏清月问，本盟主只讲规矩。周庸严厉驳斥。闻言夏清月呵呵一笑，这种为了一己私利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的规矩也配叫规矩，真是可笑。你说什么？夏清月此言彻底触怒周庸，巅峰准帝威压更胜之前。已经说累，不想浪费口舌的夏清月轻轻抬起藕臂。正当所有人纳闷他此举意欲何为的时候，只见他翘起的食指轻轻往下一落，轰！旋即一股刚好圈定周庸的威压从头到脚将他整个人碾压的爆开。一切发生的太快，以至于旁边那9名长老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脸上被溅射了不少鲜血。陈清看着这一幕，总觉得似曾相识，心想这不是自己刚才用过的招式吗？没错，夏清月确实是在模仿陈清。作为后辈模仿前辈，他觉得是合情合理的。短暂的鸦雀无声过后，强烈的恐惧在霎时间填满了所有人的身心。谁都没料到夏清月只是动动手指，便将有着巅峰准帝实力的百盟会盟主震杀的连骨头渣子也不剩下。盟主死了。盟主可是准帝巅峰境的强者，怎会被如此轻易的杀死？难道那名女子也是巅峰准帝？同为巅峰准帝，不可能一招秒杀，除非他是。大帝2字虽未说出口，却是浮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当中。夏清月不去理会他们，踏空而行，来到依旧跪在地上的黄恒天面前。不等满脸冷汗的黄恒天多问，下一刻夏清月背后大帝神文环显现出来。在天玄，弱者不敬强者，自古以来的做法便是杀。夏清月又将这番话原原本本的还给了黄恒天。面对不装了，摊牌了，身为大帝的夏清月任凭黄恒天再怎么巧舌如簧，也是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胆量敢说出口。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小人知错，请大帝饶命。我拒绝。夏清月话音一落，黄恒天整个人当着上百双眼睛爆炸为一团血雾升起，一宗之主就此陨落。再然后夏清月抬手一挥，一篇篇天道誓言书在所有人面前浮现出。夏清月一字不说，众人心里却无比门清，这天道誓言书自己要么签，要么死。相较于后者，臣服一名大帝强者，对他们这些人来讲可要容易接受太多。一个个毫不犹豫地咬破割破手指，在天道誓言书上以自己的鲜血写下名字，与天道画押。看到大家如此配合，夏清月满意的点了点头。扭头间，他忽然注意到自己一个不留神竟给陈清也发放了天道誓言书，赶忙上前，双手将那浮空的文字撇散，扭曲笑容尴尬道：抱歉，我搞错了。陈清则调侃：那就好，我还以为夫人这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癖好，想让我叫主人，我哪有那么变态。
夏清月娇嗔他一眼。小插曲过后，夏清月完成了对百盟会的掌控，坐上盟主之位。他原本是想先看看热闹的，奈何皇衡天妃要做这个死，加速进程。没办法，夏清月只好提前一步夺权掌权了。在拿下百盟会与上百名宗主的忠诚之后，百盟会正式召开。夏清月身为新盟主，不需要过多参与其中，大部分时间只需要静静的听即可。几乎都是由9大长老在负责权衡讨论，最终汇报给夏清月，由他做主定夺。然后在这方面经验不足的夏清月又会选择询问陈清要如何回应，并表示在百盟会中，陈清的话就是自己的话，谁敢忤逆他就是忤逆自己。这一强势的表态看猛一众宗主与长老，想不明白堂堂大帝级修士为何会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如此言听计从，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与想法。这跟他们印象中说一不二的大帝属实反差巨大，心中越发好奇陈清这名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并未往陈清也是大帝方向去联想。毕竟一方世界只能有一位大帝的理念深入人心，是刻在骨子里的认知。百盟会继续召开，同一时间，关于这边发生的事不胫而走，越传越开。天眼宗与神剑宗之间的争斗都只是小事，新大帝诞生，老大帝陨落才是大事。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大帝还是一名女子。纵观天玄大陆的万年历史，女大帝先有耳闻，存在于无法验证的传说，太古时代。很快，这一消息便传回了各大宗门长老、太上长老们，得知了自家宗主被迫签订天道契约，臣服新大帝这件事，一刻不敢停歇，立马召开宗门会议。以10大强宗之一，同时也是元盟主所属的道天宗为例，太上长老与内院长老已是齐聚一堂。宗主被杀，我等日后该何去何从？那位新帝会不会因为与宗主之间的矛盾迁怒于我等，拿到天宗杀鸡儆猴，树立威严？有这个可能。天玄大陆怎会突然多出这么一位别说见，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女大帝？她到底蛰伏了多久？提问的声音不少，而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身为百盟会的最强宗门，他们习惯了万万人之上的独裁权，如今形势急转而下，被打懵了，属实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在气氛一度陷入冰点之时，一道身影的出现打破了僵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上一任已经退位数百年之久的老宗主。看清来人，他们赶紧起身行礼，面对道天宗的底蕴强者，不敢不敬。道天宗一共有2名巅峰准帝，一个是周庸，另一个则是老宗主李默。他们这些当长老的很清楚，李默当初之所以会突然退位放弃当宗主，是因为他摸到了突破巅峰准帝的天花板，奈何有天玄大帝那座大山压在面前，难以跨越，所以只能选择蛰伏起来，休养生息，等待破局之日。如今看到李默出关，众人却是一点高兴不起来，并不觉得他是因为成功证到地路才出关的，想着他也许是因为再次无缘地路，所以放弃了。诸位不必惊慌，天道气运还在那，并未被人占据。此子不对，此女应当是用了某种未知的手段或者法宝，诓骗了所有人。李默看穿他们的想法，主动道：什么？他没有证到地路？闻言，众人的情绪一下被调动起来，仿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本座此次出关，主要是因为感受到了地路的召唤，你等迅速吩咐下去，全宗上下为本座护法。李默命令道。听闻他即将证到地路，众长老嘴角的笑容更是压不住，只因道天宗要崛起一名大帝了。此事一旦功成，他们所有人都将立于不败之地。在他们的认知中，谁拥有大帝，谁就能无敌。尔等放心，待本座成功证到地路，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敢辱我道天宗的人，必须付出惨重代价。李默口中辱了道天宗的那个人，不必多说，自然是夏清月无疑。有他这句话，长老们便放心了，一个个表示愿为大帝鞍前马后，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殊不知，这一切全在外人的目睹之下，准确来讲，是被陈清以窥天镜原本展现在了百盟会上。通过熟读小说了解到的经验，陈清很清楚，那些老家伙绝不会乖乖就范。天命女主和天命男主一样，少不了各种被针对。这窥天镜一开，抱有反击想法的人还不少。因夏清月的出现，想提前证到地路的人同样不少。天道气运还在，他不是大帝，大帝神文环应该做不了架吧？你别看我也分不清啊。听到有人分不清，理解陈清良苦用心的夏清月不介意让他们分清。相隔千里万里，夏清月指尖一动，寒气顿时如潮灌下，将来不及有所行动的底蕴强者与那一众太上长老、内院长老尽数冰封。这等逆天手段，惊得在场所有人双唇紧闭，大气不敢出。
仿佛被寒冰冻结的人不在境中，而是境外的他们，觉得双方之间的大战是在所难免了。可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他们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那些准地强者、太上长老，并未像是他们预想中的那般破碎寒冰封印，朝万剑城杀来。夏清月不会读心术，但若连这点眼力都没有的话，还怎么当女帝，让陈清抱大腿吃软饭？一念动，那一座座冰雕顿时四分五裂，彻底断了这群人的念想。惊到说不出话来，着实没料到那些哪怕在自己这个修为境界看来也属于巅峰强者的存在，会被夏清月随便动手指就给碎尸万段了。上一刻还是好端端一个人，下一刻已是化作满地冰渣，但很快就有人发现，并非所有人都被冻结了，也有例外。从修炼符来看，是到天宗的人。夏清月实力不济，奈何不了他们。别人可能会这么想，陈清却透过这一点看出自家妻子腹黑的一面。别人不了解夏清月，可与他有过夫妻之时同床共眠的陈清却是一眼看穿，夏清月这是想先给道天宗的人希望，再彻底掐灭，好让所有人知道自己这大地修为究竟是真是假。不出所料，对其他宗门发生的惨剧丝毫不知的李默，已是布下大阵，盘踞于阵法中心。数万弟子与宗门长老站在阵法之外，为他输送灵力，开始正道地路。以万人之力正道地路，这倒是个好办法。岂止那阵法一看就没少研究，玄妙得很。李默1000年前便是明洞上界的第一天骄，没准真会成为新一届的大帝。他们尽量不将话题朝向夏清月那边谈论。李默一旦成功正道地路，想也知道必然会第一个拿夏清月开刀。一宗之主被杀，身为大帝能忍，最重要的是铲除掉一个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潜在对手。见夏清月坐在盟主位上无动于衷，并未像是之前那般出手强势杀人，他们更加确信李默极有可能正道成功，晋升大帝。夫君，你说待会儿他们脸上会是何种表情？夏清月看向陈清，以仅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问。不清楚，但一定很有趣。陈清回应道。对，一定会相当有意思。夏清月已经开始期待了。时间飞快流逝，天色渐暗，夏清月不发话，各宗的宗主也是一言不敢发，老老实实坐在原地。在李默成功正道地路之前，毫无疑问夏清月依旧是最强者。只是令他们想不通无法理解的是，这个时间完全足够夏清月赶到道天宗，阻止李默晋升大帝，他为何毫无行动？难道是见命运已定，主动放弃？看样子他似乎就要成功了。陈清忽然道。夏清月抬头看去，瞳色微变，神眼开启，确实能瞧见无数天道气运正如群星一般朝向道天宗的方向涌去。不多时，窥天镜中画面骤变，本是黑天，却突然亮如白昼，出现天地异象，紫气东来。天地异象，这是要成功正道地路了啊！有人激动表示。不等旁人附和，下一刻李默身后浮现出的大地神文环已是说明一切。新一届的天玄大帝诞生了。为了让李默正道大帝，道天宗的弟子长老们可以说是付出良多，这丹海中储存的灵力已是被消耗一空，不依靠丹药的话，至少得休整2-3天才能完全恢复。万幸他们的付出并未白费，道天宗从此以后有大帝了。稍作缓和后，连忙调整姿态，跪地臣服道，拜见大帝。上万人齐声恭贺参拜，声音宏大到快连天都掀翻了。李默咧嘴一笑，跟着发出笑声，越来越放肆，越来越猖狂。老东西们勾心斗角那么久，这大帝之位终是被本座，不对，是被本帝拿到了。他正得意呢，一道传送门忽然出现在李默头顶。不等李默反应，传送门已是从头到脚落下，将他传送走，留得一众道天宗弟子笑容凝固，逐渐消失。很想问问，我那么大一个大帝去哪了？百盟会的人同样纳闷，那道传送门是从哪来的？怎么还能将一位大帝神不知鬼不觉地强行带走？旋即疑惑解开，只因百盟会场内也出现了一道传送门，有人从里面被扔了出来，那模样都不需要多看，仔细确认，一眼便能认出，正是刚刚才正道大帝成功的李默。众人恍然大悟，原来是夏清月利用传送门将李默带到了万剑城。可随着更大的疑问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李默可是真大帝啊，不解夏清月为何要把他带来这种地方，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李默环顾四周，很快弄清此地正是百盟会万剑城。接着双目迅速锁定夏清月，倒不是因为看出他是在场最强者，而是他坐在本该属于道天宗的盟主位置上，既见大帝，尔等为何不拜？难不成是想忤逆本帝？李默浮空而立，高高在上，言语间背后的大地神文环显现出来，光亮夺目，
可与天边那轮银月争辉。签下天道契约的百宗宗主，你看我，我看你，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这大地败也不是，不败也不是。可紧跟着便听夏清月语出惊人的说道：“遗言说完了。”遗言。李默嘴角轻抽，额头蹦起根根青筋，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愤怒。身为大帝，怎能轻易将心中的情绪表现在脸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夏清月的杀心之强烈。而听到这句话的陈清清楚记得，这一样是自己之前问过别人的话。这就是你的遗言吗？李默反问。听到这么一句回复的夏清月不再开口，抬手间一朵百丈冰莲幻化而出，浮现在李默的头顶。随着冰莲落下，哪怕局外人，这身上也是不免结起一层薄冰，凛冽的寒气席卷全场。饶是李默同样觉得寒冷刺骨，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冰冷。同时全身上下鸡皮疙瘩狂起，仿佛每一寸血肉都在提醒着李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只有一个结局，死。嘴上则故作镇定，轻笑一声，凭这点雕虫小技还伤不了本帝。伸手取出一柄剑，斩出半月形，同样长数10丈的可见剑气，打算凭借这一剑破了夏清月的冰莲攻势。结果就是那道剑气都还未来得及触碰到冰莲，与之正面分个高下，已是被冻结破碎，连剑气都能冻结。李默大惊，危机感暴增，他还想动用其他的招式，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想要低头，才猛然意识到脖子、身躯、四肢已是被寒气完全冻结，深入血液，直达骨髓。这不对啊！本帝可是大帝，本帝是大帝。眼看冰莲花瓣打开，近在咫尺，李默身为大帝，能做的却只有疯狂大喊大叫。众人眼睁睁目睹那朵冰莲将他吞没其中，然后闭合花苞，化作囚笼。待莲花完全闭合，处在半透明冰莲正中心的大帝李默仍然保持着防御姿态，一脸惊恐。这一幕带给众人的心灵冲击，不亚于世界被毁坏。还是那句话，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纯粹的觉得地路就是无敌路，成为大帝便意味着拥有无敌之资。可李默的出现却狠狠给了他们所有人一巴掌，用事实清楚告诉他们，纵使身为大帝，照样有着被人一招秒杀的可能。新帝死了，我感知不到他的半点生命气息，确实是死了没错。他的强大，竟连大帝级别的强者都不是对手。对手？你确定那个人有资格称作他的对手？能与大帝打成平手已是超乎想象的事，能做到单方面虐杀大帝，那岂不是说他早已踏入了前人未曾踏入过的全新领域？此言一出，瞬间启发了所有人，大彻大悟。为何夏清月能够显示大帝神文环？为何在他正道地路后，李默还能成功正道？他的强大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帝二字所能够诠释的。他若不许，尽管位子在那空着，这世间便不会再有大帝。很难不认为夏清月这是退凡为仙，迈入了仙人之境。哪怕没有天道契约存在，如今的这些人在想明白一切后，万不敢产生半点背叛忤逆之心。随后陈清一挥手，开辟出传送门，将那朵冰莲连同李默的尸体从哪来送回哪里去。一众盘腿坐在广场上还在快速吸收恢复灵力的长老弟子们，在目睹头顶熟悉的传送门打开以后，以为是李默解决掉杀害宗主的凶手归来了，即将带领整个道天宗走上无敌霸主路。然而他们只猜对了一半，李默确实回来了，只不过回来的只是一具早已冰冷的尸体。走上无敌霸主路，道天宗在决定执迷不悟，继续与陈清、夏清月为敌的那一刻，未来二字便被斩断了。冰莲坠地，寒气凶猛，转瞬间就将整个道天宗连同所有生命尽数冰封。从今以后，道天宗3个字彻底自天玄大陆除名，不复存在。这一幕一样被百盟会的所有成员以窥天镜手段看得一清二楚。等窥天镜消失，众人再反应过来，陈清、夏清月也已不见了踪影。尽管他们人不在，带来的恐惧与震撼却是并未减轻半点，反而持续上升着。仙人，这世上恐怕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仙人。百盟会的最强宗门，在他手中也不过是一念就能轻松抹除的弱者。万幸咱们先前不曾与之为敌，否则此刻怕是也已化作冰雕。感慨不断，这些在上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此刻脸上皆是一副惊魂未定之色。与此同时，新大帝诞生，新大帝被杀一事很难不传开。在人传人以及江湖报、天机阁这类情报组织的宣传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不少百盟会之外的宗门宗主在得知此事后，连忙从床上爬起来，让人前去叫来长老，临时召开宗门会议，商讨该如何应对夏清月这么一位
能轻易杀死大地强者的恐怖存在。既然打不过，加入百盟会，宣誓向夏清月效忠，便成了最佳选择。各大宗门陆续选择退出原有的联盟，宗主亲自动身，连夜前往百盟会提出入盟申请。在他们看来，加入百盟会等同于是拿到了活命的机会。大帝都不是对手，更何况身为准帝的自己，哪怕搭上整个宗门，也无非是多死几个人而已。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大部分人都能保持理性思考，强者为尊的道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夏清月的地路正在越拓越宽。同一时间，大芒山，叶枫经过整日的不懈努力，总算将修为提升到3境准帝。这对他来讲，无疑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好消息。睁开眼，平稳气息，看着眼前准时准点更新的每日可签到选项，叶枫此时对自己的运气充满自信。是否进行每日签到？是。毫不犹豫的点击。正在进行每日签到中。每日签到，签到。叶枫脸上笑容消失，这系统貌似有点不太对劲。每日签到成功。看见这6个字，不等叶枫长舒一口气，觉得只是一时错误，又看见系统开始画面闪烁、拉扯、花屏。好不容易恢复，面板上浮现出的那一行文字，却是令他心情格外沉重、烦闷。每日签到成功，奖励发放失败。好半天，叶枫才反应过来，质问：奖励发放失败是什么鬼？明明都签到成功了，奖励为何会发放失败？他不理解，他非常不理解，以为应该只是系统一时错误漏洞，没准让他缓一会儿就自己修复了。抱着这一想法，叶枫继续进入修炼状态。大概过了1炷香的功夫，叶枫睁开眼，召唤出系统面板，奈何上面显示的内容一成不变，依然是每日签到成功，奖励发放失败。除此之外，叶枫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系统明显不打算补偿他一次签到机会。在之后，叶枫反反复复进入修炼状态，又结束修炼状态，打开系统面板。然而结果并无任何改变。这样的事直到第2天每日签到次数刷新时才有所不同。高兴。叶枫反正是笑不出来，为何笑不出来？因为系统吞了他一次签到机会，不存在半点补偿，仿佛无事发生。骂并不能改变任何问题。叶枫只能叹息一声，全当作哑巴吃黄连，强行打碎往肚子里咽。还能怎么办？继续签到呗。只希望这次千万别出差错了。点击签到，正在进行每日签到中。每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经验包。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5境准帝。虽说只提升了2个小境界，但在确认系统恢复正常以后，没再吞掉属于自己的那份奖励，叶枫长舒一口气，还是想不通，好端端的系统为何会发放奖励失败？殊不知自己无形之中气运早已不复从前。签到成功，奖励发放失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9品丹药玉阳丹加10。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经验包。宿主当前修为已提升至7境准帝。签到成功，奖励发放失败。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堕魔丹加1。往后的时间，叶枫除了不停的修炼，朝向大地这个目标努力之外，除此之外的时间则是不断的重复奖励成功或奖励失败。随着日子越来越长，叶枫清楚注意到奖励发放失败的次数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长的时候能连续出现7、8次。更奇怪的是，偶尔还会签到出堕魔丹这种邪丹，虽然服用后能暴涨100倍修为，但相应也要付出堕落魔道的代价。哪怕是叶枫也很清楚，一旦堕落魔道，起初或许能够换来毁天灭地的强大实力，可随着时间长久，自己的意识也会逐渐变得模糊，被魔所替代。叶枫哪怕再如何想变得强大，想离开大芒山，也没动过要服用堕魔丹的念头。堕魔丹自从签到以后，便一直放在系统背包中转眼，1个月时间过去。在又一次签到失败后，叶枫意外发现闭关洞府内的结界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仔细看，只是很小的一道裂缝，而且没等叶枫凑近观察多久，那道裂缝就被修复了，好似从未出现过。2个月过去，裂缝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而且变长变宽，然后被修复。4个月过去，这1个月的时间里，叶枫有超过1半的时间都是签到失败。好在这修为有惊无险的来到了9境准帝，距离他所期待的大地仅有1步之遥。清月，你一定要等我啊！渐渐的，叶枫开始适应签到失败，不去指望系统，而是更多的依靠自身努力去突破瓶颈。开启签到时，不再像是往日那般积极，非常的任务式，有奖励就拿，没奖励就无所谓，主打一个佛性。很快来到第7个月，叶枫始终没能挣到地路，几次突破都失败了。
甚至跌落到8进准地。好在他运气不错，靠着系统签到的奖励，又回到9进准地，继续冲击大地境第8个月、第9个月、第10个月。这些时间，叶枫无一例外，皆是在失败与不停的失败中度过。好在叶枫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他觉得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历练，认定这是正道地路必须的环节。而同一时间，在上界，经过这10个月的时间，夏清月早已成为天玄大陆有史以来第一位万古女帝，建立了帝庭势力。天玄大陆无论上界、下界，如今皆臣服于帝庭之下。同样改变的不只是天玄大陆，还有夏清月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趋势一天天变大。终于来到了分娩的那一天，陈清设下结界，武皇下城、大前皇帝陈雄全部等在结界之外。整个接生过程比想象中还要顺利不少。守在院外的夏城、陈雄二人忽然听见一道婴儿的啼哭声传入耳中，生了。夏城一脸激动，不等陈雄开口回应，又一道啼哭声传出。他瞪大双眼，有些不可置信，亲家似乎是双胞胎啊。而在屋内，陈雄说的确没错，是双胞胎，一儿一女。陈清先为夏清月服下恢复丹药，随即一手抱一个，笑着对他说，辛苦夫人替我生下这么漂亮的一对儿女。笑容发自真心，第一次当爹的他无比兴奋，这2个孩子当真是越看越喜欢。夏清月微笑回应，让陈清把孩子抱过来，让自己看看。与此同时，各种天地异象出现在上界，一会儿10日浮现，一会儿月亮近在咫尺，一会儿满天星辰唾手可得，一会儿七彩霞光笼罩天地。对此，无论上界又或者下界都不意外，反而觉得陈清、夏清月的子嗣就应该是天生的王者，各种天地异象特效拉满才对。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男一女俩小孩生下来便有着大地修为、至尊骨、重瞳、圣体，多得连顶级秘境都比不上。当然，这还得多亏陈清刷的宠妻奖励。这下陈清不只能吃夏清月的软饭，还能彻底摆烂，抱自己儿子、女儿的大腿。1日后，帝庭举办大典，庆祝母子平安，整个天玄大陆都为之欢庆。但很快，有人察觉到天道气运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在朝向其他地方流去。猛然意识到，这是有人要正道地路了。而这个人正是位于大芒山中的叶枫。在经过长达数月的失败与磨练后，他总算如愿以偿突破到大地境。至于每日签到系统，现在别说签到失败，连打开都打不开了。而洞府结界的空间裂缝已是变得有腰杆粗细，且不再修复。虽不知为何系统会消失，结界会破灭，眼下叶枫也不关心这一切，只想尽快前往外界寻找夏清月，亲眼确认真相。在大地修为的辅助下，他很快找寻到了夏清月的踪迹。前往上界，在来到上界后，叶枫才得知夏清月竟已迈入仙人之境，成为帝庭万古女帝。我的清月居然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如此优秀，叶枫十分意外，越发期待与之团聚。至于所谓的仙人之境，叶枫并未当作一回事，私以为那只是凡人对强者的敬称。理由很简单，大帝是最强的，他叶枫才是大帝。然而当通过搜魂术得知今日举国欢庆女帝诞下龙凤胎后，叶枫懵了，只觉得眼前一黑。他没法说服自己，这一切是通过搜魂术得知的，做不了假。他身影一瞬，决定前往地宫，然后便看到了令其撕心裂肺的一幕：陈清、夏清月恩爱有加，怀里儿女双全。不，怎么会这样？这不对，这不对啊！身形踉踉跄跄，随时有摔倒的趋势。叶枫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自己这10个月拼命努力突破修为，夏清月却在10月怀胎，为其他男人诞下龙凤胎。远远透过墙壁看向陈清的双目，瞬间变得血红，仇恨充满内心。今日所有人都得死，他要让整个天玄大陆的亿万生灵陪葬，以此平息心中怒火。在叶枫看来，自己身为大帝，世间最强，完全有资格那么做。注意力稍微转移，陈清感知到了叶枫的存在，并未把他与主角联想到一块去，只觉得这家伙是刚刚晋升大帝，膨胀得很，觉得自己行了，想要来挑战自家夫人的女帝权威。一念动，叶枫的三魂七魄瞬间破灭，肉身紧跟着化作烟尘消散，被强势抹除。夏清月的注意力则全在儿女身上，根本无心去在意那些前来挑战自己的无知者，心里反而感激陈清又默默不求回报地替自己解决了一桩麻烦事。如今的他一心相夫教子，做个好妻子，当个好母亲。